么情况？两弟竟然没死！你放心吧，既然本帝接过了你的身子，本帝会将你所受的屈辱全部奉还给对方。司徒公主，不知你一大早上就跑到本王府来做什么？镇北王，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要解除婚约。哼！司徒公主，前几天你打伤了我儿子也就罢了，如今还上门退婚，你真当我镇北王府是好欺负的？天剑宗的人为何在这里？梁战天，司徒公主已经被我们宗主收为亲传弟子。这次司徒公主来退婚，正是经我们宗主亲许，还望镇北王看在我们宗主的面子上解除婚约。什么？天剑门宗主的亲传弟子？镇北王，凤凰不与乌鸦同巢，我和你那废物儿子终究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你又何必执迷不悟？如果镇北王愿意解除婚约，我师尊愿意送给世子殿下10枚破脉丹当做补偿。哼，好一个凤凰不与乌鸦同巢！司徒雪，你真的以为自己是一只凤凰？凌云，你刚才说什么？你不是要解除婚约吗？老子成全你！司徒雪，你可以滚了。凌云，你这个废物，竟然敢休我！身为妻子，设计陷害自己的丈夫，乃为不忠；身为儿媳，逼迫自己公公退婚，乃是不孝。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妻子，留着何用？凌云，你这个废物，没有资格休我！哼，一口一个废物！司徒雪，你真的以为你很强吗？实话告诉你，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凤凰，顶多就是长得好看点的土鸡罢了。哼，凌云，真不知道你一个10年都没有凝聚气海的废物，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没有凝聚气海吗？你这样的废物也敢说我是土鸡，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底气。哪里来的底气？放心，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天赋。吞天秘术。这家伙在干什么？众人都是神色古怪地看着凌云，天地灵气在他的体内疯狂流动，然后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丹田之中，在他的丹田内生生开辟出来一个10尺见方的气海。气海一好，不愧是我凌震天的儿子。凌云，虽然不知道你靠什么办法凝聚气海，但是你不过刚刚是气海武者而已，跟我比起来，你依旧什么都不是。既然如此，司徒公主可敢与我一战？凌云，不要胡来！你怎么可能是司徒雪的对手？司徒雪，你敢应战吗？有何不敢？不过既然是比试，自然要有赌约。如果你输了的话，该怎么办？我若是输了，我就主动退婚。如果你输了呢？如果我输了，本公主就任你处置。无论你怎样对我，我都不会拒绝。不过你得有那个本事才行。司徒雪，拔剑吧，让我领教一下你这只凤凰的本事。可笑，对付你这个废物还不需要拔剑。不好！怎么可能？你刚刚凝聚气海而已，为何力量变这么强？哼，我说了，在我眼里，你根本不是什么凤凰，顶多就是一只土鸡而已。凌云，我要杀了你！这种级别的剑法也敢自诩剑道天子，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剑法。司徒雪，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司徒雪，现在你输了。怎么可能？你竟然能够练成了一部地阶上品剑法！放心，我愿赌服输。今天我任你处置。我要你做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今以后滚出林家，不许再踏入林家半步。凌云，算你狠！今天的羞辱，我司徒雪记下。3年之后，我会再次向你挑战，到时候我一定会将今日的耻辱10倍奉还给你。凌云，你也不要小看司徒雪，虽然这次你战胜了他，但是他现在是天剑宗主的身份，有天剑宗主的调教，3年之后，他肯定比现在强得多。放心，3年之后，他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凌云，你的修为和剑法是怎么回事？你之前可没有这么厉害。父王放心，之前的我是因为太过贪玩浪费了时间，不过从今以后我不会那么做了，我会让镇北王府成为整个大千王朝甚至大荒都令人畏惧的势力。好儿子，为父相信你。父王，孩儿想要1000两黄金。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不会是又要去怡红院炼丹？想要这黄金也可以，不过父王有一个条件，只要明天你到传武堂去学武，我就把这1000两黄金给你。我知道了，明天我会去一趟的。注意安全，不要乱花。这里便是大前王朝最大的炼药师公会，我要的药材应该都能找到吧。已经是第3次了，没想到这金龙丹这般难炼制，看来以我的炼丹水平是很难炼制出金龙丹了。师尊，您不必妄自菲薄，这金龙丹整个大前王朝都没有人能够炼制出来，您能够尝试炼制，已经比别人高出一个层次了。够了，我觉得洛姑娘说的不错，这金龙丹可是4阶丹药，本身就极难炼制，您即便失败也没有什么的。说的不错，以您的实力，早晚都能炼制成功。到时候，您就是整个大前王朝第一炼药师。就你这么炼制方法，别说10年，1辈子你怕是都炼制不出来金龙丹。凌云，你怎么混进来的？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药王阁，不是你这种纨绔世子能撒野的地方，还不滚出去！我当是哪位高人在这里指点老夫炼药？原来是世子殿下。不知道世子殿下刚才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凌云，你别太过分了，这里可不是你这种纨绔子弟胡说八道的地方，请你离开这里。算了，洛熙，既然凌云世子也懂得炼药术，就不妨让凌云世子给老夫指点一二。哼。本来以你的身份是没有资格听到我讲解炼药术的，但是既然你这么喜欢求知，我就破例指点你一次。凌云世子还真是够自负的。既然如此，那老夫倒是想要听听凌云世子的高见。刚才老夫炼药的地方到底哪里出了错？那你可听清楚了，炼制金龙丹其中一个主要药材便是金龙草，金龙草乃是金系药材，根据五行相生相克之理，炼制金龙丹不能融入太多的火系灵气，而你刚才却是为了将药材快速炼化，故意将丹火的温度提升到了极致。如此一来，金龙草的药材之力瞬间就会流失，如此一来，你能够炼制出金龙丹才怪了。凌云，你不过是从哪里看到几本丹书，就跑到这里来装腔作势。既然你炼药水平这么高，何不亲手给我们展示一下？对，凌云，光说不练算什么本事？你若是真会炼药，就亲手将金龙丹炼制出来。展示一下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我炼制出这金龙丹，不知洛熙姑娘又当如何？如果你真的炼制出金龙丹，我洛熙便给你做3年的贴身侍女。哼，
很好，既然洛姑娘这么说了，那本世子就试试。虚无生自然，大道生一气，一气分阴阳。这个家伙，难道真的会炼制丹药？只是，这怎么可能？如果他有这样的本事，司徒雪怎么会瞧不上他？凝丹。天哪，这是流云丹纹。高某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冲撞了凌云大师，还望凌云大师勿怪。怎么可能？这个家伙竟然炼制出了极品金龙丹！高老，我这金龙丹炼制的可还行啊？凌云世子说笑了，您炼制的这个金龙丹，乃是老夫不是，是晚辈见过的最好的丹药。侍女洛曦，拜见主人。而洛曦也不会知道，正是因为他这一跪，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你倒是愿赌服输啊！既然如此，我便满足你。这3年之内跟在我身旁吧，算是我给你的一场造化。将我丹方上的药材每样抓10份出来。天啊，这难道是早已失传已久的天灵丹丹方？凌云世子，这丹方您是怎么得到的？不该问的，不要问。凌云世子，晚辈口误了，晚辈这就去派人将药材凑齐，然后送到镇王府上。多少钱？凌云世子说笑了，你以后来这里买药材不需要1分钱，只要您开口，凡是药王阁有的药材，尽管取舍便是。这个老家伙倒是挺会做人的，难怪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跟我走吧。去哪里啊？传武堂。你们看，那不是药王阁的洛曦吗？她怎么跟在凌云的屁股后面？这女人不会是跟凌云……哼，怎么可能？洛曦可是大前王朝3大美女之一，又是药王阁天才炼药师，性情孤傲无比。咱们大前王朝第1天才龙牙侯，她都瞧不上，怎么可能看得上凌云这个二世子？谁说不是啊？我记得这个废物可是对传武堂深恶痛绝，今天怎么突然跑到这里来了？凌云，你这个废物，给我站住！哼，七皇子是在叫我吗？哼，凌云，你这个废物，竟然敢休掉我姐姐，羞辱我司徒皇族！今天要么你跪在我面前谢罪，要么本皇子就将你的狗腿打断。喂，司徒风，是你姐姐先到我家退婚在先，我才休她在后，难不成只许你姐姐羞辱别人，不许被别人羞辱吗？哼，那是自然。我姐姐乃是大前第1公主，很快就成为天剑宗主的亲传弟子，无论身份还是天赋，都不是你这种废物可比的。所以只有我姐姐退婚，而没有你休我姐姐。哈哈哈哈哈！好一个霸道的司徒皇祖啊！不过可惜，我休书已经写完了，除非你现在跪在地上求我。废物！你他喵！快闪开！哼，司徒风，看来你姐姐只告诉你她被我休了，却没有告诉你她是怎么被我休的。我的手，我的手！七皇子，这点本事以后就不要学着替人出头，丢人的反而是自己啊！凌云，老子杀了你！司徒风，我看该死的是你才对吧？凌云，你干什么？我可是七皇子，你若是碰我一下，我父皇不会放过你的。
龙阳侯，快替我教训教训这个废物！气海巅峰吗？镇北王世子，今天就算你是镇北王的独子，也要给七皇子磕头道歉。龙阳侯，刚才所有人都亲眼目睹是七皇子一掌打在了我的胸口上，要道歉的人应该是他才对吧？你，哼，凌云，不管如何，七皇子已经被你打伤了，今天你必须向七皇子道歉，否则本侯就要对镇北王管教一下世子了。龙阳侯，我可以证明，是七皇子先动手打的凌云世子。洛熙，你怎么在这里？因为她现在是我的贴身侍女。凌云，你说什么？哼，可笑！洛熙何等身份，岂能给你当侍女？臭小子，我劝你不要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撕了你的嘴！哼，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自己问问。洛熙，他说的是真的吗？我去，这家伙竟然真的把洛熙收为了贴身侍女，我没有听错吧？是呀，这怎么可能？要知道，贴身侍女不仅要伺候主人起居，而且还要……怎么会这样？洛熙可是连龙阳侯都没有追上的女神，为何会成为凌云的贴身侍女？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这凌云太狂了吧！退婚长公主，降服才女洛熙，这是人干的事情。洛熙，你是不是被这个家伙逼迫的？你跟我说，我来替你出头。龙阳侯，我是心甘情愿成为凌云世子的贴身侍女，还有我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龙阳侯听到了吗？以后离我的侍女远点。凌云，你找死！不好，钟声响了，齐大师应该已经到了，我们赶紧去上课吧。去晚了，齐大师可是会发怒的。是啊，赶紧上课吧，齐大师发起脾气可不好惹。小子，算你运气好，这次先放过你，下次我会让你好看。你不该惹怒龙阳侯，这个人可不是七皇子那么好惹，他可是大前王朝的第一天才。哼，在我眼里不过蝼蚁罢了。走吧。去哪里？当然去传语堂了，听听这位齐大师有什么本事。拜见齐老。拜见齐老。拜见齐老。凌云，你好大的胆子！齐老进来，你为何不起身行礼？难道不知道规矩？笨蛋，还不赶紧起身行礼！我为何要起身行礼？我去，这凌云不起身行礼也就罢了，竟然还问理由，这家伙是真的不想在传武堂待下去了？凌云，你真是狂妄！齐老可是大前王朝武道宗师，在武道之上造诣极深。哼，龙阳侯，你刚才说他是武道宗师，那我的武道在他之上，是不是可以不用行礼了呢？你以为这里是你的镇北王府吗？凌云，今天你若是不给齐老跪下道歉，你就别想安然无恙离开传武堂。对，凌云跪下道歉。哼，蠢货！齐老在大前王朝地位崇高，惹怒了齐老，就算你是镇北王的儿子，怕是也难逃责罚。梁云世子，多日不见，没想到你如此自负，我看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武道可不是耍嘴皮子就行的。连初级武道意境都无法领悟的废物，也敢在齐老面前装孙。哼，龙阳侯，你怎么知道我连初级武道意境都没有领悟呢？你不过刚刚凝聚气海，怎么可能领悟武道意境？有本事你就施展出来，让我们看看。好吧，既然你这么想感受一下我的武道意境，那我就成全你便是了。
在这可怕的武道意境之下，齐老等人都是瑟瑟发抖，内心深处竟是不由自主地生出了膜拜之意。怎么可能？这竟然是5圣级的武道意境！龙阳侯，现在我问你，我的武道真意，你可承受得起吗？凌云世子不愧是武道奇才，老夫佩服，请受老夫一拜。齐老，现在我还需要向你行礼吗？凌云世子说笑了，以你的武道造诣，何须向老夫行礼？应该我向你行礼才是。从今以后，凌云世子可以随便进入传武堂，不需要经过老夫同意。多谢。洛西，我们走吧。疯子，这个家伙简直就是疯子！这个吞噬办法，别说气海武者，就是先天武者，怕是也得爆体而亡不可。破！终于突破了，3个时辰突破2道境界，不得不说，这乾坤池内的天地灵气还真不是一般的浓郁。你们为何用这种眼神看我？凌云，你现在已经是气海7重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好奇你怎么修炼的这么快。要知道，就算司徒雪，也不可能在几个时辰的时间就将修为从气海5重直接提升到气海7重。他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我也做不到。我父王怎么了？回禀世子殿下，镇北王得了一种怪病，体内真气混乱，好像走火入魔，身上的温度也是时冷时热。老夫从医多年，确实看不出得的是什么病。我来看看吧。呵呵，世子殿下，连我们都看不出来的病，您又能看出什么来啊？您还是待在旁边吧，我们会尽力挽救镇北王的。世子殿下，还是让太医院的人看吧，毕竟他们可都是咱大前王朝的顶尖医师，他们肯定能够治好镇北王的。哼，算了吧，这些家伙连什么病都看不出来，指望他们能够治好我父王的病。世子殿下，你这话有些过分了吧？难道我们治不好，您能够治好？当然。既然世子殿下非得要尝试一下，那就让世子殿下试试便是。毕竟镇北王可是世子殿下的父亲。这凌震天哪里是得病，分明是中了一种奇毒，而想要将凌震天救醒，必须将他体内的毒血逼出才行。这青竹是哪里来的？回禀世子，是大管家送来的。大管家说这青竹有清神静心的效果。千年寒香竹，的确有清神静心的用处，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身怀内伤的人，一旦吸收此物的香气，体内就会产生强大的毒素。看来这是有人特意要算计凌震天的，只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谋害镇北王，这个罪名足以诛杀9族。洛西，送几位太医回太医院吧。世子殿下，王爷他现在状况如何？为何还没苏醒过来？父王中毒太深，虽然我逼出他体内的毒血，但是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苏醒过来。哼，世子殿下，那个管家好大的胆子，竟然给王爷下毒！我这就派人将这个人抓住。先不着急，你觉得一个管家敢随便对我父王下毒吗？显然在他身后肯定有人指使，所以现在抓住那个管家，无异于打草惊蛇。世子殿下的意思是前帝指使的？除了他之外，大前皇朝也不会有别人这么干了。哼，好一个狗皇帝！我们为大前皇朝出生入死，他却在背后谋害功臣。世子殿下，我们直接带镇北军横推了这狗皇帝的皇宫。
不要冲动。前帝修为太高，除了我父王外，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他的身旁还有数万禁卫军护卫，强者如云，所以现在还不是跟他翻脸的时候。既然他给我父王下毒，那么我自然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为了清除林震天体内的毒素，他必须要购买一些药材才行。呵呵，这不是凌云世子吗？这么好的天气，您不去春宵楼嬉戏游玩，怎么跑到药王阁来了？您不是也要买药材吧？李牧，你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难道这药王阁是你开的？凌云，少逞口舌之力，药王阁只有炼药师能来，你一个对炼药一窍不通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我一窍不通吗？这个李牧啊，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呀。这么说来，邵国师很精通炼药术了。邵国师乃是跟我来的，当然有资格来此。世子殿下，这个人叫邵阳，是药王谷的天才弟子，被誉为药王谷百年一遇的奇才。药王谷的天才？不错，我虽然不是炼药师，但我可是陪着邵公子来的。凌云，你连药王谷的邵阳公子都不认识，真是瞎了你的狗眼。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滚出药王阁，你信不信？哼，我不信。你，洛曦，你怎么在他的身后？她是我的贴身侍女，不在我的身后，难道在阁下的身后吗？什么？贴身侍女？哼，小子，你可知道洛曦师妹的来历吗？我劝你还是跟洛曦师妹保持距离，否则倒霉的可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你们整个镇北王府。洛曦什么来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现在是我的贴身侍女。找死！我劝你赶紧乖乖滚出药王阁，否则等我师叔来了，可就不是被赶出去那么简单的了。凌云，听到少公子的话没有？赶紧滚出药王阁，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哼，该滚出去的人是你们才对。师侄邵阳拜见高师叔。邵阳师侄，你刚来药王阁就驱赶我的贵客，你真的把药王阁当成你家了不成？贵客？什么贵客？师叔说笑了，师侄怎么敢驱赶您的贵客？哼，凌云世子便是老夫的贵客。哼，高师叔，您不是开玩笑吧？这个家伙怎么是您的贵客？他有什么资格？是啊，高老，您绝对记错了，这个废物对炼药术一窍不通，怎么可能是您的贵客？哼，你可知道前不久老夫送给宗主的那枚极品金龙丹是谁炼制的吗？这还用说，不是高师叔炼制的吗？哼，当然不是，那枚极品金龙丹乃是出自凌云世子之手。如果说他不懂炼药术的话，恐怕你师尊和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了。就凭你一个小小的初级炼药师，也敢出言不逊，真是不自量力。你现在可以离开了，从今以后你和你的朋友一个也不许踏入药王阁半步，否则别怪老夫不客气。凌云世子亲自登门，却差点让一个无知小辈冲撞了世子殿下，老夫照顾不周，还请世子殿下责怪。高老说笑了，此事跟你无关，我岂会责怪你？这些药材，世子殿下，这是什么药方？老夫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当然没有见过，这是我自己配制的一张解毒丹而已，此丹可解百毒。世子殿下，老夫这就让人去抓药材。至于这药方，这丹方给你了。多谢世子殿下，世子殿下的恩德，老夫感激不尽。以后世子殿下有需要老夫的地方，尽管开口，老夫必定照办。这个老狐狸的确有些眼力，高老不必多礼，以后本世子的确还有一些事情要麻烦高老。高老
可知道朱雀胆？这东西老夫倒是听过，但是从未见过。世子殿下，您问这个东西做什么？一会儿将药材准备好，派人送到镇北王府即可。世子殿下放心。世子殿下，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去春宵阁。什么？世子殿下，大白天去那里做什么？谁说那个地方白天不能去了？世子殿下，我请了您那么多次，您都没有主动来过这里，今天怎么突然跑来了？我来这里是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世子殿下乃是无所不通的天纵奇才，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千雅帮忙？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东西。和我？朱雀胆。世子殿下要这东西干嘛？我记得此物可是剧毒之物。不该你知道的，最好不要知道。世子殿下，这个东西可是十分罕见，整个青州怕是都找不到。我当然知道，否则的话我也不会来找你了。世子殿下怎么知道我就能找到？有时候直觉比看到的更准确，你觉得呢？世子殿下，不得不说，你的直觉的确很准。朱雀胆别人找不到，但是千雅却能够找到。不过此物太过罕见，千雅需要一些时间才行。半个月的时间够吗？足以。朱雀胆，你找到之后派人通知我便可，到时候我自会来取。真是个无情的家伙。凌云，没有你，本圣女不可能活到现在，本圣女应该感谢你才对。只可惜我早已发过誓，这个世界上凡是看过我身体的男人都得消失，所以等本圣女拿到寒冰蝉的那一刻，便也是你的死期了。3天之内必要凝聚武魂，踏入先天之境。凌云一边吞噬天地灵物，一边在脑海当中默念昊天神诀，先天真气一种奇特的运行轨迹在他的体内迅速运转起来。下一刻，他的泥丸灯光芒涌动，在强大的剑意催动之下，一道虚幻的剑影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了凌云的识海当中。他正是9天之内有最强剑魂之称的昊天剑魂。虽然只是初级形态，但是足以让我应付眼前的对手。世子殿下，你真的凝聚武魂了？对。世子殿下，你刚才凝聚了什么武魂？为何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你很想知道？天阶剑魂吧？天阶剑魂？凌云，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少国师，你说凌云这小子真的会死在那冷风的手里？呵呵，这还用说，冷风可是大秦第一杀手，千人千面，来去无踪。别说凌云那个废物，就算先天强者，也没有几个能够从冷风手里活下来的。世子殿下，镇北王找您有事，您快回去一趟。世子殿下，你不是他，你是何人？你就是那个传说中千人千面的大秦第一刺客冷风。哼，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识破身份。不知世子殿下是怎么看出来的？虽然你的易容术很高明，你的声音模仿的也很像，
但是你模仿外貌和声音，却模仿不了气息和你身上的杀意。早就听说凌云世子天赋异禀，乃是绝世天骄。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你应该是三皇子派来杀我的杀手吧？你一个气海武者，竟然能挡住我的剑！谁跟你说我是气海武者？难道不是？当然不是。你竟然踏入了先天境界！我说过了，凭你还杀不死我。现在你还有什么临终遗言可以告诉我了？我冷风杀人无数，从未失手，但是没有想到今日竟然败在凌云世子手里。冷风心服口服，凌云世子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哼，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要为我做一件事。何事？替我杀了少国师李牧和七皇子司徒风。为何要杀他们？派我来的人可是三皇子司徒胜。这个你就不必管了。总之你替我杀了李牧和七皇子司徒风，我就放你一马，留你一条活路。好，我答应你，3天之内我必夺走李牧和七皇子的性命。希望如此。你虽然是个杀手，但是我能看出你也是信守承诺的人，何况这是我给你的任务，而这次任务的酬金就是你的命。世子殿下，等着我的消息吧。如果3天之内不能完成任务，冷风提头来见。司徒胜，没想到为了对付我，你连大前第一刺客都请了。不过这一次，你怕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可是过了这么多天了，为何没有半点消息传出？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七皇子不必杞人忧天，那凌云这次必死无疑。而且即便冷风真的失手，这次寿宴也是他的死期。你是何人？在下冷风。你就是大前第一刺客冷风？正是。哈哈，看来冷风兄是来告诉我们好消息的。对，冷风兄，你是不是已经把凌云给杀了？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凌云那个废物不可能是你的对手。不，我是来送2位上路的。冷风，你要干什么？你可不要胡来啊！你不是三皇子请来杀凌云的吗？为何要杀我们？我刺杀凌云世子失败，凌云世子饶了我一命。为了报答凌云世子的不杀之恩，冷风只好来取2位的性命了。杀了你们2人之后，冷风从此不再杀人。怎么回事？父皇，这冷风突然杀死七弟和少国师，肯定是受人指使，而幕后之人多半就是那个凌云。不错，陛下要替我儿和七皇子做主啊！哼，你们怎么知道那冷风是凌云派去的？回禀父王，那冷风本是儿臣派去刺杀凌云的，可是结果凌云非但无事，反倒是我七弟和少国师死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冷风是你找来的，孩儿只是想用他对付凌。父皇，哼，我早就告诉过你，在我寿宴之前，不要随便对这个凌云出手。陛下，此事跟三皇子无关，要怪就怪那个凌云太阴狠，竟然派冷风杀了我儿子和七皇子，所以冷风才是罪魁祸首。
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的确小看这个凌云了。不过父皇，这个凌云实在太厉害，若是不将此人除去，未来定是我大前皇族的一大祸患。对，陛下，此人不除，大前皇朝永无宁日。哼，放心，这次寿宴之上，我早已安排好了，无论是凌云还是凌震天，都必死无疑。陛下，我可是听说凌云将凌震天的病情给治愈了，想要杀他们，怕是不那么容易吧？无妨，即便那凌云解开凌震天体内的奇毒，凌震天多年的伤势也早已让他的实力踏步不前。这一次寿宴上，他必定不是我的对手，何况还有天剑宗派来的强者坐镇，这一次他们父子必死无疑。不过从现在开始，你们若是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再对那个凌云出手。一旦打草惊蛇，耽误本地大事，我绝不轻饶。属下遵命。儿臣遵命。对了，父皇，我听说大哥最近也回来了。本地大寿之日，他回来又有什么稀奇的？父皇，我担心大哥会跟凌云联手。放心，他没有这个胆子。如果这个逆子真的敢跟镇北王府联手，那本地也不介意大义灭亲。父皇，世子殿下，您可算回来了。怎么了？我父王出事了？咱们王府来了一个客人，他要见世子殿下，在咱们王府已经等了3天了，非得见你一面。客人？谁这么执着？此人身份有些特殊，世子殿下还是亲自去见一面吧。那你带路吧。大皇子？哼，凌云世子，星河等你多时了。不知大皇子来我镇北王府有什么事？我来此是想跟凌云世子商量点事情。有什么事情，大皇子跟我直说便是。凌云世子，既然都这么说了，我也就直说了。我此次回皇城只为了2件事情，第一个是参加我父王的寿宴，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想跟世子联手。哼，大皇子是想让我帮你击败三皇子司徒胜，帮你登上皇位。大皇子请回吧，我对你们皇子之间的争斗可没有兴趣。凌云世子，俗话说得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我的对手都是三皇子司徒胜，为何不能联手？大皇子，你高看三皇子了，他还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对付这种蝼蚁，你觉得我还需要找人联手吗？那请问世子殿下，怎样才愿意帮我？你真的想跟三皇子和你父皇为敌？别忘了，他们可是你的亲人。呵呵，什么亲人？这10年来，他们为了防备我，把我赶到边关，而我那父皇也是对我不闻不问，这种也算是亲人吗？我这个条件很简单，只要你愿意认我为主，我就帮你登上前帝之位。什么？凌云世子，我虽然是庶出，但是毕竟也是大前皇子，不能随随便便认他人为主。如果世子能够接我3招，星河就认世子为主。无需挡你3招，如果你能够挡下我1剑，不用你认我为主，我便让你成为前帝之主，如何？凌云世子难道不拔剑吗？对付你还不需要拔剑。你，凌云世子还真是够自信。既然如此，我就要看看世子是怎么不用剑，在1招之内击败我的。这家伙不拔剑也就算了，连眼睛都闭起来了，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吧！大皇子，你知道剑道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心中有剑，天地万物皆可为剑。
大皇子，你已经败了。司徒星河愿意追随凌云世子。既然你愿意追随本世子，我不仅会帮你登上95之位，而且还会保大前皇朝万世不灭。世子殿下，不知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击败司徒胜，踏上前帝之位？简单，只要杀了司徒纵横和你那个三弟，你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大前皇帝了吗？原来我被人下了毒，难怪我前些日子一直感到浑身不舒服。只是谁敢给本王下毒？回禀王爷，是司徒纵横那个狗皇帝派人干的。如果不是凌云世子的话，您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是云儿救的我。是。你还会医术？父王，除了你体内的毒素之外，这些年来你体内没有修复的内伤，我也都给你治好了。什么？连内伤都治好了？果然是畅通无阻。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冲击真元境了。哼，王爷，司徒纵横那狗皇帝将您和世子殿下还有我们镇北军视作眼中钉。如今你已经恢复如初，我们不如直接攻入皇宫，将这个狗皇帝斩了，然后自立为王。这个，父王，虽然你现在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但是也只是先天巅峰的修为，跟前帝不相上下。再加上前帝有数万禁卫守军，一旦真的动起手来，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哼，那我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吧？诸位放心，1个月之后的前帝寿宴上，我保证不费吹灰之力灭掉司徒纵横和三皇子。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我父王私聊，你们先都退下去吧。遵命。这是我无意当中得到的一本天阶功法雷神震天功，正好适合父王的雷系武魂。什么天阶功法？而且品级怕是已经达到了上品。有此功法可以让父王在1个月之内突破瓶颈，踏入真元境。云儿，这本功法是从何处得来的？哦，是我无意当中所得。无意当中得来的？父王放心，这本功法的确是我机缘巧合下得到的，你只管修炼便是。朕你放心，我会好好修炼，争取在1个月之内突破真元。到时候司徒纵横若敢碰你一下，我就灭他一族。那孩儿就拭目以待了。若无其他事情，孩儿告退了。凌云啊凌云，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凝聚了昊天神魂之后，修炼速度果然快了许多，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连破3境，直接达到了先天4种境。照此速度，不需半年时间，我便可以冲击真元。再有3天时间，就是司徒纵横那狗皇帝的大寿之日，我也该给他准备一份厚礼了。世子殿下多日不见，气息似乎比之前强了不少。我要的东西，你可找到了吗？朱雀胆吗？世子殿下现在还不告诉我，你要这东西有什么用吗？很快就会知道了。世子殿下，你又要做什么？这家伙竟然还会炼丹！这是极品烈阳丹，此丹蕴含着极为浓郁的赤阳真气，只要修炼火属性功法的武者炼化此丹，修为便可飞跃提升。你修炼的是火系功法？
当然不是。那你这是给谁的？哼，这是我给前帝司徒纵横的寿礼。凌云世子，你和前帝司徒纵横不是敌对关系吗？为何要送给他如此贵重的礼物？哼，若要取之，必要予之。这枚丹药不仅可以让他修为精进，也可以让他一命呜呼。这是一枚毒丹。有些事情，千雅姑娘还是不必知道更好。世子殿下，我听说这次前帝大寿请来不少的厉害人物，其中就有天剑宗的一位真元境长老。若是我所料不错，这个长老很可能是冲着镇北王府来的。真元境长老吗？多谢千雅姑娘提醒，我心里有数。凌云，这次的寿宴可是前帝给你摆下的一场鸿门宴，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破解这次困局。哼，我当凌云世子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了呢，没想到还是狗改不了吃屎。凌云，你给我站住！长公主，找我有事。凌云，我问你，我弟弟司徒风是怎么死的？哼，你弟弟怎么死的？你问我做什么？我问你，那冷风是不是你派去的？你有证据啊？唉，没有证据啊，就不要胡乱咬人，有损你长公主的形象。你说什么？希儿，这个人是谁？哼，七师兄，这人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镇北王世子。呵呵，原来他就是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世子。哼，我是不学无术的纨绔世子，那不知道阁下又是何人？凌云，这位是齐白师兄，乃是天剑宗的天才弟子，你这种人自然没有资格认识。哼，齐白兄一口一个纨绔世子，似乎觉得自己真的很强了。跟你比，自然很强。既然如此，不如我们切磋一下如何？早就听说天剑宗的弟子很厉害，今天本世子很想见识见识。跟我切磋？你还真是不知死活。齐白师兄可是天剑宗前20的天才强者，不仅修为已经达到了先天7重，而且剑法也是早已达到了高级剑师的水准。他踩死你，就等于踩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凭你这废物，拿什么跟他比？今天我就让你这个狂妄世子颜面扫地，将雪儿师妹当日之辱10倍奉还给你。聒噪！找死！这一剑可是齐白师兄看家绝学狂风剑法。什么？怎么可能？这家伙竟然能够挡住齐白师兄这一剑，他现在是什么修为？怎么可能？你不是气海武者吗？怎么拥有先天4重的修为？他竟然达到了先天4重了，怎么会这样？要知道，凌云世子凝聚气海也不过是2个月而已。这个家伙为什么修炼得这么快？这就是天剑宗的天才弟子，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嘛。你虽然你修为达到了先天4重，但是依旧比我低了3个境界。这一战，我看你怎么击败我。哼，那齐兄就看好了。这个家伙还真是进步神速，没想到短短2个月的时间，连先天7重的天才剑修都不是他的对手。如果是给他几年时间，怕是整个青州的天才都要被他踩在脚下不可。圣女殿下，这个镇北王世子还真是非同小可，这种天赋，怕是圣龙帝国的那元无极
都要望其项背呀。哼，袁无极那个废物跟这个人比起来，就是米粒之光和皓月真辉。圣女殿下就这么看好此人？要知道，那袁无极可也是天阶武魂，其天赋非同小可。一个不到20便能够精通战阵、音律、剑法和炼药，2个月之内便从通脉踏入先天4重。你觉得这种人凝聚的先天武魂会差吗？哈哈哈！既然圣女殿下如此看好此人，何不将其收入门下，让他成为圣女殿下的左膀右臂，岂不美哉？此人虽然天赋很高，但是性格却也不是一般的自负，想要让他降服于我很难。千雅圣女，以您的天魔之体，玄阴血脉，任何男人都抵抗不了你的魅力。只要您愿意的话，我相信这个人早晚会拜倒在圣女殿下的石榴裙下的。哼，想要成为我幕后的那个男人，现在的他还没有那个资格。何况眼下他对我来说唯一的用处就是他能够帮我压制我体内的血脉。等我找到寒冰蝉之后。你刚才那是什么剑法？为何威力如此之强？哼，手下败将，何须多问？你本以为天剑宗的天才弟子实力肯定过人，但是现在一看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以后这种实力，我劝你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凌云，我杀了你！哼，蠢货，还嫌丢人丢得不够？拜见同师叔。拜见同师叔。哼，蠢货，本长老来此之前就已经警告过你，不要随便惹是生非。刚才你和凌云世子比试，我都已经看到了。凌云世子刚才已经剑下留情，否则的话，你就不是现在这种情形了。这老家伙眼力这么好，竟然能够看出来他没有施展全力。看来此人不仅修为很高，眼力也是非同小可。这次那狗皇帝还真是请来了一个厉害的帮手啊！凌云世子刚才的剑法大气磅礴，气势如虹，绝非凡品。不知道世子殿下是从何处学来的？哼，我需要向你解释吗？凌云，这位可是我们天剑宗内门长老童老，就算你父亲镇北王看到童老都要恭敬行礼，何况你了？不好意思，我们镇北王府的人可没有给人行礼的癖好。童师叔，这家伙太过狂妄，您为何不好好教训一下？不错，童师叔，这家伙简直太目中无人，根本没有将我们天剑宗和您放在眼里。哼，马上就是前帝的宫廷寿宴，镇北王和他活不了几天，所以何必急于一时？等寿宴之日，我们再将整个镇北王府一网打尽，到时候此人还不是任由你们处置？世子殿下，您终于回来了，镇北王正在找你。找我有事？大皇子求见，现在正在跟镇北王在前厅。原来如此，好，我知道了。云儿，你总算回来了。星河拜见世子殿下。大皇子不必多礼。世子殿下，我这次前来是有重要的事情汇报。你是说天剑宗的童长老吧？世子殿下知道了。我刚刚已经见过一面了。世子殿下，这个童长老，此人修为已经达到了深元2重境界，战力强横。如果此人出手，即便镇北王怕是也难以抗衡。大皇子放心，我有办法对付那个童长老。父王，你体内的气息可是强了不少，您的修为应该已经踏入真元境界了吧？不错，3天前刚刚突破，现在的我已经是真元境强者了。恭喜镇北王突破真元境界，成为我们大前皇朝100年以来第一个踏入真元境的强者。大皇子客气了，
本王虽然突破了真元境界，但是也只是刚突破不久，境界尚不稳定。而那个童长老的修为已经踏入了真元2重，修为比我高出很多，所以若是真的打起来，我们怕还是要吃亏。父王不必担心，虽然那杏童的修为在你之上，但是你的先天武魂乃是雷暴武魂，再加上你的功法也是天阶上品，所以单论战力，你并不在他之下。只要到时候父王按照我说的做，我保证父王能够压制这个天剑宗长老。可是即便镇北王压制住了那个童长老，但是还有那司徒纵横在，以他的实力绝对可以横扫我们所有人。哼，司徒纵横吗？司徒纵横就交给大皇子了。可是以我的实力，哪里是他的对手？放心，不需要你出手，你只需要将此物当作寿礼献给他便是。阴云世子，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毒药？这可不是毒药，乃是烈阳丹，能够让司徒纵横在一炷香之内突破瓶颈的极品丹药。什么？半个时辰之内便可让司徒纵横突破瓶颈？凌云，你疯了吗？将这丹药送给那个皇帝，我们岂不是死得更惨？只要按照我说的办，我保证这次宫廷寿宴，镇北王府大获全胜。好吧，就按照你说的办，反正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多谢父王。大皇子，这枚丹药就是你这次的寿礼了，这几天就不要再来镇北王府，以免被人发现。星河明白，这次我可是将整个镇北王府所有身家性命全部压在你身上了，如果这次败了，我们父子怕是万劫不复。父王不必担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当中。大管家，你说大小姐真的在这里给人当什么贴身侍女？妖王谷传来的消息应该不会有假。可是以大小姐那种孤傲性格和身份，怎么会甘心给一个什么镇北王世子当贴身侍女呢？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大小姐就是个不循常理做事的人，在她身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过家主有命，1年之内无论如何也要将大小姐带回去。我们先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静观其变，看看这个镇北王世子到底有什么本事，竟然能够让我们青州骆家大小姐甘心做他的侍女。若是大小姐是自愿成为其侍女，我们就将大小姐强行带回骆家便是。不过若是大小姐是被逼迫的话，老夫就不介意将这个镇北王府夷为平地。世子殿下，晚上就是前帝寿宴，前帝送来了2张请帖。2张请帖吗？前帝还真是够仔细的了。世子殿下，大战将近，你还能笑得出来？为何不能？世子殿下，洛熙不懂，你真的就有把握能够击败前帝他们吗？有没有把握？晚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可是万一你失败了呢？洛熙姑娘，现在这么关心我啊？谁关心你？我只是什么？我只是不希望你死得那么快罢了，毕竟我还要学炼丹术呢。是这样吗？今日乃是本地大寿之日，诸位要喝得尽兴而归。祝前帝万寿无疆！父皇今日大寿，孩儿给父皇准备了一份寿礼，想请父皇过目。呵呵，不知道皇儿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好一个飞龙在天！三皇子这个礼物不仅名贵无比，而且寓意十足。不错，凭借三皇子这份寿礼，足以可见三皇子的用心。陛下能有这样的皇子，未来我们大前皇朝何愁不兴盛？哈哈哈哈！不错，生儿这份礼物甚合吾意。来人，将寿礼收起，赏赐圣儿金龙软甲一件。
多谢父皇，孩儿一定不会辜负父皇希望。对了，大哥身为皇长子，想必也为父皇准备了寿礼，不知道大哥这次准备了什么礼物？父皇，这是孩儿给您的寿礼，乃是一枚丹药。呵呵，大哥，你一个寿礼就是一枚丹药，难道是仙丹不成？这难道是烈阳丹？不对，这品质应该是极品烈阳丹。这真的是极品烈阳丹，这么珍贵的丹药，可是连找遍整个青州都未必能够找到。大哥是怎么得到的？依我看，这极品烈阳丹多半是赝品或者冒牌货吧。高老，你来炼药宗师，不知可否帮忙验证一下此丹的真伪？前帝，这的确是极品烈阳丹无疑，而且看品质，即使在极品烈阳丹当中也算是顶级。前帝若是将这烈阳丹炼化，只需1炷香的时间，怕是就能冲破瓶颈，凝聚真元。好一个极品烈阳丹，竟然帮我突破了这么多年都无法参透的瓶颈，让本帝一下子踏入真元之境。哼，蠢货，你还真的吃了？要知道这烈阳丹可不是那么好吃的。不错，这次星河的寿礼，为父十分满意。来人，赏赐星河黄金100两。大哥，父皇赏你100两黄金呢，还不赶紧谢恩？难不成你对父皇的赏赐不满意？多谢父皇。大皇子献礼之后，长公主司徒雪、李国师、护国将军高湛等文武百官也是纷纷献礼。哼，镇北王，大家都已经敬献了寿礼，你为何还无动于衷？不会是没有给前帝陛下准备寿礼吧？不错，身为臣子，前帝陛下大寿之日，你却不准备寿礼，该当何罪？我们镇北王府当然准备了寿礼，而且这寿礼还不是一般的寿礼啊。既然如此，那我们倒是想看看镇北王这次准备的是什么寿礼。王五，把我准备的寿礼抬上来吧。你这棺材是什么意思？哼，当然是给前帝陛下的寿礼。这口棺材可是我亲自挑选的上好木料打造而成，价值起码3000阶，一般人可没有资格进入这口棺材里躺着。梁震天，你这是何意？司徒纵横，你以为我不知道这寿宴是你的陷阱吗？你请来这么多的人，不过是为了对付我们父子罢了。所以今天我送你一口棺材当做寿礼，又有何不可？哼，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本帝也就不跟你绕圈子了。不错，这场宴会正是本帝为你们父子准备的。如果你们父子乖乖束手就擒，将镇北军的兵权交出，本帝对你们大不敬的事情既往不咎。否则的话，哼哼。司徒纵横，镇北军乃是本王亲手建立，没有本王，你们大前皇朝便没有今日。想要让本王交出镇北兵权，你是做梦。哈哈哈哈！梁震天，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本帝就成全你。怎么可能？你竟然也踏入了真元境界？不错，本王比前帝先几天踏入了真元境。哼，统战长老，这个逆臣贼子就交给您处置了。凌云，我们怎么办？这个老家伙怕是我们都对付不了。父王不必担心，按照我说的做，你就缠住那个统战。此人虽然修为很高，但是肉身之力薄弱，不善近战，而你的雷暴武魂却在身法速度上远胜于他，所以1个时辰之内，他绝对无法对你怎样。可是1个时辰后呢？无需1个时辰，半个时辰，
我就可以将司徒纵横等人全部铲除。哼，贤弟放心，一个刚刚踏入真元境的逆尘贼子而已，交给本长老就是。凌云说的果然没错，根本不给那童丈施展剑法的机会。什么天剑宗内门长老也不过如此，看来这一战只能看本地的了。高湛，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带领禁军抓住此人。怎么可能？你的武……哼，凌云，没想到你的手段竟然这么多，连护国将军高湛都不是你的对手。既然如此，只好本帝亲自送你归西了。哼，口皇帝，死到临头还不自知吗？找死！怎么回事？我的经脉为何全部断裂？你对我做了什么？难道那枚烈阳丹？此丹正是我亲手炼制的，也是我亲手交给皇子当做寿礼献给你的。你这逆子，竟然敢和外人谋害你的父皇！司徒纵横，只因我是宫女所生，所以这些年来你将我赶到边关，处处排挤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还敢称是我的父皇？即便刚才他给对方献出了极品烈阳丹，也仅仅获得了100两黄金的赏赐。你，司徒老贼，连你的儿子都背叛了你，看来你这人品的确不怎么样啊。凌云，就算我被你算计又能如何？但是你别忘了，你和你的人被我数万禁军包围，今天你依旧难逃一死。凌云，胜负未分，还容不得你在这里狂妄。陛下，不好了！10万镇北军在龙威和虎威二将的带领之下杀入皇宫了，我们快抵抗不住了。这家伙，难道早就将这一切都算计在内了？放心，在杀你父亲之前，我先送你这个蠢货上路。国师，救我！凌云，莫要放肆！废物！你可以去死了！齐师兄，三皇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凌云世子饶命！凌云世子饶命！三皇子，这些年来，你不仅处处为难我，更是不断派人暗杀我。现在求饶，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凌云，放开我三哥！司徒雪，你还记得我当日的话吗？在我面前，你就是一只土鸡而已。唉，凌云，没想到本帝一世英名，却要死在你这逆臣贼子手里。哈哈哈哈哈！一世英名，司徒老狗，我镇北王府为大钱建功无数，战功累累，没有我镇北王府大钱，哪里有今日荣光？而你只因自己的猜忌，便不惜借助外部势力，要攻杀忠臣良将。你这样的德行，也敢自称明君圣主？凌云，我承认这次是你赢了，但是你也不必高兴得太早。今天你杀了天剑宗的弟子，天剑宗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就算你再厉害，你觉得凭你和镇北王府能够抵抗住天剑宗的怒火？哼，司徒老狗，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唬了我？你且听好了，别说区区一个天剑宗，就算是玄天圣门，我凌云也不放在眼里。父皇，凌云，我要杀了你！放心，你没有那个机会。现在我就送你们父女见面。今日之仇，我天剑宗暂且记下，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和镇北王府10倍奉还。这个家伙既然要走，我们拦不住他。天剑宗的人不会来得这么快，而且就算他们来了，我也有办法应付。好吧，云儿，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连高湛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看来父王之前还是低估你了。父王，我说过，我会让镇北王府这几年丢掉的屈辱10倍奉还给他们，而且早晚有一天，我会让镇北王府凌驾于整个玄天界之上。称霸玄天界吗？哼，这个家伙还真是好大的口气。不过我倒是蛮喜欢这家伙的狂劲儿，我很想看看他是怎么踩着玄天女帝，然后凌驾于玄天界之上。现在司徒老贼已经伏诛，大前皇朝不能一日无主。从今天开始，星河就接替前帝之位，成为新的前帝吧。从今以后，星河愿意带领大前皇朝追随世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愿意追随我世子，继续为主前效力，反抗之人灭其九族。前帝已死，童战也跑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处理吧。世子殿下放心，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和镇北王便是。总算先听五重了。世子殿下，星河皇子前不久派人来找过你，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想要找您商议。我明白了。听说你找我有很重要的事，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回禀世子，前几天我们大前皇朝西境发现了一座上品灵石矿，不过盯上那上品灵矿的可不止我们一家。据我们所知，已经有3个势力的人盯上了这个灵矿，其中就有北齐皇朝，还有大秦帝国和一个千年门派望天宗。这2个势力皆是不弱。世子殿下，我们该怎么办？这上品灵矿难道让给他们？让给他们？可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你觉得我会将这上品灵矿让给他们吗？3天之后，我就亲自带队出发。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大秦帝国和望天宗有什么本事，从我的手里抢走灵石矿。不错，能这么快便炼制出极品灵气丹，你现在的炼丹术怕是已经不在高老之下了。世子殿下，您出关了。世子殿下，那望天宗宗主修为不低，据说已经是真元3重的境界，何况还有其他的势力，这个灵石矿应该不是那么好拿的。放心，我自有分寸。这是百转回灵丹，可以帮助武者迅速恢复体内的灵气。以你现在的炼药术，应该可以炼制，这3天之内炼制出100粒百转回灵丹。这家伙真的把它当成苦力了。世子殿下，我想学习更高级的炼药术。我知道了，等你炼制出来这百转回灵丹之后再说吧。世子殿下，这就是你的大部队？哼，这些人足够了。世子殿下，你太小看望天宗和大秦帝国了吧？特别是望天宗宗主，可是方圆数千里修为最强的人，就这100名剑修，
洛熙姑娘放心吧，凌云世子不会让我们送死的。好吧。世子殿下，前面的石山就是灵石矿了。只要我们占据地势，即便他们联手，我们也能取胜。凌云世子还真是神速，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占据了灵矿了。公主殿下，你来晚了，这座矿山已经是我们大前皇族的了，请公主带着你的人回去吧。哼，凌云世子，你就带这么几个人就想守住整个灵矿，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哼，能不能守住，平阳公主可以试试。凌云，仅凭你这些人是不可能守住这上品灵矿的，不如我们2人联盟，然后平分这座灵矿如何？不好意思，本世子没有跟别人平分的习惯，何况这灵矿本来就在我们大前皇朝的边境之内，当然属于我大前皇朝，凭什么跟你平分呢？公主，跟这种人废什么话？待我直接带人冲进去就是，看他一个小小的先天武者如何能够拦得住我。杨将军，且慢。杨将军，不要小看这个凌云，他敢带百人就来争夺灵矿，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这个人可是比表面上的厉害多了。那我们怎么办？难不成放弃这上品灵矿不成？杨将军何必着急？很快大秦帝国和望天宗就会赶来，到时候我看他如何能够抵挡这2大势力的进攻。眼下只有希望凌云能重创他们，然后我们好渔翁得利。平阳公主不会就被这区区100人拦住了去路了吧？北极皇朝现在这么弱了，连区区100个先天武者都搞不定。黑豹，你说什么？黑豹将军，我劝你可不要小看这个凌云，他可是比你想象中的难对付。哼，可笑，区区100个先天武者能够拦得住我们吗？能不能拦住，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哼，那平阳公主可就看好了。大前皇朝的废物，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速速离开此地，否则别怪我大秦黑豹铁将军不客气。说我们是废物，不知阁下又是什么东西啊？跑到别人家的地盘来抢夺灵矿，难道你们大秦帝国的人都是强盗所生吗？这家伙竟然将整个大秦帝国都给骂了。找死！谁敢越雷池？这个望天宗主的修为竟是已经达到了真元3重境界，看来你这次是遇到硬茬了。仅凭你和这100名先天武者，可是无法阻拦一个真元3重的强者。望天宗主试试就知道了。无极天罡剑阵，开！剑来！这剑阵的威力怎么会这么强？
怎么会这样？人生有2出悲剧，一是执意寻死，一是无力求生。此灵矿乃我大前皇朝所有，想死的尽管上来。开玩笑，连黑豹将军和望天宗主都殒命当场，何况他们？凌云世子的确厉害，竟然能够驾驭如此强大的剑阵。不过这个剑阵想必也消耗了世子殿下全部的力量。凌云世子现在怕是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吧？平阳公主的话立刻提醒了大秦帝国和望天宗的众人。哼！望天宗众弟子听命，杀了个家伙，为宗主复仇。杀！平阳公主，你的确是个聪明的女人，不过你以为本世子没有防备她？公主，我们怎么办？我们连望天宗主都打不过的剑阵，你上去不也是送死吗？下令撤退。是，撤军。云儿，你这次竟然直接将大秦帝国的精英和整个望天宗都给灭了，唯独可惜让那平阳公主全身而退。若是抓到她的话，估计这次北齐皇朝也得割让一大片土地给我们不可。让她跑了也无妨，只要有这个上品灵矿，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不了3年时间，大秦皇朝即可称霸青州。父王，派人守卫灵矿，然后抓紧让人来开采，争取在1个月之内开采出10万块上品灵晶。好，我知道了，我会派人开采，1个月内定然开采出10万上品灵晶。回镇北王府吧。是。看来我们镇北王府或许真的有一天能够称霸整个青州。你们听说没有？几天前，大前皇朝和大秦帝国、望天宗等发生了一场大战。当然听说了，据说这一战，整个望天宗都被灭了，甚至望天宗主都被斩成了肉泥。谁有这样的本事，竟然连望天宗主都杀了？这也太厉害了吧！听说是镇北王世子凌云。这个凌云世子还真是厉害，没想到短短几个月时间，不仅掌控了大前皇朝，如今更是击败强敌。看来我们大前皇朝真的遇到明主了。那是自然，虎父无犬子，镇北王也是英雄，他的儿子果然也不差。看来这个镇北王世子的确有些本事，没想到连望天宗主都被他杀了，看来我们也该去会会此人了。不知2位贵客来我镇北王府有何贵干？镇北王，我们来此是来向您要一个说法。我们镇北王府似乎跟洛家没什么恩怨，阁下向我们镇北王府要什么说法？怎么会这样？难道我猜的不对？当然不对，你刺入的地方乃是胡人的穴位，
死的人穴位，尸体会僵化，他的穴位也会随之变动。世子殿下，洛熙知道了。这阴阳36针术能解千种剧毒，能治万种顽症，乃是针法当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不过想要学会这套针法的话，就需要先将所有的穴位都能够清晰掌握。一旦一针刺错了位置，非但无法救人，反而会杀人。什么事情如此慌张？世子殿下，前厅来了2个客人。这有什么稀奇的？镇北王府不经常来客人吗？世子殿下，这2个客人非同小可，他们是来自青州洛家的人。走吧，我们去前厅看看。哼，镇北王，你少在这里装蒜！你儿子干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还请公子明示。这一大清早的，哪儿来的野狗跑到我们镇北王府来乱咬人呢？小子，你刚才说什么？你骂谁是野狗？哼，我又没说你，你何必要对号入座呢？你找死！罗坤，大管家，这小子太狂妄，我要好好教训他。闭嘴，别忘了我们来此的目的。不知洛家的人找本世子有什么事？老夫是来向世子殿下要一个人的。什么人？值得你们洛家不远万里跑到这里来要人？此人乃是我们洛家家主的女儿，大小姐洛熙。切，原来你是想来要我的贴身侍女啊！小子，你不要胡说八道！我们洛家大小姐乃是人中龙凤，岂能做你的贴身侍女？原来洛熙姑娘是洛家家主的女儿，此事我们的确不知。废话少说，总之一句话，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将我们的洛家大小姐交出来，并且给我们大小姐跪地磕头赔礼道歉，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就推平镇北王府。哼，就怕阁下没那个本事。找死！小子，你竟然敢打我，我杀了你不可！话音落地，一股恐怖如山的武道真意，伴随着冰冷刺骨的杀意，刚刚站起来的陆坤直接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哼，这是给你一个教训，你若是再敢在我镇北王府撒野，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哪里，你都要死在这里。一个先天武者竟然有这样的武道境界，凌云世子还真是让老夫大开眼界。王武，领阵。这就是世子殿下斩杀望天宗主所用的剑阵吗？看起来的确不错，不过这剑阵杀得了望天宗主，却是杀不了我。大管家，住手！大管家，你走吧。我是不会回洛家的。还有，现在的我是凌云世子的贴身侍女，不是什么洛家大小姐。大小姐，是不是这个小子有什么事情故意胁迫你了？你告诉我们，我们替你出头。洛坤，没人胁迫我，我是自愿做凌云世子的侍女的。大小姐，此事关系到我们洛家荣誉，你可不要胡来。我心意已决，大管家还是回洛家吧。1年之后，便是圣龙帝国太子元无极和我们洛家定亲的日子，所以家主让我们必须将你带回去。你这次务必要跟我们回去，你若是不走的话，就莫怪我等无礼了。大管家，你若是再向前一步，我就死在这里。大小姐不要冲动，大小姐您可不要胡来。回去告诉我父亲，我洛熙即便是死，也不会嫁给元无极。我不想为了洛家成为家族的牺牲品。大小姐，元无极乃是圣龙帝国太子，更是青州第1天骄，无论天赋和身份都是无人可比。你为何如此抗拒？我不喜欢他，
阁下已经听到了，我侍女不愿意回去，现在你可以离开了。你如果不想让镇北王府跟你一起遭殃的话，就乖乖将大小姐交出来。我说了，如果她想走，我不拦阻；如果她想留，谁也带不走她。你可知道，你这么做会给镇北王府和大秦皇朝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镇北王府和整个大秦皇朝可能都会因为你的自负而变成一片废墟。是吗？放心，1年之内我会将洛熙送回洛家。世子殿下，凌云世子，你想通了？不想通了，1年之内我会亲自带着洛熙返回洛家退婚。哼，凌云世子，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我口气大不大，1年之后你就清楚了。你1年之内真的会带大小姐去洛家？不错，我们走吧。大管家，你刚才为何不直接动手将大小姐带走？以你的实力，灭掉他们镇北王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大小姐继续给死人当什么狗屁侍女？你以为那个凌云真的那么好对付？刚才此人释放出来的武道意境，别说先天武者，就是洛家家主都不可能释放出来。什么？这不可能吧？他一个先天武者能有这样的武道意境？如果不是他的修为太低，无法维持太久，否则刚才就是我都未必能够救得了你。或许青州第一天才就要换人了。世子殿下，洛熙给您和镇北王府添麻烦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镇北王府因为我而受到威胁的。1年之内，我会自己回洛家。你想嫁给袁无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会阻拦你。可是，这是洛熙的天命，洛熙也无路可选。你记住你的命运，由我不由天。我凌云的侍女，她袁无极娶不起。世子殿下，此事我心意已决，不必多言。你就专心修炼炼药术和阴阳36针法吧，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便是。世子殿下，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凌云，给我滚出来！好强的气息，难道是天剑宗的人？世子殿下，是天剑门的上官云月，这女人怕是冲您来的，您快躲起来吧。王五，我让你设置的思想灵阵，你都准备好了吗？世子殿下，那灵阵我早就准备好了。那就好。哼，只要4项灵阵在，管他上官云月还是慕容云月，统统都要给本世子跪下。世子殿下，这女人修为不低，起码真元7重以上，你那灵阵能够抗衡？能不能抗衡，很快就知道了。走吧，我们去会会天剑宗的人。你就是林震天？不错，正是本王。不知道上官仙子为何跑到我们镇北王府来？凌震天，你少装糊涂！你和你儿子凌云以下犯上，篡逆谋反，还杀死了我们天剑宗的天才弟子，罪大恶极。哼，阁下说笑了，明明是你们天剑宗的人和司徒纵横一起谋害我们父子，我们父子为了自保，才不得已杀了他们。请问何罪之有？难道只许你们天剑宗杀别人，不许我们反抗不成？凌震天，你的嘴巴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杀了我们天剑宗的弟子，难不成还是我们的错了？哼，上官师叔，不必跟他们废话，直接将这个镇北王府灭了就是。我做事情需要你来指教。上官师叔误会了，弟子哪敢指教您？那你最好闭嘴。
遵命。林震天，你和你的儿子乖乖束手就擒，本长老便放过你们镇北王府的其他人。否则的话，整个镇北王府的人都要与你们父子陪葬。哼，好一个霸道的天剑宗御剑仙子！不过可惜的是，这里的人怕是你一个也带不走。你是何人？竟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不想活了吗？哼，蠢货！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镇北王世子凌云。既然你就是那个杀了我们天剑宗弟子的罪魁祸首，那就跟本长老去天剑宗领罪受罚吧。御剑仙子，我若是不呢？凌云，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凭你这个废物，上官长老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你。我劝你还是乖乖跟我们走，免得吃苦头。不好意思，这个世界上没人有资格惩罚我。哼，不知死活的家伙！刘笑、张生，你们两个出手，将此人抓住。遵命。遵命。找死！云儿，快跑！上官云月，你想怎么死？凌云，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镇北王世子，我这一剑蕴含了我90%之力，凭你是不可能抵挡下来的。我劝你还是乖乖投降，不要连累别人。今天我们谁死在这儿还不一定呢。不愧是御剑仙，这寒冰剑意竟然修炼到了宗师级别，在剑道造诣上，此女的天赋怕是不在那天剑宗主之下。圣女，这一剑落下的话，估计整个镇北王府都要被夷为平地。要不要老身出手救下那个凌云？不必着急，我倒是想要看看这个家伙是怎么挡住上官云月这一剑的。临阵？你竟然还会布临阵？难道不可以吗？上官云月做梦也没有想到，凌云竟然还是一个临阵师。凌云加入天剑宗，镇北王府以后就等于多了一个靠山，在青州之内，无人敢动你们。哼，上官长老，刚才还要灭我镇北王府，如今就要收我入门了吗？不好意思，不需要你这个靠山，在青州也一样无人敢动我们。凌云，你真的以为就凭你这区区一个临阵便可抵挡住我了？能不能挡住，你大可试试。哼，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本长老今天就将你这临阵破开。这可是上官师叔的拿手绝学飞雪剑法，真不愧是上官长老，仅仅一剑就能将那4响临阵冰封。哼，上官云月，
是仅凭这样的剑法，就想封住我的四象灵阵？所有天剑弟子听令，全部撤退！想走，可没有那么容易。上官长老，救命！凌云，这次算你厉害，我们后会有期。云儿，没想到你竟然还是灵阵师，你到底隐藏了多少东西？你这些本事是从何学来的？我这些本事都是一个仙人托梦传授给我的。托梦？有四象灵阵，短时间内天剑宗的人应该不会再来。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抓紧修炼，过几天我要出门一趟。出门？世子殿下，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去一趟龙骨秘境。什么？世子殿下，那龙骨秘境凶险莫测，就算先天9重巅峰强者进入里面，都很容易丢掉性命。以您现在的实力，去那个地方是不是太凶险了？对，云儿，你可不要胡闹。龙骨秘境当年我都没有敢去，虽然你的天赋很强，但是毕竟修为太低，去那个地方实在是太过冒险。父王不同意你去。父王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何况我现在的修为提升太慢，需要龙骨秘境里的资源让我迅速提升实力。云儿，你想要什么资源，只管开口就是，无论多少钱，父王都舍得。龙骨秘境的天材地宝，不是金钱能够买得到的。父王，此事我心意已决。哎，好吧。不过既然你要去的话，本王就多派一些护卫，让龙威和虎威他们2人也去保护你。父王，我一个人更容易隐蔽行踪，所以我一个人反而更加安全。人太多的话，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的。嘿，好吧，既然如此，本王也不阻拦你了。但是你要小心，镇北王府的未来可都在你的手里。父王，这是我亲手炼制的疗伤药，可以很快治愈你身上的伤势。连一个先天武者都对付不了，云月，你太让我失望了。是云月低估了此人，云月失职，请师兄责罚。好了，事已至此，不必再说。要怪就怪这个人隐藏得太深。不过无论他天赋多好，敢击杀我们天剑宗的人，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责。哼，颁布天剑令，凡是诛杀此人者，无论何人，皆可成为我天剑宗的客卿长老。师兄，对付一个先天武者，不需要动用天剑令吧？哼，当然需要。他以为自己有上古灵阵守护，就能够高枕无忧了。这次本宗主就让他一辈子缩在镇北王府里面，只要他敢离开大秦皇朝，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千雅姑娘为何将我约到这里？难道怕人看到不成吗？我当然不怕，但是世子殿下，我就不一样了。世子殿下，难道不知天剑宗为了对付你，已经颁布了天剑令？什么天剑令？现在的你已经是整个天剑宗乃至青州剑秀的敌人，现在几乎所有青州剑道的人都想取你的性命，然后获得天剑宗的奖励。这个天剑宗为了对付我，还真是下了血本了。凌云世子，可不要小看这天剑令，要知道这些年来还没有几个人能在天剑令当中活下来，所以我才特意将你约到这里，防止被人看见。好吧，那我们现在可以动身了吧？不急，在临走之前，千雅给世子殿下一个礼物。
这是我无意当中得到的一个人皮面具，只要戴上它，很快可以改变成任何人的样子，而且不仅能够改变容貌，还能让您的气息隐藏起来。千雅姑娘还真是想得周到啊！世子殿下去龙谷秘境也是为了帮千雅拿到寒冰蝉，千雅当然要替世子殿下考虑周到一些了。千雅姑娘说笑了，这次龙谷秘境，我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们走吧。还真是个冷漠的家伙，连句谢谢也没有。不过无妨，很快你的命就是我的了。这里就是天河城，距离龙谷秘境最近的一座城池。我们先在这里住下，等龙谷秘境开启之后再去也不迟。这天龙城不仅是青州10大古城之一，而且地处圣龙帝国和天剑宗的交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一般的都城都没有此城繁华。林公子，听说天龙城内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不知你可有兴趣？什么地方？去了你就知道了。好吧。天龙拍卖行。此剑天蓝，玄阶上品宝剑，乃是炼器大师亲民炼制，低价300上品灵石。300上品灵石？1块上品灵石便是10万两黄金，300块相当于3000万两黄金。此剑不错，正好给我晚辈拿来修炼。我出310块上品灵石。320块。哼，330块，340， 370， 400。这是赤阳雷火弓，乃是一把地阶下品宝弓。此弓有2大特点：第一，可以凝聚威力强大的烈火箭；第二，只要体内的真气足够的话，便可无限释放。如果能够得到此弓的话，接下来龙谷秘境它就等于多了一个杀手锏，所以这把弓它势在必得。要不要我帮你买来？不用，我自己能买得起。林公子可不要小看了这里的人，地阶宝弓可是有不少人会争夺呢。姑娘，说出底价吧。地阶宝弓价值自然不是其他宝物可以媲美的，此弓的底价3000上品灵石。此弓我要了，我出3500块。大前皇朝刚刚得到了一条上品灵矿，别说是3500块上品灵石，就是3万块他也拿得出来。哼，老夫出4000块上品灵石。5000块。我去，5000块上品灵石买一把弓，这个家伙有钱烧的。谁说不是？这个人估计脑子被驴踢了，否则谁会花这么多钱买一把破弓？除非他家里有矿。说的不错，这小子要么家里有矿，要么就是脑子有病。你疯了？拿5000上品灵石买一把弓？还要继续提价吗？哼，阁下出手如此阔绰，老夫佩服不已。老夫吴云飞，乃御剑门主，请问阁下大名？以后有机会也好拜访一下。这老者竟然是御剑门门主王云飞，难怪如此豪气。是啊，御剑门在天龙城附近也算是一流门派了。在下无名小辈，说了阁下也不知道。哼，公子既然不愿意说就算了，老夫也不会多问。这把弓老夫就让给阁下便是。姑娘可以宣布结果了。我宣布，这把赤阳雷火弓归这位客官所有。我们走吧。现在就走，不再看看其他宝物了？不必了。好吧。世子殿下，您睡了吗？进来吧。千雅姑娘，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情？千雅想跟世子殿下聊几句关于龙谷秘境的事情。
凌云世子，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这次龙骨秘境可是来了不少的天才强者，其中那位青州第一天才圣龙帝国的元无极也来了。无妨，只要进入龙骨秘境，他的修为就只能压制在先天境界，到时候我就有办法对付他。你可不要小看这个元无极，他毕竟是青州第一天才，论战力可是远超同阶武者。凌云，你干什么？是谁偷袭我们？难道你的身份暴露了？是御剑门的人。一个小小的先天6重武者，竟然能够躲开我们的偷袭，看来老夫低估了你。吴云飞，就因为我夺走了你的赤阳雷火弓，所以你便带人来偷袭我吗？可惜，你找错了对手。就凭你这废物，也想要杀我？你们看，那不是御剑门主吴云飞吗？哼，还真是，这老家伙一向怂得很，怎么突然跟人动起手来了？不过看起来吴云飞碰到了硬茬子了。你们两个等着！哼，想跑，恐怕已经晚了。哼，小子，这种也想杀我，真是异想天开。凌云公子，好厉害的剑法！有这样的剑法，看来这次我们龙骨秘境之行将更有把握了。相比我的剑术，仙雅姑娘似乎更强一点吧，直接将一个先天巅峰强者打成重伤，这样的战力怕是不比那什么元无极弱呀。凌云世子谬赞了，那元无极可是真元境强者，我怎么能够与其相比？走吧，我们若是继续留在这天龙城，肯定更危险，倒不如直接去龙骨秘境的入口等着，也好提前了解一下地形。这就是龙骨秘境的入口，不过3天之后，这里的迷雾才会散去，到时候我们才能进去。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就是，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来了。凌云，你干嘛？有人来了。有人？哪里有人？我怎么没有感知到？竟然是药王谷的人！哼，没想到药王谷这次派来了不少高手。连药王谷的炼药天才白玉堂都派来了。白玉堂？这个人很厉害吗？当然厉害，他可是药王谷第一个在30多岁的时候便成为高级炼药师的人。不管怎么说，这个人一会儿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要小心一些。大师兄，您说那寒冰禅真的在龙骨秘境里？有没有进去呢？看看就知道了。不过这次的消息来源可靠，应该错不了。这次无论如何，我也要得到寒冰禅不可。看来你有对手了。哼，不管是谁，敢跟我抢夺寒冰禅，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没想到啊，洛家竟然将飞行灵器云顶飞舟都派来了。哼，那是自然。青州洛家乃是千年豪门，青州3大霸主之一，岂能错过这次龙骨秘境啊？洛家这次可是来了不少人呢。哼，看来天剑宗
对这次的龙骨秘境还真是重视，竟然把上官仙子都派来。大管家不也是亲自来了吗？老夫本来就是闲人一个，一般这种事情都是老夫带队。倒是上官仙子乃是天剑宗的绝世天才，以往这种事情可是从不参与的。难道我们天剑宗的事情还需要向大管家汇报？这自然不用，老夫只是随口问问而已。这个女人多半是在找你。找我？天剑宗乃是青州3大霸主之一，你的行踪他们岂会不知道？不过林公子放心，有你脸上的人皮面具，只要你不主动现身的话，他肯定认不出来。希望如此。奇怪，刚才我似乎感受到凌云那个家伙的气息，可是为何我没有看到他的人？凌云？上官长老，您可能感知错了，我们这么多人一直在盯着，如果那小子出现的话，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发现。可能的确是我感知错了吧。不过你们不要掉以轻心，我心中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觉得这个小子不会这么安静。快看，是圣龙帝国太子元无极。这圣龙帝国的太子元无极还真是光彩照人呢。此人就是洛熙的未婚夫了。不错，她就是你那个侍女的未婚夫。你可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你的身份，否则的话，那家伙非把你撕了不可。哼，只要他敢进入龙骨秘境，到时候谁撕了谁还不一定。上官仙子这次亲自前来，难道也是准备进入龙骨秘境的吗？太子殿下说笑了，龙骨秘境只有真元境以下的武者才能够进入，我如何能够进得去？难道太子殿下有办法不成？在下有没有办法，仙子很快就知道。故弄玄虚。飞鹰骑士团，随本太子进入秘境。这家伙疯了！哼，用圣龙印强行压制体内修为吗？这家伙还真够聪明的。我们也走吧。龙骨秘境已经开启，所有天剑宗真元境以下弟子全部进入秘境之内。记住，7天之后秘境会自动关闭，所以必须在7天之内离开秘境，否则后果自负。遵命。天河，你也带着大家去吧。是。老大，没想到我们运气不错，刚到这里就遇到了2个小羊羔，而且那女的身材可真是不错，玩起来怕不是一般的爽，一会儿一定要把那女人给我留下。哼，几个废物也敢来截我的路，不知死活！你们2个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几个跳蚤，今天全部都要将狗命留在这里。二位饶命！我们有眼无珠，触怒了真神，请2位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们一马。只要2位饶我一马，我就告诉2位一件事情。何事？你得答应放过我。那得看你说的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意义了。你可知道，这次圣龙太子元无极着急进入龙骨秘境吗？为何？因为龙骨秘境有一朵千年血莲将要绽放，到时候会有千年血莲子出世。千年血莲子？
难怪这个元无极不惜压制体内的修为，也要冒险进入这里。原来是为了那千年血莲子。你可知道那千年血莲在什么地方？当然知道，不过你得放过我，我才能告诉你。好，我答应你。只要你告诉我千年血莲的位置，我就放你一条活路。此话当真？本人从不食言。好，那我告诉你，那千年血莲就在龙骨深处的血莲池，只要你到了那血莲池，你就能找到千年血莲了。血莲池是吗？好，我知道了。现在可以放过我了吧？蠢货，他说放过你，我可没有说。你骗我！哼，一群该死的家伙，这就是侮辱本圣女的下场。没想到这龙骨秘境内竟然有千年血莲，看来我们得抓紧时间了。你打算要去争夺那千年血莲？当然，难道你没有兴趣？当然有兴趣，但是你别忘了，那个元无极在那里，而且除了元无极外，肯定还有天剑宗的人。我们两个就算去了，恐怕也没有意义。搞不好你身份败露，还容易把命丢在那里，得不偿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要天才地宝，自然得冒点风险。我们走吧，在拿到千年血莲子之前，抓紧时间先拿到寒冰蝉再说。只要你帮我拿到那寒冰蝉，让我压制体内的阴毒，到时候你是死是活又与我何干？将它吃了。这是什么？这是百毒丹，可以让你百毒不侵。这里的毒气就不会对你有任何危险了。当真？自然。你不要小看这黄龙沼泽，这里除了毒气外，还有不少毒虫猛兽。我们现在也只是挡住了这里的毒气，真正的危险还没有出现。多亏了千雅邀请了世子殿下，否则的话，还不知道怎么穿过这黄龙沼泽了。是金毒蝎王！小心些，这家伙不好对付。哼，有什么的，不过是一只毒蝎罢了。这家伙怎么这么坚硬？我说了，这个东西可不好对付。它的外壳坚硬如铁，别说你我，就算是真元强者，也未必能够硬生生的破开。那怎么办？这家伙岂不是无敌了？放心，任何妖兽都有缺点，它的外壳虽然坚硬，但也并非没有破绽。还不出手！总算死了吧？这就是你说的弱点？你弄这个做什么？我自有用处。凌云，只要穿过这块沼泽，我们就可以直接抵达寒冰蝉所在的那个山涧了。怎么了？这片沼泽跟别的地方有些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绕开它。快跑！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千足蜈蚣王，又称黄龙王，显然是黄龙沼泽的霸主。凌云，这家伙追上来了，怎么办？你先逃，我拦住他。你一个人？
废话少说，不想死就赶紧跑，我马上就会跟上。那你小心点，可别死了。你没事吧？千雅姑娘这么关心我的安危啊？谁关心你的死活了？我只是怕你死了，没人帮我拿到寒冰蝉了。放心，我没事。区区一头蜈蚣还对付不了我。看来这里就是那个寒冰剑了。我们进去的话，应该就可以找到寒冰蝉了。走吧。好冷的寒气，看来这里的确有可能存在寒冰蝉。不要高兴太早，寒冰蝉虽然喜欢阴寒的地方，但是青州阴寒之地不止一处，却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寒冰蝉的。凌云世子，难道就不能说点让人舒服的话？我说的是实话。你，臭小子，等我拿到寒冰蝉之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寒冰蝉在哪里？难道我真的被骗了？寒冰蝉这种东西最是胆小，你觉得它会站在明面上等着你来抓吗？即便这里真有寒冰蝉，估计也早就躲起来了。那我们怎么找到他？放心，我有办法引他出来。寒冰蝉最喜欢吃毒虫，这青毒蝎王的毒丹毒性极强，对他来说无异于顶级美食。所以，如果这里真的有寒冰蝉的话，不出半个时辰，他就得主动现身。原来是这样，难怪你刚才将这青毒蝎王的毒丹收起来。看来你早就算计好了。寒冰蝉。别急，为何拦我？这畜生机敏得很，他虽然跳出来，但是却依旧没有放下警惕。你现在出手，肯定会把他吓回去。到时候你再想抓他，就只能进入这深潭了。万一他吃了毒丹跑了怎么办？哼，放心吧，这畜生跑不了。他吃了毒丹之后，只能在水潭外面消化。到时候是他最虚弱的时候，我们再动手，还怕抓不到他？真的？你要是不相信的话，试试就知道了。我相信你。你疯了！杀了他，我拿什么觉醒我体内的玄阴血脉？是谁告诉你？需要寒冰蝉才能解开你体内的玄阴血脉。你不是这么告诉我的吗？我是说寒冰蝉才能让你的玄阴血脉觉醒，但是却没有说我们需要整个寒冰蝉。我们过去吧，这家伙现在跑不了了。这是寒冰蝉里最重要的东西——玄阴寒髓经，里面蕴含着大量的玄阴之力。只要你将此物炼化，自然就可以觉醒体内的血脉。所以，杀了这寒冰蝉又能如何？
哦，原来如此。既然这样，世子殿下就将这玄阴寒水晶给我吧。没有想到，一个先天6重的武者，竟然能够将寒冰蝉杀死，着实让我有些意外。哼，这些家伙竟然来得这么快！药王谷的人，你们已经来晚了。玄阴寒水晶我们已经拿到了。姑娘说笑了，这龙骨秘境内的宝物一向是强者居之。至于先来后到这种事情，在龙骨秘境可是说不通的。这么说来，你是要跟我们争夺了？姑娘说笑了，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只要你们将寒冰蝉交给我，我就放过二位，并且白某还会给二位一些好处。我若是不给呢？臭女人，白师兄可是我们药王谷的天才，他能放你们一马已经是格外开恩，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好狠辣的女人，竟然敢伤骑士命，今天非得把你们碎尸万段不可！说的不错，白师兄，您下令吧，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不知姑娘是何来历？哼，我的名字，你还不配知道？我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滚出这里，否则别怪本姑娘不客气。哼！你们将那个先天6重的废物杀死，将他手里的玄阴寒水晶抢来，这个女人交给我来对付。果然有些本事。白师兄，这个家伙有点厉害。凌云小心！哼，堂堂药王谷的首席弟子，竟然也做出这种偷袭别人的事情。小子，难怪你的剑法这么厉害，原来你就是那个大前皇朝的第一天才。圣美王世子凌云，是又如何？哼，小子，没想到你竟然跑到这里来了，你的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难道你就不怕被天剑宗的人发现？如果我害怕的话，我就不会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自负的小子！今天你将玄阴寒水晶交给白某，就放你一马；否则的话，我不仅要你手里的玄阴寒水晶，我还要你的命！那你可以试试。哼，不知死活！既然这样，我就亲自送你归西！现在想跑，恐怕已经晚了。
没事吧？没事。不过可惜的是，刚才那一剑竟然没有结果了此人。一旦此人出去，将我在这里的消息放出去的话，接下来怕是要麻烦不断了。无妨，等我炼化了那玄阴寒髓经之后，在这龙骨秘境之内，除了元无极外，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凌云世子，将那玄阴寒髓经给我吧。你现在就要炼化？当然，省得夜长梦多。好吧，放心，我不会反悔。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这玄阴寒髓经虽然能帮你完全觉醒玄阴血脉，但是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什么副作用？我从一本古典上看过，玄阴寒髓经蕴含的玄阴之气太重，若是强行炼化，会让你体内玄阴之气过重，从而走火入魔。什么古籍？我可没有听说过。你确定要现在炼化？对，劳烦世子殿下帮我看护一下四周。放心，我在这里不会让人打扰你的。不过我只给你1天时间，1天之后我可是要去争夺那千年血莲子。我知道，无需1天，给我半个时辰就够了。世子，好了，我好了，快不行了。竟然这么严重！萧千雅体内的玄阴血脉的确已经开启，血脉之力异常强大，但是那玄阴寒髓经的寒气却是太过巨大，不仅开启了萧千雅的玄阴血脉，更是直接将萧千雅的丹田气海也给封住了。如此一来，如果不将萧千雅体内多余的寒气全部驱除的话，萧千雅即便开启了玄阴血脉，今天怕是也要被活活冻死在这里。萧千雅，我也是为了救你才这么做，希望你不要怪我。片刻之后，黑幕后面龙吟凤鸣，此起彼伏的响起。白师兄，这个凌云实在太可恶了，竟然抢走了玄阴寒冰蝉不说，还斩断了你的胳膊，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这么算了。不错，白师兄，我们绝不能如此轻易放过这个小子，否则若是此事传扬出去，我们药王谷怕是颜面尽失不可。这小子不仅是天剑门的通缉对象，而且我还听说一件事情，圣龙太子元无极的未婚妻洛曦，现在正是此人的贴身侍女。什么？师兄，您不是开玩笑的吧？洛曦师妹竟是此人的贴身侍女，这怎么可能呢？不管真假，只要我们将这事情说出去的话，想必不必我们动手，元无极就不会让他活着离开龙骨秘境。白师兄这招借刀杀人果然高明。你要杀我？等徒子，我不该杀你吗？你刚才做了什么？你心里难道没点数吗？我当然知道，不过我刚才是为了救你罢了。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你还有力量站在我面前，用剑指着我吗？你混蛋！今天的事，你最好一个字都别说出去，否则的话，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必杀你。放心，这里的事情我是不会说出去的。希望如此。你刚刚吸收了我的玄阴真元，若是不好好炼化，可就浪费了。放心，我已经早已炼化干净了。炼化干净了？
怎么可能？你竟然真的炼化了！你什么时候？你难道会阴阳双修之术不成？这个可恶的家伙竟然把他当作炉鼎。你的玄阴血脉已经完全觉醒，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去什么地方？当然是去找那千年血莲子了。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你想想，药王谷的人逃出去那么久，现在肯定已经把你在龙谷秘境的消息传扬出去了。你现在出去，已经是众矢之的。你现在去争夺那个千年血莲，不是自投罗网吗？如果在此之前，我的确要考虑一下，但是现在，就算遇到袁无极，我也有把握击杀他。你可不要小看袁无极，即便你修为提升了，但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他现在的战力，即使压制了修为，也不比一般的真元武者差。放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看来那个天南四恶还真没骗我，这里竟然真的有千年血莲子。凌云，你确定要争夺这个血莲子？当然，这血莲子蕴含着天地灵气，足以让我的修为冲击真元，我岂能错过？王统领，青州洛家，你已经通知了。太子殿下放心，这次青州洛家已经答应帮您拿到血莲子，眼下我们的对手也只有天剑宗而已，至于其他的人根本不足为虑。这次的千年血莲子，非本太子莫属。呵呵，千年血莲子乃是天下至宝，太子殿下一句话就想占为己有，是不是太简单了点？不愧是圣龙太子，好浑厚的真力。我说了，这个血莲子乃是本太子所有，谁敢争夺，就是跟我们圣龙帝国为敌。圣龙太子，千年血莲子，我们天剑宗不会白白让给你们的。来人，结天云剑阵。天云剑雨。洛家金钟。哼，洛家的人好歹也是千年氏族，难道也甘心给别人当走狗？哈哈哈哈哈！我们洛家大小姐和圣龙太子本来就是有婚约在身，算起来我们是儿女亲家。如今我们洛家帮自己人，难道天剑宗的人也有意见不成？天剑宗的人，血莲子乃是天地灵物，只有真正的天才方能占据。圣龙太子乃是人中之龙，除了他以外，谁也没有资格得到此物。你，多谢洛兄。哼，如此靓丽。小子，不管你到底是何人，今天你都别想活着从这里离开。袁无极，今日我便在此绝你生路。很好。
哈哈哈！现在你还想杀我吗？当然。眼见你如此奋力，我感觉杀你可惜了。但我杀你却是从未犹豫。哈哈哈！一意求死的剑客，我会记住你。最后一招，你要注意了。这个蠢货在干什么？以他的身法，应该能够躲过这一枪啊！哼，小子，说出你的遗言吧。无物化境，瞬影神分，灵山出现，破顶参云，终现初心之剑。这是什么神通？父王为我报仇！这家伙果然将袁无极击杀了。他是怎么做到的？这家伙体内到底还隐藏着多少手段？圣女殿下，如今你血脉已经觉醒，我们可以回摩天宗了。婆婆，你怎么来了？我不是通知你先回去的吗？摩天宗内的资源可是要比这里多得多，您实力提升的速度也会更快。离开？不，你先返回摩天宗吧。啊！圣女殿下，您说什么？我说，我要留在这里，你先一个人回摩天宗。圣女殿下，为何还要留在这个小地方？要知道，以你的资质，回去肯定会得到宗主的重视，到时候必定是一飞冲天。不，我留在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情？圣女殿下，您不会对此人动情了吧？胡说！我说了，我有其他事情要办。圣女殿下，您从小就在我旁边长大，您的心思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不过，您可别忘了您的身份和摩天宗的规矩。摩天宗的圣女，一辈子都要保持忠贞。您是不可以跟男人有任何……够了！婆婆，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是我怎么做事？还轮不到你来教。婆婆，我心意已决，你不必再说。你回去吧。不愧是千年血莲子，的确不凡。这个女人，难道已经走了？凌云，你可害苦了我。他的真元已失，所以他绝对不能轻易返回摩天宗。凌云，这次你必死无疑。
世子殿下，怎么回事？世子殿下，你终于回来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世子殿下，镇北王他……我父王怎么了？镇北王他被天剑宗的人抓走了。什么？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在昨天，天剑宗的强者前来，他们突然发动袭击，杀了我们镇北王府不少人，最后将镇北王掳走，并且什么？并且留了一句话，让世子殿下您7天之内去亲自到天剑宗谢罪，否则就将王爷给杀了。天剑宗，凌云必血洗之。好，我知道了。洛曦，你去给龙威疗伤。世子殿下，你要去哪里？你可千万不要犯傻！你现在去天剑宗就是送死。放心，我现在不会去，我要去办一些事情。也不知道世子殿下去办什么事情。殿下，你回来了！一名被掳叛主，只为自己利益的贪婪者，该不该死？该死啊！但是世界上没有一条理由能够姑息背叛者。不知世子殿下来到这乾坤殿有何事？我是来送你归西的。这封信就是你坏我4象灵阵，勾结天剑宗的铁证。世人自知你凌云，却不知道我才是大乾皇帝。找死！这一拳，惩罚你卖主求荣；这一拳，惩罚你背义杀主。这一拳，惩罚你不忠不义。最后这一拳，让你记住这辈子的教训，来世不要再对主人心怀不轨。来人，将此人扔到后山喂狗。遵命。口说忠义语，眼前具名利，有利有义是主上，地狱问谁讨黄泉？司徒皇子，看来你又败了。世子殿下，希望你这次能够化险为夷，安然无恙的回来。这天剑山脉面积足有100里，不知道父王关在什么地方。慕容师兄，你为什么要带人家来这个地方？寒月师妹，宗门内人多眼杂，难免被人看到。这个地方既隐蔽又没人打扰，不比在宗门内好多了。废话少说，快让师兄泄泄火。没想到堂堂的9大剑子之一，竟然也喜欢做这种苟且之事。谁在这里坏老子好事？
凌云，慕容兄，这个家伙是谁啊？敢耽误我们快活，还不杀了这个小子！给我闭嘴！凌云圣子，接走您父亲的事情跟我无关，那是上官云月带人去的。是吗？小竹峰。云儿，真的是你！父王，你要撑住！云儿，赶快离开这里，这是天剑宗的陷阱。凌云，休要猖狂！凌云，放下镇北王，乖乖束手就擒，本长老保证你们不死。哼，上官云月，我父王已经被你们折磨成这样，还敢说保证我们不死？你觉得这种话我会相信？上官云月，今天别说是你，就算你们宗主来了，也休想拦我凌云半步。我看你今天往哪里跑！人剑！凌云，你的死关还在前面。父王，你要撑住！放下我，你才能活下去。父王，不会丢下你的。说行了这一段路，凌云，甘愿落黄泉了吗？为我儿偿命来！我觉死！呀！端天秘术，开！我似乎感受到了昊天神帝的力量。神帝说笑了，昊天已被你杀死，世间再无昊天神。希望如此。不妙，这家伙好像不太对劲，众人留神。到底是谁？
将死之人，何必多问？人生有2出悲剧，一是执意寻死，一是无力求生。天秘术乃是我的根本，今天必须要熔炼出吞天神种。混沌机子，幻化无形，天地无极，真是无踪。灵台一点，是苍穹。天地无极，吞噬为宗。无法坚持下去了。此刻的凌云浑身经脉之中的劲力宛如大江大河一般奔流，肉身坚固无匹。凌云如今的力量比之前何止强大了10倍。这是前世我在战神墓中得到的那卷经文，他怎么会跑到了我的眉心之中？奇怪，这卷古书到底是什么？我重生与这卷古书有关吗？天罡第14，莫非是吞天秘术的排名吗？这卷古书是记载秘术排名的书册，以后就叫你无字天书吧。也不知道祖龙那家伙得到的秘术会不会出现在这上面。先天武器，混沌延生，有声曰龙，主宰众生，吞吐日月，变换阴阳，五行风雷。果然不缺了，竟然是地煞第1。天罡地煞，天罡36，地煞72，合108，和这无字天书之上的书也正好对应。莫非这天地之间共108种秘术吗？不知道我现在的战力达到了何种层次。属下无能，用了各种办法，但是也无法让镇北王。竟然变得这么严重了，看来父王的伤势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了许多呀。这不怪你，是我低估了父王的伤势。不过好在我已经拿到了回魂草，给我3天的时间，我就能够让父王重新恢复如初。世子殿下，真有把握治好镇北王？当然，不过我需要绝对安静，所以这几天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世子殿下放心，我会亲自守在门外。下去吧。世子殿下，我等领命。本王竟然没死。唉，为父没有帮到你，却屡次给你惹麻烦，让你受累，为父内心有愧。父王说笑了，你也是因为我变成这样，所以我救您是理所应当的。何况你我父子何谈受累？天剑宗主以及圣龙国主，以及部分精锐已被我击杀，司徒星河已死，国不可一日无君。父王接下来大前皇朝的朝政，就交给你来处理吧。呵呵，世子殿下，依我看，还稳什么朝局？北王直接称帝，谁敢不服，灭谁满门。更朝换代并非那么容易的事情，仅仅是更换一个名字，根本没有意义。想要真正的掌握一个国家，就需要掌握这个国家的国运。所谓国运，就是一国运势，国运亨通，便可国富民强；国运不济，即便掌握一国朝局，最终也要走入落寞。国运，云儿，你说的这个听起来怎么那么玄乎？国运这个东西，应该只有天定才对，难道
也可以人为掌握。别人做不到，但是我却可以。世子殿下，掌握国运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掌握国运就等于掌握一国的命脉，不仅可以得到国运之力加持，修炼速度提升1倍以上，而且还能够吸引更多的强者加入。这么厉害！可是怎么才能掌握国运？是啊，掌握国运这种事情，简直是本王第一次听说。真的能做到吗？掌握国运需要建立国运台，然后进行祭天大典。只要祭天成功，就可以让国运之力加倍提升。这还不简单？随便找一些人，搭建起一个石台不就可以了？国运台可不能用普通的石头。不能用普通的石头，那用什么？国运石。世子殿下，这国运基石又是个什么东西？国运基石是唯一可以铸造国运台的基石，传承100年以上的帝国王朝都会获得国运基石，而年数越多，基石蕴含的能量越大。想要搭建国运台的话，最起码需要1000年以上传承的基石。可是他们会将国运基石交给我们吗？试试自然就知道了。放肆！国运石乃是我大秦国的宝物，岂能随便给你？凌云世子，我就……随后几天的时间，凌云便将青州107个皇朝帝国尽数搜刮了一遍。不错，这个级别的国运台应该足以支撑凌天帝国的国运。世子殿下，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镇北王朝的武者修炼速度提升？仅凭这个国运台当然不够，还需要祭天大典。只有祭天成功，国运台的能量才会触发，到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国运之力的加持。那我们什么时候举办祭天大典？并不着急，祭天大典需要一些祭品才行。什么祭品？妖兽还是牛羊？人。放心，祭品自己会送上来。派人通知青州诸大势力，大前皇朝改名凌天帝国，而7天之后，我父王登基之日，我要进行祭天大典，让所有国主前来朝拜。派人通知天剑宗和圣龙帝国，如果他们这次不来朝拜，我必定踏平他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世子殿下，我等领命。这个凌云的确很狂妄，但是此人颇有些本事。太上老祖，这个凌云简直狂妄到家了，竟然要让我们和圣龙帝国也派人去朝拜。若是不打压一下他的锐气，恐怕青州再无我们天剑宗的容身之地。对，只要太上老祖亲自出手，灭掉他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他既然敢这么说，多半是有足够的底牌。而且这次他这么高调，我怀疑他是故意引我们过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轻易放过此人。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圣龙老祖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世子殿下，你叫我探查的青州黑市有消息了。这就是位于青州的地下黑市入口。
可有黑石令？啊，在这里。地下黑市的规矩，你们都懂了。记住，不要在这里闹事，否则无论是谁，格杀勿论。这个人是山岭部落的人。山岭部族？那是什么？山岭部落乃是远古部落之一。此部落的人不仅体型比一般的人类高大，而且天生神力。这个大个子还来头不小。不错，而且看他身上的纹身，怕是山岭部落的王族。战力比一般的同阶山岭部族的人还要厉害。山岭部族的人虽然天生神力，铜头铁骨，但是却头脑简单。再加上这个人身上的神力被人封印，虽然无法施展全部力量，否则别说这些真元武者，估计就是地元武者也不够他一拳打的。这么厉害？哪里来的小子，竟然敢阻拦战奴阁的囚车？这个奴隶我要了，阁下开个价吧。你要了？小子，这可是我们战奴阁花了大价钱抓来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起的。能不能买得起，你说出价格才知道。哼，你真的要买它？当然。既然如此，我就给你开个价，3000极品灵石。你们这是抢钱吗？3000极品灵石，就算按斤卖也不值这些钱吧？嘿嘿，3000极品灵石，少1块都不卖。愿意买就买，不买别挡道。3000极品灵石，我要了就是。好吧，既然公子这么痛快，那我就做主，将这个大石头卖给你。不过这囚车却是不能打开。为何？哼，因为这个大家伙性情不是一般的狂暴，我们为了抓他，可是死伤了不少的人。不必了，你将囚车打开，剩下的就交给我便是。我保证让他不会伤害任何人。此话当真？当然。认我为主，我保证解开你体内的封印。好，很好。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部下，名为铁山。我们走吧。不愧是黑市，随便一个店铺都有这么多稀有的天材地宝吗？二位想要买点什么？你们这里有可以炼化的天材地宝吗？公子说笑了，本行的天材地宝种类繁多，能够修炼的更是不计其数。您想要的是哪一种呢？把你们最好的拿出来吧。公子，我们百宝行可是整个地下黑市售卖修炼资源最齐全的地方，最好的天材地宝价值都是不菲，您买得起吗？叫你拿出来，你就拿出来便是，哪里这么多的话？狗眼看人低。来的都是客，我们百宝行怎么会狗眼看人低？玉儿，还不去将那几个镇店之宝取出，给二位客官看看。是。二位客官，这3个锦盒内都是本店的镇店之宝。第一个则是千年火灵芝，对修炼火属性的武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极品宝物。第二个则是一块金佛舍利，蕴含着大量的佛道真元。至于第3个是化龙草，乃是化龙丹的主材。这化龙草我要了。这位公子，这化龙草价格不菲，可是价值3000上品灵石，
我要了就是。如今我化龙丹和上品灵石都已经齐备，正好借此一举突破蛟龙之体。蛟龙者，行天地之变，集日运之精，演五行之秘，演血肉之神，化五脏气，运先天花，壮蛟龙身。祖龙秘术总共有7重境界：蛟龙之体、地龙之体、飞龙之体、天龙之体、真龙之体、神龙之体和祖龙之体。每突破一之体提升一大截，肉身更是坚固无比，达到真龙之体更是可以肉身硬抗地兵。这祖龙秘术还真是恐怖，如今单凭肉身之力，就算是地云巅峰的强者都不若分毫，而且还觉醒了祖龙秘术中的天赋神通龙爆。蛟龙之体开龙爆神通后，可以爆发本体2倍的战力。父王，时辰已到，祭天大典可以开始了。哼，凌云，想要举办祭天大典，要问过我才行。看来你是真的嫌自己的命太长了。凌云，休要狂妄，本座这次前来就是复仇的。今天我不仅要杀了你，还要血染整个镇北王府。血染镇北王府？今天的确会血染镇北王府，但是用的是谁的血，恐怕就说不准了。早就听说凌云世子不仅天赋异禀，而且性格狂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是不是狂妄？二位试试不就知道了？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归顺我们天剑宗，我就放你一马；否则的话，你应该知道下场。哼，老匹夫，你的废话还真是多。让我归顺，你还是省省吧。看来你是真的不怕死。所有人听令，镇北王的人格杀勿论。云儿，怎么办？放心，我来对付他们。哼，八荒震开！小子，你竟然在这里埋伏了一个高阶灵阵！你都能请来天剑宗的太上老祖助阵，难道本世子就不能使用灵阵吗？找死！凌云，你不必狂妄，仅凭这个灵阵，可救不了你们。我这圣龙印，乃是千年陨石锻造而成，我看你拿什么抗衡？给我去死吧！哼，铁山。你是何人？为何力量会这么强？这个家伙看起来是远古部族的蛮人，天山神力，除非修为踏入地元5重境界，否则怕是很难用力量战胜这家伙。这个大块头虽然厉害，但是仅凭他一个又能如何？只要我们杀了凌云，那么其他人也就不攻自破了。哼，这大块头交给我来对付，圣龙老祖带着众人灭掉凌云。所有人听令，杀死凌云，上极品灵石3000块。杀！凌云，本座要将你碎尸万段。蝼蚁再多也只是蝼蚁，今天本世子就要用你们的血拿来祭天。父王，你带洛熙退下。放心吧。
放神通，开！凌云，休要狂妄，来会会你！怎么可能？好强悍的肉身！就先杀你！现在轮到你了。既然来了，也就别想走了。萧将士，出剑永恒。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大前皇朝正式更名为凌天帝国。愿意归顺者跪地，不愿意归顺之人，天剑宗就是他们的下场。我等愿意归凌天帝国，成为凌天帝国的附庸，以灵帝把守是瞻。恭喜父王成为凌天帝国的第一任国主，父王可以开始祭天大典。百国捕手国运之力，鲜血祭祀上天，或祭天之力。血祭以天剑宗太上老祖、圣龙帝国老祖、圣龙大柱国祭天。祭天大典已经成功，只要被神光照耀，就会得到国运之力加持。凌震天等人顿时感觉到体内的真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提升起来。不到1个时辰的时间，凌震天的修为便疯狂突破，竟然连续突破了5个境界，从真元3重提升到了真元8重。凌云并没有将国运之力提升修为，而是尽数用到蛟龙之体上。这左龙秘术的修炼需要的资源太过庞大了。轩儿，别人的修为都是精进了不少，为何唯独你的修为怎么没有什么变化？父王以后就知道了。不管怎么说，从今以后，整个荆州怕是都无人能够跟我们抗衡了。父王，祭天大典已经成功，剩下的事情……放心吧，剩下的事情，本王会处理好的。青州事已了结，但我需要的修炼资源太过庞大，青州没有办法满足我的修炼了。我要前往更大的地方获取资源。云儿，你如今的战力，连为父也看不透，也知道瞒不住你。你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我如今的战力，天元境以下皆无敌。这是铁山的魂奴印记，可掌握铁山的生死。铁山的如今实力，就算是天元境强者也无法击败他。另外，我会在凌天帝国布下护国大阵，可保帝国无忧。世子殿下，我想跟你一起去。此去有些危险，你实力太弱。此书是有关我的炼丹术以及一些丹方，你要好好修炼，未来前途必然不可限量。10000年了，没想到长生宗还在，而且还没落到了这种地步。
长生宗乃是长生大帝闲祠所在的宗门，万年前的长生宗乃是最强大的武道圣地之一，宗内强者云集，就连地境的绝世强者都有很多。而如今的长生宗已经变成了三流宗门，龟缩在这长生山之上。1万年前，凌云虽然是天下第一人，但却是孤家寡人，没有开创什么宗门，却在长生宗下了不少心思。长生护宗大阵吗？那是长生剑意的气息。显思，这2座石像都是你留下来的吧？凌云的眼神中闪过2道光芒，瞬间就融入到了2座石像之中。2座石像之中的长生剑意至大至纯，生生不息，蕴藏着一股缥缈神秘、笼罩天地苍生的意蕴。普天之下能够有如此精纯的长生剑意，而且还能够绵延万载的，唯有长生大帝闲思一人。竟然敢亵渎祖师神像，找死！哼，长生拳法可不是你这么用的。破绽百出，怎么可能？他竟然甩了蔡坤1巴掌，真是好胆量！此人是谁？修为如此低，战力却如此强悍。蔡坤可是真元7重的修为，竟然不是他的对手。我看蔡坤是让他打着玩的。打着玩，打着玩，打着玩！小子，我要让你死！太慢了。刚刚此人施展的，莫非是长生步法？但是长生步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我也不知道，但是这场战斗看起来应该不是闹着玩，应该就是长生步法。长生剑法、长生拳法、长生步法，虽然都是长生宗的筑基武学，但却是长生祖师留下来的。若是能够参悟出意境，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我曾经看过宗师施展长生步法，几十个弟子同时围攻，但根本触碰不到宗主的衣服。一起上，杀了他！你是什么东西？放肆！放肆！陈师兄，杀了他！杀了他！当猪！当猪？你是什么东西？他们2人联手想要杀我，我只是反击罢了，但你却不问缘由，不辨是非就要治我的罪。怪不得长生宗每况愈下，有你们这群不知是非、只知道窝里横的东西。长生宗能变得强大才怪。完了，他竟然敢骂执法堂，这下陈峰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但是陈峰可不是他们2个废物能比的。很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杀了你这个祸害。这是灵气清风剑，完了完了！就算此人的长生步法修炼的再厉害，这下也必死无疑了。浩海剑诀！浩海剑诀，可惜你修炼的还不到家。天哪，
这是长生拳法，长生拳法什么时候竟然这么厉害？连浩海剑诀都不是对手，连陈峰师兄都不是他的对手，他该有多妖孽！兄弟们，一起上，杀了这个小畜生！哼，一个人是废物，一群人也是废物。放肆！哇，3枚金剑，这是真传弟子的标志。我想起来了，他是执法堂的新晋真传弟子段志豪师兄。段师兄年仅17岁，就已经突破到地元境，晋升为真传弟子。这种恐怖的天赋在总门内仅次于南宫世界，好厉害呀！这下他死定了，就算他再厉害，也不是地元境的对手。真元境和地元境根本不是一个层次。跪下来，磕头认错，否则我今天就弄死你。此人定是得到了什么至宝，才会有如此惊人实力。只要杀了他，那件至宝就会落在我的手中。到时候，就算是超越南宫丸，和大荒古国的那些天才争锋都不是难事。我一定要得头。你是在说我？让我跪下？不错，若是你跪下磕头认罪，我可以废了你的修为，留你一命。哈哈哈哈哈！这天地之间，谁敢让我跪下磕头？就算是老天也没有资格。你算是什么东西，也配让我磕头认罪？好，很好。段师兄，杀了他。段师兄，这个小畜生必定是修炼了魔道邪功，说不定就是其他宗门的奸细，弄死他。哼，万年之前，长生宗是何等荣耀，就算是那些盖世至尊，在长生宗面前都要俯首。如今的长生宗如此式微，你们这些不知进取的东西就知道窝里横，欺压同门，打压异己。长生宗想要崛起，必须要拔出你们这群毒瘤。今天我就代表长生宗清理门户，杀了你们这群杂碎。你一个蝼蚁般的人，也敢妄言清理门户，给我去死！开山拳吗？不过真正的开山拳可不是你这么用。啊，他怎么会开山拳？开山拳可是只有真传弟子才能修炼的武学。哼，就算他会开山拳又如何？蝼蚁般的修为，强行施展开山拳，也只能死在段师兄的手中。没错，此人必死无疑。地元境的强者，浑身坚若金刚，强大无比，竟然不选择躲闪，而是直接迎接。这一下，他不死也要重伤。破绽节点，这怎么可能？我说过了，开山拳你修炼的还不到家。我不相信，你刚刚只是碰巧罢了。给我去死！小子，只要将你身上的那件至宝交给我，我就饶你一命，否则你必死无疑。杀了他！杀了这个小畜生！段师兄威武，段师兄无敌。至宝？哼，你也配？有些人总是这么不知死活。老天，我命令你降一道雷霆，劈死他！小畜生，你不会是得了失心疯了吧？莫非你以为你是老天的儿子不成？今天要死的是你，不是我。我操！这也太巧了吧！肯定是巧合，他怎么可能召唤雷霆？我要杀了你！这是护宗大阵的波动。
杀了你，小畜生！老天，劈死他！你等着，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我爷爷是执法长老，你死定了！老天，劈死他！小畜生，你找死！不好，是执法长老。这下他死定了。执法长老最疼爱段师兄了，把段师兄打成了这样，执法长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好像不是此人打的吧？段师兄可是被天上降下的雷劈的，莫非段师兄真的做了什么怒天人怨的事情？爷爷，不要这么轻易杀了他，将他交给我。聒噪！老天，给我劈死他！连这个老畜生一起劈！小畜生，你敢！真他娘的彪悍，连执法长老都敢劈，这是要逆天啊！够了，宗主，是宗主来了。凌云来此之前，便探查了现任宗主南宫羽的一些信息。宗师境强者，还请宗主出手，将他斩杀。参见宗主。南宫羽，长生宗万年前是何等的威风，号令一出，普天之下莫敢不从。如今长生宗乌烟瘴气，你要负很大的责任。宗门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也不可能事事都管得过来。今天的事情我已经清楚了，确实是执法堂不对了。但让我好奇的是，你是如何能够驾驭长生宗的护宗大阵的呢？你不要那么紧张。长生宗的护宗大阵名为长生封神大阵，乃是万年前昊天神帝和长生女帝联手布下，威力无匹，据说可以屠魔封神，就算是地境强者落入其中也必死无疑。1万年过去，长生宗之所以还存在，应该和长生封神大阵有很大的关系。至于我是谁，我是凌云。凌云？你怎么能叫这个名字？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就是我，我是凌云。长生宗的复兴注定还是落在我的身上。你的武道天赋不错，能够凭借一部残缺的长生地经突破到宗师之境，也算是不错了。不过你性子太软，不适合作为一门之主。等有时间，我传你真正的长生地经。你怎么知道长生地经？你到底是什么人？凌云，不可能！万年前的那个人已经死了，你到底有什么企图？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要成为长生宗的圣子。请你相信我，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成为长生宗的圣子。长生宗圣子？你连这个都知道？不过你要想成为长生宗圣子，可是有很大的阻力。就算我同意，长老们也不会同意的，毕竟你的修为太弱了。如今还闯了这么大的祸。长生宗的圣子只能是我，至于有阻力，那是你的事情。至于成为圣子之后，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宗主，到底该如何处置这个孽畜？还请宗主示下。宗主，此人亵渎祖师神像，打伤执法堂弟子，而且还对老夫出言不逊。段长老，执法堂执掌宗门戒律，最是需要公正严明，分辨是非。执法堂要维护的是长生宗的威严，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威严，你懂吗？此子天生反骨，狂妄自大，还请宗主严惩，否则只怕是众怒难平啊！众怒难平，是众怒，还是你执法堂之怒？此事就此结果，你有什么意见吗？宗主说的是，老夫没有意见。另外，
还有一件事，凌云天赋超群，以区区真元境3重的修为，就战胜了地元境的强者，可以说是我长生宗万年以来的第一天才。而且，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能召唤雷霆吗？因为凌云得到了昊天祖师的认可。什么？这不可能！宗主，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昊天祖师已经羽化了万载，怎么可能认可凌云这个孽畜？你们以为凌云区区真元境是如何召唤雷霆的？那紫色的雷霆就是万载前昊天祖师所修炼的紫霄神雷。所以，昊天祖师的神像上也有紫霄神雷的法则。刚刚正是凌云得到了昊天师祖的认可，所以才能召唤出紫霄神雷。荒唐！这根本不可能！宗主，昊天祖师的神像上有紫霄神雷的法则，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昊天祖师是何等人物？万年前第一人。怎么会看上凌云这个？我看，凌云说不定是其他宗门的奸细，修炼了雷霆属性的功法而已。修炼雷霆属性的功法？什么功法能够在真元境3重就能够劈伤天元境的执法长老？说不定就是凌云得到了昊天神帝的认可。宗主说的没错，昊天祖师确实修炼了紫霄神雷的神通。大长老，是大长老来了。据说大长老已经活了几百岁了，他肯定知道。这是几千年前一位前长辈留下来的长生志，里面详细记载了万年前长生宗的盛况。万年前，昊天祖师乃是天下第一人，10大封号大帝之首。他所修炼的紫霄神雷霸道无比，横扫天下。在他的神像之中就有紫霄神雷的法则。1000年前，无量宗入侵长生宗，祖师神像大显神威，紫霄神雷降临长生山，连杀无量宗3大宗师境强者。而且万年之前，昊天神帝的本名就叫凌云。凌云天赋超群，又得到了昊天祖师的认可，所以我决定即日起，凌云为我长生宗圣子。超越真传弟子，宗主继承人，魏超长老，这简直就是荒唐！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圣子，他凌云何德何能？宗主，你不能如此偏袒凌云，这可是事关我长生宗未来的决定，不能如此轻率啊！宗主，凌云他大逆不道，必定是其他宗门的奸细啊！宗主明察秋毫，圣子之位他根本不配。恳求宗主诛杀凌云！我不配？莫非你们是找死不成？圣子历来是由宗主决定的，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宗主，圣子是由你决定的不假，但是只要众多长老反对，我们也可以废了这个圣子。宗主，你这是要葬送我长生宗啊！宗主的这个决定虽然有些突然，其他长老也感觉到意外，但是他们都决定同意宗主的意见。我不相信，我也不同意，凌云没有资格成为圣子。哦，那段长老认为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圣子？最起码要有超过所有真传弟子的修为，而且要获得所有弟子的尊重和爱戴。他凌云一个真元3重的废物，要是成了圣子，
我长生宗必定要被其他宗门所耻笑。整个长生宗的弟子，谁不服尽管来，我保证能打败所有人。你要是不服也可以上，我保证打得你妈都认不出来你。你混账！宗主，他还没有成为圣子，就已经如此狂妄嚣张。等他成为了圣子，他岂不是要欺师灭祖？宗主，既然你想让凌云成为圣子，那我有一个条件，只要凌云达到了，我保证全力拥护他成为长生宗的圣子。什么条件？长生宗的圣子不但修为战力超绝，而且还要有无上的天赋。凌云的战斗力勉强达标，但是天赋必须要经过检测。只要凌云能通过试炼塔第10层的试炼，我就同意他成为圣子。什么？试炼塔第10层？这根本不可能。就是，就连南宫师姐被誉为我长生宗1000年以来的第一天才，也只通过了试炼塔第7层的试炼。凌云根本不可能。你这是让凌云去送死，我不同意。试炼塔吗？没有想到万年过去了，试炼塔还在。好，我愿意去闯关。万年前，长生宗威震八方，俯瞰天下，无人敢称尊。万年后，长生宗的崛起，就从我凌云开始。你们猜凌云能通过第几层？最多也就第2层吧，第3层根本没有希望，毕竟他才是真元境3重的修为。没错，当初南宫师姐天赋无双，也是在地元境的时候才通过第7层。现在就看凌云会不会像个愣头青，去冲击更高的层次。若是那样，他还真是找死了。我们来赌一赌，凌云能通过第几层？来！爷爷，凌云的战斗力不弱，若是真的被他通过了第10层，该怎么办？试炼塔中的怪物虽然是根据闯关者修为来的，凌云进入试炼塔不能借用昊天祖师的力量，单凭他那蝼蚁般的修为，必死无疑。让这小畜生死在试炼塔之中，还真是便宜了他。这怎么可能？凌云的闯关速度怎么会这么快？凌云怎么会这么变态？这根本不可能！宗主，凌云肯定是作弊了，他怎么可能这么快通关？没错，凌云肯定作弊了。这才多久，他就已经突破到第4层，不，现在是第5层了。哼，作弊！试炼塔的来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连我都没有能力作弊，谁有这个本事？第10层是一片浩瀚的星空，无尽的星辰环绕，阴阳变化，五行流转，并且一幕幕强大的幻境朝着凌云冲来。破！瞬间，周围的星河破碎，宇宙幻灭，漫天的光芒都化成了浩瀚的阴霾，纯净如圣洁，宛如大海一般，将凌云整个人都包围了起来。仅仅是一炷香的时间，凌云就从真元境3重突破到了真元境8重。我不相信，这根本不可能！宗主，他肯定作弊了。就算是他没有作弊，
也是这试炼塔出问题了，我去看看。段长老，现在我宣布，凌云为我长生宗第66代圣子，你应该没有意见了吧？宗主英明，我没有意见。参见圣子，参见圣子。都起来吧，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努力修炼，未来的长生宗一定会重现万年前的荣光。志豪，圣子天纵神武，举世无双，对我长生宗的武学了如指掌。你最近修炼开山拳，不是有很多困惑吗？还不赶紧去请教圣子？林圣子，我天资奴断，开山拳已经修炼到了小成之境，最近越发的纯熟，但却没有办法进入到大成之境。圣子天赋无双，肯定对开山拳了如指掌吧？你才修炼的小成之境，确实是天资努钝。今天我心情好，就指点指点你。你将开山拳打一遍吧。好。圣子，我这开山拳如何？废物就是废物，开山拳被你打得狗屁不通，这是什么玩意儿？既然这样，那就请圣子指点一下真正的开山拳吧。看着，真正的开山拳是这样。长生之巅，云雾飘渺，周围山峰鼓荡，凌云立身在广场之上。只见凌云一拳轰出，看起来轻飘飘的，却瞬间带动漫天的云雾朝着他涌来。没有真气，出拳引动天地异象，这是圆满之境的开山拳，怎么可能？一拳接一拳，速度越来越快，到最后漫天都是拳影，风云变色，日月被遮蔽。凌云一拳带动漫天的云雾朝着他涌来，拳芒璀璨，开始散发出雷霆之音。这不单单是圆满的开山拳，这是拳道意境，哈哈哈哈！天佑我长生宗啊！这小子竟然真的懂开山拳。没错，这不是天地异象，这是天地之力。人力有时穷，而天地之力无穷尽。一人之力引动天地之力，是为意境。真元境就领悟全意，绝无仅有啊！恭喜宗主，贺喜宗主，这是长生宗大兴之兆啊！这才是真正的开山拳，你看清楚了吗？开山拳不只是一味的刚猛，柔为体，力为魂，刚为意，意在拳中刚柔一体，方能化身怒目金刚，降妖伏魔。柔为体，力为魄，刚为意，意在拳中，刚柔一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圣子，是我见识浅薄，妄自尊大，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圣子不计前嫌，教我开山拳，让我十分惭愧。以后我必定会努力修炼，辅佐圣子，将我长生宗发扬光大。志豪，你混账！哼，难得志豪这孩子知错就改，难能可贵，你应该为他高兴才对。不错。既然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就看你的表现吧。若是真心悔过，我不介意将开山伏魔拳传给你。什么？开山伏魔拳？开山伏魔拳那是上古武学，地级绝品，早已经失传了。
我们长生宗如今最厉害的武学，也只是地级上品的9星太岳剑。别人没有，但我却有。只要你表现得好，我会考虑传给你的。多谢圣子，从今以后，我段志豪为圣子马首是瞻。万年之前，长生宗的藏经阁有9层，藏经100万，从基础武学到地级武学都有，为天下武道圣地。没有想到，现在只剩下了4层，只有一门地级上品的9星太岳剑传了下来，真是可悲可叹呐！唉，没错，自从万年之前，昊天祖师和长生祖师2位祖师突然消失，长生宗经历了几次大变，就开始一代不如一代。藏经阁内的诸多武学也都被其他宗门所瓜分，只恨我们无能，没有办法恢复上古的荣耀。无妨，虽然只剩下了4层，但是有些东西还存在，就够了。你来藏经阁干什么？如果你想修炼9星太岳剑的话，我现在就可以传给你。以你的天资，或许真的有可能带领长生宗走向强大，尽管这很难。我来藏经阁自然是为了传你长生地经，完整的长生地经就在这藏经阁之中。长生地经就在藏经阁？怎么可能？原本长生地经就放在藏经阁第9层，只有宗主才能进入，但现在第9层都没有了，谈何长生地经？我说在，它就在。你在外面等我。南宫羽的资质很不错，他若是修炼长生地经，应该可以很快突破到天人境，到时候也算是有一个强大的臂主。这是长生地经，蕴藏着大地的传承真意，我用掉了1次，还能够传承3次。具体传给谁修炼，宗主来安排吧。这就是长生地经。长生宗一门之主才宗师境的修为，说出去也太丢人了点。好好修炼长生地经，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能达到天人境，甚至是王侯境了。有了长生地经，我有信心在1年内突破到天人境。凌云，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宗门要大大奖励你。说吧，想要什么？只要宗门有的，全部给你。那好，先来个100万上品灵石给我修炼。凌云，100万上品灵石几乎是宗门几年的消耗了，你才真元境，也用不了这么多上品灵石。不如我先给你10万上品灵石，如何？哼，抠门！1万年前的长生宗弟子修炼都是用灵晶，谁还用灵石这种玩意儿？好吧，10万上品灵石先给我吧。见过圣子，拜见圣子。待我踏上巅峰，长生宗失去了一切，我都要亲手夺回来。也不知道碧波湖还在不在，去看看。碧波湖还在。今日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看够了吗？淫贼，我杀了你！姑娘，我也不知道碧波湖里有人，我什么都没看到。姑娘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碧波湖如此隐蔽，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命你可以留下，但是你这双眼睛要给我留下来！
九星太岳剑，你是长生宗的人？你竟然认识九星太岳剑？你也是长生宗的人？没错，我也是长生宗的弟子。长生宗的弟子？你一路跟踪我到这里，到底有何企图？我更加饶不得你！长生宗的弟子，而且还会九星太岳剑，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地元境9重，看来她应该就是南宫羽的女儿，长生宗的大师姐南宫婉了。还好啊，南宫羽给的地图中显示，赤玉金莲火所在的区域离这里不远，只有几十里的路程。大哥，你们快走，不要管我！多谢公子的救命之恩，多谢公子，多谢公子。蛇妖怎么会如此恐怖？公子不要！这赤色大蛇太厉害了，只怕公子不是他的对手。不如我们一起上，将公子救下来。好，等下听我号令，一起出手。这怎么可能？公子只是战元境，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战力，莫非是哪个大宗门的天才弟子不成？大哥，他是我长生宗的人。什么？什么？这位公子所修炼的乃是开山拳，只有真传弟子才能够修炼。我曾经见过段志豪师兄实战过开山拳。真传弟子，长生宗几十位真传弟子，我们基本上都认识，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公子啊。那赤色大蛇就这么死了？敢问公子，可是长生宗的弟子？没错，真是长生宗的弟子。师兄如此天赋，应该是真传弟子吧？蒙师兄相救，我们三人感激不尽。这位是我大哥刘雄安，这位是我小弟张天，妾身李颖，见过师兄。我叫凌云，至于我的身份，等你们回到长生宗一问便知。这条大蛇我只需要蛇胆，其他东西对我都没有用，你们都可以拿去。若非师兄出手，我们三人早已葬身蛇腹了，岂敢奢望这尊妖兽？这尊妖兽是师兄的猎物，我们愿意帮师兄抬回长生宗去。玄母大蛇你们带回去吧，我用不着。你们三个很不错，我观你们三人的修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若是想要突破，想要成为真传弟子，就去凌云阁找我。记住，机会只有一次。多谢师兄厚赐，我们会好好考虑的。大哥，刚刚凌云师兄是想要收服我们，为什么你不答应？大哥这样做也是对的，毕竟我们对他还不了解。没错，想要让我们臣服，仅仅是这些还不够。这位凌云师兄的身份太神秘了，等我们回宗门打听一番再做决定。我们兄妹三人一路扶持到现在也不容易，就算要投靠，也投靠一个真正值得追随的人。这是天地灵火的气息。烈火湖、墨玄草、青宝参、赤神花这几种灵药都是烈火湖最喜欢的。凌云将那几株灵药以特殊的手法捣成药泥，然后烤干，制成熏香。此熏香名为紫弦香，对烈火湖有着致命的吸引。万事俱备，就差烈火湖入瓮了。啊，真香！哎呀，不愧是烈火湖，本命真火当真恐怖。竟然是天地灵火，这下本大爷赚大发了。小子，乖乖的将你手中的天地灵火献给我，然后跪下来自断一臂，
我可以饶你一命。你是什么人？这是要巧取豪夺？小子，我们少爷乃是玄阴宗七长老的儿子李飞，若是识相的话，就赶紧交上来，否则惹得我家少爷不高兴，你可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玄阴宗的弟子，小子，怕了吧？看你的气息，应该不是断魂殿的人，若非是长生宗的人。嘿嘿，少爷，抓了这小子回去，和那些长生宗的弟子一样当药奴，几位长老肯定很喜欢。药奴吗？原来几位是玄阴宗的弟子，既然如此，那就请几位去死吧！小子，你找死！好胆！小子，给我去死！这武学之道，简直是愚不可及。给我一起上，弄死这个小子！要不了多久，我让玄阴宗满门都去陪你。你竟然杀了李飞少爷！七长老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快回去禀报七长老！你们也去陪他吧。没看出来，这个废物竟然还是个炼药师，不过也只是个初级炼药师罢了。这些灵药还不错，玄阴重水和赤羽金莲火齐备，应该可以让我的吞天神种大成。而且这股磅礴的能量，或许可以让我冲击地元境。是谁？是谁杀了李飞少爷？这伤势是开山拳造成的。开山拳，长生宗的人敢杀李飞少爷，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先带回去，交给七长老处置。见过圣子。见过圣子。见过圣子。怎么回事？圣子，那陈浩宇烧毁了你的凌云阁，还扬言要夺你的圣子之位。陈浩宇是陈山太上长老的孙子，在真传弟子中排名第2，仅次于南宫师姐。随着刘雄安的讲述，凌云也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平日里陈浩宇嚣张跋扈，欺压同门，又有陈山作为靠山，就连南宫羽对他都很头疼。陈浩宇出关后，听说真元境的凌云成为了圣子，怒烧凌云阁，3人为凌云出头，这才被打成这样。服下他，好好疗伤吧。你们做的不错，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这是大还丹。多谢圣子。不过那陈浩宇势大，又有陈山太上长老撑腰，圣子千万不能冲动啊。放心。大哥，你说圣子是陈浩宇的对手吗？难说。虽然圣子打败了段志豪，但是段志豪只是地元境1重，而陈浩宇可是地元境9重，并且练成了地级上品武学9星太岳剑，远不是段志豪所能比的。凌云，我不知道你这蝼蚁一般的家伙是怎么讨得南宫羽欢心的，得到了圣子之位，将圣子之位让出来，然后跪在我面前求饶，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你这是在玩火？小子，你少废话，想要跟师兄一战，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呵呵，小子，尝尝我的虎啸破空拳！这是权益？怎么可能？什么权益？不可能！这小子一定不能留。看在你传承了这门拳法的份上，今天我不杀你，滚吧！无义师弟，杀了他，你我两清。是剑师兄。据说剑师兄的流光七剑已经练到了圆满境，只差一步就能够修成剑意。他出手，凌云肯定要输了。没错，剑师兄虽然只是地元境6重，但据说他的战力仅次于南宫师姐。
见无益吗？哼，有点意思。见过圣子，刚刚的一拳虎啸破空拳真是让人惊艳。我只出一剑，若是圣子能接下来，就算是我败了。你和他不同，为何要出手？只是有些人情不得不还罢了。今天正好可以借此一剑斩之。再这样下去，我还没有出剑，就已经败了。我输了，陈师兄，我败了，你我从此两清。好，很好。此剑名为寒风剑，可使陈浩宇的实力可以提升3成以上。就算是面对天元境的强者，他也有一战之力。小子，你找死！开山拳意，无双肉身，怎么可能？你不过是区区真元境的修为，怎么会如此强？滚吧，否则我必杀你！杀我？我爷爷是陈山太上长老，比南宫羽都要强，南宫羽都不敢说杀我，你算是什么东西？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凌云，突破到如此境界，必定是得到了什么宝物吧？将你的宝物交出来，然后跪在我的脚下求饶，我或许还能饶你一条狗命。否则的话，我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真是无知者无畏啊！你别过来！圣子大人，我错了，我不该和你为敌，我不是人，你就饶了我吧。圣子大人，我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和你作对了，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给我去死吧！哼，暴雨梨花针嘛，还淬上了剧毒。就算是天元境的强者，一个不慎，都会死在你的手中。你还真是好算计。凌云，我爷爷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爷爷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你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凌云，住手！你们怕陈山，我却不怕。你怎么敢？你竟然真的杀了他！陈山太上长老3天后就要出关了，等他出关知道陈浩宇被你所杀，必定不会放过你。你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就算是我放过他，你以为那陈山出关之后就不会找我麻烦了吗？但是你现在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我去找父亲，看看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你老实一点吧。我杀了陈浩宇，在长生宗已经是众矢之的了。什么？圣子，你杀了陈浩宇？圣子，没有想到你的战力竟然如此恐怖，连陈浩宇都死在了你的手里。不过圣子，你这下可是闯了大祸啊！陈山太上长老乃是长生宗的第1强者，等他出关后知道此事，必定不会放过你的呀。圣子，不如你逃走吧，你逃得远远的，陈山肯定找不到你。没错，圣子你天纵奇才，用不了几年就能够破入宗师之境，到时候再回归宗门，想必陈山太上长老也不敢对你怎么样。我杀了陈浩宇，你们还愿意留在这里？若是你们去禀报陈山，必定可以获得不少的赏赐。圣子，这是哪里话？我们兄妹3人的命都是圣子救下来的，救命之恩比天都大，我们3人又岂能做出忘恩负义、猪狗不如的事情？你们放心吧，陈山虽强，但在这长生宗之中，他还杀不了我。刘雄安，你在银剑诀上的造诣还可以，但这门武学太差。我传你一门洪天剑诀，乃是地级绝品，修炼到极致，不会比天级武学弱。什么？地级绝品武学？
张天，你天生神力，适合炼体武学，我就传你一门地级绝品的象力牛魔拳。李莹，你性子恬静，剑走轻灵，我就传你一门地级绝品的玉女18剑。多谢圣子赐法，以后我们三兄妹的命就是圣子的了。你们很不错，好好修炼。你们效忠的不只是我，还有长生宗。是。长生宗我是不会走的，区区一个宗师还不可能让我凌云害怕。你可以告诉那陈山一声，若是不怕死，就尽管来找我。你真是不可理喻！老夫终于突破了！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快去让浩宇来，老夫要考考他的修为有没有进步。启禀太上长老，他死了。什么？浩宇死了？不可能！浩宇怎么可能会死？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太上长老饶命啊！我是被凌云杀死的，就在3天前。浩宇，我的孙儿啊！凌云！我要一寸寸捏碎你的骨头，将你抽筋扒皮，让你尝尽千万般折磨，以祭奠浩宇的在天之灵。走啊！浩宇死了，你们怎么还不去死？你们都给我下去陪他吧！陈师叔，你为何要杀害本门弟子？他们保护浩宇不利，我不光要杀他们，我还要杀了凌云那个小畜生。陈师叔，凌云你不能杀。哼，这样说，宗主你是来阻止我的了。宗主，你的修为不如我，我要杀凌云，你阻止不了。而且凌云残害同门弟子，按照我长生宗的门规，也应该处死。我杀他报仇，宗主，你恐怕没有理由阻止我吧？嗨，陈师叔，浩宇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浩宇的死是因为他要杀凌云，凌云是在反抗之下才失手杀了浩宇，而且凌云更是我长生宗的圣子，就算按照门规，他也是罪不至死，还请陈师叔息怒。此事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啊！我不管那么多，我只知道浩宇死在了凌云那个小畜生的手中，现在我就要去宰了他。宗主，莫非你为了这个小畜生要和我为敌不成？哎，陈师叔，我不能让你杀凌云，他是我长生宗的希望所在。好啊，看来宗主是执意要保下这个小畜生了。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看看宗主的修为有没有长进。若是宗主能够胜过老夫，这报仇二字我再也不提。既然如此，陈师叔得罪了。剑意大成，生生不息。这是南宫羽正在动手。另外一个掌门身后，看气息，这就是那位陈山太上长老吧？这是南宫羽在阻止陈山发疯吗？还真是多费了他一番苦心。不过那陈山不除，长生宗始终无法成长起来。他若不来找我，我还没理由杀他。宗主还真是深藏不露，看来老夫还真是小看了你。哼，
陈师叔承认了。既然如此，那陈师叔是不是可以暂息怒火？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处罚凌云的，给你一个交代。哼，放过他？怎么可能？南宫宗主，陈山亦有反骨，若不除他，我长生宗危矣。陈山的事就交给我吧，你就不用管了。此刻的凌云浑身晶莹如玉，一缕缕淡金色的先天真气游遍全身，黑白两色的种子散着万道锐气，赤霞滔滔，蕴藏着无比神秘的气息。玄阴重水，赤玉金莲火浩瀚的能量宛如大海一般，将凌云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出什么事了？凌云，我长生宗的灵脉出事了。灵脉？什么情况？我长生宗的灵脉是在凶兽山脊的一处山谷之中，距宗门不过几百里远。平日会有2位长老常驻灵脉，3日押送一次灵石回宗门，但是2日前却根本没有人押送灵石回来。这2日，宗主派出了3拨人马，但全都一去无回啊！唉。莫非是玄阴宗搞的鬼吗？若真是玄阴宗干的，那就是不死不休。宗主说的没错，为防玄阴宗调虎离山，宗主必须要坐镇长生宗。我申请去灵脉查探。你要去灵脉？不行。没错，凌云，你是我长生宗的圣子，身份贵重，不能轻涉险地，由我带一些弟子去就足够了。区区一个玄阴宗，我还没有放在眼里。宗主放心，你应该明白我的战力。若是玄阴宗的人不开眼，我不介意给他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看到凌云如此坚决的样子，南宫羽最终只能答应了下来。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大长老，我先去灵脉探探里面的情况。如今我们对里面一无所知，若是贸然前往，很有可能会中埋伏。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大长老放心，若是情况有变，我会及时撤退的。你们暂且在此安心等候，我去就回。长生宗的灵脉位于2座山峰之中的山谷里，也被称为双子峰灵石矿脉。灵脉内还真的有埋伏。王师兄，我们没必要这么警惕吧？长生宗的人都是一群废物，他们若是敢来，几位长老直接就能将他们给收拾了。张师弟，不能放松警惕，几位长老和副宗主以及敦煌殿的人都到了关键的时刻，下不了多久就能够破开那处秘藏的禁制，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什么差错。哦，王师兄，你说的那处秘藏里面到底有什么？会不会有很多珍贵的灵气灵丹、天煞神功？不知道禁制破开，我们有没有机会进去寻宝啊？天人境的秘藏，没想到这一次玄阴宗和断魂殿竟然勾结在了一起。只是他们怎么会发现灵脉之中有天人境的秘藏？什么人？哼，要你的命的人。哼，长生宗的人也敢口出狂言，找死！下面的灵脉之中有多少人？都是什么修为？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否则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杀了你。不要杀我，我什么都告诉你。下面的灵脉之中有我玄阴宗的高阶副宗主，以及5个天元境的长老，还有10几个弟子。断魂殿也来了一位副殿主卢飞培，5个天元境的长老以及10几个弟子。我们在灵脉之中发现了一尊天人境强者的秘藏，
但是密藏外却有一层强大的禁制。如今，高阶和卢飞培正在和众多长老破除禁制。在这灵脉内关押着长生宗的人，总共有18名弟子驻守，全都隐藏在隐秘的地方，并且布下了陷阱。只要长生宗的人前来，就会遭受到雷霆攻击和镇压。人都还在吗？只要人在就好，先将他们都救出来。解决完暗处的18个人后，凌云便前往解救长生宗的人。开山伏魔，镇杀！你是圣子？圣子来救我们了！诸位师兄，我们有救了！哈哈哈哈！我就知道宗门不会丢下我们的。你就是凌云圣子，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天赋，我长生宗后继有人呐！这位就是灵石长老吧？我奉宗主之命前来营救各位。大家放心，玄阴宗和断魂殿加在你们身上，早晚我们要10倍100倍的让他们还回来。没用的，圣子，我们的身上都被那高洁和卢菲菲联手布下了真气封印，我们如今浑身修为都被封印了，和普通人无异，就算是走也走不远。圣子，你不用为我们费心了，你赶紧走吧，否则等到玄阴宗和断魂殿的强者出现，圣子你就走不掉了。圣子，你记得回头替我们多杀几个玄阴宗和断魂殿的狗杂种，我们就算是死了也值得了。说什么屁话！要走一起走，你们当我是你们的圣子，我又怎么能抛弃你们？哎，圣子，没用。凌云运转吞天秘术，一股吞天真气朝着灵石长老等人的体内蔓延而来，封印之力竟然直接被吞天真气吞噬了。多谢圣子，多谢圣子。哈哈，不必如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快点离开这里，大家注意收敛气息，我们走。离席。灵石长老，带着众弟子快走，我来拖住一会儿。就你一人？2个老东西，你们怕了？我一人就能够将你们全部灭杀了。凌云，他就是长生宗圣子凌云，千万不要冲动，说不定他们大队人马就在周围埋伏着，他在拖延时间。长生宗在3宗之中是最弱的一个，就凭长生宗也敢埋伏我们2宗。道友，我来宰了这个小畜生，你带人去将长生宗的弟子都给杀了，活狗一个不留。小子，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这是全道意境，而且绝对是地级武学才能够散发出的纯粹意境。长生宗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学。小子，将你修炼的这门拳法武学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命。想要我的拳法武学？哼，那就要看你有没有命来拿了。你找死！这小子太邪门了，一定要杀了他。死的话，等他成长起来，就是我玄阴宗的末世。圆月剑意，这是圆月剑意。你找死！龙爆神通，爆吧！
畜生！受死吧！宗师，宗师，不入宗师，终是蝼蚁。我如今的修为还是太弱了，根本没有办法抗衡宗师。凌云之所以选择逃入废弃矿洞，是因为在外面不论凌云能否逃出高阶的追杀，大长老和南宫丸等众多弟子都会有危险。不行，再这样下去，说不定真的会被他找到。禁制的力量，莫非我到了天人秘藏的附近？既然是天人秘藏，或许有一些能够威胁到宗师强者的手段。三灵封天阵，这天人秘藏是长生宗的强者留下的。三灵封天阵，像他们这样胡乱攻击，根本没有办法破掉。不过，能够布下这三灵封天阵的人，想必也是一尊人杰。他的秘藏里面应该有不少好东西。一尊断魂殿的宗师，6个天元境强者，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拼了！什么人？区区地元境也敢虎口夺食，真是找死！面对地元境，众人皆不好，快挡住他！拦下他，一定不能让他跑了！他是长生宗的圣子凌云，玄阴宗和断魂殿的地元境弟子，尽皆死在了他的手中。什么？他就是凌云？我两宗的地元境弟子，死的死，伤的伤，就连长老也死在了他的手中。啊！长老也死了！小子，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跑？等我将你抓住，一寸一寸的捏碎你浑身的骨头，看你还敢不敢嚣张！跑？我为什么要跑？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闯到这里来吗？莫非你们真的以为我是自寻死路？不好，拦住他！该死，他怎么可能进入禁制之内？晚了，等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就是玄阴宗和断魂殿灭亡的时候。该死，他怎么可能进入禁制之内？继续攻击，等我们破开禁制，抓到凌云那个小畜生，我一定就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三灵封天阵拥有极强的防御力，雄阵法之变化，凝三天地人于阵中，只有掌握了其中的关键，并辅佐相应的步伐，才能进入。扣1000遍，敢让我凌云给你扣，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吾乃长生宗第88代宗主方衍真人，因圣寿宗觊觎本门武学，门内又出现叛徒，使圣寿宗杀戮长生宗弟子无数。吾虽浴血奋战，然奈何不敌，重伤垂死。第88代宗主方衍真人吗？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500年前。那个时候，长生宗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比起太荒古国都不差分毫。但是却生了一场大变故，后来无数宗门武学遗失，长生宗才衰败至此。圣寿宗吗？真是该死！你放心，这笔账我早晚要找圣寿宗算清楚。长生界嘛，没想到长生界也遗落到了这里。10000年沧海桑田，连你都变成了这样。上一世你能成为最顶级的地气，这一世我必定也能将你修复过来，甚至超越上一世。如今的长生界气灵云灭，只剩下了一丝灵性，其中只有方圆100丈的空间。
长生界之中的这些武学秘籍全都是精品，更有一些是天级武学，应该是500年前方眼真人为了保存长生宗的香火而带走的。有了这些武学秘籍，长生宗只需要暗中积蓄力量，必定可以很快的崛起。青檀手中的古剑发出了清脆的声音，悠扬而纯粹，无瑕的剑身散发出无尽光芒。此剑名为天纵，仗着此剑之力，就算是面对宗师境的强者，凌云自存也有一战之力。这是玄和母气石，没想到方衍道人竟然有玄和母气石这种至宝。只是他空有宝物而不知，否则的话，就算是他当时受伤再重，若是能够炼化玄和母气石，也能够痊愈。不过，这块玄和母气石倒是可以让我突破到地元7重。以天纵古剑之力，就算是面对高阶和鲁飞培，到时候谁胜谁负，那可就不一定了。凌云将那块石头外皮击碎，石头顿时散发出绚丽的黄光，璀璨夺目。在玄和母气石的作用下，凌云原本无比平凡的肉身，此刻正在向一种神秘的状态蜕变。玄黄母气乃是先天本源之气，进入到凌云的气海之中，就像是一团火，瞬间就将凌云气海之中的无尽真气燃烧了起来。凌云的修为也开始飞得提升。此刻，凌云不再继续提升修为，而是将吞噬炼化的玄黄武器融入到了肉身之中，转化成了蛟龙之血。他就像是一尊少年神王，气血旺盛的可怕，就像是一尊人形蛟龙。这就是蛟龙之体圆满后的力量啊！若是天元境的强者站在我面前，只怕我一举就能够将其轰成渣。竟然还有不死心的人守在这里。凌云，你竟然敢出来！你在密室之中得到了什么？统统交出来，然后跪下受死，我们还能给你一个痛快。否则的话，老夫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进去30峰天阵已经过了几天。小子，莫非你是吓傻了吗？连进去几天都不知道了。没想到你小子倒是能熬，在密藏之中待了10天。高级和鲁飞培在哪里？小子，卢副宗主和副店主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不怕告诉你，我断魂殿和玄阴宗已经联手攻上长生宗，只怕这个时候长生宗已经被灭了。断魂殿和玄阴宗已经攻上了长生宗，什么时候的事情？什么时候？就在今天！不要和他废话了，一起上，拿下他！不好，长生宗一定不能出事，等着我！长生山残阳如血，玄阴宗和断魂殿的袭击致使长生宗损失惨重，众人已无力再战。罗海天、殷郊，你们真要和我长生宗不死不休吗？切！不死不休，你长生宗有这个资格吗？哼，南宫羽，赶快投降！以你的修为才华，罗店主和殷宗主必定会大大重用的。只要你投降，长生宗的弟子也得以保全。你莫非真的想害死他们吗？住嘴！神山，我只恨没有早点杀了你这个欺师灭祖的混账！你竟然破坏了我长生宗的护宗大阵，反叛长生宗，你就是长生宗的千古罪人！昊天始祖在看着你，长生祖师也在看着你，我就算是死，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爹爹，你没事吧？我没事，婉儿，就是苦了你了，爹爹没用，救不了你。不过有凌云在，我长生宗就灭不了，他一定会屠尽断魂殿和玄阴宗，为我们报仇的。凌云死到临头，你们还指望他？哼，他杀我宗冯长老，杀我宗弟子，若不是他跑得快，早就被我宰了。不过他现在就算是躲在了天人秘藏之中又如何？等灭了长生宗，我们就攻入天人秘藏，
送那小子去陪你们。你们杀不了他，他是我见过最神奇的人。地元境斩杀天元境，等他到了天元境，他又能创造怎样的奇迹？你们永远想不到他的潜力有多强。天人秘藏或许在你们看来是囚笼，对他来说，或许就是蜕变成神龙的大海。没错，圣子永远都不会败，以前不会，以后也永远不会。断魂殿和玄阴宗的杂碎，你们等死吧！小邪就算是死了又如何？要不了多久，圣子就会让你们来给我陪葬的。圣子不死，长生不灭。哼，萌发了死志吗？竟然妄图要破坏长生封神大阵，真是该死！既然他们如此冥顽不灵，那就都杀了吧。不好！长生封神，紫霄神雷！长生封神大阵，是凌云回来了。圣子，是圣子啊！圣子回来了，我们有救了！啊，怎么可能？我明明破坏了护宗大阵，他怎么可能重新激活护宗大阵？不过区区宗师也想破坏我的长生封神大阵，简直是痴心妄想！他不是被困在天人秘藏中了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莫非是……你就是凌云，小子，看来你在天人秘藏之中得到了不小的好处。要是将你天人秘藏之中得到的宝物交出来，并且将控制长生宗护宗大阵的秘法交给我，我就饶你一命，如何？哼，好俊俏的少年，本宗主真想把你搂在怀里疼爱一番呢。小子，你投入我玄阴宗如何？我保证，你将是我玄阴宗的圣子，未来你就是我玄阴宗的宗主。哼，你们都得死！凌云，不要以为你掌控了护宗大阵就能如此嚣张。你才地元境的修为，若是两位宗主出手，你必死无疑，还不投降？老狗，你知道吗？我最想杀的就是你啊！紫霄神雷！啊！杀了他！凌云，小心！凌云，小心！霸权！紫霄神雷，万雷轰顶！1万年过去，这长生封神大阵竟然弱到了这种地步。你们能抵挡紫霄神雷，但是其他人呢？凌云，你敢？你若是敢出手，我玄阴宗和你不死不休！哼，我们本来不就是不死不休吗？紫霄神雷，万雷轰顶，给我落！呀！凌云，你拿命来！所有人一起上，杀了这小子，否则的话，我们也必死无疑。哈哈哈哈！一起上又如何？在我眼里，你们依旧都是土鸡瓦狗。剑落，紫霄雷动，全部爆吧！怎么可能？怎么会如此的恐怖？这到底是什么剑阵？怎么会拥有如此之强？长生封神大阵，这才是真正的长生封神大阵啊！这个小畜生，怎么可能调动完整的？欺师灭祖，该死！凌云，我一定要抓住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是吗？你们两个自身难保，哪里来的底气要杀我？凌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灭了长生宗吗？不仅仅是因为你天赋诀让我们两宗感觉到了威胁，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人要灭了长生宗。凌云，你等死吧！有请天狼长老，有请天狼长老。废物，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天长老饶命了，我们本来都快要将长生宗灭了，但是凌云这个小子太邪门了，竟然能够调动长生封神大阵的力量。天狼，天人境，你是什么人？哼，我是什么人，你们这群蝼蚁根本不配知道。小子，你竟然能够调动长生封神大阵的力量，你的身上果然有秘密。你是束手就擒，还是等老夫出手？蝼蚁，区区天人境而已，又不是王侯，也不是皇城，有什么好嚣张的？不过是圣兽宗的一只老狗罢了，也敢在我长生宗耀武扬威？小子，你竟然知道我的身份，看来今天留你不得，包括这长生宗满门都给你陪葬吧。圣兽宗，500年前攻破长生宗的圣兽宗，也是那个武道圣地圣兽宗。杀我？哼！你信不信，我可以立刻让你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小子，我看你是被吓傻了吧？区区长生封神大阵，若是全盛时期，老夫自然退避三舍，但现在连宗师境的强者都杀不了，莫非你以为就凭他就能对付老夫不成？不信你可以试试。小子，不要虚张声势，老夫让你死，整个太荒古国都没有人救得了你，给我过来吧！长生剑气，消神雷。弱，还是太弱了。小子，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天狼，你敢动长生宗，我长生宗的祖师爷不会放过你的。若是万年前你长生宗独尊天下的时候，自然是没有人敢动你们。但现在不是1万年前，2尊石头雕像可保护不了你们。是吗？宗主，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惑。若说我能够开启长生封神大阵，并且激活昊天神像，是因为昊天祖师他老人家看好我，将毕生的传承赐予了我。你信不信？我信。你能够找到长生宗失传已久的长生地经，你能够开启长生封神大阵，甚至你能够激活昊天神像。这些是连我和历代宗主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你做到了。除了你得到昊天祖师的传承，还能怎么解释呢？凌云没想到自己随意找的托词，南宫羽竟然真的信了。凌云，你既然得到了昊天祖师的传承，那就是他的再传弟子。论起辈分来，你恐怕也是我长生宗的祖师爷。不过为了防止暴露你的身份，不如就对外宣称
你是我拜师收徒的弟子，以后你我以师兄弟相称，如何？我不同意。父亲，历来圣子之位都只能由少宗主担任，凌云若是成了你的师弟，就没有办法再担任圣子了，所以你的想法根本不合适。说的不错，我还是当我的圣子吧，这样才比较符合我低调的气质。好吧，既然如此，那凌云依旧是我长生宗的圣子。上教，不好了，不好了！天狼长老的命牌碎了。灵魂消散的方向在东方，东方是太荒古国还是日月星神宗？能够斩杀天狼的人，也只有他们能够做到了。不过，敢杀我圣兽宗的人，无论是谁，都要死。传令，左护法前往日月星神宗，右护法前往太荒古国，务必要找到杀害天狼的真凶，诛灭九族。圣子来了，圣子，快来看一看，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玄阴宗和断魂殿所得到的各种宝物资源。圣子看看有没有用得着的，尽管拿。凌云用精神力探查了一下玄阴宗和断魂殿的资源，单上品灵石就有5000多万，极品灵石也有100万，各种灵器100多件，灵丹、灵药、炼器材料更是数不胜数。宗主、大长老，不就是一些灵石和修炼资源吗？连一块灵晶都没有。玄阴宗和断魂殿比起叫花子也好不了多少，你们有必要这么激动吗？凌云，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现在连100万上品灵石都拿不出来，你说这些资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能够让长生宗所有的弟子的修为都上升一个大台阶，我能不激动吗？好吧，好吧，我知道你不容易，这些是罗海天和殷郊的私藏，就当本圣子大方贡献给宗门了。圣子，你就真的不挑一些东西吗？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就算你全都拿走，宗主也不会说什么的。不过他肯定会心疼很久。算了吧，这些东西对我还真是没有什么用。哎，不对，竟然是万年铁心木，我还真是差点看走眼了。竟然是万年铁心木，我还真是差点看走眼了。这块铁木乃是万年铁木的树心，蕴藏着无比精纯的木属性灵气，属于是极品的木属性灵种。凌云毫不客气地将万年铁心木收了起来，心情大好。今天正好大家都在这里，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灵脉内的那处天人秘藏是何人所留吗？莫非是我长生宗的前辈所留？没错，就是我长生宗的前辈所留，而且那位前辈还大有来历，乃是500年前长生宗的宗主方衍真人。方衍真人，竟然是他！我也是在一本典籍中看到的记载，方衍真人确实是500年前长生宗的宗主，而且是一代绝世天才，年仅30岁就突破到了天人境，之后接掌长生宗，40岁天人境9重，仅差一丝就能够突破到王侯境，而且一身武学惊天动地。500年前的长生宗在他的带领下走向了中兴之路，但是后来长生宗好像是惹到了强敌，遭到了灭顶之灾，整个长生宗几乎被灭门。方衍真人据说也陨落了，没有想到他竟然在灵脉之中留下了一处秘藏。30岁的天人境，确实可以算得上是绝顶天才了。500年前我长生宗到底遇到了什么强敌？
让方眼真人都没有任何办法抵挡。莫非是传说之中的王侯境强者吗？只怕你们都想不到，500年前我长生宗遇到的强敌，乃是当今的武道圣地圣寿宗。凌云将自己知道的事情说了一遍，并且将方眼真人的那份手札也拿了出来给众人传阅。什么？500年前我长生宗的大敌竟然是圣寿宗？圣寿宗这3个字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在众人的心头，让众多长老弟子都是有些喘不过气来。武道圣地圣寿宗比太皇古国还要强大的存在，门中随便出现一个天狼长老都是天人境的强者。500年前方眼真人带领长生宗崛起，让圣寿宗感到了威胁，而且圣寿宗还觊觎我长生宗的长生地经，才下狠手动了灭门之战吗？好狠的手段！如此说来，那圣寿宗的天狼指使玄阴宗和断魂殿进攻长生宗，只怕也是看上了我长生宗的什么东西。圣寿宗真是欺人太甚。没办法，圣寿宗太强了。这一次若不是昊天祖师的神像被激活，杀了天狼，只怕天狼一个人就能灭了我们长生宗。现在怎么办？天狼死在了长生宗，若是圣寿宗追查下来，我们所有人恐怕都要死。慌什么慌？不过是区圣寿宗，有什么可怕的？我们长生宗虽然没有万年前的实力，但我长生宗传承万年的底蕴，又岂是一个圣寿宗能比的？这些都是方眼真人留下来的武功秘籍，只要你们好好修炼，天人境又算得了什么？总有一天，你们会突破到王侯境、皇者境，甚至帝境，到时候区圣寿宗随手就能够捏死。方眼真人留下来的秘籍，开山伏魔拳，这可是地级绝品武学呀！没想到真的传了下来。还有御龙诀和缥缈玄功，也是地级绝品武学。有了这些武学秘籍，我们长生宗崛起指日可待，真是祖师庇佑我长生宗啊！化灵诀，这可是天级武学呀，直指王侯境的无上秘籍。这种天级武学，恐怕就算是圣寿宗都没有多少吧。发达了，真是发达了！有了这些武学秘籍，我长生宗就有了和圣寿宗抗衡的资本。只要诸位努力修炼，圣寿宗又有何惧？而且你们可以放心，天狼长老是私自前来这里的，圣寿宗肯定不知道，他们是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的。而且有昊天祖师的神像护佑，圣寿宗的强者来一个死一个。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修炼，然后招纳天才弟子，壮大长生宗。没错，昊天祖师神像出手，圣寿宗来再多人都得死，怕他们干什么？500年前的灭门之仇，早晚要和圣寿宗算清楚。多谢圣子，若不是圣子，只怕我们长生宗早就灭了，更不要说恢复祖上荣光了。没错，以后我这条命就是圣子的，我相信跟圣子走，长生宗绝对会越来越强的。大家不必如此，一切都是为了长生宗。最后，由南宫羽将所有的武学秘籍收了起来，准备将其收纳在藏经阁之中。众多长老弟子信心满满的离去，只剩下了南宫羽、大长老和凌云3人。圣子真的要将这些武学秘籍传出去吗？就怕宗门里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啊。没错，传承武学秘籍必须要慎重，一定要考察长老弟子的忠诚后才能够传授。传授武学的事情就靠你们了。不过经此一战之后，人心可用，大部分的弟子都对宗门忠心耿耿，其中更有许多天才弟子被埋没了。麻烦宗主安排一下，3天之后我要开坛传法，不武长生。开坛传法，不武长生。好，你放心，3天之后不武长生，我来安排。凌云阁内，凌云盘膝而坐，
在他的周围，用无数上品灵石布置成了一个大型聚灵阵，使得凌云周围的灵气无比浓郁。随口一吸，就会有滚滚的灵气涌入身体之中。凌云将万年铁心木劈开，一点璀璨的绿芒漂浮起来，浓郁无匹的生命气息充满了整个房间。果然是万年铁心木，而且看其品质，绝对不是一般的万年铁心木，至少有10万年。凌云吞下铁心木后，极致璀璨的绿色神霞爆开，凌云周身一缕缕充满了无尽的生命气息，将他整个人笼罩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凌云识海中的无字天书生了变化，瞬间就将剩余的木属性灵气全都吞噬了。这是什么？这些被金光笼罩的部分，也因有某种天地奥秘而孕育而出。莫非是某种秘术吗？看来1万年前在战神墓中，最珍贵的并不是那颗神格，而是这本无字天书啊！而且无字天书对于凌云的精神力仿佛有了一种奇特的作用，凌云的精神力弥漫开来，在一瞬间仿佛将整个长生宗都笼罩了起来。那是什么？如此浓郁的生命气息，又充斥着自然大道的玄奥，莫非是……圣子，你又突破了。略有所获。刘师弟，你知道后山是什么地方吗？后山？后山什么都没有啊。是啊，圣子，后山就是一片荒芜的山谷，草木不生，乱石嶙峋，也没有什么灵气，是一块废土，平日里都没有什么弟子去那里的。圣子，你是想知道后山的来历吧？我曾经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哦，你继续说。据说后山原本是我长生宗的禁地，里面是一片洞天福地，灵气是外面的10倍甚至100倍，每一个能够进入禁地的人都是宗门的天才弟子。但是后来不知为何，禁地就消失了，后山也成了一片寸草不生的废土。后山以前竟然是一片洞天福地，就那个鬼地方。你们带我到后山去一趟吧。好，圣子请。将它搬开。是。哎，这后山寸草不生，乃是一片死地，这里竟长着一株幼苗。果然是菩提树。菩提树是我长生宗的护宗神树，是先天第一灵根，让无数人眼红的至宝。它的种种好处，你们以后就会知道。天下第一灵根。传闻菩提树自开天辟地之时，从混沌之中而生，在菩提树之下修炼，可以更好地感悟天地法则，几乎没有修炼瓶颈，修炼几乎是一日千里，而且还是进入长生圣境的钥匙。凌云自重生后，没有感受到长生圣境和菩提树的气息，认为他们早就消失了，而如今在无字天书的力量下，竟然让他感受到了一丝菩提树的气息。记住，千万不能泄露菩提树的丝毫信息。你们去将宗主和大长老请来。是。看来是要练着玄天夜。你找我们2个老头子有什么事啊？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这是……哎，后山这不毛之地，竟然生出了一株幼苗。圣子，这幼苗莫非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它叫菩提树，1万年前曾是我长生宗的护宗神树。先天第一灵根，菩提树。凌云，你是说这株菩提树先天不足？没错，这株菩提树，若是我猜测不错的话，应该是1万年前那棵菩提树涅槃之后的幼苗。只是我长生宗衰败，不足以供养这株菩提树苗。就算是他将这方圆几十里的生机都吸收吞噬了，也仅仅只是苟延残喘罢了。那怎么办？这可是先天第一灵根啊！若是菩提树成长起来，足以庇佑我长生宗千秋万载，这可是万世的基业呀！圣子，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救活菩提树苗？没错，凌云，
你想想办法吧，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菩提树苗就这样死去吧？办法倒是有，而且也不难。不过，像菩提树这种先天灵根，只有玄天叶才能够救活。玄天叶，莫非是10000年前昊天祖师创造的玄天叶吗？夺天地造化，逆转阴阳生死，有着难以想象的作用。只是玄天叶应该不是那么好炼制吧？就算凌云有玄天叶的炼制方法，恐怕炼丹宗师都不一定能够炼制出来吧。你们放心，我来炼制玄天叶。圣子，你不要担心，我还是有些把握的。这些是玄天叶需要的材料，你们去准备吧。好，我们这就去准备。老虎精，你放心，我一定为你炼制出玄天叶。随后，凌云从南宫羽那拿来几百万绝品灵石，布置下了一座大阵，汇聚精纯的灵气和大地龙脉之力，来暂时补充菩提树的质力。宗主，你还别心疼，这100万绝品灵石，也只是仅仅够菩提树吸收1天罢。什么？只够菩提树1天吸收的？亏大了！100万绝品灵石足够我长生宗培养出上百尊宗师强者了，这下可都砸到菩提树上面了。宗主，这可是先天第一灵根啊，不是大白菜。要知道，成长起来的菩提树对于这些灵石根本都是不屑一顾，就连灵晶它都不一定会吸收。等到菩提树成长起来，你就知道了。别说是100万绝品灵石，就算是100亿绝品灵石，都比不上菩提树的一片叶子。希望这菩提树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神奇吧。1天时间，大长老便动员全长生宗，把玄天叶所需的材料全部收集齐了。凌云一手分化9道金眼，9阳升空，一股无比炽热的火焰升腾而起。生子这一次还是托大了呀！以自身真火炼制玄天叶，实在是太难了。竟然同时淬炼1000多种灵药，这怎么可能呢？看来我真是老了。生子不管是武道奇才，连丹道一途也是绝世天才呀！这小子真有那么厉害？给我赢！圣子的丹道造诣简直是惊天动地，老头子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竟然真的炼成了玄天叶，终于成功了。这是丹劫，玄天叶竟然真的出现了丹劫。丹劫必须要丹药自己承受，外力没有办法帮忙。不知道圣子炼制出来的玄天叶能不能抵挡得了丹劫？好，挡住了。还没有完，想走，给我回来！凌云，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有些透支了精神而已，休息一下就好了。好，如今玄天叶炼制成功，接下来就是让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玄天叶，看你的了！这就是玄天叶吗？好漂亮！果然有效果。长生封神大阵，起！菩提树事关重大，吸收玄天叶的过程中必定会散出惊人的异象。凌云开启了长生封神大阵，将整片长生山都封锁了起来。这种声势真是太惊人了，不愧是先天第一灵根呐！没错，仅仅是寸许高，都有如此惊人的气象，难以想象菩提树长成参天大树之后又是何等景象。
虚空生电，雷鸣炸响，方圆千里之中，无尽的生机被菩提树抽来，将长生山化为了一片灵气海洋。好浓郁的灵气波动，我的修为竟然突破了！我也突破了！这股灵气太精纯了，我终于突破到了地元境。宗主和生子在山谷之中到底干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气象？没问题，不会影响菩提树的生长，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坐下来，开始突破吧。这菩提树真的太神奇了，不愧是先天第一灵根。没错，而且我感觉到在菩提树下，修炼度都能够提升10倍以上，而且那种气息清晰凝神，隐隐可以改善资质。就算是一个普通人在菩提树下修炼，时间长了也会变成武道天才。菩提树，不愧是菩提树，能够让人陷入到悟道境之中。有了菩提树，我长生宗就算是比起那些武道圣地的洞天福地都不差分毫，甚至还要胜出。不过，这菩提树事关重大，一定要保密，不能泄露出去。我长生宗的宝物，也是他们敢觊觎的。长生封神大阵之所以这么弱小，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宝物镇压。如今菩提树复苏，正好可以作为长生封神大阵的阵眼。若是敢强闯，就算是天人境的强者，都无法突破大阵。而且有昊天祖师的神像坐镇，谁敢来就是死。虽然是这么说，但我长生宗还是低调为好。以后这片山谷就是长生宗的禁地，没有我和圣子之力，任何人不能够进入其中。就在此时，3道强大无匹的气息波动从长生山上散开来。王峰、李宇和孟雷3位长老终于突破了，从此我长生宗又多了3位宗师境的强者。明日在后山禁地之中，圣子将会开坛讲道，不武长生。到时候每一个弟子都可以参加，只要大家戮力同心，为宗门尽忠，圣子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众人见到后山禁地的景象后，都是惊得目瞪口呆。这还是以前那个寸草不生的死地吗？凌云之所以选择在后山禁地，也是有着自己的考量。一是可以利用菩提树的神妙作用，达到最好的效果；二也是可以对外宣称后山禁地的变化，是因为自己在其中布下了一座大的阵法。几乎所有弟子和长老来到了后山禁地。长生宗的传承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100万年前。我长生宗的武学博大精深，更是在万年之前达到了巅峰。下面我来讲一下我长生宗的9大基础武学：刀、剑、步、拳、暗器、炼器、五行、八卦、天雷。一听到凌云讲9大基础武学，许多弟子的眼神中都是露出了失望的神色。这9大基础武学太简单了。有谁知道我长生宗这9大基础武学的来历吗？1万年之前，昊天祖师为天下第一人，横推八荒之敌，天下称尊，有无数辉煌的战绩，相信你们都很清楚。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这9大基础武学都是昊天祖师所创。什么？昊天祖师留下来的，至少都应该是天级武学。这9大基础武学太简单了。既然你们说9大基础武学简单，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哪一位敢说自己单凭9大基础武学修炼出了意境？众人皆是一愣，莫非圣子如此妖孽，是和9大基础武学有关系？你们以为9大基础武学都是烂大街的黄级武学，但殊不知，长生宗最珍贵的武学就是这9大基础武学。你们空手宝山而不自知，在我眼里，别说是9星太岳剑，就算是天级武学都比不上这9大基础武学。9大基础武学那是昊天祖师所留，虽然只是黄级武学，但却蕴藏着长生宗所有武学的基础。就像是长生剑法，若是修炼出了长生剑意，就能够一剑通达万法，再修炼任何长生宗的剑法武学都会事半功倍。
而且长生剑法的力量会爆出堪比地级武学的威力。意境本就是宗师境的力量，蕴藏着天地伟力，就算是黄级武学，若是能够参悟出意境，也能够拥有一丝宗师的威力。圣子太厉害了，我现在有点相信圣子之所以这么强，是因为他将9大基础武学都修炼圆满了。圣子必定是神灵下凡，要指引我长生宗重新崛起的。我回去就要修炼9大基础武学，不修炼成意境，绝不出关。长生步法若能参悟出意境，以天地之力加身，拥有堪比宗师的级，就算是天元境的强者，也不可能追得上你。变化无踪，神形无影。长生炼气术乃长生真气的本源，生生不息，化天地之力为己用。五行拳，从9大基础武学开始，凌云将整个长生宗的武学根基、武道之理缓缓地讲述了出来。从黄级武学到玄级武学、地级武学乃至天级武学，整个后山禁地之中都萦绕着凌云的声音。所有人都是聚精会神，精神力集中，在菩提树的加持下，缓缓地陷入到了一种神秘的境界之中。凌云仿佛也陷入到了一种奇异的状态，几千长生宗弟子的精神汇聚，更被菩提树的气机所引，形成了最为精纯的力量。此时凌云的无字天书似乎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穿过了无数的山河。凌云被无字天书拖入诡异空间后，眼前所见一座神殿。这是哪里？远古神殿经历了亿万年的岁月而不朽，墙壁之上有奇异的纹络弥漫，十分的玄奥，仿佛在阐述某种天地之力。那是什么？这棺材之中到底是谁？从神殿之中弥漫出一片炽烈的光芒，将巨棺包裹了起来，炽烈夺目。巨棺之上的那些符本开始散出璀璨的神芒。就在这个时候，凌云识海中的无字天书仿佛感觉到了巨棺的变化。不好！竟然能够破碎虚空，我可真是要被你害死了！你自己惹出来的麻烦，自己给我解决。无字天书散出道道神秘的波动，仿佛在和那座远古神棺交谈。凌云心中也越发的好奇了起来，这无字天书好像和远古巨棺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他们到底有何来历，又有着怎样奇怪的使命？随后巨棺发出一道神光，将凌云带入到了神殿之中。杀呀！他们看不到我。莫非这是太古战争留下来的影像？那些诡异的黑影又是什么来历？凌云心神震颤，那些下方的人族强者，其中最弱的都堪比地境。这是一头诡异的生灵，虽然不像虚空之上的那些存在那样，但在凌云的感知中也拥有着堪比宗师境的气息。既然如此，那就战吧！好恐怖的力量！这不是凶手，而是有智慧的生灵。他和这片天地格格不入，隐隐被天地所排斥。莫非是其他世界入侵的生灵？什么？该死！这些黑气到底是什么？凌云也终于明白了，为何那些人族强者会伤亡那么大，竟然连吞天秘术都对付不了。无字天书竟然能够吞噬这种诡异的黑气，斩杀这些诡异生灵，竟然可以纯化真气，增加精神力。看来是因为无字天书和那青铜巨棺之间的联系，我才能够进入到青铜神殿，获得这场大机缘。大战依旧在继续，那些人族之强者和虚空之上的魔影大战，而凌云的状态很奇怪，像一个旁观者，因为那些至强者根本都注意不到他。这样下去，
我只需要再斩杀200多尊诡异生灵，无字天书之上的金色光芒就能够圆满。到时候就会出现第3种秘术。那是谁的眼睛？那是谁的眼睛？天书的眼睛。尔敢！区区100万年，还在妄想阻止吾的脚步吗？这种力量已经超越了人道绝巅。他竭力想要看清楚那一招的力量，但是却什么都看不到。他既然选择了你，你就要承载应有的使命，祸福无双，顺天应命。你终于醒啦，大哥哥，你都睡了3天3夜了。这是哪里？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这里当然是我们天龙镖局的驻地啦。大哥哥，你自己不记得了吗？3天前我们在一处草地上发现了你，当时你浑身都是血，好吓人啊！最后我爹爹救了你，并且给你服用了疗伤的灵药，但是没有想到你这一昏迷就是3天3夜。大哥哥，是有坏人抓你吗？是你救了我吗？真是谢谢你啊，小妹妹。我确实是遇到了坏人，还好小妹妹你这么善良，我才得以保全性命。其实不只是我啦，还有我爹爹和姐姐，是他们救了你。哦，对了，我要去告诉爹爹和姐姐你醒了，要是他们知道，肯定会很高兴的。这一次还真是捡了一条性命啊！也不知道那青铜巨棺之中的主人到底是谁。哈哈，小兄弟，你可终于醒了。老夫李云龙是天龙镖局的总镖头，这是我2个女儿。3天前我们行镖的过程中发现了小兄弟，当时你的情况十分的糟糕，如今看你的气色不错，老夫也就放心了。多谢总镖头相救，凌云感激不尽。小兄弟不必客气，大家都是江湖之人，出门在外守望相助是应该的。不知道小兄弟是何方人士，为何会遭到如此重创？啊，总镖头叫我凌云就好。这一次是前来凶兽山脉历练，没想到遇到了强大的凶兽，最终虽然死里逃生，但也遭受到了重创。既然如此，你若是不嫌弃，就跟着我们镖局如何？这一路上也算是有个照应。多谢总镖头。哈哈，好，既然如此，那小兄弟你好好养伤，我就不打扰了。你知道吗？这一次行镖，我们遇到了很多诡异的事情，路上一直不停的被各种凶兽袭击，损失了很多数帛。其实3天前爹爹想要救你的时候，我并不太愿意，因为带着你这样一个累赘，会让更多的数帛丢掉性命。但是爹爹还是救了你。续接上集，凌云意外身受重伤，被巨棺传送到一处山脉后，为了保护你，这3天又有2位叔叔死在了凶兽的手中。我很抱歉，但其实我真的不是累赘，要是遇到了危险，你们完全不用管我的。我知道这并不是你的错，可我还是很伤心。爹爹和我说，你不是一般人，你如今浑身经脉尽断，和普通人无异。我也不知道为何爹爹会如此看好你，但若是我们真的遇到了难以抵挡的危险，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救了你的份上，保住青罗的性命，拜托。看来要快点恢复修为了，只有这样才能够尽快帮他们斩杀凶兽，保护他们的安全，也算是还了他们的人情。修炼了吞天秘术的凌云，对自身的真气控制精细入微，能够清楚地把握到每一丝伤势的存在，精准无比的疗伤。3枚丹药被凌云吞入腹中，一股纯净的能量流遍全身。凌云运转吞天秘术，开始修补那些破损的经脉。1夜的时间，凌云体内破损的经脉恢复了3成。这2天的时间，凌云也算是对天龙镖局有了全面的了解。天龙镖局
原本足足有着9个天元境的镖师，都是跟着李云龙忠心耿耿的老部下，这些天折损过半，只剩下了4个人，另加20个地元境的镖师。哈哈哈！凌云，来喝酒。老吴，真是好酒。哈哈哈，那可不，我这酒可是侄女亲自酿造的女儿红，加入了各种灵药，够劲。老吴，你有没有发现不对劲？什么不对？凌云，不要想那么多了。等到明天，我们就能够离开这该死的凶兽山脉。到时候去金光城最好的万花楼，最好的清官人任你选，我老吴请客啊！老吴，你们在凶兽山脉的这半个月，总共遇到了32次凶兽袭杀，折损了5个天元境的镖师，以及20多个地元境的镖师。天龙镖局折损过半，几乎每天都要遭遇2次凶兽袭击。莫非你真的以为这是巧合吗？你是说这是有人针对我天龙镖局？这几天我观察了一下，你们镖局所走的路都避开了一些强大凶兽的巢穴，但还是会有3阶、4阶的妖兽出现，甚至还有几次出现了5阶的妖兽。这些高阶妖兽一般是很少离开巢穴的，更不要说无缘无故的攻击你们。所以这其中只怕是有什么蹊跷。我也感觉到了，这次只怕是有人要陷害我天龙镖局。你们这次押镖押的是什么镖？能不能让我看看？押镖？你是怀疑我们这一次押运的货物有问题吗？好，我去找爹爹。凌云，你是怀疑我们押运的货物有问题吗？全都在这里吧。其实我自己早就检查了，都是一些药材，并没有什么问题。你看看吧。长生宗内，自凌云步入长生后，整个长生宗的商务之风便推向了巅峰。宗主，圣子虽然不知所踪，但是圣子天纵奇才，必然不会有事。等圣子处理完事情，应该就会回来。总镖头，是谁托你押这趟镖的？你将具体情况和我说一遍。好，大概是1个月前，我从金华城押镖前往东阳城之后，东阳城最大的药材商吕秀才托我押送这一批药材前往金华城，并且付出了1万上品灵石的定金，说到了金华城之后还有9万上品灵石。我看那些药材没有什么问题，并且押金也很丰厚，就接下了这一趟镖。没想到会出这么多的事情。你干什么？这是什么？竟然是妖魂晶。妖魂晶是什么？妖魂晶是一种奇异的石头，形成的条件极其苛刻，必须是在一处有无数妖兽死亡的地方，吸收了无数妖兽的残魂，所形成的一种奇石，算是绝佳的炼器材料。但是，妖魂晶对妖兽有致命的吸引力，能够让妖兽进化。若是有妖兽感知到妖魂晶的气息，就会不顾一切的前来，想要吞噬妖魂晶。果然有人要陷害我天龙镖局，竟然将妖魂晶藏在押送灵药的箱子之中，还真是狼子野心呢。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在暗中陷害我天龙镖局，我必定和他势不两立。不好，已经有妖兽围了上来。不好，有妖兽袭击！防御！不要慌张，大家守好四周。老吴，我挡住这2尊5阶妖兽，你和其他兄弟寻找机会突围，不要白白死在这里。以后查清楚幕后黑手，再为我报仇。什么？不行！总镖头，要走一起走，我们怎么可能扔下你不管？大不了我们和这些畜生拼了！拼什么拼？就算是将这些畜生都杀了，又有什么用？你们要留着性命，以后为那些惨死的兄弟们报仇。不用多说，就这么定了。你们若是还当我是总镖头，
就听我这一回，红杉和青罗就有劳你们照顾了。是，总镖头放心，就算是我们死，我们也会保护好2位小姐的安全。爹爹，我不要走，我要和你一起。爹爹，我也不怕，我要和你一起打坏人。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凌云，等会大战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护住红杉和青罗，老夫拜谢了。总镖头放心，我会的。好，畜生们，今天老子就陪你们好好玩一场。凌云总感觉到，仿佛暗中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李他并不打算那么快就暴露自己的实力。畜生，去死！照顾好青罗。杀！凌云哥哥，那只大蜘蛛太厉害了，姐姐打不过它，怎么办？怎么办啊？青罗放心，你姐姐不会有事的。莫非我要死在这里了吗？竟然就这样死了，是谁杀了他？杀！凌云哥哥，那只丑蜘蛛死了，姐姐没事，真是太好了。青罗乖，这些丑八怪的妖兽，肯定不是你爹爹和姐姐的对手。是谁？走，我们去帮总镖头。老吴，你们竟然还没有走，快走！我瞒着这2个孽畜，你们不要管我。不对，总镖头有高人暗中相助，帮我们杀了那9尊4阶妖兽。是这样，老吴，你们拦住赤焰虎。时间差不多了，王虎，准备行动吧。是。欧腾公子，你将那颗妖石放在押运货物中，就不怕弄丢了吗？还有以您的战力，那个老东西根本不是您的对手，你又何必多此一举？木儿，放肆！这些话是你该问的吗？无妨，既然你们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们。妖石神秘莫测，就连我都不知道其用处，但只知道会吸引妖兽，吸引妖兽的疯狂暴动，放在押运货物之中，在本公子的眼皮子底下，怎么可能会丢失？至于天龙镖局，可不像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费尽心机引出妖兽攻击，可不是只想杀了天龙镖局的人。记住，你们的目标就是杀了除那对姐妹之外的所有人。只要天龙镖局一命，你威虎镖局自然可以独霸金华城。但是我也丑话放在前面，谁若是敢不听我的话，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公子放心，这一次我威虎镖局精锐尽出，一定会将天龙镖局一网打尽。咦，天龙镖局的战力果然不错，竟然连杀了1尊5阶妖兽，9尊4阶妖兽。什么？就算是你们修为再强，又如何？这样的话，我的计划就更加完美了几分。不知道你的恩人身陷重围，你会不会出手相救呢？原来在这。出手吧。是。兄弟们，跟我上，灭了天龙镖局，以后金华城就是我们威虎镖局的了。是。是。忍不住要动手了吗？既然如此，那你也可以去死了。我们赢了！那些妖兽都死了，总镖头威武！总镖头威武！到底是谁在出手相助？难道真的是他？
是谁？没想到你经历了连番大战，感知还是这么精锐。但是，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得死。王虎，竟然是你！处心积虑在押运货物之中藏入妖魂晶，引诱凶兽山脉之中的妖兽来袭击我天龙镖局。你躲在暗中伺机而动，最后趁着我们天龙镖局和妖兽两败俱伤之际，你再出手将我们一网打尽。呵呵，王虎，真是好手段啊！我天龙镖局到底和你有什么仇怨，让你非要置我于死地？原来那颗妖石叫做妖魂晶吗？嘿嘿，你猜的不错，我就是要将你天龙镖局全都灭了。10年前，我威虎镖局独霸金华城，就是你到了金华城，创办了天龙镖局，挡了我威虎镖局的财路，抢走了我们大半的生意，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所以你必须死。王虎，你只说我爹爹抢了你的生意，但是5年前你在凶兽山脉中行镖，身受重伤，若不是我爹爹救了你，你早就葬身在妖腹之中了。如今恩将仇报，要杀我爹爹，灭我天龙镖局，你还有没有良心？狼心狗肺之辈，必遭天谴！我早就发誓和你天龙镖局不共戴天，所以不用多说了，你们今天必死无疑。哼，王虎，凶兽山脉之中的妖兽都没有你这么卑鄙无耻。既然如此，多说无益，那就战吧！就算我天龙镖局今天全灭，我也要让你付出代价。没错，我们无数的兄弟被这些小人算计而死，今天要血债血偿！杀！杀！杀！真是个废物！若是一开始就出手，天龙镖局的人必死无疑，竟然能够让对方激发起战意，简直是愚蠢。不过这样也好，拖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我的计划。除了李红禅和李青罗，其他人杀无赦。凌云哥哥，怎么办？怎么办？有个大坏蛋冲过来了！青罗放心，他伤不了我们的。竟然有一个奇怪的小子！你要是敢动我妹妹，我和你谁两命！我怎么会伤害你们呢？不过这个小子就该死了。你就这么确定你能杀我？真的是他？他不是已经浑身经脉尽断了吗？怎么会这么巧？照顾好青罗，剩下的交给我。哦，好。姐姐，凌云哥哥好厉害啊！那个大坏蛋一下子就被他杀死了。你快看，他去救爹爹了。凌云如今的真气经过远古神殿的能量纯化，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能够爆发出强大的精华。我的娘们，凌云兄弟竟然这么变态！看来刚刚出手的应该就是凌云了。没想到这个小子隐藏的这么深。弟弟说的没错，他竟然真的不是普通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啊，木儿，你竟然杀了我的木儿！小畜生，我要杀了你！呀！你杀不了我，而且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儿子了。是凌云小兄弟。总镖头，刚刚和妖兽的战斗中暗中出手的人也是凌云兄弟。我们都没想到，原来凌云兄弟才是扮猪吃老虎的那个。飞虎镖局这下是要吃瘪了，真他奶奶刺激！是啊，我们都没有想到。找死！怎么可能？凌云兄弟简直就不是人！
没错，他的气血旺盛无比，竟然比宗师境的强者还要强。我看他单凭肉身之力，宗师境3重以下的强者都不是他的对手。该死，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如此变态？后藤公子到底去哪儿了？再这样下去，别说要杀了李云龙了，这小子都很难对付。小子，不要以为肉身强就可以如此狂妄。今天老夫就要告诉你，什么是宗师境的力量。鬼王降世，吞噬虚空。姐姐，凌云哥哥肯定能够打败那个坏蛋吧？会的，肯定会的。鬼王降世，吞噬虚空。哼，真是好大的口气！看看是你的鬼王吞了我，还是我吞了你的鬼王？巨大的鬼王虚影在这通天真气碰撞的瞬间，向紫巨金鬼灵虚影吞了下去。小子，就算是你杀了我，你也必死无疑。后藤公子会为我报仇的，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欧藤公子，哼，你说的是隐藏在暗中的那个人吗？他是什么来历？你不要从我这里知道任何消息，你根本不会知道你招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不但你要死，你的父母亲人全都要死，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就在这时，大地颤抖，天穹震荡，远处的天地之间笼罩着一阵巨大的风霜。该死，竟然是混世魔猿！他怎么会来这里？竟然是血魂化妖阵！该死！那是什么？莫非是传说之中的妖王吗？天哪，上百丈高的妖兽，那是一座巨猿！快走啊！他要来的方向就是我们这里！快走！快走！费尽心机引来混世魔猿，布下血魂化妖阵，甚至还让威虎镖局当了炮灰。这幕后黑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王虎口中的那个欧藤公子吗？完了，他发现我们了！不对，那个幕后黑手煞费苦心，不可能是让混世魔猿来杀人，必定还有其他的图谋。也是那图谋，就是生机所在。孽畜，尔敢！天人境的强者，孽畜，若不退下，今天就将你斩了！姐姐，天上那个神女姐姐，好像是我们进入凶兽山脉时遇到的那个姐姐。进入凶兽山脉时遇到的那个姐姐，好像真的有点像。哦，你们之前遇到过她，是怎么遇到的？我们1个月前进入凶兽山脉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身穿白衣的姐姐，她和我们同行走过了一段路，对青洛和我很好，曾说过要将我们引入一个叫广寒宫的门派，但是后来那个姐姐好像有事，就提前离开了，只是说还会再来找我们。广寒宫和日月星神宗、圣兽宗一样的武道圣地，门中都是女子，收徒很严格，也很神秘。广寒宫吗？原来是这样，真是越来越有意思。孽畜，放肆！走，我们离开这里。大家加把劲，还有几十公里，我们就可以离开凶兽山脉了。等到回了金华城，我们就彻底安全了。总镖头，我就不和你们一起走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办。什么？你要离开？凌云，这凶兽山脉之中危机重重，你留在这里必定很危险，不如先和我们回金华城，再做打算。是啊，凌云，你留在这里太危险了。我猜你是想要去寻找那个真正的幕后黑手吧？但是他能够布下如此大局，必定不是一般人。就是啊，凌云兄弟，你看红婵丫头都舍不得你走，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我们怎么能让你去送死啊？你们放心，我不会去招惹那头妖兽和白衣女子的，也不会去找幕后黑手。我是真有事情要办，而且很安全。等我办完事，就去金华城找你们。你注意安全。既然如此，凌云，你可要小心啊！凌云哥哥，青罗等你回来教我练武，去帮你打坏蛋。多谢各位关心，我们后会有期。凌云之所以说有其他事，也是不想让李云龙等人担心。幕后黑手布下如此惊天大局，引动了2大天人之战，他倒要看看那幕后黑手到底是谁。那个女子好像受伤了。竟然是无极更新剑气！金属性的混世魔元，而且还觉醒了无极更新剑气，体内的妖丹乃是顶级的金属性灵种。若是能够被我炼化，我的吞天神种必定能够达到大圆满的层次。可惜呀，紫霄降世，神剑永恒，竟然是紫霄神剑诀。莫非广寒宫是月寒创建的宗门吗？凌云前世有位真传弟子名叫做骆月寒。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施展紫霄神剑诀，就算是会付出一些代价，但也不至于伤到这种程度。莫非他之前就受了伤吗？宗师境9重，属下欧腾玉拜见女皇陛下。欧腾玉，欧腾公子。哼，这个欧腾玉，莫非就是王虎口中的欧腾公子吗？那个真正的幕后黑手。女皇陛下，属下得罪了。欧腾玉，你想干什么？女皇陛下恕罪，属下只是想给您服用疗伤灵丹，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我不是已经让你们回国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启禀女皇陛下，我们确实已经回国了，但是回国的途中，我得知了一个惊天大消息，所以前来禀报陛下。陛下，你没事吧？真没事。你起来吧。什么惊天大消息？你说。女皇陛下，我得到消息，南诏王勾结朝中大臣，阴谋造反，1月内连下81城，就快要打到玄都城了。南诏王造反，真是该死！属下在凶兽山脉之中寻找陛下，无意中看到了陛下和混世魔猿的大战，因此才找到了这里。陛下还需尽快赶回玄都城。陛下，这是属下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颗造化丹，希望陛下能够尽快恢复伤势，杀回玄都城。你竟然有生生造化丹这种绝品宝丹，倒也是难得了。你忠心可嘉，不过朕自有疗伤灵丹，你退下吧，朕要开始疗伤了。欧腾玉，你还不退下？这股妖香并不是造化丹，欧腾玉大胆！女皇陛下，你是不是感觉到浑身酸软无力？这欧腾玉真正的目标竟然是太玄古国的女皇，果然是好胆色，够无耻。欧腾玉，朕待你不薄，你竟然下毒暗害于朕！欧腾玉，你该死！女皇陛下，你放心，等一会儿我一定会好好疼害你的。欧腾玉，你该死！欧腾玉，你若敢帮朕，朕必处你9族！女皇陛下，让我来好好疼害你。欧腾玉，你该死！这个女人真够狠的。
贱人，竟然废了我的手臂！可惜啊！你竟然废了我的手臂！我要将你玩弄10000遍！然后把你卖到最下贱的青楼之中，每天被100个壮汉玩弄！朕说你该死，你就必死无疑。暗中那个小子还不出来替朕杀了他！不愧是太玄古国的女皇，这个女人真够狠的，如今又想炸我替你挡刀子。小子，朕没有炸你，朕知道你躲在竹林正北92丈的地方，帮朕杀了欧唐玉，朕封你为太玄古国1字并肩王。什么？暗中还有人？贱人，根本没有人！你还想炸我？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哎呀，原本我还想要看一场好戏，但你这家伙竟然看不起我，我也只能出来陪你演一场英雄救美的狗血剧。区区地元境9重的修为，也敢来学别人英雄救美？小子，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是朕对不住你了。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什么人？小子，若是你乖乖退走，我可以饶你一命；否则的话，你今天必死无疑。你一个废人还真是好大的口气啊！我今天英雄救美还救定了，有什么手段都使出来，我接着就是了。不知死活！哼，小子，不要以为能接下我一掌就可以嚣张。既然你找死，那我成全你。魔王杀生刀，绝掌！罗汉降世，开山伏魔。这武学竟然隐隐刻着我的武学，一定要速战速决。天幻斩！小子，我记住你了，下次再见就是你的死期。没有下次的机会。真是好险！若不是他丢了一臂，身受重伤，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魔王杀生刀，第3招是杀生斩啊！一刀斩出，斩尽苍生，竟然是幽冥门的武学。不知道那个白衣女子，太玄古国的女皇怎么样了？这是，她是那个白衣女子。幸好你遇到了我。此毒名叫观音解衣散，异常霸道无比，但凌云的通天真气依旧可以将其炼化。天人境9重，冲击王侯境失败，丹田气海被神秘力量侵蚀，身受重伤吗？竟然是先天子气！这个白衣女子到底在什么地方突破的？天人境就敢吸收先天子气，幸好是你命大，否则就不是突破失败那么简单了，恐怕是直接被先天子气撑爆，死无全尸的下场。幸好你遇到了我，有先天子气封锁气海，你此生想要突破王侯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好人做到底，连先天子气也帮你一并解决了吧。好，只要将这些先天子气炼化，我的修为必定可以突破到天元境。正当凌云想一鼓作气炼化子气，识海中的无字天书一颤，先天子气瞬间就被无字天书一口吞了下去。凌云气得想要骂人，但看到上面的金光已经达到了9成，郁闷略微消失了一些。你真的杀了欧腾玉？
当然是真的，我斩过大地，屠过真龙，横推八荒无敌手，独尊万古第一人，杀一个欧腾玉易如反掌。我好看吗？女皇陛下风华绝代，自然是极为好看。你是什么人？为何会跟踪我到这里来？我叫凌云，是太荒古国的人。这一次原本是打算穿过凶兽山脉前往王都，路上碰到了天龙镖局的人。欧腾玉原来早就包藏祸心，竟然利用李云龙父女，布下杀局来对付我。幸好没事，否则的话，朕就算是诛他9族都不解恨。哦，女皇陛下看起来很重视李云龙和他的2个女子。他们是我的一个故人之后，流落在太荒古国。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去寻找他们。原来是这样。女皇陛下，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我的？你的脸息数确实不凡，天人境强者确实发现不了你。但是我的血脉有些特殊，所以发现了你。血脉特殊？莫非是天机血脉？你竟然知道天机血脉？你是什么人？哈哈，我也是猜测。我曾听说你是广寒宫的人，而广寒宫乃是万年前昊天神帝的弟子落月寒所传。我曾经看过一本古籍，上面记载了落月寒的一些事迹，他就拥有天机血脉，能够洞察天机，直至武道本源，资质超绝。你说你有特殊血脉，所以我就立刻联想到了天机血脉。莫非你是落月寒的后人？你倒还真是博闻强记。落月寒确实是我的先祖，你不用一口一个女皇陛下，我有名字，落鸦炫。你既然拥有天机血脉，竟然察觉不到欧腾玉不怀好意，莫非你这天机血脉是次品？我的天机血脉不是次品，是我之前突破的时候出了一些变故，导致天机血脉被蒙蔽，所以才……我的气海竟然好了。我帮你解毒的时候，顺便把你的气海也治好了，怎么样？你是不是很感动，想要以身相许？许你个大头鬼啊！这是我从欧腾玉的身上发现的，你看看。幽冥门，哼，没想到这群藏头露尾的东西，竟然盯上了我太玄古国。若是朕猜的不错，恐怕南诏王就是幽冥门的妻子。幽冥门想要图谋太玄古国，恐怕不止欧腾玉一个妻子。这次敢对你动手，只怕是有了充足的准备。不错，南诏王也是幽冥门的妻子，就是不知他暗中还有多少人。看来我必须要尽快回国了。你体内的先天子气已经被我解决了，应该要不了几天，你就能彻底恢复修为。而且经此一劫，你突破王侯境的几率也增大了许多。以紫霄神剑诀突破，你成就王侯境后，也会比一般的王侯强大许多。只是我不明白，你能修炼紫霄神剑诀，应该是广寒宫的高层，怎么又成了太玄古国的女皇？我是广寒宫的当代神女，同时我也曾是太玄古国的长公主。父皇辞世之后，并没有将皇位传给我的几个兄弟，而是传给了我。那先天子气，就连我广寒宫的几位太上长老都无计可施。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不是和你说了吗？我横扫八荒，独尊万古，斩过大地，屠过真龙，区区先天子气又算得了什么？不过，你突破修为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为何会沾染上了先天子气？又在吹牛。我是在我广寒宫的一处禁地突破的时候，不知为何被先天子气侵入，才导致我功败垂成，受了重伤。这一次，我也是得知凶手山脉中有9天化灵草的存在，准备来此寻找这9天化灵草，解决身上的伤势。但是9天化灵草没有找到，却遇到了这么多事。广寒宫的禁地吗？9天化灵草？你说这凶兽山脉之中有9天化灵草，那可是灵药之王。如今看来
九天化灵草的消息，只怕也是他们故意放出来，将我引到凶兽山脉来的。不过九天化灵草的消息应该是真的，这是引气石，其中封存着一丝九天化灵草的气息，我如今也用不到了，就送给你吧，或许你能找到。引气石吗？确实是九天化灵草的气息，有了引气石，找起来也容易许多。谢谢，我要疗伤了。山谷之中，虚空中有闷雷炸响，天地间风云变色，方圆千里的灵气都滚滚舞来。一股强大无匹的剑气从山谷中冲霄而上，在天穹之上化成一柄巨大的紫色光剑。竟然领悟了紫霄神剑的毁灭真意，真是好恐怖的悟性！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将紫霄神剑诀修炼到大成之境了。是混世魔猿，这女人还真是睚眦必报啊！才恢复修为，就迫不及待的去找混世魔猿报仇了。这么快就解决了战斗？你要走了？不错，幽冥门发动，太玄古国此刻很危险，我必须要回去了。你……我没事儿，从这里往北走100里就能出凶兽山脉了，你不用担心我。嘿嘿。谁担心你了，臭妹？这尊混世魔猿，就当我临别时送你的礼物吧。还有这个，你也收好。若是有时间来玄都城，可以直接来找我。你不会真的封我当什么一字并肩王了吧？若真是这样，我可承受不起啊！你猜？好了，我们后会有期。混世魔猿的妖丹，哼，这下我可是发达了。给我过来吧！就在这时，远处传来的强大的吼声，大地震动，仿佛有无数的妖兽朝着这里而来。随后，凌云找了个山洞，开始突破天元境。还没有突破，就有心魔入侵了吗？不愧是太古人，这个妖丹之中的金属性能量果然精准。给我炼化！吞天噬地，返本归元，混沌神种，皆入我身。此刻，凌云闭关的那座山谷上空，风起云涌，锐气蒸腾，显化出一条巨大的金色真龙，同时还有一尊金虎跃出，和真龙交缠在一起。龙虎真形显化，这可是传说之中拥有大地之象的绝世天才突破到天元境才有的异象，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贺长老，我看这万丈龙虎真形，只怕是哪位闭关的前辈弄出来的恶作剧吧？世上怎么可能会有人突破到天元境的时候显化出万丈龙虎真形呢？没错，蛇师兄在突破天元境的时候显化了100丈龙虎虚影，就已经被誉为妖孽之子。整个宗门中比蛇师兄天赋强的也没有几个人，这荒山野岭怎么可能有这么恐怖的人？我也不相信。你们说的不错，或许真的是某位前辈的手段。无痕的资质确实极强，如此年龄就达到了宗师境，放眼整个八荒大陆，也属于少年天骄一类的人物。太荒古国的王都算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希望能够在那里查到一些线索。贺长老过奖了。好了，大家打起精神，这一次你们去太荒古国的王都，也可以见识一下太荒古国的天才，和他们切磋历练，对你们很有好处。龙虎真形现，长生圣境出，看来这八荒大陆又要大乱了。不过这一次的突破，动静也太大了点儿，有妖兽，也有人类强者，这凶兽山脉之中还真是藏龙卧虎。终于可以修炼吞星日月7级神功了，从此
我也能多了一种至强的攻法手段——吞星日夜七阶神功战天诀。这是凌云前世巅峰时期所创，总共7式，以吞天秘术为根本，屠神诛魔，横扫天下。以我如今的力量，就算是施展出4项战天诀，恐怕一击之后就再无战力了。但有了祖龙秘术，我的肉身之力一点都不会比真气的攻击弱。那就是金华城吗？还是去金华城看看他们吧。天龙镖局的位置在哪儿？看来天龙镖局出事了。天龙镖局的位置在哪儿？出什么事情了？他妈找死！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啊！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大侠有所不知，几天前天龙镖局的总镖头李云龙行镖归来，宣布威虎镖局的总镖头死在了凶兽山脉，随后一举成为了金华城最大的势力。前天王虎在外修炼的弟弟王瑶归来，并且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年轻宗师，直接杀上了天龙镖局。李云龙被王瑶带来的年轻宗师一招打成了重伤，重新聚拢了威虎镖局的人，同时给了天龙镖局3天的时间，让天龙镖局的李云龙总镖头自裁，并且将李厚禅和李青罗送给他那个年轻的宗师，否则就让天龙镖局满门被灭，鸡犬不留。年轻宗师吗？哼，莫非是哪个武道圣地的弟子吗？我倒要看看，谁敢出此狂言，要让天龙镖局鸡犬不留。什么人？我是总镖头的朋友，我叫凌云，你去通报一声就清楚了。你等着。凌云老弟，真的是你？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天龙镖局有救了。凌云兄弟，里面请。吴老哥，你受伤了，是谁伤了你？还能有谁？凌少，自然是威虎镖局那群狗崽子了，还请凌少救一救我天龙镖局啊！这些天我们死了很多兄弟。凌少，我们死了没什么，但是总镖头和2位小姐千万不能落入那些畜生的手中啊！你们都起来吧，这件事我会管到底。啊，这我体内的一种真气被化解了。带我去见总镖头。好，凌云兄弟，随我来。爹爹，你没事吧？让我来吧。凌云，是你，真的是你，爹爹，爹爹他。放心吧，一切有我。能救。你们都先出去，我先为总镖头疗伤。凌云兄弟，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你不用安慰我，我死不足惜。但我只求你以后能够照顾一下红尘和青罗。总镖头，我刚才的话并不是安慰他们，我说的是真的。你的伤势能救。李云龙的体内虽然很糟糕，但是对于凌云来说并不算太过困难。就这样，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2个时辰之后，凌云手中光芒一阵，周身金色的真气波动开始缓缓平息。这怎么可能？我的心脉明明已经被一种真气侵入了。众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幸不辱命。我就知道凌云兄弟肯定能治好总镖头的伤。凌云兄弟，你救了总镖头，就是我老吴的恩人，请受我一拜。凌少，你以后就是我老张的恩人，也是我老张一拜。凌少，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了。啊，老吴，你们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总镖头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救他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凌云，谢谢你。诸位放心，只要有我在，天龙镖局不会出事的。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口出狂言，要灭天龙镖局满门。大家今天养精蓄锐，明天还有一场好戏要看。有凌云在，威虎镖局的混蛋必死无疑。
是谁？林公子，我看你身上的衣服有些旧了，拿了一套换洗的衣服来送给你。多谢红婵姑娘的好意。林公子，明天威虎镖局的人就要来了。我原本以为，或许天龙镖局真的要完了，但不知为何，我始终相信你一定会来。你果然来了，治好了爹爹的伤，给整个天龙镖局带来了希望。但是，那个年轻的宗师太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诡异、那么强大的人。仅仅是一招，就重伤了我爹爹。但我也不知道你能否击败他。我会赢。在凶兽山脉中，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是你暗中出手，斩杀了强大的妖兽，救下了天龙镖局的所有人。而如今，你又江夫险境，再一次出手相助。你对我们的恩情，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够报答。红婵姑娘，你不必如此。我愿意出手相助，除了是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外，也是因为喜欢天龙镖局。而且说起来，这麻烦也是我惹起来的，理应由我解决。你快把衣服穿起来吧。林公子，莫非你是嫌弃红婵下贱吗？红婵也没有办法报答林公子的大恩，所以只能出此下策。娇躯入怀，柔软而滑腻，纤细的玉臂环绕着凌云的脖颈，这种诱惑让小凌云瞬间就支棱了起来。红婵姑娘，你这么漂亮的美人送上门来，恐怕不会有任何男人不动心，我自然也一样。但我若是趁人之危，和那觊觎你的年轻宗师又有什么区别？红婵姑娘，你真的不必如此，你真的不用报答什么。救命之恩比天大，我无论做什么都算不了什么。林公子，谢谢你。凌云兄弟，护卫武馆的人把天龙镖局包围了起来，和那个年轻的宗师都已经来了。都来了吗？很好，这样一来也不用我去找他们了，让他们都留下来吧。林少说的对，今天就让那群狗杂碎血债血偿。血债血偿！你考虑好了没有？若是将那对如花似玉的女儿送给蛇少，并且你跪下来自裁，天龙镖局还能保得住；否则的话，就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做梦！王瑶，没想到你几年不见，别的没有学会，倒是学会了给别人当狗。今天就算是我天龙镖局全部战死，也要让你们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千山破！我要用我的狗命救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就凭你！啊！怎么可能？李云龙不是身受重伤了吗？为何还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受死吧！哼，敢在我面前杀人，找死！快救总镖头！什么人？杀你的人。哼，杀我？小子，你还真是不知死活呀！区区天元境的蝼蚁，也敢口出狂言。凌云，你小心一点，他很强，我甚至怀疑他是那些武道圣地的人。你是圣兽宗的人？小子，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圣兽宗的人？所有知道我身份的人都得死。蛇少，真的不是我呀，我怎么敢透露你的身份呢？愚蠢！哼，圣兽宗的弟子又如何？
敢惹到我的头上，也必须要死。若是圣兽宗都是你这等恃强凌弱、强抢民女的败类，这圣兽宗也不用存在了。找死！哼，小子，以金冠城口舌之力，凌云，这天蛇拳十分阴冷毒辣，你务必要小心。开山伏魔，镇杀！凌云兄弟这么简单就破了天蛇拳？怎么可能？开山伏魔拳乃是我圣兽宗的绝世武学，只有真传弟子才能够修炼。你到底是什么人？圣兽宗的武学？这开山伏魔拳乃是长生宗的武学，什么时候成了圣兽宗的了？圣兽宗不过是一群强盗罢了。你是长生宗的人？不可能，长生宗如今衰败无比，中大猫小猫两三只，开山伏魔拳早就失传了，你根本不可能是长生宗的弟子，非你是日月星神宗的弟子。你受死吧！小畜生，这是你逼我的，竟然是上品宝器。宝器对于修为的加成十分恐怖，一般只有宗师境甚至是天人境的强者才能够发挥出宝器的威力。能够死在天蛇剑之下，是你的福气。无量光，无量暗。日月星神宗的无量光暗剑，你真的是日月星神宗的人？不可能，不可能！日月星神宗怎会有如此妖孽的人？日月星神宗的无量光暗剑，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哥哥乃是真传弟子蛇无邪，拥有天蛇血脉。你要敢杀我，他一定会让你所无葬身之地的。真传弟子蛇无邪，哼，那又如何？难不成他还真的敢杀到我日月星神宗去？凌云兄弟，真的是日月星神宗的弟子？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为何会出现在金华城？我叫蛇无痕，是圣兽宗的内门弟子。2个月前，圣兽宗的天狼长老命牌碎裂，震惊了圣兽宗。掌教派了2位大护法长老前来调查天狼长老的死因。随后蛇无痕便将为何要李红婵姐妹的原因跟圣兽宗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彩英不要！这个畜生真是该死！我什么都说了，我也没有对他们怎么着。这位少侠，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是不是在想，只要我放了你，你就会找你的哥哥将我们所有人都杀死？怎么会？只要少侠放了我，我立刻就滚回圣兽宗，闭门思过，从此再也不来大荒古国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凌云，千万不能放过他呀！这个畜生不死，我们所有人都会有大难。总镖头，这种畜生怎么能脏了你的手？还是交给我吧。你们给我等着！我哥哥不会放过你们的。凌云，谢谢你。总镖头客气了。说起来，这麻烦还是我惹出来的。你们放心，蛇无痕死了，圣兽宗的麻烦我一定替你们解决了。凌云兄弟，这是哪里话？若不是你杀了王虎，我们在凶兽山脉中可能就已经死了。我们屡受大恩，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够报答，请受我一拜。还有我，凌云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
诸位快快请起。恭喜总镖头了。李云龙露出了一丝明目之色，竟然有了想要突破的迹象。这还是多亏了凌云你，今天我要和你不醉不归。到了金华城，我们还没有好好招待过你。你真的是日月星神宗的弟子吗？我和日月星神宗确实有些关系。哈哈哈！凌云，来喝酒。当天晚上，凌云便与李云龙、老吴、老张喝得不醉不归。总镖头，红长姑娘，凌云还有要事在身，恐怕不能在金华城久留了。什么？你这就要走？凌云，何不在金华城多留几天，也好让我一尽地主之谊。凌云哥哥，你不要走好不好？青罗舍不得你。总镖头，凌云确实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不过以后有机会，我会来金华城看大家的。青罗乖啊，以后凌云哥哥呀会经常来看你的。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留你了。以后只要你一句话，千山万水，纵使刀山火海，我们也义不容辞。没错，凌云兄弟，下次老吴我一定要把你喝倒。总镖头，这2本武学就当是我的临别礼物。玉瓶中的2颗灵丹，赠与红长姑娘和青罗。诸位，我们后会有期。红尘，凌云公子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是天空中的雄鹰，是怒海中的蛟龙，他的征程是星辰大海，除了武道之巅，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将他留下来。你还是忘了他吧。爹爹，我知道。天云剑诀和流星飞鹤拳竟然全都是地级绝品武学，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化龙丹？看来我们欠凌云公子的恩情是无论如何都还不完了。能够轻易拿出2本地级绝品武学，还有失传的化龙丹，凌云公子就算是在日月星神宗之中也十分尊贵。这是他留给我和青罗的礼物。千里之外，冰银雪地，开阔而荒芜。漫天的雪花之中，凌云一人沿着王都道路前行，却感觉到了淡淡的杀机。冰银雪地，凌云与山贼袭杀。愚蠢！为调查圣兽宗的人，凌云来到王都城之内，但在此之前，他需要买一些灵药。贵客是第一次来我们灵药阁吧？不知道贵客需要什么？我们这里各种玄灵丹药应有尽有，而且质量绝对有保障。应有尽有，好吧，我需要9龙藤、5阶妖兽精血、无银花、阴阳草。去将你们这里最强的炼药师请出来吧，他肯定知道。好大的口气！你报出来的灵药连我都没有听说过，莫非你是来捣乱的不成？敢在灵药阁捣乱，你的胆子还真不小。柳小姐，你来啦！凌云的精神力展开，感知灵药阁背后有个人正在炼药，炼的还不是一般的。你没有听说过，不代表就没有这些灵药。让后面正在炼药的那个老家伙出来吧，若是他也认不出来，你们这灵药阁的招牌也可以摘了。哼，好猖狂的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虽说这世间有很多灵药我不知道，但不代表你就能知道。我看你一定是其他药店的奸细，存心来捣乱的。坐井观天。你说谁坐井观天？看来今天不给你小子一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姑奶奶的厉害。要炸炉了！要炸炉了！要炸！
是哪个小子说的要炸炉了？给我出来！古岩大师，师尊，就是这个小子。莫非是他刚刚叫喊声打扰了师尊炼药？我这就宰了他，免老人家出气。且慢，你刚才是在炼制剑心圣丹吧？你真的知道剑心圣丹？剑心圣丹乃是上古时期的一种宝丹，传自万年之前的药帝，乃是一种偏门的宝丹。剑心圣丹对于一般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用，但是对于修炼剑道的人却有着很神妙的作用，能够洗炼剑心，提升精神力，以剑心应天心，感悟天人合一之境。若是我没猜错的话，你曾是一名纯粹的剑修，但却在和人的争斗之中受挫，以致剑心受损，始终无法天人合一，踏入天人境。是你想要得到剑心圣丹吧？确实是我需要剑心圣丹。20年前，我突破到宗师境9重的时候，自以为剑道无双，勇猛精进，是见天下英雄，却被一人击败，破去剑心，以致蹉跎岁月，无法突破。而我这20年钻研丹道，翻遍古籍，终于找到了剑心圣丹，可以洗炼剑心，助我重新突破。但我得到的只是一张残方，其中更有几味灵药缺失。我和古岩大师试了上百次，全部失败了。剑心圣丹，你能炼制出来？可以。真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替你炼制剑心圣丹？只要你能够帮我炼制剑心圣丹，无论是灵石还是其他宝物，都不是问题。你以为我会缺这些资源吗？那需要什么？只要你说出来，我就算翻遍整个太荒古国，也要给您找到。我的条件很简单，我帮你炼制剑心圣丹，并且助你突破到天人境。你要加入长生宗10年，作为长生宗的护道长老。10年之后是走是留，全随你便，如何？长生宗，好，我答应了。凌云嘿嘿一笑，长生宗的护宗长老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凌云在莫一夕出现就看出他拥有罕见的天剑血脉，于是萌发了收服之意。既然如此，那我这就开炉，为长老炼制剑心圣丹，将你们收集的所有灵药都拿出来。灵药足够了。竟然以体内的真火炼丹，老家伙，就算是你现在想要以体内的真火炼丹，也很难做到吧？这是五龙离火。五龙离火控火法可增加5成的承担力。下面才是最关键的时刻。剑者，锋芒也；剑者，宁折不弯；剑心者，宁可直中取，不可取中求。剑心破苍穹，斩寰宇，灭八荒，这才是剑心圣丹的道。这就是剑心圣丹。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就错了呀！剑心圣丹乃是以丹道入剑道，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颗灵丹，所以剑心圣丹所用的灵药都是蕴藏着庚金属性。这么多的庚金之力交织在一起，我们不应该想办法将其融合在一起，而是应该让这种锋芒变得更加纯粹。剑者宁直不弯，锋芒毕露。剑心圣丹之所以能够洗炼心境，就是因为这种宁直不屈的剑意锋芒。没想到你在丹道上竟有如此悟性。今日听大师一番话，胜我10年苦修，还请大师收我为徒弟，我愿鞍前马后伺候大师。我不是什么大师，我叫凌云，是长生宗的圣子，想做我的弟子，还是算了吧。凌少，你若是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古言悟性不凡，也有着一颗向往丹道的狂热之心。这样的人在丹道一途必定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来。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你做个记名弟子，以后能不能转正，就看你的造化了。多谢师尊，多谢师尊。起来吧，你的眼光不错。剑者，锋芒也。剑心之道，宁折不弯。所谓剑心，宁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原来我一直以来的路都是错了。我曾以为是我剑心受损，才导致我无法突破到天人境。但是剑心是什么？剑心其实就是我自己啊！寄情于美酒丹道，又如何能极寄情于剑？能够打败我自己的只有我自己，而不是区区一颗丹药。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三绝老人，我是天剑莫离兮。多谢凌少点化。凌少，这颗剑心圣丹我就不要了。3天之内，我必定天人合一，破入天人境。不，你需要它。你能够想清楚，确实很了不得。但是这颗剑心圣丹能够让你得到难以想象的好处。收下吧，我期待你出关后的风采。莫长老，这颗剑心圣丹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他觉醒天剑血脉。想到天剑血脉，凌云的心中也是十分期待。难以想象的好处吗？是，圣子。圣子，这是我墨家的太白令。圣子在王都城若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去太白酒楼找墨家的人，他们必定会鼎力相助。等我出关后，就去找圣子。好。这部炼魂诀你拿着，好好修炼。希望你能够超过太荒古国的纯阳真人和国师。炼魂诀，竟然是修炼精神力的秘法！多谢师尊，多谢师尊。师尊，您丹方上的这些材料，这里有一部分，但是阴阳灵种太过珍贵，在王都城也没有找到几种。不过听说过几天的太荒拍卖行会有一种阴阳灵种拍卖，到时候师尊可以去看看，我一定替师尊抢下来。很好，办得不错。阴阳灵种啊，到时候我亲自去看看。凌云离开了灵药阁，一边沿着街道向前走，一边思索。从蛇无痕那里得知，圣兽宗的人已经到了王都城。凌云在房顶之上纵跃，像是狸猫一般轻盈，朝着圣兽宗所在的驿馆飞去。凌云的精神力展开，感觉到了正北方向的一处院落中传出一股如渊似海的气息，远超宗师境的强者。在那里。哼，圣兽宗的护法长老鹤鸣，天人境强者吗？也不知道蛇无痕死的消息有没有传回来。若是传回来的话，我就必须要尽快动手了。蛇师兄，无痕师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无痕就是太贪玩了一点。不过应该也派人去看一看。徐乐，明天你派2个弟子去金华城走一趟吧，将无痕带回来。那青年应该就是蛇无邪了。是，蛇师兄。蛇师兄，我们一路而来都没有发现天狼长老的踪迹，会不会天狼长老死的地方并不在太荒古国？贺长老已经有些眉目了，你们这段时间抓紧探听，看看能不能从王都城找到一些线索。凶兽山脉的那件事情，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开启了。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探听到长老的死因。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杀我圣兽宗的长老？哼，蛇师兄放心，王都城的所谓天才都是废物，就连那所谓的王都五公子，和蛇师兄比起来，也是萤虫之于皓月，难以相提并论。我们已经决定找机会去挑战王都五公子，狠狠杀杀他们的威风。不可掉以轻心。据说这一次小公主韩熙瑶也回来了，而且和她一起的
乃是一位日月星神宗的贵人，广寒宫的人、幽冥门的人都出现在太荒古国。看起来他们是发现了什么动静，不过那件东西是我圣兽宗的，谁也不能染指。哦，圣兽宗这一次前来王都城，不只是因为要查探长老的死因吗？必须要通知李云龙他们先离开净化城了，而且绝对不能让圣兽宗的弟子去净化城。于师兄，我们干嘛这么着急去找净华城？无痕师兄说不定正玩得尽兴，我们这样恐怕是吃力不讨好啊。王师弟慎言，如今王都城是一个是非之地，而且有风暴渐起的迹象，不能由着无痕师弟的性子。若是他出了什么意外，你想想蛇师兄的手段吧。可是无痕师兄已经是宗师境的修为了，在一个小小的金花城，应该不会出什么危险吧？话虽如此，但还是不能让他胡闹。这里距离金花城不过千里之遥，我们要不了2天就能赶回来了。抓紧赶路吧。什么人？送你们上路的人。大胆！阁下何人？我们自问和阁下好像没有什么恩怨。恩怨可是大了去了，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但是你们已经没有必要知道了。找死！你不是地元境的修为，给我滚！迷魂术。你到底是什么人？因为蛇无痕死在了我的手中。可惜啊，只怕他们2个的地位还是太低了点，并不知道圣兽宗这一次的真正目的。回到王都城之后，古岩派来的人从金华城赶了回来，并且向凌云回禀了金华城的情况。李云龙父女都已经离开金华城了吗？莫非是洛雅轩将他们带走的？吴邪，消息准确吗？错不了。前2天派了于浪和王师弟前往金华城，准备将蛇无痕接回来，但没想到2人一去不还。我又派了2个圣兽宗的弟子前往，结果在金华城之中找到了2个威虎镖局的漏网之鱼，无痕是死在了一个叫凌云的手中。如今太荒古国王都局势混杂，要想了解更多的消息，唯有太白酒楼吗？墨家的产业。客官里面请。客官，我们太白酒楼乃是王都城第1酒楼，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应有尽有，还有很多珍贵的妖兽制作的佳肴，包客官您满意。我想上2楼。2楼？这位公子，2楼一般都是王都城中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够上去，都是太白酒楼的熟客，一般人上不去。公子你们太白酒楼还真是好大的规矩啊。这个可以吗？原来是二爷的贵客，是小的有眼无珠。公子跟我来，有了这个，公子当然可以上2楼。你们知道吗？据说小公主韩熙瑶今天从日月星神宗回来了，听说还带回来了一位贵人，好像是叫月神。陈公子，2楼的贵客都已经满座了，要不您稍微等一等？没有眼力见的混账，你敢让我等？信不信我拆了你们的太白酒楼？我要那个位子，你告诉他，让他滚，酒菜我全包了。陈公子，那位公子也是一位贵客，不如我帮您换一间雅间如何？不，我就要那个位子。小子，把你的位子让出来，这酒菜算我的，你滚吧。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让我把位子让给你？你很好。哼，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骂我。小子，你够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你跪下来磕满100个头，然后自己滚下去，我可以饶你一命。否则的话，我也给你2个选择，要么磕满100个头自己滚下去，
要么被我打断四肢，从这里扔下去。哼，很好，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很好奇，你一个区区地元境3重的小子，哪里来的底气敢这么和我说话？小子，下一次语气放亮点。啊，寒冰真气，你到底是什么人？以后嚣张的时候眼睛放亮一点，不是什么人都是你能惹的。哼，好小子，算我看走了眼，敢不敢留下你的名字？凌云。小子，须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虽然不是你对手，但王都城比你强的比比皆是。今天的事情我记下了，以后必有重报。我看你还是不老实啊！小子，你敢对我出手，我哥哥陈道峰必定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哥哥陈道峰吗？我倒真的很想和他一战，不过现在看来你选择的不是自己滚出去。既然如此，那我送你一场。小子，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林公子，您以后可要小心点。那个陈二少在王都城可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您今天折了他的颜面，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无妨。今日太白酒楼竟然这么热闹，原来是贺长老驾临，我等有事远迎，还望贺长老不要怪罪。3日前，我圣寿宗的一位弟子死在了金华城之中，想请诸位做个见证，帮我将凶手找出来。你就是凌云，3天前你在金华城杀的那个人，名叫蛇无痕，乃是我的弟弟。今天我要让你为我弟弟偿命。他是蛇无邪，听说他是圣寿宗的真传弟子，圣寿7子之一，天赋绝伦，没想到竟然有如此恐怖的修为。凌云竟然敢杀他的弟弟，莫非他真的不怕死吗？这下凌云死定了。蛇无痕是什么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就算你们是武道圣地圣寿宗的人，也不能随意给别人强加罪名吧？凌云，我就知道你会抵赖。哼，将人带上来。凌少，是我对不起你啊！你救了我们整个天龙镖局，是我们所有人的大恩人。我老张就算是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打定了主意，就算是死，也不会出卖您。可是凌少，他们拿我90多岁的老母亲，还有我刚满3岁的儿子威胁我呀！若是我不出来指认您，他们就杀了我的全家。凌少，是我老张对不起您啊！少废话，你将3天前发生的事情给我原原本本的说一遍。只要你说出来，我保证不动你家人一根汗毛。否则的话，你知道后果。老张，你说吧，我不会怪你的。放了老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你现在知道痛苦了，当初你杀我弟弟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会有今天。说是你想救他，就给我跪下来磕头，否则的话，他必死无疑。不要啊，凌少，是我对不起您，是我该死啊！蛇无邪，我必杀你！凌少，是我对不起您，你可千万不能给这个畜生下跪啊！我老张对不起您，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您的大恩大德。蛇无邪，我要让你死！天元境1重和宗师境6重的强者旗鼓相当，天哪，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莫非我是在做梦不成？凌云怎么可能这么强？那可是蛇无邪啊，圣兽七子之一的蛇无邪，圣兽宗的绝世天才。凌云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战力？原来他真的有底气啊！原来是我们错了，这种天赋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非少年王者要崛起了吗？灵蛇王权，逆天噬日，金刚降世，伏魔神拳。一条小蛇也敢逞威，杀！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变态的？啊！凌云他怎么会这么强？连蛇师兄都不是他的对手。凌云到底是什么人？我儿一定要将他擒下来，狠狠拷问他身上的秘密。你受死吧！都要看看你如何接下我的蛇之真功，受死吧！灵蛇真功吗？那就看看是你的灵蛇真功强，还是我的四象战黑诀厉害吧！怎么，小的输了，老的也终于准备不要脸了吗？小畜生，没想到老夫还真是看走了眼。你的天赋就算是圣兽七子之中，也能够排到前3，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得罪我圣兽宗。若是你刚刚束手就擒，或许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圣兽宗还真是霸道啊！我就站在这里，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杀我。对战天人境的强者，凌云自知必然是九死一生。看来不得不走那一步了。就在此时，谁敢动圣子，谁就得死。阁下到底是什么人？为何插手我圣兽宗的事情？三绝老人，竟然是他！他不是宗师境9重的修为吗？竟然突破到了天人境！我简直都要认不出来了，这还是那个潇洒不羁的三绝老人吗？这股绝世剑意太可怕了！你们忘了吗？20年前，三绝老人可不叫三绝老人，他是天剑莫一息。只是因为修为无法突破，才沉迷于美酒和丹道之中。但是现在看到他，我感觉到那个天剑莫一息又回来了。天剑莫一息啊，宗师境9重就有着天人境的战力，现在他突破到了天人境，该会是如何的可怕？真是奇怪啊，天剑莫一息为何要帮凌云呢？圣子，莫一息来迟了。莫长老，你可总算来了。若是你再不来，我可真的打不过这个老家伙。圣子放心，有我在，没人动得了你。你就是三绝老人莫一息，我听说过你。众人都说你20年没有办法突破到天人境，看来传言有误啊。莫一息，你可要想清楚了，这是我圣兽宗和凌云之间的恩怨，你莫家确定有趟这趟浑水？我莫一息是长生宗的护法长老，和墨家没有任何关系。凌云是长生宗的圣子，贺长老，你想杀凌云，还要先问过我掌中的天劫宝剑。哼，好，很好。既然这样，那我就来领教一下，所谓的天剑莫一息，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实？贺长老，还请息怒。是垂杨真人和古岩大师。
原来是纯阳真人和古岩大师，不知道二位前来所为何事？贺长老，我今日就是为了凌云小友而来。凌云小友和老夫有些渊源，不知道贺长老能够给个面子？贺长老，凌少对我有大恨，若是贺长老能够既往不咎，老夫必有厚报。纯阳真人、古岩大师，两位的面子我是一定要给的。但是凌云杀了我圣兽宗的弟子，若是我不杀他，怎么向宗门交代？不过我圣兽宗也不愿意恃强凌弱。哦，贺长老，此言何意？你们看这样如何？凌云杀了我圣兽宗的弟子，本来应该要立即处死，但是看在纯阳真人和古岩大师的面子上，我也愿意给他一个机会。1个月之后，我圣兽宗的一位弟子会前来太荒古国，到时候让其和凌云一战，凌云若赢，则活。1个月后，凌云和圣兽宗的弟子一战吗？贺长老，圣兽宗乃是武道圣地，若是随便出来一位天人境的强者，只怕凌云还是必死无疑吧。没错，贺长老，凌少只有天元境的修为，若是想公平一战，你圣兽宗就派一位天元境的弟子，否则的话，和你今天出手又有什么区别？纯阳真人、古岩大师，连蛇巫邪都败在了凌云的手中，他的战力又岂能以天元境来对待？不过你们放心，我圣兽宗派出的弟子，年龄上必定不会和他相差太多，也必定不是天人境的修为。只要凌云能赢，我说到做到。好，我答应了。不过1个月后，我要生死战。生死战？莫非你圣兽宗怕了不成？哼，好，凌云，既然你想生死战，那我就成全你。1个月之后，希望你还能有底气这么说。好，希望圣兽宗说到做到，不要再像今天这样，打了小的，老的就跳出来了。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咱们走着瞧。今天暂且留蛇巫邪一命，但总有一天，要让他为老张偿命。面前的这个少年让他很惊讶，让古岩口中如此重视的凌少，果然不是一般人。凌小友不但武道天赋超绝，而且在丹道上也有很大的造诣。有时间，凌小友可以多来我灵药阁走动一番。老夫迫切的想要和凌小友切磋丹道啊！多谢真人解围，有时间凌云必定前去叨扰。凌公子，我家主有请。你家主人？我想应该不必了吧。凌公子，我家主人是日月星神宗的弟子。哦，好吧。凌公子，请。你进去吧，师姐要见你。仿佛皙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旋。姑娘仙肌玉骨，纯阴天成，你修炼的是纯阴真功。看来日月星神宗这一代的月神就是你了。哦，凌公子是怎么知道的？没什么，只是我和日月星神宗有些渊源，因此对你们宗内的武学略知一二罢了。渊源？敢问凌公子，不知你和我日月星神宗有何渊源？确切的说，不是我和日月星神宗有渊源，而是长生宗和日月星神宗有渊源。姑娘身为这一代的月神，不会不知道长生宗和日月星神宗之间的关系吧？长生宗和日月星神宗之间的关系吗？长生宗是万年之前的武道圣地，镇压八荒，独尊天下，号令所到之处，莫敢不从。但是1万年的时间过去，沧海桑田，长生宗也衰弱成了一个小宗门。而我日月星神宗，万年前隶属于长生宗，当年只是得到了昊天神帝的部分传承，如今虽然也衰弱了许多，
但依旧是八荒大陆的武道圣地之一。只是我不明白的是，长生宗衰弱至此，怎么会出现你这样的一个妖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举荐你加入日月星神宗，成为日月星神宗的真传弟子，才能够不浪费你的天赋。月神说笑了，我乃是长生宗的圣子，怎么可能加入到日月星神宗呢？而且月神不要小看长生宗哦，未来有一天，长生宗必定会重新崛起，恢复1万年前的荣耀，屹立于苍穹之巅。重新崛起，谈何容易？师尊，太荒拍卖行的拍卖会就在今天，到时候会有阴阳灵种出现，不过只有一种，听说是太阴神经。太阴神经吗？真是天助我也！五爷，尽可能的多换些灵石和灵晶，太阴神经我志在必得。长老，要不我们趁着晚上去将凌云那个小子宰了？就算是要杀他，也不能由我们来动手。如今的王都城十分混乱，在宗门强者到来之前，我们必须要无比低调，不能给人留下把柄。不过我们不能动手，不代表不能找别人动手。我会联系冥府组织，让他们这1个月之内不惜一切代价将凌云杀了。我要那个小畜生在担惊受怕之中被折磨致死。欢迎各位来参加太荒拍卖行的拍卖会。作为1年1度的大型拍卖会，太荒拍卖行精心准备了很多珍贵的宝物，相信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请出第一件拍卖品。深海夜明珠乃是一位天人境的强者斩杀了一尊6阶深海蚌妖所得，随身携带可以清心明目，并且汇聚天地灵气，提高2成的修炼速度，乃是绝佳的辅助修炼宝物，底价1万绝品灵石。我出1万绝品灵石，15000， 2万。贺长老这一次确实有一本提升精神力的精神秘术要拍卖，名为炼魂诀，但是送来的拍卖的人很神秘，我们没有查到。很好，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就是炼魂诀。这种提升精神力的秘术绝对不能落到日月星神宗的手中。是，贺长老，这一次凌云也来了，就在9号包厢。我看他是想要买一些提升修为的宝物。凌云吗？他只是秋后的蚂蚱，碰到不了几天了。不过等会儿你们注意点，只要凌云想要竞拍的宝物，一律给我提价，我要让他一无所获。下面的一件拍卖品是玄气。林少，看来我们被针对了。只要我们一喊价，3号包厢和13号包厢都会疯狂的加价，就算是超过了拍卖品本身的价值，他们也要抢下来。第3号包厢是鹤鸣和圣兽宗的弟子，第13号包厢是陈道峰。这几株灵药被我们抢过来了，凌云肯定气得暴跳如雷。凌云还想从拍卖会上拍到宝物，简直就是做梦。这不算什么，接下来你们注意点，只要凌云想要拍的宝物，都给我抢回来。圣兽宗真是欺人太甚，他们是存心不想让我们拍到任何东西。凌少，这怎么办？若是太阴神经，他们也不惜一切代价竞争，我们竞争不过圣兽宗的。无妨，既然他们想玩，那我就陪他们玩。下面拍卖的是一颗天元宝丹。这颗天元宝丹乃是在上古的一座遗迹中发现的，药效保存完好，乃是上品宝丹，能够让天元境的强者无条件的提升3重境界。底价10万绝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绝品灵石。下面诸位开始出价吧。天元宝丹，凌少，这可是天助你也啊！绝对不能让凌云抢到天元宝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我将这颗宝丹夺下来。大厅之内很快就有人开始出价了，从10万绝品灵石开始，一路飙升，直接升到了50万绝品灵石。凌少，快出价吧！
这些人都太疯狂了，天元宝丹我们一定要抢下来。好，那就出价吧。我出100万绝品灵石。这个声音好熟悉啊！我知道了，他是凌云，打败了圣兽宗蛇无邪的那个凌云。竟然是他！听说他天元境1丑就击败了圣兽宗的真传弟子蛇无邪，真是个妖孽啊！但是可惜啊，听说他1个月之后就要和圣兽宗的弟子进行生死战了。怪不得他对天元宝丹志在必得，原来是事关生死啊！好，9号包厢出价100万绝品灵石，还有没有人出价？这可是能够让天元境强者立刻提升3重修为的天元宝丹呐！错过了这一次，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切，区100万绝品灵石就想要买天元宝丹，真是痴心妄想。我出150万绝品灵石。没错，天元宝丹可遇而不可求，我出200万绝品灵石。师尊，那陈道峰也就算了，但是圣兽宗是铁了心不想让我们拍到天元宝丹呐。无妨，区一颗天元宝丹还不放在我的眼里。我出300万绝品灵石。我出400万绝品灵石。凌云，这颗天元宝丹真不错，正好我的一个奴隶才突破到了天元境，给他服用正合适，你就不要硬撑着出价了。你们不要太过分，这颗天元宝丹我志在必得。我出450万绝品灵石。我出500万绝品灵石。师姐，看来凌云对天元宝丹是志在必得啊，但是圣兽宗太过分了，这是要断绝凌云的一切希望啊。是吗？恐怕你看错了，圣兽宗这一次真的要吃一个大亏了。吃亏？为什么要吃亏？你看下去吧，我都差点看走了眼。鹤鸣，你不要欺人太甚，这颗天元宝丹我今天要定了。我出1000万绝品灵石。贺长老，1000万绝品灵石买一颗天元宝丹，恐怕也太不值了吧？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可是那本炼魂诀呀。没有什么值不值得，凌云，我告诉你，有我在，这颗天元宝丹你就不要妄想了。我出1200万。凌少，怎么办？若是继续出价，太阴神经我们恐怕就买不到了。你们放心吧，这颗天元宝丹对我一点用都没有。相信鹤鸣那个老杂毛拿到天元宝丹之后，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惊喜的。我弃权，天元宝丹归你了。鹤鸣，区一颗天元宝丹我还没有放在眼里。实话和你说吧，我就是耍你玩。看着你这个冤大头花了1000多万买一颗天元宝丹，我浑身舒畅。你这把年纪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眼这么瞎还参加什么拍卖会啊？滚回圣兽宗去吧。他只是虚张声势罢了，天元宝丹能够提升天元境3重境界，他怎么可能不心动？我看他就是没有灵石了，故意说出这番话罢了。贺长老说的对，这个小畜生真是太无耻了，我们差点都被他骗了。混蛋，这个小畜生竟敢阴我，我和他没完！3000万绝品灵石，陈家还真是有钱呢。既然陈家这么喜欢破灭七绝刀，君子不夺人所爱，我就成全你吧。我弃权。我宣布，地级绝品武学破灭七绝刀由陈道峰获得。下面拍卖第2件压轴宝物太阴神经。太阴神经乃是至阴之地，孕育千万年，蕴藏着一丝先天太阴之气，最适合女子服用，能够让女子转化为纯阴之体。而且太阴神经也可以用来炼丹炼器，乃是炼制传说中道器和道丹的无上天才地宝。太阴神经底价100万绝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绝品灵石，请诸位出价吧。太阴神经为突破吞天秘术下一层境界的必需品，凌云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我出500万绝品灵石。500万绝品灵石吗？我放弃。师姐，
我看凌云那小子肯定又想要引诱陈道峰和贺明出手，我们要不要等一下再出手？反正太阴神经肯定是你的了，不会有人和你抢的。应该不是。啊，他想要买下太阴神经，应该不可能吧？太阴神经对师姐你的作用才是最大的。有了太阴神经，师姐你的纯阴真功就能够修炼圆满之境了。凌云不会是想买下来讨好你吧？太阴神经，我一定要拍下来。还有没有人出价？这可是顶级的天才地宝，能够炼制出道气和道丹的太阴神经，买的就赚到，绝对不亏。1000万，1200万，1500万。凌少，我们所有的绝品灵石加起来只有2000万，但是和日月神宗比起来根本不够啊。不过若是炼魂诀拍卖出去，必定能够赚到大量的灵石。不管花多少灵石，太阴神经我一定要拿到。这一次日月星神宗和圣兽宗之所以会参加拍卖会，最主要就是冲着炼魂诀来的。我相信，若是到了非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月神一定会选择炼魂诀的。5000万。师姐，还真被你说中了。凌云真的想要太阴神经，你怎么不继续出价了？算了，既然凌云想要太阴神经，就给他吧。凌云真是没有风度，他要太阴神经又没有什么用，为什么非要和师姐争抢？那你恐怕就看错了。我有预感，或许太阴神经才是凌云最看重的东西。既然没有人继续出价，我宣布太阴神经最终归9号包厢所有。诸位，又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下面要拍卖的是最后一件压轴宝物。这件宝物是一本功法，名为炼魂诀。炼魂诀任何人都可以修炼，汲取天地精华，壮大精神力。对于天人境9重的强者，突破到传说中的王侯境也有一丝帮助。所以炼魂诀的珍贵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心中都十分的清楚。现在开始拍卖，炼魂诀没有底价，大家随意出价吧。5000万绝品灵石，8000万，9000万，100万灵晶。师姐，怎么办？100万灵晶，已经超过我们这一次的预期了。没想到圣兽宗的人竟然如此大方，为了区区一本炼魂诀，能有如此大的手笔。无妨，炼魂诀必定是我们的。我出100万灵晶，外加1颗太阳神石。至于太阳神石作价多少，我想请太荒拍卖行的人问一下那位有炼魂诀的人。太阳神石，竟然是太阳神石！没想到日月星神宗为了炼魂诀，竟然连太阳神石都舍得拿出来。古言，答应拍卖行加上1块太阳神石，炼魂诀给日月星神宗。刚刚我们已经问了送来拍卖炼魂诀的那位前辈，他认为太阳神石是无价之宝，日月星神宗出价100万灵晶，外加1块太阳神石，让他十分满意，所以最终炼魂诀被2号包厢的贵客获得。该死，太阳神石，那是日月神宗日神一脉修炼太阳真功的宝物，日神一脉怎么可能会同意他以太阳神石来交换？要不我们杀了那个日月星神宗的月神，将炼魂诀抢下来。你们难道想死吗？你们知道月神是谁吗？月神和日神，日月星神宗年轻一代最杰出的弟子，又被称为日月双星，每一个都是天人境的强者。我圣兽宗也只有龙子和凤子才能够与其争锋，就连我都不敢保证能够拿下月神。你们若是动了这种念头，只能是找死。凌云，等我修炼成功了破灭七绝刀，我一定要杀了你。师姐，为什么你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拍下炼魂诀？还有，你是不是知道炼魂诀的主人是谁？西瑶，炼魂诀能够提升炼丹师和炼气师的精神力，从而让他们晋级。但是你知道精神力是什么吗？精神力是生命的本源之一。
人体三宝，分别是精气神。踏上武道之途修炼，吸收天地灵气，修炼先天真气、先天罡气，就是炼气的阶段。而一旦天人合一，踏入天人之境，就会触及到那虚无缥缈的精神力，那是开发大脑潜力、拥有鬼神莫测的手段。而天人境想要突破到王侯境，最大的瓶颈就是精神力。若是能够得到提升精神力的秘法，哪怕是能提升一丝，也能够让突破到王侯境的概率大大增加。只是提升精神力的秘法根本就是传说，上古时期或许出现过，但是在如今的八荒大陆根本很难见到。所以炼魂诀的珍贵你知道了吧？我确实猜到了一点炼魂诀主人的身份。师尊，那颗天元宝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啊？那颗天元宝丹当然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给我查，一定要给我查到拍卖炼魂诀的人是谁。或许我们还有机会，只要找到那个人，他的身上肯定还有炼魂诀的手抄本。哎，长老，这是我们拍卖到的天元宝丹。啊，果然是天元宝丹。何非，你如今已经是天元境6重了，这颗天元宝丹赐给你了，争取早日突破到宗师境。多谢长老，多谢长老。你现在服用吧，我来为你护法，祝你直接突破到天元境9重。是。何非师弟要突破了，大家都快闪开！大家不要担心，天元宝丹的药力十分凶猛，何非这是正在酝酿，马上就要爆发了。太臭了！那颗天元宝丹虽然看起来呈龙虎之象，而且芳香扑鼻，药效强大，但实际上残存的药力只有1%，而剩下的部分全部都是丹毒。原来是这样，那圣兽宗可是倒了血霉了。祖龙秘术的第2层是地龙之体，修炼成地龙之体后，不但肉身的防御力大增，而且生命本源强大，恢复力更强，也代表着我在战斗中能够爆发出更强的力量。最关键的是，修炼成功地龙之体后，我的那种手段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地龙出大字，浑然洞玄黄。大地龙脉的愤怒，到底是谁敢招惹大地龙脉？王都城真是越来越不平静了。而在密室内，凌云正大肆汲取龙脉中的地气。这就是地龙之体的力量吗？若是现在蛇无邪在我面前，不需要4项战天诀，仅凭肉身之力，我就能够将其轰爆。只是想要炼化太阴神经，太阳神石必须要找到一处阴阳交汇之所，太荒都城是没有办法突破了。看来需要去一趟凶兽山脉走一趟了。1个月后，圣兽宗，相信你们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惊喜的。圣子，你没事吧？你闭关修炼的时候，大地颤抖，如同发生了大地震一般，整个王都城都震动了。据说有人惊扰了大地龙脉，使得龙脉震怒。圣子，这股动静不会是你弄出来的吧？我没事。王都城没有出什么变故吧？王都城只是震了震，而且大地龙脉十分愤怒，好像是有人盗取了龙脉地气。很多人都猜测，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圣子1月后的生死决战，圣兽宗最有可能的是派出圣兽7子之中排名第3或者第4的弟子出手。你们放心，既然我敢定下1月之后的生死战，自然是有着一定的把握。1个月之后，无论圣兽宗出手的是谁，都必死无疑。师尊，太荒君王韩皇希望能见师尊一面。太荒君王韩皇？我也不知道为何要见师尊。师尊若是不想去，我就回绝了吧。不用，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这所谓的太荒君主。听说蛇无邪是你击败的，你很不错。
我太荒古国崛起有望了。王上客气了，凌云也只是侥幸罢了。不知王上召我前来有何事？你可知道八荒禁地？八荒禁地？万年之前，八荒大陆遭遇了一场大劫。当时八荒大陆原本有8大古国，分别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一场大劫持续了很久，据说八荒大陆都被打碎了。大劫过后，最强大的4大古国消失，只剩下了太玄古国、神荒古国、大地古国和太荒古国苟延残喘。1万年前，8大古国是八荒大陆的主宰，王侯境、皇者境的强者层出不穷，传说还有地境的强者坐镇。只是那一场大劫不但让4大古国灰飞烟灭，剩下的4大古国也都是衰败到了极致，连王侯境的强者都没有。而所谓的5大武道圣地，也不过是这些年才崛起的宗门。八荒禁地就是万年前的大劫留下来的，其中有着4大古国的传承和宝藏，更有着无数神秘的地方。万年前的大劫吗？既然有传承和宝藏，那4大古国为何还如此的落魄？其中虽然有4大古国的传承，但也并不多，而且大部分都被几大武道圣地瓜分了。1万年的时间过去了，并没有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既然如此，那这岂不就是一片废土？可以这么说。不过八荒禁地之中有一处宝地，名为阴阳地界，蕴藏着精纯的阴阳煞气，每10年喷薄一次，不但能够让天元境的强者突破到宗师境，也能够让宗师境的强者突破境界。只有这一处宝地掌握在如今的4大古国手中。这次我唤你前来的目的是想把阴阳地界的名额给你一个。阴阳地界，强者埋骨之地，阴极生阳之所吗？如果真是如此，那我突破吞天秘术第2层的把握可就大大增加了。阴阳地界每10年所喷薄的阴阳煞气只够40个人修炼，所以我太荒古国有10个名额。凌云，你战力强大，到时候还要多加照拂他们，以及我女儿韩熙瑶。神皇古国每一次都会暗中使坏，这一次恐怕也会针对我们。你放心，有我在，太荒古国的人不会有事了。我叫韩庞，这一次带你们前往阴阳地界，都上来吧。若是误了时辰，阴阳地界可就要关闭了。凌云已经前往阴阳地界了吗？很好，通知冥府，可以动手了。是。凌云，若是你能够活下来，或许还有资格参加生死之战，但你若是死了，可就怨不得别人了。1日内，在古岩炼魂诀的帮助下，纯阳真人、国师宁南风终于炼制出能突破王侯境的丹药。还魂丹终于成功了，快去禀报王上，我们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突破到王侯境。朱先生，我已经得到了消息，父王不日就要闭死关了，王侯境怎么可能会那么容易突破？尤其是君王沾染龙脉，更是九死一生，这是我们的机会。殿下说的没错，陈家已经暗中投靠了我们，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拿下王都城，大事成矣。凌云已经离开了王都城，自然会有人对付他。我们的目标是王都城府，顾岩、莫一熙、纯阳真人，一个不留。这里是八荒山脉，以前曾经是八荒大陆的中央，也是最强大的天之古国的都城。只是万年的时间过去了，沧海桑田，天之古国消失，这片地域也成了当年那场大劫最惨烈的地方。你们看那方黑色的山脉，那都是被鲜血浸染，经过了无数年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被鲜血浸染的山脉，这八荒山脉看起来绵延上千里，当年到底死了多少人，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时间太久远了，但是据说那一场大劫之中，
八荒大陆的生灵十不存一。十不存一？不好！韩鹏，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么的没出息。10年的时间才突破了4重境界，真是个废物。武东，竟然是你！是神皇古国的人。切，韩鹏，不单单是你，就连太荒古国的年轻一代都是越来越不堪了。竟然连一个天元境3重的少年都有资格进入阴阳地界。武东，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我赌你神皇古国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嘿，韩鹏，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呢！区天元境3重也敢放此狂言，和你赌一局又何妨？赌什么？这么有趣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杨怀，是你？3位大哥，八荒禁地就要开启了，你们还有心情在这里赌斗？若是耽误了阴阳地界，我看你们怎么办？韩大哥，好久不见，一向可好？多谢洛柔妹子挂念，我挺好。凌云，虽然我们在阴阳地界中并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但你还是要重视这3个人。哦，那位名叫黄平云，乃是神皇古国的7皇子，也是神皇古国年轻一辈最天才的人物。年仅20岁就达到了宗师境6重，更传说修炼了神皇古国的天机武学万龙破天功，和蛇无邪相比都不会弱上多少。哦，黄平云吗？那位名叫洪耀，大地古国的一位绝世天才，据说资质不弱于蛇无邪，被大地古国的君王赐下9幽魔功。虽然只是宗师境5重，据说曾杀过宗师境9重的强者。最特别的就是太玄古国的这位洛尘雪。洛尘雪据说乃是当今太玄古国女皇的妹妹，资质超绝。虽然只是天元境9重的修为，但却实力极强，宗师境的强者都不是她的对手。若论天赋，除了你之外最妖孽的一个。洛尘雪吗？八荒禁地，你们以凌云为首，速速进入八荒禁地之中。记住，阴阳地界的位置都已经告诉你们了，3日后开启，而这处门户也只能够维持10天。是。诸位，阴阳地界还有3日才开启，这八荒禁地十分广阔，说不定就会有珍贵的宝物和传承，大家各凭本事吧。我们先走一步，3日后见。千雪公主，八荒禁地之中危机重重，不如你们和我神皇古国结伴而行如何？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不必了，多谢七皇子好意。你就是凌云？没错，正是我。很好，你跟着我，我会保护你的。这个，只怕不必了吧？多谢公主好意。这八荒禁地之中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我能保护自己。哼，区天元境3重也敢如此大言不惭，别到时候死在了八荒禁地之中，惹人笑话。黄平云，你嘴巴放干净点！凌云若是出手，你也不见得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他的对手，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小子你不服气吗？信不信我神皇古国随便一个人出来，你都走不了一招？你可以试试。七皇子，你有时间，还不如去八荒禁地之中寻找机缘。为何要和一个天元境的少年较劲？陈雪公主说的没错，今天我就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今天我给陈雪公主一个面子，下次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我们走。凌云，若是你遇到什么危险，可以来找我。太荒古国还是太弱了。混蛋！凌云，你怎么不教训黄平云一顿？这小子太嚣张了，竟然敢小看你，连蛇无邪都败在了你的手里，黄平云又算得了什么东西啊？没错，凌云，依我看，你就应该教训那小子一下。哼！
神皇古国的人不足为惧，什么时候教训都一样。最关键的是，这八荒禁地我们毕竟是第一次来，必须要弄清楚有没有什么潜在的危险，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陈道峰，你干什么？干什么？我有自己的事情，没空陪你们在这玩。3天后，阴阳地界见。没关系，那几个家伙也是不安定的因素，他们走了正好。公主，你是跟我们一起，还是单独行动？霓虹后，我跟你一起。我们兄妹也跟着大家。那好，既然如此，我就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莫非有什么宝藏吗？哪有那么多宝藏？就算是有，也都被几大圣地搬空了。不过我说的这个地方，对我们的修炼都是大有好处。公主殿下也知道这个地方。这个消息也是宗门的师姐告诉我的。在八荒禁地之中，有一处隐秘的灵泉，蕴藏着极为精纯的灵气。灵泉？那处隐秘的灵泉，乃是当年天之古国留下来的。虽然破损了，但是对于我们6个人来说，绝对够用。停下！我们已经陷入到阵法之中，没想到啊，竟然遇到了一处天然的迷踪大阵。迷踪大阵？不错，若是我所料不错，这里地气交织，灵脉断裂，这些白色的雾气都是地气所化，以这一线天的神秘地形，形成了一处天然的迷踪大阵。所以我们走了这么久，只是原地踏步而已。有没有办法破阵？有。既然会出现迷踪大阵，说明那处灵泉就在这附近。你们不要乱动，我来破阵。你是怎么破掉这处迷踪阵的？很简单，这处迷踪阵本就是因为一线天的特殊地形而形成的。你看那处山壁，是最薄弱的地方，也是一个风眼。被我击穿之后，狂风鼓荡，破掉了这里交织的气机，迷踪阵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你说这迷踪阵是地气灵脉交缠，莫非那灵泉就在地下？没错，确切的说，应该是这处深渊之中。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下去啊！还是小心一点好，毕竟我们不知道深渊之中到底有什么。公主说的没错，还是我先下去探查一下吧。若是确认安全，你们再下来。还是我下去吧，凌云，你在上面保护他们。我来，我的轻功可比你好多了。这小子真是太莽撞了。这处灵泉并没有听说有什么危险，大家不用担心。凌云应该很快就上来了。那是灵泉，竟然是银环电蛇，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蛮荒异种。孽畜，区区4阶妖兽，竟然有这么强的灵性。也罢，我可以饶你一命，你可愿意臣服于我？这银环电蛇的防御极强，恐怕一般的宝器都很难破开它的蛇鳞。而且等他突破到5阶妖兽，蛇毒恐怕就连天人境的强者都能毒死。果然是传说中的灵泉，只是这灵泉也太细了吧？你就知足吧。若是大型的灵泉，恐怕早就被几大圣地搜刮走了。这处灵泉虽然很小，但也足够让我们突破境界的了。没错，这些灵泉水虽少，但是却蕴藏着无比磅礴的灵气，比起灵晶之中的灵气强很多。足够我们6个人用来修炼了。嘿嘿，最好我们一鼓作气，连破几重境界，到时候看神皇古国的那群贱人还敢不敢小看我们。这3天我们就在这里修炼吧，等到阴阳地界开启，我们再过去。这家伙，就连修炼都能弄出这么大动静。这些灵泉都足够让宗师境的强者突破几重境界了，结果到我这里才突破了1重。哼，看来想要继续突破，
仅靠这些灵泉根本不够啊！莫非是什么天才地宝吗？去看看。八荒禁地之中有很多的秘密，长生宗的衰弱，4大古国的覆灭，贤子的失踪等等，一切都指向那场神秘的大劫。这重重迷雾之下，或许就是凌云要寻找的真相。那是诡异生灵，莫非万年前的大劫和那些诡异生灵有关系？这尊诡异生灵触动天地法则之力，至少也是地境的力量。不好，汪洋大海竟然全都是诡异黑雾所化。这八荒禁地果然是封印巨凶之所，若不是有封印在，只怕我现在真的要葬身在那里了。他们在那处灵泉修炼应该很安全，我还是出去查探一番。跟着这条地下暗河，应该可以找到出口。随后，凌云沿着地下暗河来到了外界。是神皇古国的人。你说七皇子为什么要让我们跟着太玄古国的人？直接抓起来拷问不就行了吗？还这么麻烦？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听说洛尘雪虽然只是天元境9重的修为，但战力极其变态，就连七皇子都对他很忌惮。所以无论他们找到什么宝物，到时候肯定都是我们的。不过这些小娘们长得真漂亮啊，那身段简直让人能酥到骨子里去。嘿嘿，等七皇子办完事儿，咱们兄弟也要来一个爽爽，这个可以有。哈哈哈哈！哎，都警惕点，不要被他们发现了。七皇子也快到了。竟然是芥子阵法，看来洛尘雪要找的宝物，应该就在那大青石之中。竟然还有芥子阵法，嘿嘿嘿，看来这里必定有着难以想象的至宝，赶紧通知七皇子。竟然是一尊天人境1重的强者，不过有八荒禁地的封印，在这里最高也只能发挥出宗师境9重的战力。若是你不知死活，我也不介意成全你。哦，他们已经进去了。七皇子，我们也赶紧进去吧。很好，今天不但宝物是我的，洛尘雪也是我的，其他太玄古国的女子都赏赐给你们。我们走。多谢七皇子。竟然是蟠桃古树，没想到八荒禁地之中还有如此至宝，看来今天本皇子还真是鸿福齐天啊！洛尘雪，你是束手就擒，还是等我出手？黄平云，这蟠桃古树是我太玄古国找到的。竟然是蟠桃古树？没有听说过8大古国有蟠桃古树的存在，莫非是后来所得吗？陈雪公主，这八荒禁地之中的宝物可都是无主之物。若是你就此离去，我可以既往不咎。真是笑话！就凭你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格对我说既往不咎啊？我告诉你，今天不但蟠桃古树我要定了，你我也要定了。大胆！哼！陈雪公主，想清楚了吗？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人，从此我神皇古国和太玄古国就是最坚固的盟友。还有你们，能够成为我神皇古国天才的女人，是你们的福气。我想清楚了。哦，这么说，陈雪公主你答应了？哈哈哈哈！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我想清楚了，该死！玄天剑诀，斩！这么的陈雪公主，天元境9重的修为，能有着力压宗师境的战力，原来是修成了天级下品武学玄天剑诀。不过，可不知你自己会天级武学，受死吧！黄狮刀法，斩！怪不得洛尘雪会如此紧张这里的宝物。若是知道有蟠桃古树的存在，恐怕所有武道圣地的那些老家伙都会疯狂的。这娘们好变态的战斗力！所有人给我上！男的杀光，女的抓回来！
组4项战阵，神皇古国的人全都在了。火石怒刚，斩众生。这种力量根本不是血脉之力能够形成的，他到底是什么人？该死！你是什么人？孙硕，抓住他！我要让他受尽万般折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殿下，你好好养伤，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了。天人境强者。你是狂魔枪孙豪？哦，你认识我？哼，没想到神皇古国竟然如此不守规矩，竟然将你派了过来。莫非你不知道天人境的强者是不准进入八荒禁地的吗？我自然知道，不过我进入八荒禁地并不是为了你们。原本我是不想暴露身份的，但是没想到你这女娃子好强的战力。既然如此，那我也只能将你们全部杀光，方能不影响我的大计。孙豪，你敢对我等出手，最好要想清楚后果。后果？小女娃，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殿下说要你当他的女人，那你就给我乖乖过来吧。孙豪，你真的要赶尽杀绝不成？放心，你不会死，殿下会好好宠你的。陈雪公主，乖乖束手就擒吧。洛尘雪，你这个贱人，我一定会好好宠幸你的。要战就战，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想死，那也要看你能不能死得了。既然陈雪公主不识抬举，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堂堂天人境强者，竟然对一个天元境的少女动手，你还要不要脸呢？凌云，凌云，怎么只有你一人？莫非太皇古国也想不自量力，坐收渔翁之利吗？放心，只有我一个人。我只是看不惯你们恃强凌弱，欺负女人罢了。不如你们给我一个面子，放了陈雪公主他们如何呀？给你面子？你算是什么东西啊？张谦，既然这小子不知死活，杀了他！是。小子，多管闲事是会死人的，你自己找死，可就不要怪我了。住手！陈雪公主，你自己都是自身难保了，先管好你自己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凌云修成了地龙之体后，就算是天人初期的强者，单凭肉身之力战斗，也能将其击败。狂魔枪孙豪，你应该是为我而来的吧？既然如此，那就出手吧。你果然聪明，不愧是能以天元境一宠击败了蛇无邪的人，能让圣兽宗如此忌惮，甚至不惜付出代价让我来杀你，你足以自傲了。杀我？哼，你还没资格！狂妄！滚！这小子怎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气势？天人境，不过如此。牙尖嘴利，我要看看你的实力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厉害。
这些畜生太强了，快撤！赵师兄，赵师兄，烈焰魔猿，你们快走，我来断后。快撤！该死！快点逃，我快挡不住了！凌云，你去死吧！住手！孙豪，该死！严兄，打打杀杀的多不好，不如我们好好谈一下。严兄，你看你们被困在这处秘境里应该很久了吧？不如这样，我带你们出去如何？诡异黑雾，真变态，不愧是太古异种，这种狂暴的力量比我还强。畜生！但我真怕你们不成！凌云体内的祖龙秘术瞬间爆发，传出一声龙吟，震动天穹，散发出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气息。这群烈焰魔猿顿时眼神中都露出了惊恐之色。龙族威压对于大部分妖兽来说都拥有着极大的震慑力。不就是几颗桃子吗？这些畜生疯了！他怕这座山峰。严兄，有本事你上来，我和你大战300回合。那是。这芥子阵法竟然将这么大的空间笼罩了起来，看来不只是单纯的藏匿蟠桃果树，或许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座山峰。佛门的大雄宝殿，八荒大陆之中并没有佛门的存在，这里怎么会有大雄宝殿的牌匾？这里怎么会有一尊古僧？八荒镇魔大阵，这是玄思。是玄思的手笔，原来玄思真的来过这里。莫非这座山峰之下，就是那座地下海洋之中镇压的诡异生灵吗？这尊古佛如此强大，但也被诡异黑雾所沾染。长此以往，恐怕八荒镇魔大阵留下的封印就要被破了。如今之计，只有将这尊古佛金身移开。虽然没有阵眼，八荒镇魔大阵的力量会弱上许多，但至少还能够镇压那尊恐怖生灵10年。起！不好！前辈，你是谁？神死了，佛灭了，万古苦海，八宝功德仅存我一人。前辈，前辈！万佛离开之后，八宝功德连下的诡异黑雾汹涌澎湃，瞬间就开始爆发了。不好！凌云索性直接放开了对无字天书的控制，天书不断地吞噬着诡异黑气，凌云的精神力也在不断增强。凌云坐在了八宝莲华功德池旁，一边结印，催动天地阴阳、风雷火山8大神印，飞快地闭合八荒镇魔大阵的力量，一边炼化来自无字天书吞噬黑气的力量。
这是元神？不对，这只能算是元神的雏形，并不算是真正的元神。那尊诡异生灵被封印了1万年，相比此刻是他最为虚弱的时候。若是这个时候将其斩杀，或许是最好的机会。不过单凭我自己，恐怕根本做不到。如今之计，只能够慢慢想办法了。蟠桃古树必须要尽快带回长生宗。这些蟠桃对于长生宗的弟子来说，算是十分珍贵的宝物了，每一颗都能制造出一尊奇才，甚至是妖孽。阴阳地界应该快要开启了，不知道宁红红他们修炼的怎么样了？看来前辈离开八宝莲花功德池，还是让一些诡异黑雾逃了出来。烈焰魔猿，这家伙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不对，他体内的诡异黑雾爆发了，他是在向我求救。这家伙不会是在玩苦肉计吧？算了，便宜你了。严兄，你快起来吧，以后不要靠近这座山峰了，带着你的猴子猴孙离开这里吧。你跟着我做什么？快点去找你的猴子猴孙吧。你是说要跟着我？好吧，以后跟着我，我带你离开八荒禁地。天刀王骨已经被我炼化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看这下谁还能阻挡我的脚步？恭喜陈少，贺喜陈少！天刀王拥有传说中的天刀血脉，陈少炼化了天刀王骨，就继承了一部分天刀血脉的力量，到时候斩杀凌云必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哈哈哈哈哈哈！我们走。严兄，你去召集你的猴子猴孙吧，然后在山脚下等我，我会想办法将你们都带出去的。看来只要不断的融入珍贵的天材地宝，长生界总有一天会恢复到前世的巅峰。好了，元兄，等一下你们都不要反抗，我先将你们收入到我的储物法宝之中，等离开了八荒禁地，我再将你们放出来。终于出来了，这芥子阵法还真强啊！孙豪敢暗算我，这次我看你还能不能逃走？莫非这下方有什么宝物吗？这3颗黑色的果子，莫非是……这是化形果。有了这3颗化形果，只要能够炼制出化形丹，元王就能够蜕变为7阶妖王，用来守护长生宗，也算是足够了。小兄弟，刚刚你在湖中心得到的宝物，可否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宝物？我并没有得到什么宝物。小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明明看到你在湖中心摘取了3颗灵果，你敢说没有？小兄弟，我们就是为了那3颗灵果而来的，没想到被你抢先了。这样，我们也不占你的便宜，正好3颗灵果，我们3人1人1颗，如何？3颗灵果，你们说的是这个吗？正是这3颗灵果。小兄弟真是够意思，哈哈哈！小子，你耍我们！就是耍你们，你们又能如何？找死！敢抢我的东西，你们的胆子很肥啊！公子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红药去哪儿了？大地古国的人进入到八荒禁地之后，我们俩人被红药公子派出来探路，无意中发现了这处湖泊，并且感知到可能有宝物，所以才……红药去哪儿了？红药公子等人听说发现了一处灵泉，赶去灵泉那里了。灵泉？哪里的灵泉？我们也不知道灵泉在哪里啊。不过听说那处灵泉好像是在一处双子山之间。该死！你们可千万不能有事啊！若是你们出了什么事，我要让大地古国的人给你们陪葬。红药，灵泉都已经让给你们了，你还想怎么样？西瑶公主，我对你可是仰慕的紧，只要你答应做我红药的女人，我就放过他们；否则的话，他们都要死。红药，你混蛋！红药，西瑶公主乃是日月星神宗的真传弟子，你敢动她，就不怕日月星神宗找你算账吗？日月星神宗？日月星神宗再强，也管不到我大地古国。实话告诉你们，等我离开八荒禁地，就是寂灭魂宗的真传弟子。西瑶公主跟了我，也是她的福气。你们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西瑶公主不可能跟你走。红药，若是你真的要强行带走西瑶公主，那就鱼死网破吧。鱼死网破？你们还没有这个资格。红药，你不要嚣张。若是识相的话，就放我们离开；否则的话，等凌云回来，你必死无疑。就连蛇无邪都败在了凌云的手中，你不会认为你比蛇无邪还强吧？凌云？你是说那个天元境的小子？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就凭他能够击败蛇无邪？红药，这件事情千真万确，我劝你想清楚点。你虽然很强，但根本不是凌云的对手。就算是你们将那个凌云夸上天又如何？既然你们不交出韩西瑶，那你们都可以去死了。是我连累了你们，没有什么愧疚的。我们都是太荒古国的人，怎么能让这群混蛋给欺负了？若是你出了什么事，我可没有办法向凌云交代。没错，公主殿下，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凌云肯定会为我们报仇的。不，住手！红药，你们不能为了我死在这里，你们快走，去找凌云。我跟你走，但是你必须要保证放了他们。真的？西瑶，你放心，只要你成为我的女人，我保证一定放了他们。公主殿下，我们跟他拼了！去死吧！什么人？凌云，凌云回来了！哈哈，凌云，打死这群杂碎！你若是再回来晚一点，我们可就要死在这些混账的手里了。宁红红、一峰，你们没事就好，接下来交给我吧。你就是凌云？天元境4重，竟然有如此恐怖的战力，怪不得他们说蛇无邪败在了你的手中。看来传言不虚啊！你该死！哈哈哈！真够嚣张的，我倒要看看你区区天元境4重的修为，有什么资格能够击败蛇无邪？怪不得你能击败蛇无邪，天元境4重有如此恐怖的战力，八荒大陆恐怕仅你一人。但是今天你还是要死！
么变态，凌云不会打不过他吧？放心吧，他不会败的。见利打利嘛。这片天地我为主宰，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借。红少，你没事吧？那是什么？不好，快走！机会！凌云，我们没有拦住红药那几个人，被他们逃走了。没事，以后有机会杀他们。我们赶紧离开这里。阴阳地界开启了，我们走。他竟然还活着！不用管他，先抓紧吞噬阴阳煞气，等我的修为大成，就是他死的时候。不用管我，先炼化阴阳煞气修炼。终于找到了至阴至阳之地。只要炼化了太阴神经和太阳神石，阴阳共济，吞天秘术就可以突破到第2层了。这些阴阳煞气果果然奇妙。若是照这样的速度，我有把握在3天内突破到宗师境7重。凌云，等我青光魔体大成，就是你的死期。怎么回事？该死！凌云把所有的阴阳煞气都吞噬了。这个小子怎么会这么变态？杀了他，不能让他再这么提升下去，否则的话，等他醒来，我们就完了。你们想干什么？孙豪、红药，你们真的想要在这阴阳地界之中动手不成？都给我滚开！今天谁挡我，我杀谁！现在是凌云突破的关键时刻，一定不能让他惊扰凌云。一起上！陈少，我们要不要出手？我们不动，等。给我去死吧！若得我命皆由我，才能活领众金莲。冥府果然是贼心不死啊！真是难为你们2大金牌刺客忍了这么久才出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们自问伪装的很好，天人境的强者都不可能发现。冥府的刺客在地下溶洞之中，宁红红和莫一峰他们都受了很重的伤，只有你们2人虽然看起来很狼狈，但却没有受到什么实质的伤害。尽管你们一再隐藏，但刺客的某些习惯还是很难改变的。单凭此，恐怕还不能断定我们就是冥府的刺客吧？当然不能，所以我只是怀疑。现在你们自己不是跳出来了吗？凌云，不管如何，你今天都必死无疑。既然如此，你们一起上吧。狂妄！凌云，你找死，那可不要怪别人了。魔群阵势，今天我就要轰破你的乌龟壳！五行震天诀，风诀5行，镇压天地，杀！想走？五行封天，粉碎
真空。什么？他的战力竟然如此恐怖！我就知道凌云肯定会赢。哈哈，这群趁人之危的混蛋，早就该死了！交出天书！这是那尊诡异生灵的声音。快离开八荒禁地！交出天书！你们快走，我来挡住这些该死的东西。乾坤坎劫，日月星辰，阴阳交汇之所，竟然是镇压那尊诡异生灵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一处节点所在。陈飞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诡异黑雾控制了，竟然破坏了阴阳池，才造成了如此变故。交出天书，否则死！舍我得佛，十方众生知心性德，无生有乃至10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当无路万年，死！不好，若是诡异生灵脱困，前辈恐怕有危险。伏魔罗，自由了。老伙计，没想到啊，在这里居然遇到了你。天罚界，回来吧！老伙计，1万年过去了，就连你也受到了如此重创吗？以至于真灵泯灭，只凭着一股灵性镇压邪魔。看来你就是八荒镇魔大阵的暗阵眼了。想必是贤思将你留下来的吧？镇压世界要陪葬。老伙计，随我征战天下吧！前辈，让我们看看谁先杀了这尊邪魔。无字天书的传人，该死！天罚之剑作为八荒镇魔大阵的暗阵眼，凌云就能够调动整个八荒禁地的力量。你们都要死！出什么事了？安庞大哥，莫非这八荒禁地之中有什么巨凶不成？哼，能有什么巨凶？几大武道圣地都探查过了，八荒禁地之中并没有什么危险。就算是有什么巨凶，我看也是你们太荒古国的人运气太差，恐怕9个人都葬身在妖兽口中了。武东，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一点，就怕最后死的都是你神荒古国的人。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看时间，阴阳地界才开启1天的时间，就算出来也还要几天，应该是我们自己想多了。都死了，都死了！孙明，怎么回事？
怎么会就你一个人出来了？其他人呢？所有人都死了，红药师兄、张凯师兄，我们大地古国的人都死了，有些被凌云杀了，有些死在了那些诡异黑雾之中。那些诡异黑雾太恐怖了。你给我说清楚，红药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凌云又是谁？诡异黑雾是什么东西？凌云是太皇古国的人，他在阴阳池之中杀了红药师兄，杀了黄平云和孙豪，夺走了所有的阴阳煞气。小，你们回来了？怎么只有你们几个人？其他人呢？都死了，都死了！皇叔，你快去救凌云，一定要救救他！姑姑，你快去救凌云，要不是他，我们都会死在八荒禁地之中。他是我们整个太玄古国的恩人。呀！你们要干什么？武东、杨怀，我劝你们不要乱来。凌云杀了我神皇古国的人，你们都要给他偿命啊！你们都该死！黄平云、孙豪和红药想要杀凌云，还不允许他反抗吗？你们简直是欺人太甚！凌云又是什么东西？怎么能和我们齐殿下相比？别说他没有出来，就算是他出来了，我也要将他碎尸万段！安庞、洛柔，你们给我让开！今天我要让你们两国的天才都去给红药陪葬，否则的话，我们不死不休！不死不休，当我们怕你不成？随着诡异黑雾的涌动，轰隆一声巨响，虚空破碎，八荒禁地的入口彻底被毁掉了。凌云死了，凌云就这样死了。哼，就这么死了，真是便宜他了。就算是他不死，我也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韩庞，这件事儿没完，你们太皇古国就等着我们的报复吧。我们也走吧，凌云恐怕是。唵嘛呢呗咪。佛门业火。既然如此，让我送你一程。凌云心之业火虽然恐怖，但魔罗的身上仿佛有一种隔断因果的气息，能够杀魔罗的只有凌云的六道轮回诀。失去了因果之力，魔罗深受业火焚烧，生命本源也被燃烧殆尽。时限将至，魂海一光，仿似接引归航的灯火。百万载成功，万佛俱阎罗，杀尽天魔将，残躯祭万灵。前辈是100万年之前的人吗？凌云不断地吸收天书，吞噬黑气后传来的力量。这是魔罗留下来的元神碎片，或许从这些元神碎片之上，能够看到贤思的下落。魔罗自9天之神录下，无数的邪魔降临，无数的长生宗弟子被诡异黑雾同化，变成了只知道杀戮的怪物，转身冲向自己的亲人朋友。整个长生宗乃至八荒大陆都陷入到了浩劫之中。随后，长生大帝贤思以一己之力对战魔罗，最后贤思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将魔罗重伤。贤思以无上神力调动八荒龙脉之力，布下八荒镇魔大阵，将重伤的魔罗镇压了起来，并且以一尊古僧的金身作为阵眼，天罚剑作为暗阵眼。最后，贤思撕开了天穹，踏上了一条通天古路。所谓的大劫，就是外界生灵入侵吗？随着无字天书不断的炼化诡异黑雾，凌云的精神力也越来越强，元神也越来越强大。这才是真正的武道元神呐！无字天书终于圆满了吗？挪移秘术，是关于速度的一种秘术吗？吞噬了一尊异界魔王，
才出现了天罡第23的挪移秘术。这秘术的代价还真大呀。如今看来，若是我能够找到残缺的秘术，无字天书所消耗的能量就很少了。看来以后想要得到秘术，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也不知道我吞噬炼化魔楼的尸体，到底用了多少时间？宁红红他们到底有没有逃出去？希望我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宁红红他们或许已经回到了王都城。你认识我？为什么看到我之后要跑？这位少侠说笑啊，我怎么会认得你？我也没有要跑，只是我们到时间要换班了，所以我才要离开。你还真是不老实。说不说？若是不说的话，你就可以去死了。凌少饶命啊！我说。随后，凌云在守卫这里得到了一些重要信息。九皇子韩云然竟然敢造反，这小子还真是找死啊！没想到我竟然让韩云然如此忌惮，我是不是该感到庆幸？我问你，宁红红、韩熙瑶和莫一峰有没有回王都城？他们3人7天前就回来了，不过刚一回来，宁红红和韩熙瑶就被九皇子软禁了。莫一峰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好，很好。韩云然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滔天。你知不知道宁红红和韩熙瑶被囚禁在哪里？末将只是一个看门的，怎么可能知道？不过什么？有话快说。不过我听说蒙英大统领、柳雄池城主、顾岩大师、天剑莫一熙以及墨家的大量族人都遭到了刺杀，死伤惨重。凌云的目光冰冷，瞬间就联想到了九皇子和圣寿宗的身上。刺杀？你去告诉韩云然，我凌云回来了，让他给我照顾好宁红红和韩熙瑶。若是他们少了一根头发，我就拿了他项上人头。很好，你做的不错，抓住了顾岩和莫一熙。到时候就算是凌云没有死，他也必然会投鼠忌器。凌云，真的希望你没有死啊！在你被虎师兄打死之前，你身上的逆天传承和宝物都是我的。贺师兄，救我！你就是凌云，敢对我圣寿宗的人出手，莫非你是想死不成？你又是什么东西？凌云，你死定了！这位是圣寿宗的真传弟子，圣寿七子之一的贺方贺公子。圣寿七子？哼，原来是和蛇无邪一样的货色。凌云，你不要猖狂！蛇无邪在圣寿七子之中排名第7，败在你手上，只是因为他无能。你竟然不知天高地厚，敢和我圣寿宗定下生死约战，简直就是找死！这一次圣寿七子之中排名第3的虎啸大人驾临，你绝对死定了。识相的话，就乖乖的跪下求饶，然后将你修炼的武学交出来。或许我还可以向虎啸大人求饶，放你一条生路。跪下来求饶，还要交出武学？看来你是看上了我修炼的武学，我只怕你有命觊觎，但没命修炼。凌云，找死！2件绝世宝器，哼，怪不得你有底气。不过，凌云，你还真当我怕你不成？请教军听我号令！我就不相信这1万人还杀不了你！贺方，你还真是没种啊！就算是修为比蛇无邪高，你也永远比不上他；就算是比人多，你也不行。
丁教军听我号令，冲锋！死了之后，要怪就怪你是圣兽宗人，而且惹到了我的头上。凌云，你要是敢杀我儿子，我保证将你满门诛绝，鸡犬不留。威胁我？哼，原来是你儿子，怪不得如此废物。不过我这个人最不喜欢人家威胁我。爹，救我！所以你的儿子只能去死。凌云，你敢！你范儿，凌云，我要你偿命啊！终于暴走了吗？你的心乱了。万长老，他就是凌云，还请万长老助我杀了他，为我儿子报仇啊！王侯境？不对，只是半步王侯境。不是天人境，只是宗师境9重巅峰。这个黑袍青年明显是修炼了一种强大无匹的武学，而且明显修炼到了大成之境。莫非他就是贺方口中的虎啸？小家伙，有自信很好，但若是没有实力，盲目自信，最终只有死路一条。你说呢？你可以试试。万长老，对付凌云，若是都要你亲自出手，岂不是显得我圣兽宗的弟子无能？左右都是生死约战，索性就提前了吧。杀了他，我们还有要事要办。虎啸，你小心一点，凌云不简单。你就是凌云。手血虽然是废物，但是你却不该羞辱我圣兽宗，滚过来受死！你算是什么东西？只准你圣兽宗欺负人，就不准别人讨公道。哼，真是笑话。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杀我。这个世界实力为尊，我圣兽宗主宰八荒大陆，所以我们可以欺负你，而你只能忍受，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这就是现实。哈哈哈哈，好一个实力为尊，那是不是我比你强，我就能够宰了你？有一天我能碾压圣兽宗的时候，圣兽宗就会彻底消失在八荒大陆。你挑衅圣兽宗，所以你只能去死。如果你有这个实力，当然可以。不过相信我，你没有这个机会。今天以后，凌云这个名字将成为历史。是吗？在我看来，不是凌云成为历史，而是你这尊虎将会成为一只死虎，为整个圣兽宗陪葬。此子的成长太快了，必须要死，否则就是我圣兽宗的心腹大敌。圣兽七子排名第3的虎啸，传说宗师境9重就灭杀过天人境的绝世天才，凌云竟然能和他战成平手，太不可思议了。不错，凌云的天赋太过妖孽了。你们看，凌云现在竟然突破到了宗师境，肯定是在八荒禁地之中有什么奇遇。这个少年的成长速度太恐怖了。很好，你激怒了我。不要以为你的肉身无敌就可以嚣张。既然如此，那就让你尝试一下我的虎啸真功。竟然是传说中的虎啸真功，这可是圣兽宗的正宗武学之一，天级中品武学，直指王侯境。我真没有那个功夫激怒你，因为我要杀了你，杀！这是青龙真功？应该不是。青龙真功虽然极强，
但和凌云施展的又不一样。但是我感觉凌云施展的这种龙形武学，必定和青龙真功有所关联。传说中，我圣兽宗的正宗武学青龙真功有所残缺，莫非？很有可能。不知道凌云从哪里得来的奇遇，或许他的这种龙形武学能够补全我圣兽宗的青龙真功。呀！给我开！竟然是琥珀神刀！没想到虎啸大人连琥珀神刀都拿出来了，凌云这下绝对死定了。死神战天诀，斩！竟然敢用肉掌来接琥珀神刀，凌云真是找死！没错，他死定了。凌云已经不行了，我就知道，琥珀神刀谁与争锋？凌云敢挑衅我圣兽宗，必死无疑。不对，什么不对？大长老，凌云马上就要被虎啸杀死了，这个小畜生真是便宜他了。凌云他很不对劲儿。六道轮回诀。到底是什么武学？世间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武学？怎么会这么强？云，你想要干什么？生死战，当杀人。你都已经赢了，莫非还要赶尽杀绝吗？对待敌人，自然要赶尽杀绝。让开！狂妄！小家伙，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你挑衅我圣兽宗的威严，莫非真的以为老夫不敢出手杀你吗？欺人太甚？哼！欺人太甚的是你圣兽宗吧？从一开始就是你圣兽宗嚣张跋扈，处处针对陷害我，为了要我的命，还定下了生死约战。怎么，如今要自己打自己的脸，想要反悔不成？小子，做人留一线，否则的话，未来必定会不得好死。就不用你老人家操心了，今天虎啸死定了。很好，小子，我倒要看看有老夫在，你今天怎么杀得了虎啸？凌云，这是逼我的，今天你必死无疑！这是虎啸血脉彻底觉醒的标志。万长老，凌云是我的，小心一点。凌云，真是要谢谢你，若不是你，或许我还不可能那么快觉醒虎啸血脉，突破到天人境。有我的回报，我会杀了你。五行震天诀，虎啸，就算是你突破，也还是要死。什么？我不信！给我突破！看我打碎你的乌龟壳！这残破的甲胄，不一般。这家伙来头很大。这是我的甲胄，凌云，还给我！住手！凌云，放了虎啸！凭什么？凌云，你敢！不要！凌云，杀了虎啸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只要你放了虎啸，我圣兽宗保证对你既往不咎。如何？既往不咎？圣兽宗还真是高高在上啊。不过还真不在乎，圣兽宗有什么手段尽管来，我凌云又有何惧？只是今天是生死约战，不决胜负，只决生死。不要！凌云，你敢！凌云，你可以去死了！你就这么
么可能？这个小畜生，他怎么可能？那是太皇君王、国师大人和纯阳真人，莫非是天地意志降临，突破到王侯境？不对，只是凝聚了天地意志，却没有凝聚武道元神，只是半步王侯境。万道友，凌云是我太皇古国的人，你公然对他出手，未免太不把我太皇古国和日月星神宗放在眼里了吧？别人都传说你为了突破王侯境必死关，已经化为了枯骨，倒是没想到这小小的太皇古国。万道友，今天的事情就到这里吧。生死决战本就十分公平，并不算是折辱圣兽宗的威严。既然如此，那我就给道友一个面子。凌云，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只要圣兽宗不来招惹我，自然没有什么事情。但圣兽宗若是不长眼，不要怪我大开杀戒。我们走。凌云，你琥珀神刀是我圣兽宗的东西。圣兽宗的东西，我怎么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我的战利品。虎啸的尸体我愿意还给你们就已经不错。这琥珀神刀真的不错，挺锋利的，正好可以当做一件砍柴刀。好，很好。尔等也是被奸人蒙蔽，原本应该株连九族，满门抄斩，但念在尔等为我太皇古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免去死罪，允许尔等戴罪立功。只要除去这一次叛乱的首恶，本王可以赦免尔等之罪，尔等可愿意？多谢君王大恩，我等愿意戴罪立功。君王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请教军听令，跟朕镇压叛逆。朱先生哪里去了？你们这些狗东西，还不快去将朱先生给我找回来！怎么样，陈将军，有没有找到朱先生？找到了，有人看到朱先生进了后山皇陵。什么？后山皇陵？殿下，或许我们都被朱先生骗了。他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助你登上王位，而是要借你反动叛乱，转移众人的注意力。他的目的是后山皇陵。我们去后山皇陵，我倒要看看朱先生想干什么。敢骗我韩云然，他真的该死！不好，孽障！不好，外出事了！阵法竟然是地狱升龙阵，冥府！滚开！该死，竟然打主意打到我太皇龙脉的头上！太皇龙脉，果然是太皇龙脉啊！这幕后黑手，竟然是想以地狱升龙阵为基础，将整个王都城都变成黄泉死地。九位长老，幕后之人该死！杀！我知道了，原来是七星丧魂钉。这七星丧魂钉应该是仿品，而且竟然只有6枚丧魂钉，这是我的机会。龙脉之灵，你是大地的主宰，万灵的祭祖。我知道你不甘心被封印，那就觉醒你的真灵力量，回来吧！以我凌云之名，还你自由！瑶光丧魂钉，起！不好，快阻止他！下一个，玉衡丧魂钉。住手！我们快撤吧！地狱升龙阵就要被破掉了，等到韩王3人破阵而出，我们想走就很难了。不行，就算是撤退，我也要杀了凌云。
朱先生，我没有想到，原来你竟然是冥府的人。这些应该都是冥府在王都城的所有精锐了吧？正好前仇旧恨，我们算个清楚。凌云，你果然警觉。不过我真的后悔啊，应该早一点就将你除掉，否则也不会让你坏我的大事。冥府就是一群生在臭水沟里的老鼠，只敢在暗中行事。不过今天就让冥府彻底的从世间消失吧。让冥府消失？哈哈哈哈哈！好大的口气啊！凌云，冥府的强大是你无法想象到的。不过你也看不到了，今天你注定要死！杀了他！龙脉之灵，觉醒吧！不好，快撤！去死吧！竟然是一次性挪移盗气。凌云，你不能杀我！你若敢杀我，你也会必死无疑的。不敢杀你，你还真是幼稚啊！这一场席卷整个王都城的叛乱，最终就这样平息了，而代价就是大皇子韩云杰和九皇子韩云然全都死了，太皇古国的战士也是损失惨重。王上，或许你还不知道，这些人都是冥府的刺客，而朱无忌就是冥府在太荒古国的首脑。竟然是冥府的刺客！这一次恐怕太荒古国的冥府精锐全都折在了这里，剩下的也都是一些杂鱼了。至于冥府到底有什么阴谋，我们也没有办法得知了。万幸的是，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下面就要看看这所谓的冥府到底是什么来历了。这冥府竟然如此神秘！什么人敢杀我幽冥门的弟子？宗师境的修为竟然凝聚了武道元神，这怎么可能？到底是什么人？哼，区区一道元神印记，敢对我撒野？没想到啊，冥府的真正身份竟然是幽冥门。冥府、幽冥，果然是一脉相承。如此看来，他们谋划太荒龙脉，必定有着重大的阴谋。幽冥门在太轩古国发动的叛乱，说不定也是为了太轩龙脉。朱无忌死了！参见太上！参见太上！参见太上！朱无忌是我的传人，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坏我的好事。这一次，我要让太荒古国的所有人给他偿命。朱无忌那个废物死了吗？又少了一个危险。那个地方就要开启了，等我神功大成，就是碾压八荒天骄，彻底成为幽冥之主的时候。日神、月神、龙子、广寒神女，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多谢圣子，多谢师尊。不要客气，大家都是自己人。说起来，这一次还是我连累了你们。我也没想到圣寿宗和冥府竟然如此丧心病狂。圣子哪里话，还是我的修为太弱了，竟然连几个天级刺客都挡不住。不过这冥府行踪诡秘，隐藏在暗中，真是让人头疼啊。圣子，你一定要小心。随后，凌云便将事情的原委跟莫一熙跟古言说了一遍。灭了冥府，杀了虎啸，我们昏迷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来我们还真是错过了一场好戏啊！哎，圣子啊，你还真是个妖孽。想当初你刚来王都城，只是天元境的修为，
转眼间就突破到了宗师境，而且有着碾压天人的战力。看来我都不一定是圣子你的对手了。有吞天秘术、祖龙秘术和挪移秘术，再加上吞星日月7级神功，以及找回了前世的天法剑，凌云的战力已经不能用修为来形容了。这蟠桃宝丹拥有生死人肉白骨的神效，而且能够提升武道根骨，说不定让你们的修为有所精进也不一定。多谢圣子。天书煞魂钉，天书煞魂钉，这7星煞魂钉总算是集齐了。朱无忌空有宝物而不自知，这一套7星煞魂钉才是最珍贵的宝物啊！幽冥门那里应该还有其他的煞魂钉，若是能集齐28颗煞魂钉，以28星宿之力，我当有把握灭杀王侯境的元神。凌云，凶兽山脉之中的那处秘境要开启了，而且根据老道的测算，那处秘境很有可能就是万年前独尊天下的长生宗留下的长生圣境。终于要开启了吗？具体什么情况？你知道圣兽宗为什么会来王都城吗？并不仅仅是因为要调查圣兽宗一位天人长老的死因呢，更重要的就是为了那处圣境。而且这几天凶兽山脉之中传来的空间波动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推测秘境的开启应该就在这几天。而且圣兽宗、日月星神宗、寂灭魂宗和广寒宫纷纷朝着凶兽山脉赶来，除了最神秘的幽冥门还不知道踪迹，4大武道圣地和4大古国的强者几乎都要来了。所以我们打算即刻前往凶兽山脉，等到秘境开启就进去夺取机缘。万年前的长生宗主宰天下，王侯境、皇者境的强者多不胜数，就连威震天下的至尊都有好几位，尤其是1万年前的天下第一人昊天神帝。若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传承，别说是王侯境了，皇者境又算是什么？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先回长生宗。如今凶兽山脉风云激荡，强者云集，我怕长生宗会有什么意外，难保不会有一些人不开眼。哈哈，凌云，你放心，日月星神宗和长生宗有些交情，我听说月神已经去长生宗了，有日月星神宗坐镇，不会有人不开眼的。这是……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去处理点事。9天化灵草就在此方圆1000丈之内，可是到底在哪里呢？仙人大爷，你说这凶兽山脉真的有9天化灵草？那可是无上药王啊，就连我们日月星神宗都没有几株。你放心吧，我说有9天化灵草，就肯定会有。等你得到了9天化灵草，就能够彻底让灵魂蜕变，成为传说中的纯阳元神。到时候，你的太阳圣体就会彻底觉醒。小小的八荒大陆又算得了什么？到时候就算是大地强者，都只能跪在你面前。真的吗？仙人大爷，那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我龙日天是绝世天才，未来必定要成为绝世至尊，无敌于天上地下。韩章之地到啊。仙人大爷，你说的9天化灵草就在那片山谷里吗？没错，就是这片山谷。不过你要小心一点，这韩章之毒十分的诡异，若是被其侵入体内，会很麻烦的。放心，区韩章之毒又算得了什么？看，仙人大爷，我这烈阳天火不错吧？是不错，我倒是忘了你还炼化了天火，这样一来更好。莫非还有人进入到了这里？等你拿到9天化灵草，
我就传授你炼制传说中太阳道丹的方法，保证可以让你一举蜕变成纯阳元神。多谢仙人大爷，还是仙人大爷你对我好。大哥平日里只知道修炼，从来都不管我。傻孩子，谁让我是你仙人大爷呢？日天啊，若是我猜的没错的话，九天化灵草就在那片瀑布之后。不过九天化灵草乃是药王，必定会有强大的妖兽守护，你要小心点儿。在那瀑布下面吗？仙人大爷你放心，我会小心的。果然是九天化灵草。奇怪，这九天化灵草竟然没有妖兽守护。有了这株九天化灵草，只要再凑齐其他4株灵草，我就可以着手突破到飞龙之体了。有大战的波动，莫非有人正在深潭之中战斗？竟然是雷音蟒的妖丹。雷音蟒守护九天化灵草，倒也是应该。你想要这颗妖丹？好吧，这颗妖丹归你了。给我住手！那雷音蟒的妖丹是我的，还给我！这颗雷音蟒妖丹可是自动飞到我的手里的，和你有什么关系？一边玩去。那雷音蟒本来就是我杀的，他的妖丹自然是我的，我怎么会在这里？关你屁事儿！我的九天化灵草啊！我跟你拼了！刀法还不错，不过还是太弱了。仙人大爷，有没有办法宰了他？他太欺负人了！那九天化灵草和雷音蟒的妖丹都是我的，他竟然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摘桃子，太无耻，太可恨了！若是我没有震慑雷音蟒之前，或许还能试一试手段镇压，但是现在我也没什么办法。而且这个小子太邪门，我从他身上感觉到了一股威胁。若是没有必要的话，尽量还是不要惹他为妙。仙人大爷，你不是无所不能吗？你都对付不了这小子。我现在只是灵魂体，没有肉身，根本没有办法施展太强的手段。总之，你不要惹他，大不了九天化灵草和雷音蟒妖丹就给他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你把九天化灵草还给我，雷音蟒妖丹我不要了，送给你。但是九天化灵草你一定要还给我。天才地宝，有缘者得之。你说九天化灵草和雷音蟒妖丹是你的，他们就是你的。有本事你叫一个，看看他们答不答应。赶紧给我滚，否则我可不客气。你说吧，怎么样才肯把九天化灵草还给我？无论是灵晶、宝器、宝丹，还是天才地宝，只要你愿意将九天化灵草还给我，我都愿意给你换。那还真是不好意思，这九天化灵草对我也有大用。若是你没有什么事，我就不奉陪了。你混蛋！不行，九天化灵草我一定要得到。你皮痒痒了是吧？是不是还想挨揍？趁着我心情好，赶紧滚！这路又不是你家的，我愿意走哪里就走哪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这么快就出来了？找到你需要的灵药了吗？幸不辱命。那我们就走吧。咦，龙公子，你要跟我们一起吗？你们走吧，不用管我。既然如此，龙公子，我们后会有期。凌云，这就是长生宗吗？没错，这里就是长生宗，我们走吧。
哈哈哈！服不服？只要你说一句凌云是废物，我就饶了你。不服！圣子不是废物，若是圣子在这里，你们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嘿，凌云算是什么东西，也敢称圣子啊？若是他敢在这里，不需要刘师兄出手，我自己就能够镇压他。果真是小宗门啊，没有一点见识。段志豪，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服不服？只要你骂凌云是废物，我就饶了你；否则我就杀了你。圣子不是废物。很好，既然你这么有骨气，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是谁？圣子，是圣子回来了！真的是圣子，太好了！哈哈哈，让这些混蛋嚣张，圣子一定会教训他们的。是凌云，敢动长生宗的弟子，你们真的想找死吗？现在我想问一句，你服不服？凌云，你有什么好嚣张的？有本事和我一战！和我一战？你确定？当然，若是你亲自出手，3招之内要是打不败你，就算我输。龙师兄，你怎么来了？凌云，你到底怎样才肯将9天花灵草还给我？龙师兄，你和凌云认识吗？他废了赵海的修为，对我们日月星神宗出言不逊，还请师兄为我们做主，让我教训一下这个小子。为了赵海，他本来就是个混蛋，我一点都不意外。不过你确定要和他动手？我要和他公平一战。赵师兄，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月神师姐没有和你们说过吗？连圣兽宗的蛇无邪都败在了凌云的手中，你难道认为你比蛇无邪还强啊？什么？蛇无邪真的败在了凌云的手中？好了，段志豪，带我去长生殿见宗主吧。圣子，宗主并没有在长生殿。怎么回事？圣子，宗主正在后山禁地，日月星神宗的日神想要进入后山禁地，宗主迫于无奈，就和日神定下了赌约，只要日神能够破开后山禁地的阵法，就让他进入其中修炼。什么？很好，日月星神宗还真以为我长生宗能够任人宰割吗？今天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日神到底是什么人。段志豪，前头带路。是。我大哥就在长生宗。凌云，我告诉你，你最好赶紧把9天花灵草还给我，否则的话，我大哥一定会收拾你的。日神是你大哥吗？哼，你们哥俩的名字还真够奇葩的。不过你放心，若是你大哥敢胡来，就算是他不找我的麻烦，我也不会放过他的。你肯定不是我大哥的对手，我保证，虽然我也不喜欢我大哥，但是他早就突破到了天人境，太阳真功也修炼到了大成之境，只待太阳真功修炼圆满，他就可以去修炼我日月星神宗的镇派神功日月星辰经，到时候恐怕就是他继承掌教之位的时候了。他比蛇无邪不知道强大多少倍。日月星辰经吗？宗主，圣子部下的阵法虽强，但恐怕抵挡不住日神的攻击呀。若是他真的击破了阵法，莫非还真的让他进入到后山禁地吗？菩提树不容有失，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赌约，也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但若是日神真的破阵，我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会让他染指菩提树。也只能这样了。宗主，你修炼了长生地经，能否和那日神一战？可以一战，但胜负难料。但日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日月星神宗。这次来了一尊王侯境的太上长老邱子浩，都已经很难对付了。等到长生圣境开启，恐怕日月星神宗的宗主都会出动。是啊，
长生圣境原本是我长生宗的空间藏宝之地，如今却成为了八荒大陆众多强者竞逐的香饽饽。只怪我们不孝，没能守住祖宗的基业呀！不知道圣子能否及时赶回来？肯定会回来的。月神已经说了，连蛇无邪都败在了凌云的手中。假以时日，我相信整个八荒大陆都要在他的脚下匍匐。到那个时候，就是我长生宗开始崛起的时刻。他的身上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总能够创造奇迹，化不可能为可能。南宫宗主，幸不辱命。这禁地之中宝物的真面目，可以让在下一观了吧？抱歉，日神仙侄，这后山禁地乃是我长生宗的禁地，非我长生宗的弟子不能进入禁地之中，你还是请吧。哦，这么说，南宫宗主是不打算遵守约定了吗？日神仙侄，我本来也没有答应你，只要你破了阵法，就要让你见到什么宝物，而是说你若是破了阵法，可以进入后山禁地。如今你也算是进来了，还是请出去吧。南宫宗主，这样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只是想要见识一下，莫非南宫宗主就连这个要求都不能满足吗？恕难从命。若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只能领教一下南宫宗主的绝学了。想必打败了南宫宗主，长生宗就没有人敢拦我了吧？你可以试试。这里乃是我长生宗的禁地，你又算是什么东西，敢强闯我长生宗的禁地？你是什么人？长生宗圣子凌云。长生封神大阵，没有想到长生宗竟然真的有这种阵法存在。你区区蝼蚁般的修为，竟然能够调动紫霄神雷，看来果然是我小看你啊！你既然认得长生封神大阵，就应该知道日月星神宗和长生宗的渊源，就不该如此无礼。渊源吗？所谓的渊源，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早就消散如烟了。而且，如今的长生宗还没有资格去谈所谓的渊源。笑！1万年前，日月星神宗的宗主名为上官明，当时为一魔道巨卿，最后被昊天神帝降服，并赐下日月星辰经，才开创了日月星神宗一脉。日月星神宗的祖训，要永远效忠于长生宗的圣子，任何时候都要保长生宗一脉永不断绝。我说的可对？笑话！我日月星神宗为正道天门，上官祖师又岂会是魔道中人？我日月星神宗为八荒大陆的武道圣地，怎么可能会听命于你长生宗？日神师兄说的没错，凌云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了。长生宗算是个什么东西啊？也配让我们听命？就是他得罪了日神师兄，肯定死定了。日神师兄，杀了这小子！你否认也没有用。日月星神宗的祖训刻在日月天碑之上，其他人不知道也就算了，你身为这一代的日神，不会也不知道吧？你竟然知道日月天碑？凌云，你要知道，如今的长生宗已经不是万年前的长生宗，日月星神宗也不是万年前的日月星神宗。这个世界终究还是要实力为尊。莫非你以为可以驾驭长生封神大阵，就能够痴心妄想不成？是吗？等我拔出日月天碑的时候，就是你日月星神宗臣服之时。等你能拔出日月天碑的时候，再说大话不迟。你说的没错，这个世界实力为尊，但长生宗万年前胡砍八荒六合，独尊天下，万年之后未必不能恢复当年的荣耀。
而你日月星神宗，莫非想要违背祖训不成？恢复当年的荣耀，就凭你们吗？凌云竟然能够和日神师兄相抗衡，这怎么可能？是阵法的力量，单凭自身的力量，凌云根本不可能是日神师兄的对手。日月星神宗和长生宗本就是一家人，你们两个又何必争斗，徒伤和气罢了。这是王侯境的力量。这位是日月星神宗的太上长老邱子浩，修为深不可测，已经是王侯境的强者了，你要小心点儿。你就是凌云，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你若是愿意，我可以直接让你成为日月星神宗的真传弟子。多谢长老好意，我在长生宗挺好的，而且我相信未来的长生宗必定会超过日月星神宗的。年轻人有闯劲儿，当然是好事儿，不过凡事也应该量力而为。既然你不愿意，我也就不勉强了。日神，你为何要进入长生宗的禁地？太上，我感觉这禁地之中有一件和我日月星神宗有很大渊源的宝物。哦，什么宝物啊？我也不太清楚，刚要进去就被人赶出来了。南宫宗主，贵门的后山禁地之中到底有何宝物？可否让我等一观呢？抱歉，长老，这后山禁地乃是昊天神帝祖师留下来的，除了宗主和圣子，任何人不得入内。我也不能破了祖宗的规矩。啊，原来是这样。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不过长生圣境就快要开启了，你我两宗同气连枝。南宫宗主若是有什么详细的情报，可要及时告诉我等哦。老夫在此谢过了。长老客气了，我会的。好吧，既然如此，日神，那我们先走吧。以后离月神远一些，你和他相比，如同萤虫之于皓月，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希望你不要自取其辱。我和谁远谁近，只怕用不着你来操心吧。好自为之。凌云啊，你终于回来了！没有想到你的修为竟然增长得如此恐怖，都快要超过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宗主、大长老谬赞了，我来为你们引荐。这位是太荒君王韩黄，这位是太荒古国的国师，这位是灵药阁之主春阳真人。众人寒暄了一阵之后，南宫羽就让长生宗的弟子将韩黄等人带到别院去休息了。没想到菩提树的成长速度竟然如此之快，看来毁灭之后的新生仿佛让菩提树发生了某种神秘的变化。凌云，你说的不错，这株菩提树不愧是先天第一灵根，竟然有着让人随时随地进入到顿悟的神效。如今婉儿、剑无义、左震他们都因为菩提树修为一日千里，已经快要突破到宗师境了。所以一定要严格控制进入后山禁地的人，必须要绝对忠于宗门，并且立下大功的人才能够进来修炼。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其他几大武道圣地知道。宗主、大长老，你们放心，我这一次会重新加固长生封神大阵，以菩提树为阵眼，到时候就算是王侯境的强者，若敢撒野，也必定让他有来无回。起！宗主、大长老，我以菩提树为根本，调动长生龙脉，加强了长生封神大阵的力量，就算是王侯境的强者也无法突破大阵的防御。天人境强者必死无疑。有了大阵的守护，我长生宗也算是多了一份安全保障。王侯境的强者也无法突破吗？长生封神大阵的力量竟然在增强，
看来那后山禁地之中真的有什么了不得的至宝。或许吧，不过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长生圣境，不宜节外生枝。这一次长生圣境之中，很有可能会有昊天神帝和长生大帝的传承，你一定要争取到其一，这是我日月星神宗万劫不灭的根本所在。太上放心，凭我日月星神宗和长生宗的渊源，昊天神帝的传承一定会是我的。不错，这一次的长生圣境，其他的都能舍弃，唯独昊天神帝和长生大帝的传承，我日月星神宗一定要得到。到时候掌教至尊和我都会全力助你和月神，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一定不能错过。凌云，你回来了。没错，我回来了。圣子，听说蛇无邪死在了你的手中，原以为我们还能追上圣子的脚步，看来这差距更大了。你们没有看到，刚刚就连那个无比嚣张的日神都只能够在气势上和圣子战成平手，圣子早晚有一天是要成为无上至尊的。段志豪，这么久没见，你别的没学会，这拍马屁的本事倒是越来越厉害了。嘿嘿，我说的都是实话，那日神比圣子大那么多岁，简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圣子，有件事，不过也没有出什么事儿，只是如今的凌云阁被月神占据了。我们也去看看。什么人？这里是月神师姐的闭关之地，速速离开，否则就让你命丧当场。哼，这是我的凌云阁，你们敢拦我，让我命丧当场？哼，你们算是什么东西？给我滚！寒梅，雨禾，住手！月神，不知道你为何会在凌云阁？我希望在长生圣境开启之后，你能够助我得到日月星辰经。日月星辰经？你就这么确定长生圣境之中有日月星辰经？我确定，长生圣境本就是你长生宗的秘境，里面应该藏有大量珍贵的武轩。日月星神宗和长生宗的渊源你很清楚，日月星辰经本就是昊天神帝赐下来的，但是我日月星神宗如今遗失了星辰真功，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助我一次。长生圣境开启之后，几大武道圣地必定会有王侯境的强者而来。就算有日月星辰经，你也应该去求你的掌教至尊才对，为什么要找我？你就那么确定我能帮到你？我确定。好，既然这样，若是能够找到日月星辰经，我会助你一次。多谢。既然如此，那妾身就告辞了。看来这蟠桃宝丹将资质提升到王者已经算是极限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用，对长生宗的弟子倒是无比珍贵。宗主，这是蟠桃宝丹，能够提升修为，让人脱胎换骨，拥有天才资质。天下竟然真的有能够提升资质的丹药，这太珍贵了。宗主，这批蟠桃宝丹你看着处理吧。还有，长生圣境有消息了吗？我来就是要和你说这件事情的。已经有人发现了长生圣境的入口，而且圣兽宗和几大古国都在攻击入口处的大阵。只是那大阵极为厉害，就算是王侯境的强者也很难撼动。各宗都已经传讯回宗门了，只怕不日几大圣地之主都会前来，到时候必定会有一场龙争虎斗啊！长生圣境终于出现了，大阵吗？圣子，还有一个消息，听说有人看到糊涂老人现身凶兽山脉，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长生圣境而来。
糊涂老人吗？宗主，你回去立刻召集长生宗的弟子，地元境以上的修为，并且修炼了长生炼气术，才能够进入长生圣境之中。我们准备一下，明天前往长生圣境。大家放心，长生圣境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物，那些人根本打不开。好。有了这些长生令，就算是进入长生圣境之中争夺宝物，长生宗弟子的生存才有了更多的保障。这是妖兽的声音，6阶巅峰妖兽，堪比天人境9重的强者，莫非已经被圣子降服了吗？宗主，这些猿猴都是太古异种，实力极强，大部分都是5阶妖兽。这一次前往长生圣境的弟子，每人可以选择一头，他们会保护你们的。好，好，好，凌云啊，没有想到你竟然连太古异种都能够降服。有了这些烈焰魔元，我们长生宗的弟子在长生圣境之中生存的机会会大大增加呀。林公子，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和你一起呢？当然可以，若是月神不嫌弃，就和我一起吧。多谢林公子。我们出发。神皇古国的君王黄泉，还有大皇子黄屏风来了。黄泉君王看样子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半步王侯境，而黄屏风更是神皇古国的第一天才，修炼明龙真功已经大成，不到30岁就达到了宗师境9重，前途不可限量啊！区区阵法，竟然这么多人都破不开吗？真是一群废物！竟然是无上道器鬼龙刀，这可是神皇古国的镇国之宝，没有想到竟然传给了黄屏风啊！鬼龙刀威力无匹，或许真的有可能破开这片大阵。哈哈哈哈！黄屏风，就你这点微末伎俩，还想破阵？是大地古国的神兆太子和红绝君王刀啊！大地古国和神皇古国相邻，神兆太子是大地古国的第一天才，和黄屏风争锋各有胜负，这下有好戏看了。神兆太子也已经是宗师境9重巅峰的修为了，只差一步就能迈入到天人境。红神兆，不要说风凉话，有本事你来破阵啊！我自然也没有本事破阵，不过我可不像某些人没有自知之明，这大阵非王侯境的强者不能破。你，红神兆，敢不敢和我一战？哼，当我怕你不成啊？不过你确信以你现在的状态会是我的对手？是圣兽宗的龙子和凤女，这2位可是圣兽7子排名第1和第2的绝世天才，果然气度不凡，强大无比啊！凤女的绝世容颜真是让天地失色，或许只有日月星神宗的月神才能够和其比肩了。是寂灭魂宗寂灭少主魔空，这位爷也是一个狠人，传说他宗师境9重的时候就斩杀过天人境的强者，晋升到了天人境之后更是连斩7大天人，名震一时。没错，魔空和龙子凤女一样，都是整个八荒大陆最耀眼的天才。他们是幽冥门的人。阵法嘛，是丧魂钟，这处大阵竟然如此可怕吗？幽冥门的太上长老连丧魂钟这件无上道器都拿出来了，丧魂钟一出，此阵必破。给我开！这是什么阵法？无形之力构筑的阵法吗？看来至少需要5大王侯境的强者才能破阵。不愧是万年前独尊天下的长生宗啊！王侯境的强者都失败了，这是什么大阵？怎么会如此变态啊？这是5大圣地的掌教至尊降临了。5大圣地之主同时出手，肯定能够破开这片诡异的阵法。没错，
若是5大圣地之主都破不开，我们也没必要继续停在这里了。大家准备好，一旦阵法被破，我们就冲进去。什么？竟然以烈焰魔猿为坐骑，这些到底是什么人？那位是太皇君王韩皇，还有日月星神宗的月神。月神，在下黄屏风，神皇古国大皇子，曾经在凶兽山脉中见过月神一面，月神是否记得？不记得。月神，你不记得也没关系。我听说长生圣境之中危机重重，不如就让在下跟在姑娘身边，一笑犬马之劳，如何？不必了。小子，你笑什么？你算是什么东西，也配站在月神姑娘的身边？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长生宗圣子凌云。什么？你就是凌云？你不是死在了八荒秘境之中了吗？很好，你在八荒秘境之中杀了我7弟黄平云，今天你就给他偿命吧。他就是凌云，就是那个击败了蛇无邪的凌云吗？看起来他只是宗师境2重的修为，竟然能够击败宗师境6重的蛇无邪。而且根据最新的消息，就连圣兽宗的虎王都死在了凌云的手中。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个小子怎么可能如此妖孽？黄平云不知死活，莫非你也想要下去陪他吗？凌云，休要逞口舌之力，今天谁都救不了你，你必死无疑。是吗？既然你想死，那就滚过来受死。没有想到黄屏风竟然将明龙真功修炼到了如此境界，天机武学果然是不同凡响啊！明龙真功嘛，可惜你修炼的还不到家。屏风，你没事吧？一招，黄屏风就败了。凌云怎么可能这么强？圣兽宗的虎王就是死在凌云手中，莫非是真的？父王，我没事，杀了他，给我杀了他！你放心，他必死无疑。打了小的，老的就跳出来了吗？你又算是什么东西，也配在我面前嚣张？很好，小畜生，等你落到我的手中，你会知道什么叫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凌云，滚出来受死！皇兄啊，以你的身份对一个少年动手，也不怕天下人耻笑吗？韩皇，没有想到你也突破到了半步王侯境。韩皇，我的妻子黄平云死在了凌云的手中，这是私仇，凌云必死无疑。我希望你不要拦我。抱歉，皇兄，凌云和我有救，我不可能让你杀了他。韩皇，你真的要和我为敌吗？黄泉，有我在，你杀不了凌云。两大王者终于要大战了吗？什么？黄泉，长生圣境很快就要开启了，我劝你还是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若是你有什么损伤，恐怕长生圣境之中，你神皇古国的人就要全军覆没了。你威胁我？算不上威胁，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好，好，好，韩皇，我们走着瞧。凌云，你的运气真好。不过长生圣境之中危机重重，妖兽遍地，你可要小心了。若是落在妖兽手中，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不劳阁下费心，区长生圣境还要不了我的命。不过恐怕你进了长生圣境，就再也出不来了。不好，这处大阵若是强攻的话，师门一旦坍塌，长生圣境也将彻底损毁。
他是圣兽宗的掌教至尊黑龙王。长生宗竟然还没有被灭吗？真有意思啊！你们去破阵，若是破开阵法，我可以不追究虎王的死因；否则的话，长生宗一个不留。什么？黑龙王竟然让长生宗的人去破阵？哎，看来是真的让他们去送死啊！那也不一定。听说这个长生宗就是万年前那个独尊天下、横压万古的长生圣地，当年的长生圣境都是人家的后花园，说不定他们真的有破阵手段。传闻不可信，你看这些人修为最高的还不到天人境，他们怎么可能破阵啊？没想到黑龙王竟然亲自出手，这是要为虎王报仇啊！你凭什么认为我长生宗就能够破阵？不破阵就死！哈哈哈哈，好一个不破阵就死！万年前我长生宗横扫八荒，镇压当世敌的时候，你圣兽宗可敢以这副姿态说话？你还真以为你是八荒大陆的主宰不成？幼稚！这个世界终究是实力为尊，你比虎王强，所以他该死；我比你们强，所以我就是你们的主宰。凡是不听话的人，只能去死。你算是什么东西？黑龙王何必这么大的火气啊？日月星神宗的掌教至尊阴阳王。哦，阴阳道兄此来是要与老夫为敌吗？非也，我来此是为了破阵。破阵？没错，我日月星神宗和长生宗的渊源大家都很清楚。其实想要破这一座玄天五行阵并不难，甚至不需要破阵，我们就能够进去。没错，长生圣境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而这座玄天五行阵据说就是当年的天下第一人昊天神帝留下来的。当时长生宗的弟子进入长生圣境试炼，总不能要先破阵才能够进去吧？凌云小友，可否借长生炼气术一关呢？阴阳道兄，你的意思是修炼了长生炼气术，我们就能够进入到长生圣境之中？的确没错，万年前的长生宗弟子确实都能够安然无恙地进入到长生圣境之中。若是我不交出长生炼气术又如何？不交出来，死！混蛋！既然你们想要长生炼气术，那就给你们。多谢凌云小友，确实是完整的长生炼气术。果然有效，大家快冲啊！圣子，这长生圣境是我们祖师爷留下来的，就这样给他们祸害了，我真的不甘心啊！哎，圣子也没有办法，大家都看到了，若是我们不交出长生炼气术，恐怕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那黑龙王和阴阳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了，我们也进去吧。这里就是长生圣境吗？不可思议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没有想到长生圣境之中竟然是一片洞天福地，真的难以想象万年前拥有长生圣境的长生宗到底是何等的鼎盛。这是3000年的火龙草，天哪，已经是极品灵药的层次了。这是5000年的枯木藤，还有6000年的纯阳果，万年玄铁啊！这是炼制宝器的灵矿，竟然有这么大一块。哎，长生圣境被封印了万年，哪怕是当初最普通的草药，如今都变成了绝品灵药。毕竟无数年积累的灵气太过恐怖了。长生圣境啊，万年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就连长生圣境都变得这么陌生了。是因为万年前域外天魔入侵的那场大劫吗？让长生圣境都有了这么多的变化。奇怪，这里怎么只有我们这些人？那些武道圣地的人哪里去了？长生圣境的入口玄天五行阵沟通两界，只有我长生宗的弟子才能够直接从入口进来。其他人嘛，
恐怕现在不知道在哪个妖兽巢穴里了。那么6阶妖兽，而且还有7阶妖王。长生圣境虽然是藏宝地，但也是试炼地，血肉和生死才是这里永恒的主题。这些是长生令，每人1枚，若是遇到危险的时候捏碎，可以直接被传送出长生圣境。不过每人只有1次机会，多拿无用。我希望等离开长生圣境的时候，你们能一个不少的给我出来。竟然还有长生令这种宝物，这下我们长生宗弟子的安全大有保障啊！是银甲巨狼，这些巨狼的肉身之力极强，而且身上的银色鳞甲有很强的防御力。他们的弱点是眼睛。师弟们，这是你们进入长生圣境的第一个考验。若是连这些银甲巨狼都解决不了，你们可以直接滚回家了。长生宗众弟子听令，地元境的强者3人一组，以长生剑阵斩杀银甲巨狼，其他人自由行动，注意配合。多谢师姐，多谢师姐。原因还在银甲狼王之上，只要杀了狼王，这些巨狼不攻自破。我倒要看看，你的银甲能否挡得住我的祖龙秘术。元王，他交给我，你去宰了他的那些狼子狼孙。众弟子听令，上次已经去斩杀狼王了。等到狼王一死，这些银甲巨狼恐怕就要逃走了。都给我可劲儿的杀！得到的妖丹一半入库，一半是你们自己的。来得好！圣子到底是人还是一尊妖王？这肉身之力太恐怖了。宗主，我去追杀狼王，你们速速离开这里，在长生圣境之中试炼，采集天材地宝，不要贪功冒进。有元王保护你们，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好，对自己多加小心。一乱八道！门主，这可是一尊6阶巅峰妖兽啊，浑身上下都是无价之宝，这下我们发达了。是妖丹？什么人将妖丹交出来？这尊银甲狼王本来就是我击伤的，我只要妖丹，狼王的尸体可以给你们。混账！就你这点修为，还敢说狼王是你击伤的？我还说是我击伤的。识相的话就交出妖丹，否则就死。住口！原来是凌云凌公子，我的这些门人有眼无珠，还望凌公子不要怪罪。在下狂刀门门主王建东，既然狼王是凌公子所杀，这个妖丹自然是属于凌公子。你认得我？凌公子威震八荒，为一代绝世天骄，在长生圣境外一拳镇压黄屏风的风采，老夫早就仰慕的紧。是吗？既然如此，妖丹我拿走了，狼王的尸体可以送给你们。门主，那可是6阶巅峰妖兽的妖丹呢，就这么给凌云了？那你想怎么样？和他打一架？恐怕我们不但连妖丹都抢不回来，还会全都死在他的手中。凌云可不是一个心软的主儿。那就这么算了？这么算了？怎么可能？我们对付不了凌云，有的是人能对付他。走，我们去找圣兽宗，相信他们肯定会很乐意出手杀了凌云，到时候也能为我们出一口恶气。莫非
长生圣境之中也出现了什么变故？冰山雕，孽畜，找死！想要突破到飞龙之体，需要集齐上百颗6阶妖兽的妖丹。冰山雕是太古异种，他的妖丹勉强可以用得上。若是我猜测不错的话，那座神月之上应该有着一株药王，那株药王应该就在那处瀑布中。九转金莲，小弟弟，这九转金莲可是姐姐我先看上的，把它让给姐姐好不好啊？凤女，小弟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强悍。蛇无邪那个家伙也就算了，没有想到连虎王那个傻大个儿都死在了你的手里。怎么，凤女你要为虎啸报仇吗？哎，小弟弟哪里话呀？虎王那个家伙太讨厌了，经常纠缠人家。小弟弟帮我杀了他，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找你的麻烦呢？不过人家真的很需要这株九转金莲，小弟弟，你把它让给我，我会补偿你的，如何？哦，如何补偿？不如姐姐肉偿吧。凌云，九转金莲还给我！有本事你就来拿呀！凌云，混蛋，早晚我要抓住你！长生圣境的外围区域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我如今的肉身之力还没有达到极限，想要将肉身淬炼圆满，达到突破到飞龙之体的临界点，看来只有去中间区域的几处秘境了。长生圣境终于开启了，看来我的使命就要结束了。我是被什么诡异的存在盯住了吗？这是吞噬的力量，莫非是他？万年的岁月过去了，他不可能还活着呀。若是他还活着，此刻应该已经成为了神灵，离开了这一界。可是这里怎么会有他的气息？不过想要确定的话，试一试，那老小子应该就会出现了。什么人？给本地滚出来！真的是他。好敏锐的洞察力。少年郎，是你？你为何鬼鬼祟祟的隐藏起来？莫非是想要对本地不利吗？老浣熊，你一路上跟着我，偷我的灵药，偷我的妖兽尸体，现在连我的天仙醉都偷喝了，你还好意思质问我？你才是老浣熊，你全家都是老浣熊！少年郎，你对本地不敬，就不怕本地杀了你吗？不过本地看你天赋不错，算是个可造之材，跪下拜本地为师，将那天仙醉献上来300-500斤，本地马马虎虎就原谅你了。350斤天仙醉，你怎么不去抢啊？还有，我已经有师傅了，不能另投他门。你师傅是谁？本地带你去宰了他，
你不就能败在本地门下了吗？我怕你杀不了我师父，这天下还没有人能够杀得了我师父。哦，你师父是什么人？本地还不信这个邪了。我能杀他100次，你信不信？我师父说出来吓死你！老浣熊，我告诉你，我师父就是传说中的昊天神帝，天下第一强者。本地说了，不准喊本地老浣熊。哎，你说什么？你师父是昊天神帝？切，少年郎，你知道昊天神帝是什么人吗？他怎么可能会收你为徒？就你这点微末修为，还入不了他的法眼。老浣熊，昊天神帝真的是我师父。这天仙醉你知道吧？普天之下只有我师父懂得酿造。我若不是他老人家的弟子，我怎么能酿造出天仙醉来？而且，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吞天神莲。你竟然将吞天神莲修炼到了这一步，你真是他的弟子？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去哪儿了。我是长生宗的弟子，长生宗有师父的神像，我是在神像之中得到了师父他老人家的传承。原来是这样，他被祖龙那个卑鄙小人害死了，我还以为他还活着。10000年了，他已经离开10000年了。老浣熊，你认识我师父吗？和我讲讲我师父的事情吧。混账！再叫本地老浣熊，本地揍死你！10000年前，本地和你师尊乃至好朋友。若是论辈分，你应该喊我师叔。将你身上的天仙罪都拿出来，本地和你讲讲昊天神帝的事情。昊天神帝当年天赋超绝，说起来还是本地发掘了他的天赋，带他走上了武道之路。本地是昊天神帝的大哥，要不是本地传他吞天秘术，教他无上绝学，他怎么可能成为天下第一人呢？你师父对我也是十分尊敬。哦，原来你这么厉害啊！那10大封号大帝里面怎么没有你啊？我也没听说过有吞天大帝这一号人呐。本地是名声如浮云。虽然我教导出了昊天神帝，但是本地是闲云野鹤，自在惯了，并不在乎这些虚名。我师父是怎么死的？他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师父天纵神武，为绝代人杰，盖压同代，乃是10000年前最耀眼的人。但是他却识人不明，被排名第2的祖龙偷袭而死。我早就说祖龙那家伙不是好东西，可他就是不听我的呀。后来我听说你师父被祖龙那个卑鄙小人偷袭而死，我便带领我蛮荒妖域9大妖尊，准备找祖龙报仇。结果遇到了域外天魔入侵，那一战几乎将整片大陆都打破了，无尽的生灵死去，如同血色黄昏，惨烈至极。而我也被一尊天魔皇重伤，昏死了过去。没想到这一睡就是10000年岁月。也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你昏迷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确实不知道，本地醒来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小子。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小子叫啥名。我叫凌云。你叫啥？你小子知不知道你师父叫啥名？你竟然敢叫凌云，真是大逆不道啊！我的师父难不成也叫凌云？名字是父母给取的，我能有什么办法？这样一看，你和那个家伙看起来还挺像的。像吗？可能是我修炼了吞天秘术的原因吧，我和师父才有着相同的气质。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也会像我师父一样，成为天下第一大帝？
你就吹牛吧。哎，你竟然修炼了祖龙秘术！祖龙秘术乃是祖龙那个混蛋的看家宝，就算是你师父当年，也只是得到了一点皮毛。你怎么会修炼祖龙秘术啊？而且看你修炼的境界，竟然已经修炼到了地龙之体。祖龙秘术当然是我师父传给我的，你想干什么？你师父传给你的？莫非是他后来从祖龙那里得到完整的祖龙秘术了吗？小子，我们打个商量，以后我来指导你修炼吞天秘术，你将祖龙秘术交给我，怎么样？这倒不用了，老浣熊，吞天秘术我师父已经告诉我该怎么修炼了。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别走啊，小子！本帝是你师父的大哥，怎么会是外人啊？当年你师父求着让我学，本帝还不学呢。这不是闲来无事，想要帮你看看这祖龙秘术有什么漏洞没有。本帝也是为了你小子好，你可不要不识好歹啊！老浣熊，就算是我想传给你祖龙秘术，但就凭你这一身的道伤，你也修炼不了吧？你竟然能看出我体内的道伤，小子，你眼光不错呀！本帝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修炼，必须要把道伤治好才行。当年为了重创那尊天魔皇，本帝施展吞天秘术的禁招，引动大道神力，和天魔皇两败俱伤，损伤了生命本源，沉睡了上万年，也只是勉强让道伤不再恶化。我带你去个地方，那里的金风玉露或许对你的道伤有帮助。什么？你说金风玉露？这长生圣境里面有金风玉露？没错，长生圣境之中有着一座金风玉露池，已经有1万多年没有收集了。相信其中应该有了不少金风玉露，足够我们修炼的了。好小子，你很不错，很对本帝的胃口。等本帝恢复了修为，带你前往灵界，见识见识真正的绝世天骄。小子，有人在跟踪我们。我知道，都是我的一群敌人。若是那些家伙不知死活，本帝不介意给他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金风玉露池就在这里吗？没错，就是这里。之前被我师父以阵法之力锁在了地底，也不知道这上万年的时间到底有多少金风玉露。凌云，没有想到这里竟然有一座如此珍贵的金池。作为报答，我会给你一个痛快，会让你死得很快的。圣兽宗的人，怎么，那头虎的死还没有让你们长记性吗？小畜生，你尽管逞口舌之力，今天没有韩皇等人在，我看还有谁能救你？哼，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救我，我就赌你杀不了我。区区一个半步王侯境的蝼蚁，也敢在本帝面前嚣张？本帝全盛时期吐一口气就能将你宰了。你是什么东西？一只5阶的大仓鼠，竟然还会说话？你才是大仓鼠，你全家都是大仓鼠！本帝纵横万古，吞天噬地，为一代吞天大帝，见了本帝你还不跪下？帝，还真是好大的口气！一只妖竟然敢如此狂妄，当宠物就要有当宠物的自觉。你说谁是宠物？你祖宗才是宠物，半截身子都入土了，还只是半步王侯境的修为。畜生，找死！你来真的，毛杂毛，说不过我就动手打人，你真不是个东西。毛杂毛，要不是本帝身受重伤，一巴掌拍死你个龟孙儿！你给我等着，
等本地恢复修为，一定去你家祖坟光顾一下。找死！哎，你又来，老杂毛，你还要不要脸？哎呀，疼死我了！小畜生，替我儿子偿命吧！小子，还不想点办法？我们进金风玉露池。拦住他！攻进宝池，杀了凌云和那只大仓鼠。竟然有这么多金风玉露！小子，这金风玉露池虽然有结界，但看起来并不算强，根本无法抵挡王侯境强者的攻击。你就不怕外面那几个老杂毛攻破了结界？有什么好怕的？他们想要攻破金风玉露池的结界，就算是王侯境的强者，也需要1天的时间。有1天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做很多的事情了。而且，若是他们没有办法攻破结界，那就不好玩了。你说的没错，有了这么多金风玉露，足够让本地的道商恢复一些。到时候我一定要宰了那个老杂毛。吞天神炉，等我的肉身之力修炼到圆满，就可以借助9天化灵草等天才地宝，突破到飞龙之体。到时候，就算是万希瑞，不是我的对手。该死！这金池到底是什么宝物？为何会有这么强的结界？鹤鸣，发万里云烟，召集我圣兽宗的强者前来。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杀了凌云。是万里云烟，这是我圣兽宗的紧急召唤，快去看看。这种级别的万里云烟，至少也是宗门长老才能拥有的。莫非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仙人大爷，这长生圣境真是个好地方啊！没有想到这岩浆湖中竟然有一片火焰灵泉，我的修为终于突破到了宗师境9重。我说日天，看你这点出息，区宗师境9重又算得了什么？这长生圣境可不一般啊，肯定有无数珍贵的宝物。只要你听话，我保证能让你突破到天人境，甚至是王侯境。真的，多谢仙人大爷，你对我最好了。仙人大爷，有了这架天皇战车，就算是天人境的强者，我也能将其斩杀。可惜天皇战车已经残破了，如今只能发挥出下品道器的威能。你就知足吧。要真是完整的天皇战车，那可是绝品道器。不是王侯境的强者，根本不可能催动绝品道器的一丝威能。仙人大爷，以我现在的能力，加上天皇战车，能不能打得过凌云那个混蛋？我劝你最好不要招惹凌云，那个小子很邪门，连我都看不透他。有什么好怕的？他难不成还有3头6臂不成？若是真遇到了他，我还真想看看他会不会是我的对手。哎，是圣兽宗的万里云烟。奇怪，圣兽宗怎么会在召集强者？莫非是遇到了什么宝物？玄武，你来了。正好，你的万里河图乃是破阵的至宝，看看能不能破开这座金池的结界。
凌云真的在这座金池之中吗？没错，凌云已经被困在了金池之中。只要破开结界，我们不但能得到其中的至宝，也可以杀了凌云，为虎王报仇。好，既然如此，那就让他去给虎王陪葬吧。这就是传说中的万里河图。龟子玄武出手啊！有河图在手，这片结界必破无疑。听说凌云躲在了里面，这下恐怕就是瓮中之鳖，死定了。没错，凌云太嚣张了，一个宗师境2重的小子，虽然有点天赋，但是竟然敢和圣兽宗叫板。现在没有了韩皇等人为他撑腰，他死定了。嘿，圣兽宗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听说玄武和虎王是好朋友，玄武出手肯定想为虎王报仇。这下有好戏看了。结界要破了！果然是凌云。哎，那是什么东西？金色的光，如琥珀的玉露，肯定是无比珍贵的天才地宝。那是一只浣熊。天哪，这种至宝竟然被一只浣熊糟蹋！凌云真是个败家子啊！这种至宝怎么能让浣熊糟蹋？凌云，老杂毛，又是你！真以为本地不敢杀你吗？是那些金风玉露的缘故。凌云，放下那些金风玉露！这金风玉露就在这里，有本事你们就自己来拿。凌云，交出金风玉露，否则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凌云，交出金风玉露，我可以做主给你个痛快；否则等会儿落入到我的手中，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群混账东西，本地的东西你们也敢觊觎？莫非是活得不耐烦了吗？那是什么？一只浣熊？一只浣熊竟然敢对我们大呼小叫，简直就是找死！凌云这小子已经够嚣张了，没有想到他的宠物比他还要嚣张，竟然敢自称本地，还真以为他是上古妖帝吗？凌云，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交出金风玉露，否则的话，死！老杂毛，信不信本地一口咬死你？区半步王侯境也敢嚣张？像你这样的货色，当年本地一口气就能踹死一大片。好，很好。既然如此，那我送你们归西。老杂毛，本地送你去见你爷爷。好王八！莫非这只老浣熊是一尊妖王吗？很有可能。你们见过会说话的妖兽吗？听说只有突破到妖王之境，炼化了横骨，化为了人形，才能口吐人言。我看这只老浣熊就是一尊妖王。兽宗的混蛋，竟敢偷袭本地！是河图。凌云，准备为虎王偿命吧！玄武大人出手了，那就是传说中玄武大帝的至宝盗气河图吗？那只老浣熊不可一世，竟然都被玄武大人收了起来，太厉害了！传说之中，河图乃是造化至宝，是上古时期玄武大帝将一条贯通人身两界的天河炼入到了图卷之中，才形成了河图这件至宝。巅峰时期的河图乃是大地气，虽然如今河图威能大减，但是有这件至宝防身，玄武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那凌云就危险了。凌云能够杀了虎王，我看也是虎王轻敌了。但是玄武大人就不一样了，不但修为远高于凌云，而且还有河图这件至宝防身，凌云必死无疑。好一个圣兽妻子，原来都是趁人之危的小人。凌云，早点
还敢逞口舌之力，我不得不佩服你的胆量。等会儿我就送你和你的宠物团聚。是吗？恐怕你没有那个本事。凌云，你的天赋确实很不错，我承认，就算是在圣兽宗之中，或许也只有龙子的天赋能和你一较高下。但是天赋强没有实力的嚣张，注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的是你才对，区区一副河图而已，在我眼里什么都不算。我能宰了虎王，杀你也如同土狗。这小子肯定是得了失心疯，等会儿被玄武师兄打成丧家之犬，我倒要看看你还敢不敢嚣张。这个混蛋，死到临头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吗？玄武可不是虎啸能比的，有了河图在手，玄武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就连龙子都攻不破他的防御啊！仙人大爷，看来不用我出手，凌云都是死定了。人生真是寂寞如雪啊！我龙日天的对手，看来只有我自己了。若是按照眼前的形势来看，凌云确实没有什么逃生的可能。但是这个小子很邪门，我始终感觉这小子死不了。这个家伙在宗师境的修为，别说是万希瑞了，就连玄武他都打不过，难不成还真的有底牌吗？嘿嘿，这家伙越来越阴险了，看来圣兽宗的人又要被他坑一把了。不过反正和我没关系，我是来看戏的。很好，够嚣张！我希望等一会儿你的嘴还能这么硬。通天玄武枪，竟然是通天玄武枪，这可是玄武真功中的绝招啊！没有想到玄武师兄已经将这门天级武学修炼到了如此。玄武师兄是想要直接镇压凌云啊！凌云要败了。哼，果然很强，但可惜还是太弱了。金震天诀。凌云，我有河图在手，你杀不了我。相反，你会死，谁都救不了你。这是玄武血脉的力量。我等待龙龟壳。凌云，有河图在，我就是不败的。你肯定是施展了某种禁术。我就不相信你能够一直爆发如此恐怖的力量。等你的力量退去，我必杀你！是吗，小家伙？这河图可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啊，我的河图？不！混蛋，老杂毛！你堂堂圣兽宗的长老，竟然出手偷袭一个少年，还要不要脸？凌云，你已经中了我的化功绝毒散，要不了1刻钟，你的浑身修为就会化为乌有。若是不想死的话，跪下来磕头，将金风玉露交出来。什么？竟然是化功绝毒散？听说这种毒药乃是从妖王级别的强者体内提取出来的，十分的珍贵。天人境的强者中了此毒，都会被化去一身的修为。这下凌云死定了。吞天神莲无物不吞，别说是区区毒药了，就连魔气、妖气凌云都能够炼化。万希瑞，哼，很好。对待敌人，无所谓手段是不是下三滥，尤其是你这样的敌人，我从来不敢轻视。凌云，还不跪下来！哈哈哈哈哈！凌云，你也有今天，敢得罪圣兽宗的人，简直就是不知死活，还不跪下来求饶？或许大长老还能给你一条活路。
大长老，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你们算是什么东西，也敢让我下跪？若是你们都跪下来求饶，或许我还能饶你们一命，否则的话，你们通通都要死。不知死活！老杂毛，有本事和本地大战300回合，本地保证把你打成死狗！小子，你想干什么？为什么要抓本地的尾巴？这是上古占领。不好，快走！金风玉露池本就是神师所化，而在神灵战死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聚集战灵的地方。当年长生圣境的先辈就曾以金风玉露池为根本，作为战灵的栖息之地，也是金风玉露池的守护者。我刚刚不过是唤醒了他们而已，接下来就看谁跑得快了。跑得慢的话，都得死。这是什么东西？少爷，你快走，我来拦住他。老浣熊，你在这儿乖乖待着，不要动。那些上古战灵可不认识。凌云，你怎么不怕那些鬼东西？凌云，你不要杀我，王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凌云，你想干什么？送你去见虎王。凌云，掌教之尊不会放过你的，你和长生宗的人全都得死。只要杀了凌云，或许这些上古战灵就会不攻自破。你给我去死！这是什么剑？剑名天罚，竟然是天罚剑！看来圣兽宗应该知道些什么。诸位前辈，退下。凌云，你想干什么？想杀就杀！姑奶奶，我要是皱一下眉头，我就不是凤女。凌少，你喜欢这辆天皇战车吗？这是我在秘境中得到的一件至宝，能够日行10万里，速度极快，而且十分拉风。我当时就感觉到，只有凌少才能配得上。好吧，看在你一番诚意，我就收下了。你走吧。凌少你忙，我就不打扰了啊。凌云，你想干什么？小子，这么美的妞，你在哪儿搞来的？莫不是给本地当老婆的？混蛋，你干什么？果然是暗凤之体。暗凤之体？什么暗凤之体啊？混蛋，你到底要干什么？要杀就杀，若是你想要那个郭奶奶，郭奶奶就阉了你。你最近修炼的时候，月圆之夜是不是会因真气紊乱，有春泉涌动，而且会做春梦？你怎么会知道？而且，你正午修炼的时候，丹田气海，朱雀真气沸腾，游遍全身，犹如烈火焚身一样痛苦，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才能够压制。最近这段时间，越来越压制不住了吧？你难道会算命？
我的这些症状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你怎么会知道？堂堂暗凤之体，却去修炼朱雀真功。若不是你自身的血脉强大，恐怕早就走火入魔，烈火焚身而亡了。你是说我拥有暗凤之体？暗凤之体又是什么体质？为什么我朱雀神功会出现这些症状？上古时期，祖龙一族、凤凰一族等都曾是天地的霸主，主宰众生天道，无比强大。而凤凰一族之中，众人都只知道火凤凰，也就是朱雀，知道青鸾和红狐，这些都是凤凰一族的强大神兽。众人却不知道，凤凰一族还有一种变异的凤凰，名为暗凤凰。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除了羽毛是黑色，体内更是能孕育出灭世黑炎，战力强大无匹。若是说火凤凰是至阳神兽，那暗凤凰就是至阴神兽，你懂了吗？至阴神兽，你能够坚持到现在，也是因为你的暗凤之体太过强大，力量能够压过朱雀真功。但是如今两者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等你的朱雀真功再提升一些，暗凤之体恐怕就会压制不住了。到时候，暗凤之体，若我真是暗凤之体，掌教至尊肯定会告诉我的。凌云，你不要以为你能骗得了我。我是不是骗你，你自己应该最清楚。而且黑龙王就算是知道，他恐怕也不会告诉你。你知道暗凤之体修炼朱雀真功的下场吗？走火入魔也就罢了，但更可悲的，就像是在朱雀真功的催动下，你体内的元阴之力会越来越强。等到你的元阴之力达到极致，就像是成熟的果实一样，只要被人采捕之后，你浑身的修为就会成为另一个人的养料。那滋味，哼，生不如死。不可能，我不相信，你一定是骗我的。掌教至尊视我如己出，他不可能会这样对我的。黑龙王停留在王侯境九重，已经有几十年了吧？小弟弟，你就会吓唬姐姐？莫非你能够帮姐姐解决暗凤之体的困扰吗？我当然有办法，不过我为什么要救你？这么大一个美女在你眼前，难道你真的忍心看姐姐走火入魔吗？很简单，只要修炼凤凰一族的至高神功真皇秘术，不但可以让你免除走火入魔之忧，而且还能够让你彻底蜕变，未来就算是登临大帝之位，也不是不可能。真皇秘术？莫非你有这种神功？真皇秘术乃是超越了地级的神级武学，我自然也没有。那你说这个有什么用？我现在没有，但我很快就有了。只要你愿意当我的侍女，我可以将这门神功传给你。当你的侍女？你做梦去吧！你是天之娇女，有很多人喜欢你，但在我眼里却根本算不了什么。当我的侍女，我会带你走出八荒大陆，登临无上大帝之位。到时候黑龙王之辈不过是蝼蚁，反手可灭。女娃子，当这小子的侍女是你的福气。你知道他的师尊是谁吗？长生宗的昊天神帝，那可是万年前威震天下的绝世强者，也是本帝的兄弟。你好好考虑一下，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将遗憾终生。什么？昊天神帝的弟子？机会只有一次，你自己想清楚。你就吹牛吧，昊天神帝早就已经去世了，怎么会收你这么一个弟子？我一定要亲手揭穿你的真面目。长生宝库开启，看来那长生宝库就是当年长生宗留下来的传承之地，其中说不定会有长生大帝和昊天神帝的传承。长生宝库就在东方，大家快去啊！快走，这可是长生宗的绝世传承，去晚了什么都得不到啊！长生宝库吗？莫非是在域外天魔入侵的时候，贤嗣为了保存长生宗的传承而修建的宝库吗？长生宝库，凌渊，我们快点走，
说不定其中会有修复道伤的宝物。等到本地的道伤完全恢复，重新踏上大地之境，什么狗屁圣兽宗，本地帮你屠了。你就吹牛吧，还大地？你连王侯境的强者都打不过。长生宝库内听说危机重重，无数强者都死在了里面。你这么闯进去，也只是送死。小女娃，本地威震天下的时候，你祖宗都还没有出生呢。是不是长生宝库还不一定，我们去看看。是凌云，圣兽宗的凤女怎么会和他走在一起？真是奇怪。凌云嘛，有意思。不好，长生宝库中有绝世杀阵，凡是进入长生宝库的人，不是疯狂的自相残杀，就是被莫名的存在吞噬了。太恐怖了！长春门的长春真人死了，自己砍了自己38刀，区区杀阵又算得了什么？等会儿看本地破了那老身子杀阵，将宝库内的宝贝全都卷走。是不是长生宝库还不一定。天眼王大人到了，他这是准备进入长生宝库内破阵吗？拜见天眼王大人，大人可否破掉这座杀阵？晚辈见过天眼王。蒙诸位道友看重，老夫也只能尽力一试。凌云，天眼王来了，看来这座长生宝库的杀阵很有可能要被破了。天眼王吗？只怕他还没有那个本事破阵。这个老家伙必死无疑。哦，老浣熊，你看出来什么了吗？这根本不是什么长生宝库，这就是一片陷阱啊！好狡猾的家伙，差点连本地都骗过去了。陷阱？说不出来，我感觉到这里是一个陷阱，但是我也查探不出来，只能说明那个家伙太过恐怖了，连本地都能蒙蔽。小子，我们快走吧，不然等一会儿就走不掉了。哪里有什么陷阱啊？你就是危言耸听罢了。我看等一下，天眼王就能破掉凶阵了。胸大无脑。老浣熊，你说谁胸大无脑？谁胸大我说谁。我要杀了你！别闹，天眼王真的要死了。天眼王大人真的进去了，我就知道他老人家一定能够破掉凶阵。天眼王大人都进去了，我们也进去吧，快冲啊！天眼王前辈，你要干什么？快住手！我是您的弟子。你疯了吗？莫非这长生宝库之中有鬼吗？天眼王被鬼附身了。真的有鬼啊！你们看天眼王。在无字天书的加持下，凌云眼前的宝库竟变成一朵黑色的莲花，在不停的吞噬众人。周围竟同样长出血色莲花，并把整片空间封印。竟然是他，虚魔幻术！没有想到，这个世界真的有虚魔幻术。虚魔幻术，莫非和域外天魔有什么关系吗？该怎么办？那座石殿，莫非有化解之法？你们不要说话，神情保持镇定。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就够了，慢慢的跟着我走。
虚魔幻术，若是和域外天魔有关系的话，10000年前应该也被封印了。或许这座石殿就是封印之地。九星混元大阵，果然是从封印大阵之中逃出来的。无字天书的力量顿时将老浣熊跟凤女从幻境中拉回来。什么？竟然是虚魔幻术！怪不得连本地都看不出来破绽，原来是这种东西。凌云，虚魔幻术的属性可是好东西呀，不但能够提升精神力，而且可以恢复道伤。不如我们将这颗虚魔幻术宰了，将树心取出来如何？老浣熊，你不会坑我吧？我告诉你啊，这棵虚魔幻术虽然只是幼种，但也不是我们能碰的。你是不是真的嫌命太长了？亏你还是昊天神帝的弟子，竟然连一棵树都怕。我告诉你，别人搞不定虚魔幻术，但是虚魔幻术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吞天秘术就是虚魔幻术的克星，等会放出虚魔幻术，只要你能够抵挡虚魔幻术释放的幻境片刻，本地就能够将它给吸干了。吞噬虚魔幻术吗？不好，虚魔幻术吞噬了武者的血肉灵魂，开始朝着生长期进化了。小女娃，我们为凌云护法，这虚魔幻术十分诡异，说不准会出什么幺蛾子。放心吧，凌云还没有将真皇秘术传给我，谁敢动他，就是和我过不去。果然和域外天魔有关系。凌云，你想干什么？快住手！凌云，长生宝库中的宝物是大家的，不想死的话就快点交出来。神赵太子说的没错，凌云，快将宝物交出来！不好，是那该死的虚魔幻术捣的鬼。凌云，你难道想和我们这么多人为敌吗？大家都冷静一点，你们看到的都不是真的。这座山谷里有一棵虚魔幻术，能够制造幻境。大家看到了长生宝库，都是虚魔幻术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互相残杀。虚魔幻术，凤女，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莫非我们这里所有人都被幻境迷惑了吗？你让开，我只杀凌云，和你没有关系。小女娃，不用和他们解释，他们一群井底之蛙，又怎么可能知道虚魔幻术的存在？魔空，你混蛋！想杀凌云，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本地倒要看看，谁敢上前一步！来一个，本地宰一个。凤女，既然你一心想要护住这个小子，那我就先宰了他。朱雀真功，哈哈哈哈！凤女，你竟然为了一个小白脸对我出手，今天我必死无疑！杀了凌云，长生宝库就是我们的了！杀！一群无耻之徒，本地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凌云，凤女，凌云死定了，谁都救不了他。刘长老，杀了凌云！放心，凌云必死无疑。很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虚魔幻术的存在，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封印它。虚魔幻术，凌云，你想干什么？住手！出事吧！
长生宝库竟然不是真的！凌云说对了，我们真的陷入到了幻境之中。什么？凌云，你该死！一群小人！之前都和你们说了，这里是虚魔幻术营造的幻境，是你们自己不相信，现在反倒怪起我们了。老浣熊，你不是说要干一票大的吗？那我们就疯狂一次，将这棵虚魔幻术吞噬了。好小子，我就知道你是干大事的人。吞噬虚魔幻术，你们疯了！要送死你们去，我可不陪你们玩了。留在外面，你必死无疑。放心吧，我不会找死的。最后，刘长老以燃烧生命本源为代价，救出红神罩以及魔空。谢尊少爷，虚魔幻术的封印已经被破开，我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恐怕就是长生秘境的核心那片宝地的争夺了。虚魔幻术的封印是破开了，但是凌云那个小子却始终让我看不透。不过他敢进入到魔洞之中，已是十死无生。那只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子罢了。谢尊少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争夺核心之地的传承。龟叔，你放心吧，昊天神地的传承是我的，谁都抢不走。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制造出来的幻境竟然连天眼王都看不穿，而且死得极为凄惨。天眼王号称八荒第一阵法大师，竟然也死在了虚魔幻境的手中，真是太恐怖了。我看就算是亡侯境的强者，若是被那颗虚魔幻术缠上，肯定也是自身难保。太恐怖了，绝对是一处兄弟。听说凌云和凤女死在了虚魔幻术的手中。什么？就是那个击杀了虎王封的长生宗圣子吗？哎呀，太可惜了。凤女怎么会和凌云走在一起？看来肯定是被凌云连累的。我的女神啊，真是红颜薄命。听说凌云被虚魔幻术迷惑了心智，破坏了封印虚魔幻术的大阵，才连累这么多强者身死。凌云真是该死啊！那些武者所在的宗门岂不是都要疯狂了？没错，听说很多宗门都在找长生宗的弟子，准备将长生宗的弟子斩尽杀绝，为门人弟子报仇雪恨。已经是第9批了，他们还真当我长生宗是软柿子不成？我相信凌云没有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保存实力，等凌云回来。宗主说的对，圣子天赋无双，威震同代，我看就是那什么狗屁魔空和神杖太子污蔑圣子。我们也相信圣子，圣子肯定会回来的。大家都不要多想，元王是圣子的灵兽，和圣子灵魂相连。若是圣子死了，元王也活不了，所以圣子肯定没有死。是阴阳王和祭魂王。祭魂王，你堂堂王侯境的强者，竟然对我长生宗的弟子出手，就不怕有失身份吗？有意思，区区一个宗师境的蝼蚁，竟敢对本座如此说话！你竟然能够挡住本座的元神之力，你修炼的是何等武学？蝼蚁，始终还是蝼蚁。寂灭道兄，够了，你心中的怒气也应该发泄的差不多了，正事要紧。哼，阴阳道兄，因为凌云那个小畜生，让那么多的弟子死在了虚魔幻术手中，
这些长生宗的人就应该为我的弟子陪葬。不过我给你面子，今天暂时饶了他们，但若是他们不乖乖配合，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继你道兄大度，凌云那个罪魁祸首已经死了，此事就此作罢。本座有一件事情需要诸位长生宗的小友帮忙，看在你我两宗的渊源上，还望诸位不要拒绝。何事？诸位跟我们走，到了就知道了。若是我们不同意呢？不同意，那就得死。虚魔幻术，莫非和域外天魔来自同一个世界吗？没有想到虚魔幻术竟然也会害怕无字天书。虚魔幻术在那里。真的是虚魔幻术，怪不得100万年前一株成熟期的虚魔幻术可以毁灭一界，造成无边的杀戮。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整个长生秘境都会被他吞噬了。好奇怪，竟然是和我们的吞天秘术完全不同的吞噬法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凌云，这就是你说的虚魔幻术吗？看起来十分平静啊，难道他发现不了我们吗？他早就发现了我们，只是因为他有所忌惮，才没有动手罢了。老浣熊，这棵虚魔幻术还只是幼种时期，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你想怎么对付他？怎么对付？本帝要看看是他的吞噬之力强悍，还是本帝的吞天秘术厉害。不好，老浣熊快回来！该死，竟然是生长期的虚魔幻术！该死的虚魔幻术，太狡猾了，竟然会伪装！若是本帝全盛时期，直接将他洗成渣。无字天书，看你的了！无字天书，小子，你竟然有无字天书这种至宝！这下我们有救了！什么狗屁虚魔幻术，一定不灭了他！老浣熊，你竟然认得无字天书？无字天书相传乃是混沌之神的宝物，蕴藏着诸天万界的至高秘密。最是克制一切邪魔外道，强大无匹。有无字天书在，绝对能将你的吞天秘术提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对施展吞天秘术有提升作用吗？想要吞噬我们吗？那就看看是谁吞了谁吧！给我吞！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家伙修炼的，莫非就是昊天神帝的吞天秘术吗？竟然有这么多属心！发财了，真的发财了！牛角牡丹呐，真是牛角牡丹！老浣熊，你个混蛋！这些乃是炼制大地丹的顶级天才地宝，你怎么能就这么吞了？小子，吞了这些虚魔属心，足以让本地的道伤痊愈1/10。区区几颗属心，哪里有本地的身体重要？等本地恢复了修为，这种货色的虚魔幻术，本地随随便便给你砍个几十颗。砍几十颗虚魔幻术，不吹牛你会死啊！这是什么？虚魔幻术的种子吗？好像还真是虚魔幻术的种子。奇怪，没有听说过虚魔幻术还会有种子。这家伙不会真的能长出一棵虚魔幻术来吧？凌云，
你真的是昊天神帝的弟子？如假包换，而且你的元婴之力确实可以助强者突破修为。这样说，你没有骗我，掌教至尊传我朱雀神功，真的是别有所图。这是朱雀真功，若是你真的能够为我找到真皇秘术，我凤羽就算是做你的侍女，又有何不可？很好，终有一天，你会为你今天的选择感觉到庆幸的。远，你看那是什么？我们去看看。这是阴阳祭坛。上官明的阴阳祭坛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莫非他也陨落了吗？或许这座阴阳祭坛之中会有日月星辰经的传承。竟然是阴阳祭坛，莫非是上官明那个老混蛋留下来的？凌云，这上官明是你师父的手下，当年为一方魔道剧情，得你师父传授日月星辰经，才突破到了大地境。或许这阴阳祭坛之中有日月星辰经的传承，要是得到了，你可就发达了。上官明，莫非是日月星神宗的祖师爷吗？这是他老人家留下来的。不要轻举妄动，这阴阳祭坛不一般。莫非是域外天魔吗？好像是有些不对劲儿，有域外天魔那群杂碎的气息。域外天魔，能够让上官明前辈以大地境的修为镇压的域外天魔，那该会是何等的强大？这座阴阳祭坛不能动，我们先离开这里。这阴阳祭坛之中肯定有好东西，唉，只是可惜呀。以大圆满境的纯阴真功开启阴阳祭坛，真是好手段。月神，我真是小看你了。这小妞太美了，本帝喜欢。月神，你怎么会在这里？玄天五行阵好像是随机传送，所以我进入到了长生秘境之中，直接就出现在了这里。没想到直接就遇到了祖师留下来的日月祭坛。直接被传送到了这里吗？说不定是你们祖师爷冥冥中指引着你前来。凌云，这座日月祭坛之中很有可能藏有上古祖师留下的传承，我希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得到日月星辰经。本帝和上官明很熟悉，你放心，只要你跟着本帝，本帝一定能帮你得到日月星辰经的传承。你和上官祖师认识？那当然。上官明是10000年前昊天神帝手下的战将，而本帝乃是昊天神帝的大哥。上官明那小子当年在本帝面前毕恭毕敬。小女娃，只要你将本帝伺候好了，日月星辰经根本不是问题。月神，我确实是答应了帮你得到日月星辰经，不过这座阴阳祭坛很不一般，其中很有可能镇压着强大的凶魔。你确定要进去吗？日月星辰经对我很重要，我必须要进去。而且，我从其中感觉到了日神的气息，他也在祭坛之中。日神？好，我和你进去。不过若是遇到了危险，一切都要听我的。可以。凌云，你不能进去，这里面很有可能有域外天魔，他要去送死，你不能陪他一起。放心，若是看情况不对，我会立刻出来的。你就在外面等我吧。你要进去也行，我也要进去。日神那个家伙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一个人面对他肯定会吃亏的。好大的口气啊，敢自称日神！哼，等本帝遇到他，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让他明白年轻人做人不能太嚣张。
好手段，真是好手段呐！上官明那个老家伙，竟然将日月星辰经修炼到了如此地步，以阴阳轮转之力，将域外天魔的魔气转化为天地灵气，养出了这么大的一座神山。上官祖师手段通天，恐怕这万年的时间，就算是有强大的域外天魔，也都已经被灭杀了。我能感觉得到，日月星辰经就在神山之上，日神也在那里。无限年、玄冰谷、无常奇器、万年玄铁，竟然有这么多的天材地宝。这座神山被滋养了万年，恐怕整座山都已经化成了一件至宝。我们先上山，等到夺得日月星辰经之后，再来采集宝物也不迟。好，我们走。来人止步！让开！月神，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月神，日神大人正在闭关修炼，任何人不准打扰。你若敢强行硬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哟呵，看来本地被人轻视了。老杂毛，还不滚过来给本地磕头，否则本地保证打得你妈都不认识你。畜生，本座杀了你！人，本地来拦住这个老家伙，你们先去。好，你自己小心。是日月星辰经的传承真意。日月星辰经吗？月神师妹，日月星辰经的传承之地是我先找到的，你这样未免有些不知礼数。日神师兄，日月星辰经是我日月星神宗的正宗绝学，我不可能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就会让给你的。月神师妹，你要相信你是争不过我的，我保证，当我能够凝聚出日月星辰经的传承真意时，就将这门绝学传给你。凝聚日月星辰经的传承真意，至少也需要大地境的实力吧。就算是日神师兄你天赋无双，想要突破到大地境，是需要500年还是1000年呢？既然如此，那就各凭手段吧。凌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帮我得到日月星辰经的传承。月神，你就这么相信我能帮你吗？要不要我帮你杀了日神？直觉，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一定能够帮我得到日月星辰经的传承。至于杀了日神，那倒不必。我们如今都有日月星辰经的传承真意护体，就算是王侯境的强者，也不可能杀了我们。好吧，我尽力一试。真是找死！是上官明的气息。是谁敢打扰老夫？上官明，老伙计，真的是你啊！你是？老伙计，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主人。老伙计，你现在也只剩下元神烙印了吗？你的本体。主人，我如今确实只剩下这一缕元神烙印了。10000年前的那场大劫太过恐怖了，我和域外天魔死战，最终重伤难治，只能在此留下阴阳祭坛和日月星辰经，以待有缘人。却没有想到，竟然遇到了主人。主人，主人，你10000年前到底去哪儿了？10000年前，我被祖龙陷害，后来元神陷入沉睡。10000年后醒来时，已经是沧海桑田了。
什么？竟然是祖龙那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上官明，和我说说我离开之后发生的事情吧，比如贤思去了哪里，祖龙又在何方？主人，我现在只是一道元神烙印，1万年前的事情太模糊了，有很多我也记不清楚了。大概是在你失踪不久，域外天魔降临，那个时候祖龙听说也重伤了，一直在闭关，并没有出现。而长生大帝和其他几位大帝率领天下群雄抗击域外天魔，爆发了一场血战。长生大帝以大法力镇压了最强的几位天魔皇，他自身也受了重伤。后来他就离开了长生宗，说要前往双生山等待主人归来。双生山，双生山，贤思，你怎么这么傻？长生圣境本来就是主人留下来的，不过如今的长生圣境和以前不同，其中有无数强大的域外天魔，主人如今修为没有恢复，务必要小心。就在这阴阳祭坛的下方，就镇压着一尊巨魔。阴阳祭坛的下方有一尊巨魔吗？什么修为？是一尊4阶天魔王，实力相当于地境4重，不过被我镇压了万年，而且以阴阳祭坛吞噬其体内的能量，现在或许只有黄境8重的实力了。等主人离开，我就准备燃此残魂，将其彻底灭杀。下面那2位都是你日月星神宗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将日月星神经传给谁？日月星辰经本来就是主人传授给我的，当初恐怕也是我的弟子开创宗门，想要将这一门传承传下去。主人说传给谁，我就传给谁。那就传给月神吧，日神那小子，我看他不爽。月神师妹，我说了你抢不过我的，放弃吧。失败了吗？不对，日月星辰经的传承真意。日月星辰经的传承是我的，只有我日神才配得上这门大地绝学。不，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月星辰经的传承明明已经属于我，为何会在关键时刻被月神夺得？到底是谁坏我好事？我一定要将他挫骨扬灰，以泄我心头之恨。3番2次坏我好事，凌云，你该死！日神，你要干什么？朱雀真功吗？你的修为还差了点，今天凌云必死无疑。你想为他出头，就和他一起去死吧！让我来。怎么可能？好，很好，凌云，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你。你的肉身之力的确很强，但今天你还是要死。下品道器，依仗道器之威，算什么本事？凌云，你无法突破金刚战甲的防御，今天你必死无疑。道器也是实力的一种，凌云，你坏我好事，就算是将你挫骨扬灰，也来泄我心头之恨。
凌云，这是你逼我的。能够见到我的太阳真火，就算是死也值得了。太阳真火，太阳真火确实很强，但以你如今的境界，又能够支撑这种状态多久呢？杀你足够了。太阳焚天，金乌灭世。凌云，我看你还能不死！哈哈哈哈哈哈！啊，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抵挡得了太阳真火的焚烧？若是他还在，知道有你这个弟子，恐怕会无比的欣慰吧。日神师兄，你不是凌云的对手，认输吧，我可以求他饶你一命。认输？只有战死的日神，没有认输的日神。你想死的话，我可以成全你。不好，上官明支撑不住了。你们快走，我来挡住他。那是上官祖师。想走，你们统统都得死！上官明，你镇压本座万年，但你的本体早就消散了。区区一道元神烙印，也敢和本座争锋？本体死得其所，而你也终将要陨落在这里，这是你的宿命。主人，上官已经不能再陪您左右了。今日斩天魔之首，祝主人他日再攀巅峰。上官就算是死，也会很开心的。上官明，主人，这是上官以域外天魔作为养料，唯愿主人万寿无疆，登临神位，上官亦可安心了。上官前辈竟然还没有死吗？死了，万年前的大劫之中他就死了，如今剩下的不过是一道元神烙印罢了。不过刚刚他已经燃烧了元神烙印，引动阴阳祭坛之中的无尽杀伐之力，和那尊天魔王将同归于尽了。唉，小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怎么感觉上官明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啊？上官明是我师尊的故友，不舍和感慨十分正常。我能有什么能够瞒你的？真的吗？这是什么灵果？这是传说中的天魁果。竟然是天魁果。不过还没有成熟，如今只能算是一株圣药，最多可以延寿1000载，距离延寿万年的天魁果还差了一点儿。太阴阳结界，以天魔血肉滋养天魁果树吗？上官啊上官，这还真是一份不轻的厚礼。小子，上官明那个老家伙竟然在你身上留下了破解结界的手段，老家伙就算是死了，对你师父也是忠心耿耿啊！以天魔为养料，培育出天魁果树，不过却少了一次天道造化之力，先天不足，怪不得万年的时间也只是成为了圣药，而没有办法蜕变成神药。好了，宝物见者有份，
这天魁果虽然只能延寿1000载，但也算是无上圣药，能够让你们脱胎换骨，修为暴增。可以说，这些天魁果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天魁果虽然珍贵，但我现在的寿元足够，完全用不着天魁果来延寿。凌云，你自己收起来吧。我也不需要，此行能够得到日月星辰镜的传承，我已经欠了你一个大人情了。这些天魁果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作用。他们不要，我要啊！小子，只要本帝将这些天魁果全吞了，本帝至少也能够恢复1成的修为。到时候本帝带你屠神灭佛，征战天下。你想都别想！凌云，还我的天魁果，我和你拼了！不对，我们快走，有人来了，而且还是一尊王侯境的强者。我们走。魔空，你说的天魁果树在哪里？为何这里什么都没有？宗主，我确实在这里发现了一棵天魁果树，足足有30颗天魁果，而且还布下了一道强大无比的结界。只是我在山谷之中遇到了一尊强大的天魔，和其激战很久，才将其斩杀。那天魁果树明明就在山谷之中。宗主，你看那个深坑。以天魔滋养天魁果，果然是天魁果的气息。天魁果树刚刚被拔出来，那人应该没有走远，我们追。现在应该安全了，幸好我们走得快，不然天魁果树恐怕就要便宜别人了。哎，老兄，为什么大家都朝着秘境深处而去？是有什么宝物出世吗？你是凌云？你认得我？不认识，我只是听说过凌少您的威名。我讨厌说谎的人，说，为什么认识我？凌少，饶命！我什么都说。那个青年将魔空和神召太子宣扬凌云被虚魔幻术迷失了心智，坑杀了无数强者的事情，以及寂灭魂宗和大地古国同时下发悬赏令的事情说了一遍。魔空那个混蛋真不要脸，明明就是他自己被虚魔幻术迷失了心智，反倒怪到了凌云的头上，真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本帝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混蛋的东西。凌云，等下次本帝见到了他，一定帮你屠了他，真是气死本帝了。魔空是该死，但若是我长生宗的弟子，有一个出了意外，我就让整个寂灭魂宗偿命。那是凌云？没错，就是凌云，和魔空大人传下的画像上一模一样。他不是死在虚魔幻术手中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凌云害了我们这么多宗门的人，大家一起杀了他，让他偿命。魔空大人说了，杀了南宫羽都有100万的灵晶，若是杀了凌云，说不定我们会直接被寂灭魂宗收为弟子。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定不能错过。诸位，你们都被魔空给骗了，并不是凌云害死了那些强者，而是那棵虚魔幻术太强了，释放出来的幻境之力将所有人都迷惑了。魔空为了自己逃命，才故意诬陷凌云的。是圣兽宗的凤女。凤女大人，你不要被凌云蛊惑了，他区区一个宗师境的小子，也能破掉虚魔幻术的幻境之力，骗鬼呢？没错，凤女大人、月神大人，你们肯定都被凌云蒙骗了。你们放心，我们这一次只杀凌云，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只杀凌云？我就问一句，你们有没有参与追杀我长生宗的弟子？凌云，你都已经自身难保了，还顾得上长生宗的弟子吗？
实话告诉你，长生宗的弟子都已经被我们宰了，拿到魔窟那里去领赏了。很好，既然如此，那你们就没有一点活着的必要了。凌云，你找死！我们一起上，杀了他！很好，你们如此迫不及待的找死，我成全你们。让他发泄一下吧，这些混蛋不是他的对手。还是人吗？凌云怎么可能会这么强？凌云，你肆意屠杀同道，已经陷入到了魔道，还不束手就擒？老夫今天就要替天行道！是金阳真人，哈哈哈哈！凌云这下死定了。金阳真人曾经和天人境9重的强者战成平手，一手金阳霸刀诀威力无匹。诸位放心，凌云罪该万死，我一定会给大家讨一个公道。哪里来的老东西，敢在我面前装蒜？孽障，找死！凌云，就你这点微末修为，也敢在老夫面前撒野？什么？凌少，饶我一命，我愿意当牛做马，为奴为仆。晚了，晚了！金阳真人被凌云杀了，快跑啊！快走！这个杀星入魔了！我们走吧。去哪儿？杀魔窟。奇怪，这小子发起火来，和他也越来越像了。难不成这师傅的性格也会传染给徒弟？不久，凌云还活着的消息就传开了。魔空大人不是说凌云死在了虚魔幻术手里了吗？他怎么会活过来？凌云已经入魔，屠杀无数武者，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凌云杀了几百尊武者，不会是谣传吧？听说那凌云也只是宗师境的修为，我感觉也不是真的。听说连金阳真人都死在了凌云的手里，但金阳真人可是曾经和天人境9重的强者战成平手了。金阳霸刀诀威力无匹，他老人家要是想杀凌云，凌云必死无疑。我看是有人想要浑水摸鱼放出来的假消息。凌云确实没有死，但已经被虚魔幻术蛊惑入魔，成为了只知道杀戮的大魔头。凡是能告知凌云确切下落的人，可成为寂灭魂宗的真传弟子。你认为是凌云夺走了天魁果树？应该就是他。天魁果树乃是以天魔为养料培育出来的，距离虚魔幻术不远。若是凌云没有死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他。等宗主见到他之后，验明了他身上的气息，一切就真相大白了。你放心，无论他身上有没有天魁果树，他都死定了。宗主，真正的长生宝库还没有找到吗？真正的长生宝库应该就在这座湖泊的中央。我们抓住了所有长生宗的人，已经以他们身上的精血找到了长生宝库的踪迹。要不了多久，真正的长生宝库就会开启了。长生宗的人吗？宗主，若是抓到了凌云，希望你能将凌云和所有长生宗的人都交给我处置。凌云可以交给你处置，但是长生宗的人恐怕不行。广寒王已经保下了他们。广寒王，就是原来的广寒宫神女洛亚轩吗？她和长生宗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不清楚，但是广寒王已经铁了心要保下长生宗的人，我也不好和他翻脸。宗主，如今的广寒宫是几大圣地里面最弱的一个，怕他干什么？听说那洛亚轩风华绝代，容颜不弱于月神和凤女。宗主若是将他拿下，不就相当于吞了广寒宫吗？不要小看洛亚轩，他修炼天级上品武学紫霄神剑诀，手中更有广寒宫的镇派至宝
绝品道器紫霄神剑，论战力绝对不弱于我。他竟然这么强！长生灵功出世了。长生灵功开启了。长生灵功，莫非是真正的长生宝库吗？没错，长生灵功才是整个长生圣境最核心的所在。我们走。这就是长生灵功吗？只要我获得昊天神帝的传承，到时候无论是凌云还是日神之流，统统杀无赦。五大武道圣地，别人都没有这个本事，恐怕也只有日月星神宗才知道开启长生灵功的方法了。哼，很好，阴阳王，你成功激起了我的杀意。凌云，这长生灵功乃是你师父留下来的，怎么能让那些混蛋沾染啊？本帝带你去，谁敢放肆，统统都杀了。阴阳道兄，这些紫霄神雷消散还要多久？应该很快了，要不了1个时辰，我们就能够进入长生灵宫之中。既然如此，那长生宗的人都没用了吧？依我看，直接杀了吧。祭魂王，长生宗的人和我有救，谁也不准动他们一根汗毛，否则就是和我洛亚轩为敌。广寒王什么时候和一些蝼蚁有关系了？莫非广寒王以为凭借一己之力能够和我们4大圣地抗衡吗？寂灭道兄，这是哪里话？本座可没有说要和广寒王为敌。这些长生宗的人毕竟帮了我们开启长生灵宫，就这么杀了，寂灭道兄也不怕别人笑话吗？没错，一群蝼蚁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暂且留下来吧。广寒王能够护他们一时，可护不了他们一世。长生灵宫之中危机重重，说不定他们就葬身在什么妖魔的腹中了。大家不要怕，圣子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你们放心，有我姐姐在，没有人敢伤害你们的。凌云，你还敢来这里送死？凌云来了，真的是凌云。宗主，是我连累了你们。凌云，你还真是找死啊！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有门你闯进来。你利用虚魔幻术坑杀了无数的武者，你就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吗？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诛杀你这个无恶不作的魔头！哪里来的野狗，在这里乱叫！凌云，你还不束手就擒！凌云是无恶不作的大魔头，人人得而诛之，不如我们一起上，杀了他！凌云，你杀了我宗大长老，拿命来！诸位，我可以作证，那些人是死在了虚魔幻术的手中，和凌云一点关系都没有。凤女，你肯定是被凌云蛊惑了，我劝你还是离他远点，否则小心惹下杀身之祸。魔空，你这个小人，分明是你混淆是非，恩将仇报。若不是凌云破解了虚魔幻术的幻境之力，你早就被虚魔幻术杀死了，竟然还敢在这里诬陷凌云。小人就是小人，和他有什么好说的？这种卑鄙无耻之徒，直接斩了就是。畜生，我和你的主人说话，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魔空小崽子，有本事就滚出来，本帝屠了你！你们不要嚣张，今天就是天皇老子也救不了你们。等会儿我要让你们跪在我面前求饶。宗主，凌云就是盗取天魁古术的人。什么？凌云，你可知罪？哦，我有何罪？你被虚魔幻术蛊惑，指使无数武者被虚魔幻术所杀，
一人连累了无数人，但你却不知悔改，此罪矣也。众多同道找你理论，你不但没有丝毫愧疚之心，还悍然下杀手，屠杀几百尊武者，罪恶滔天，此罪二也。如今我等5大武道圣地之主在此，你不但不认罪伏法，还妄图狡辩，混淆是非，此罪3也。凌云，你犯下这3条大罪，罪无可赦，还不跪下认罪？好一个3条大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魔空硕被虚魔幻术蛊惑，你就相信？那凤女为我辩解的话，为何你不相信？再者而言，你算是什么东西？我凌云一生行事，何须你来多嘴？这凌云死定了！敢用这副口气和祭魂王说话，谁都救不了他。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很好。多少年了，敢用这副口气和本座说话的人都已经死了。你敢瞒我？祭魂王，凌云我保下的，若是你想动他，先过我这一关。我还望是你。祭魂王说隔壁这么大的城市，和一个少女一起，也不怕有失身份吗？竟然将此消神雷剑诀修炼到了如此境界。紫霄神剑诀大成，天机血脉觉醒，已经有了匹敌王者巅峰的战力了吗？寂灭道兄，既然此子和广寒王有救，不如你就给广寒王一个面子，暂且放他一马吧。哼，广寒王，本座今天就给你一个面子。不过这长生圣境之中危机重重，我倒要看看你能护得了他几时。就这么放过凌云了吗？他身上的天魁果树怎么办？若是落入到了广寒王的手中，可就麻烦了。你确定天魁果树在凌云的身上？我确定，但是只有凌云的身上有天魁果树的气息，肯定在他身上。好，既然如此，你直接将此事捅出来。捅出来？若是捅出来的话，天魁果树哪里还有我们的份儿？哼，愚蠢！阴阳王、黑龙王和冥王之所以不愿意帮我得罪洛亚轩，就是因为没有利益纠葛。若是他们知道凌云的身上有天魁果树，肯定会发难的。反正天魁果有30颗，我们能分到6颗足够了。到时候不但我们能得到天魁果，凌云也必死无疑。宗主高明啊！诸位王者，我有一事要向诸位禀报。哦，什么事？诸位王者可知道天魁果树？天魁果树？你说天魁果树？魔空仙知啊，莫非你在长生圣境之中发现了天魁果树吗？该死的混蛋！看来发现天魁果树的就是魔空和祭魂王。黑龙王大人说的不错，我确实在长生圣境之中发现了一棵天魁果树。那棵天魁果树乃是生长在天魔的尸体之上，以无数天魔的血肉来滋养和培育，足足结有30颗天魁果。虽然还没有达到传说中一颗增加万年寿元的程度，但至少也可以增加1000年寿元，为无上圣药。魔空仙知，那棵天魁果树在哪儿？那棵天魁果树就在凌云的身上。什么？诸位大人，我无意之中发现了天魁果树的踪迹，但是天魁果树却有一层极为强大的禁制，我根本没有办法破开，而且还遇到了一尊强大的天魔，被其追杀。我好不容易将那尊天魔斩杀，并联系到了宗主。但是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天魁果树已经被人挖走了。宗主在天魁果树所在的地方搜集到了几丝气息，正是凌云、凤女、月神和老浣熊的气息，所以天魁果树一定在他们身上。荒谬！
天魁果乃是传说中的无上至宝，你竟然说凌云挖了1棵天魁果树，还有30颗天魁果。就算是你恨凌云，但也不能如此信口雌黄吧？没错，我也可以证明，我们的确没有遇到什么天魁果树。魔空说的没错，本座确实发现了天魁果树的气息，还在那里发现了他们4个的气息，封存在了这块玉石之中。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检验一下。果然是他们4个的气息。七面道兄，你确定天魁果树在凌云的身上？只有凌云的身上有天魁果树的气息，天魁果树必定在他身上。掌教，你不要听他们瞎说，凌云的身上真的没有天魁果树啊！闭嘴！凌云和我圣兽宗的恩怨你应该很清楚，但你还敢和他混在一起？莫非真当我不敢杀你吗？凌云，将天魁果树交出来！交出天魁果树，你还能活命，否则的话，你必死无疑。凌云贤侄，你还是交出来吧。我的确不知道什么天魁果树，几位王者大人让我交出什么呢？有没有天魁果树，不是你说了算。将你的储物法宝交出来，我们查看一下，自然就知道了。你们够了，如此欺压一个少年，还有没有一点圣地之主的气度？王汉王，你放心，我们只要天魁果树，只要凌云交出来，没有人会为难他的。凌云，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将天魁果树交出来吧，如此重宝根本不是你能够占有的。否则等到几大王者发怒，到时候你必死无疑。长生界早与凌云融为一体，早已隐藏在凌云丹田中，此刻凌云佩戴的也不过是普通的储物法宝。诸位，凭什么他魔空一句话，我就要乖乖将储物法宝交出来让你们搜查？若是搜不出天魁果树，又当如何？凌云说的没错，你们也只是听魔空一面之词罢了，毕竟谁也没有亲眼看到凌云挖走了天魁果树。你们可以搜凌云的储物法宝，但若是搜不到，又当如何？若是搜不到，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他；但若是搜到了，就凭他这副态度，必死无疑。好一个不为难我！他魔空一句话，什么责任都不用负，而我就要被迫搜索储物法宝。诸位王者还真是公平公正啊！那你想怎么样？若是从我身上搜不到天魁果树，我要魔空给我磕头道歉，自扇耳光。凌云，你做梦！我看倒是很好，魔空若真是诬陷凌云，也不能一点责任都不负吧？若是想要搜索凌云的储物法宝，魔空就必须要付出代价，否则的话，谁敢动凌云，本座就和谁不死不休。我看凌云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若真是魔空贤侄诬陷，确实应该向凌云道歉。我也同意。诸位大人，凌云或许将天魁古树藏在了凤女、月神或者那只浣熊的身上。要搜的话，他们4人都要搜，一定能找到天魁果树。若是他们4个身上都找不到天魁果树，我愿意向凌云磕头道歉，自扇耳光。哎，好了，凌云。现在可以将你的储物法宝交出来了吧？凌云的储物戒指之中，并没有天魁果树。怎么可能？天魁果树明明被凌云抢走了，怎么可能没有？那肯定在月神和凤女那里。月神这里也没有天魁果树，凤女这里也没有。我不相信，凌云。你将天魁果树藏到哪里去了？肯定你放在了别的地方，你太阴险了。我说了，我根本没见过什么天魁果树，现在可以证明一切了吧？魔空，现在没有搜到天魁果树，你可以履行承诺了吧？凌云，看来本座还真是小看了你。天魁果树你可要藏好了，否则的话被本座发现了。小小的长生宗就要承受本座的怒火了。够了！
如今都已经弄清楚了，凌云的身上并没有天魁果树，祭魂王你还这样威胁一个小辈，有意思吗？倒是魔空，应该履行赌约了吧？好，我履行赌约。凌云，我错了。滚吧，以后不要逮谁咬谁，做狗就要有做狗的觉悟。好猖狂的小子，希望你能够一直这么猖狂。长生灵功开启了，我们冲了！宗主、穆长老，等会儿几大王者进入到长生灵宫之后，你们立刻捏碎长生令，离开长生圣境。那你呢？这些混蛋，真以为长生灵宫是这么好进的吗？宗主放心，我会给他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的。好，那你自己多加小心。小子，我们也走吧。等到长生灵宫之中开启无上杀阵，将这些杂碎全都宰了。好，我们走。魔空，凌云，这长生灵宫就是你的葬身之处，你等着吧！想走，还是给我留下来！什么？凌云，你找死！凌云，你要是敢动魔空一根汗毛，我让你长生宗鸡犬不留，挫骨扬灰！老东西，不光魔空要死，你也得死！洗干净脖子，等我来取你的狗命！凌云，我要让你死！老东西，等我下次出现，必斩你！混蛋！凌云，你这个畜生，有本事给本座滚出来！本座要将你碎尸万段，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长生宗的人呢？都给我抓来！我要将他们全都宰了！我看凌云那个小畜生还敢躲到何时？启禀宗主，长生宗的人没有进入长生灵宫，而且在第一时间离开了长生圣境。该死！我们走，先搜刮长生灵宫之中的宝物。丧魂钉是否全都布下了？28颗丧魂钉尽皆到位，但是真正的北斗七星丧魂钉因被无忌公子遗失在太荒古国，如今的北斗七星丧魂钉只是仿制品，或许会有漏洞。就算有漏洞也无妨，等到那位大人出世，长生圣境中的所有人被一网打尽，到时候整个八荒大陆都是我们的了。我们走，先将长生灵宫之中的宝物搜刮一空再说。万年之风终要开启了，老夫也可以解脱了。这是哪儿？这是长生灵宫的核心之地，也是阵法的枢纽。若是我发动长生灵宫的杀阵，就算是那几位圣地之主都要饮恨。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发动杀阵，杀了祭魂王、阴阳王、黑龙王和冥王那4个瘪犊子！本帝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我们索性把这几大圣地全都灭了。到时候长生宗掌控长生圣境，必定能够迅速崛起。可惜的是，长生灵宫的杀阵现在还动不了。长生圣境之所以被封印了万年，
是因为镇压了天魔的缘故。长生灵宫的杀阵就是总枢纽，若是妄动杀阵，很有可能会让天魔暴动，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你说的没错，不过就算是动不了杀阵也没事儿。等本地的道商再恢复一些，什么狗屁王者，本地统统都给你屠了。我也是这样打算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天魁果来进行突破。等我们出关之时，就是找祭魂王他们算账的时候。就这样放过他们？那长生灵宫之中的宝物怎么办？放心吧，放过他们，可没有那么容易。整个长生灵宫仿佛出现了一片飘渺的云雾，光芒璀璨，锐气升腾，散发出淡淡的香气，让人闻之精神大振。此光名叫诛仙灭魂光，乃是一种针对王后元神的剧毒。凡是被诛仙灭魂光照射的人，元神会笼罩一种奇异的物质，能够让元神衰弱，最终使得元神魂飞魄散，杀人于无形之中。这是诛仙灭魂光，小子，你够狠！不过本地喜欢。长生灵宫之中有灵、药、丹、气、法5殿，分列5行，蕴藏着无数至宝。我们所在的则是隐殿，他们根本找不到这里。那些宝物就算是暂且寄存在他们那里，又能如何？等我们出关，让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小子，你越来越像你师傅了。天底下竟然有这么像的人，你不会是那家伙投胎转世的吧？凌云，只要给本地20颗天魁果，本地的道商就能够恢复大半，到时候分分钟帮你打爆那几个家伙。20颗天魁果，你怎么不去抢啊？本地就是在抢。最终，凌云只能妥协，毕竟还需要老浣熊处理。长生灵宫之中的杀阵，我虽然无法动用，但却可以暂借长生圣剑的龙脉之力。到时候，以天罚剑的力量，面对祭魂王也有一战之力。一鼓作气，直接突破到天人境。凌云精血的能量太过浑厚了，此刻的凌云神与天合，气与月合，整个人感觉到仿佛天地触手可得，正是陷入到了悟道境之中。这是9000年的冰晶髓，足够让我的修为突破到天人境。我找到了一颗破神丹，可以让天人境9重的强者突破到王侯境。这是赤火铜，可以炼制道器的顶级材料。单以肉身而论，我如今的肉身之力可轰杀王者，加上天罚剑的力量，在这长生灵宫之中，就算是祭魂王，我也可以一剑屠之。恢复到王者战力了。哎，凤女那个小女娃要遭殃，你要不要出手相救啊？我们走。这长生灵宫之中的宝物，他们一件都带不走。日神，你不要欺人太甚。这柄白玉剑明明是陈雪妹妹先找到的，她不愿意卖给你，就是不愿意，你还想强抢不成？凤女，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我日月星神宗和长生宗的关系众所皆知，万年前乃是一家。这白玉剑本就是日月星神宗的前辈留下的，应当归我日月星神宗所有。我愿意以药王交换，希望陈雪姑娘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若是我们不交，你想怎样？师妹，将白玉剑交出来吧。白玉剑确实应该属于日神，不要让我难做。龙子师兄，你竟然和日神站在一起，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啊？放肆！师妹，你之前和凌云混在一起，已经惹得师尊不高兴了，还不快交出白玉剑，过来拜见日神！不可能，白玉剑是陈雪师妹的，谁都不可能抢走。师妹的翅膀长硬了，敢忤逆师兄。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告诉你该怎样尊重师兄。
真是出息了！堂堂2大天才，竟然欺负2个弱女子。所谓的龙子日神，看来也不过如此。凌云，凌云，你竟然还敢出现！祭魂王正在到处找你，等他到来，就是你的死期。你突破到了天人境，日神，你真是越来越出息了。真的想要白玉剑吗？哼，我们走。我让你们走了吗？你想怎么样？向陈雪姑娘赔礼道歉，否则的话，你们2个就把命留下来吧。陈雪姑娘，是我不对，我不该觊觎你的白玉剑，请你原谅我。这3颗药王是我的赔罪之物。陈雪姑娘，对不住了，这颗驻颜丹是我的赔罪之物，还请见谅。他又变强了，真是个妖孽。既然2位知道错了，我就不追究了。你们可以滚了。这2个家伙也不是好东西，怎么不宰了他们？杀他们易如反掌，但你不感觉这样比杀了他们更让他们难受吗？嘿嘿嘿，没错，这2个家伙就算是不死，活在你的阴影下，此生无望王侯境。不过祭魂王那几个老杂毛知道你出现了，马上就要找过来了，接下来少不了一场恶战。祭魂王吗？哼，不用他们过来，我们直接去法殿。这一战，我要让寂灭魂宗彻底出名。韩皇得到了天机中品武学，9天破空掌。这算什么？听说大地古国的神赵太子得到了一门天机上品武学龙象天魔刀。天机上品武学，听说如今几大圣地最强的武学，广寒宫的紫霄神剑诀也才是天机上品武学。神皇古国这次真的要发达了。神皇古国的君王也得到了一门天机中品武学万妖真功，真是好运气啊！天哪，莫非这是6部大帝级的武学吗？长生宗真是太恐怖了。若是几大圣地之主得到大帝级的武学，恐怕瞬间就会突破到皇者境吧。很有可能，只是那6部玉石古书的禁制也太强了，他们都攻击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办法破开。什么？这个小畜生竟然还敢出现！没错，祭魂王大人，凌云那个小畜生还说要亲自前来法殿挑战你。哈哈哈哈！挑战我？很好，诸位道兄继续，我去就来。这一次我一定要宰了这个小畜生！老杂毛，本帝已经来了。今天不只是你，所有逼迫凌云的混账都得死！哈哈哈哈！小畜生，休要虚张声势！今天你必死无疑，谁都救不了你。我劝你，不想死的话，就不要乱动。若是不相信的话，可以看一看你的元神，死到临头还敢在我面前嚣张。元神？小畜生，我元神之中的东西是你干的！不光是祭魂王，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元神。什么？凌云，这些七彩光芒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想要干什么？诛仙灭魂光。诛仙灭魂光乃是针对元神的一种剧毒，无形无质。若是被诛仙灭魂光沾染，元神会在3天之内迅速枯萎，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凌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交出解药！和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直接杀了他！我相信他的身上肯定有解药。我自然有解药。若是你们要出手抢夺的话，那就看看是你们先抢到解药，还是我先毁掉解药。
你要怎样才肯交出解药？广寒王，请过来一下。以长生炼气术运功，服下这颗灵丹，诛仙灭魂光的毒自己。多谢。你们想要解药吗？凌云贤侄啊，长生宗和日月星神宗本就是一家人，还请贤侄赐下解药，从此我日月星神宗为你马首是瞻。一家人吗？阴阳王逼迫我索要长生炼气术的时候，怎么不说我们是一家人？凌云，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几位道兄，不要听那虚张声势，什么狗屁诛仙灭魂光，我们一起出手宰了他！寂灭道兄，稍安勿躁，我们先听听他到底想要什么。说吧，你到底想要什么？聪明，将你们从长生圣境之中搜刮出来的所有宝物全都交给我，包括你们的储物法宝中你们自己的珍藏。你做梦！诸位，宝物没有了还能再找回来，但是命可只有一次，你们想清楚，用你们身上的宝物来交换一条命，难道不值得吗？最多我们将从长生圣境之中搜刮出来的宝物交给你，你可不要贪心不足蛇吞象，小心把自己给撑爆了。诸位，和他废什么话，直接杀了这个小畜生，把解药抢回来。诸位，你们最好想清楚，若是愿意交换，就将所有的宝物给我，否则的话，就等着3日之后准备后事吧。好，很好，小娃娃真是后生可畏呀！没有想到老夫活了一辈子，竟然栽在了一个小娃娃的手里。我愿意跟你交换，这是我的储物戒指，长生圣境之中的宝物，以及我毕生的珍藏都在其中。只要你将解药交给我，它就是你的。光交出宝物还不够，另外，你们还要立下天道誓言，拿到解药后不得对我出手，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好，只要你给我诛仙灭魂光的解药，我绝不会对凌云出手，否则的话，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好，我们也愿意交换。怎么，刚立下天道誓言就想要反悔吗？你们这群老杂毛，小心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孽畜，老夫没有办法对凌云那个小畜生出手，但是可以宰了你。来呀，老梆子，既然你活得不耐烦了，本帝成全你。什么？凌云，将玉石古书交出来！如此重宝，根本不是你能够拥有的。没错，凌云，这玉石古书本就是我等先发现的。若不是我们攻破了禁制，你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它们。交出来吧！诸位道友，你们难道忘了刚刚立下的天道誓言了吗？若是敢对凌云出手，小心会遭遇不测。玉石古书是凌云得到的，和你们有什么关系？诸位道兄，玉石古书之中很有可能蕴藏大地武学的传承。只要我们能够得到玉石古书，到时候凭借大地武学的传承真意，绝对可以打破天道誓言的限制。机会只有一次，你们甘心就这么放过凌云吗？没错，大地武学蕴藏大道真意，到时候肯定可以打破天道誓言的束缚。凌云这个小杂种就应该碎尸万段，我们的那些宝物绝对不能落在他的身上。好，我也同意。同意。凌云，交出玉石古书，并且将我们的宝物交出来，我们还能给你一个痛快。否则的话，
我会让你尝尝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小子，你这下玩大了，这些家伙看来铁了心要杀你。你们确定要违背天道誓言？凌云，只要得到玉石古书之中的大地传承，天道誓言又算得了什么？看在你我两家的渊源上，将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吧，给你留个全尸。还有天魁果树，小畜生，你的修为提升这么快，肯定是服用了天魁果吧？交出天魁果树！你们真以为就吃定我了？年轻人，怪就怪你太嚣张了。我圣兽宗那么多人死在你的手里，今天就让你给他们偿命。我就知道你们这些人出尔反尔，不会遵守天道誓言。堂堂八荒大陆的武道圣地，原来就是这么一副德行。怪就怪你自己太愚蠢。若是你不说诛仙灭魂光的事情，恐怕我们自己都发现不了。但怪只怪你贪心不足，竟然拿诛仙灭魂光的解药来要挟我们。凌云，记得下辈子不要这么愚蠢。你们真的以为你们服用的是解药吗？小畜生，你找死！什么？小畜生，你给我的根本不是诛仙灭魂光的解药，你到底给我服用的是什么东西？凌云，你个小畜生，竟然用如此卑鄙下流的手段！这也怪不得我，主要是你们自己太蠢了呀。诛仙灭魂光虽然对元神有害，但也不至于3天内就让你们魂飞魄散。但是我给你们的噬灵丹原本并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和诛仙灭魂光结合之后，却会变成散功的剧毒。只要你们敢对我出手，一时3刻，你们的修为就会化为乌有。凌云，你卑鄙无耻！小畜生，你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祭魂王，我先送你上路。凌云，你必定不得好死！老夫就算是死，也会变成恶鬼，让你永世不得超生。放心，你连鬼都做不成。黑龙王，该你了。凌云，是老夫对不起你，你杀老夫，我绝无怨言。但是求你放过圣兽宗的弟子，他们都是无辜的。凤女啊，你还不帮宗主向凌少求求情？莫非你真的忍心看我圣兽宗就这么被灭了吗？凌云，老夫也愿意以自己之命换取我日月星神宗弟子的性命，还望你不要滥杀无辜。老夫不用你多说，这就自裁。凌云，你可千万不要心软，这些家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若是等他们恢复修为，肯定会找你算账的。以本地来看，直接杀了就是，和他们废什么话？这乃是上古至宝洛书，凌云此刻已经被束缚了起来。只要杀了凌云，他身上的宝物都是大家的。动手！一群卑鄙无耻的家伙！哼，一群卑鄙的家伙！真以为凌云就是这么好杀的吗？河图洛书乃是玄武大帝的2件至宝，莫非这件洛书就是传说中的洛书吗？你怎么？什么？凌云，你不得好死！凌云，你杀不了我！不但你杀不了我，而且你们所有人都得死！地狱升龙大阵。从今天开始，日月星神宗、圣兽宗、寂灭魂宗和广寒宫彻底除名。
从此八荒大陆就是我幽冥门的天下了。冥王，原来你真正的目的是要放出长生圣境之中的天魔呀！你竟然知道天魔？从今天开始，长生圣境之中的诸位大人就要出世了。到时候八荒大陆就要彻底的匍匐在我幽冥门的脚下。冥王，看来你早就布下了丧魂钉，此刻发动地狱升龙大阵，是想要将所有人一网打尽吗？不过天魔非我族类，你这样可不是明智之举。你竟然知道丧魂钉，看来无忌就是你杀的，小畜生！今天我就要让你给无忌偿命！冥王，看来我真的要感谢你啊，否则的话，我想要放出这些天魔，还真是有些麻烦。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想要这6部玉石古书吗？就让我来告诉你，这6部玉石古书之中到底是什么吧。什么？这6部玉石古书之中，并不是什么大地武学，而是大地战灵啊！大地战灵？这怎么可能？大地战灵，竟然是大地战灵！莫非这些都是长生宗万年前留下来的后手吗？看来我们有救了！哈哈哈哈哈！尊神，快救我！不好，我先送你们离开这里。昊天神帝，没有想到你竟然还在。是贤思将你留下来的吗？杀！1万年了，老夫的使命终于要完成了。地狱升龙大阵已经开启，按理说那些天魔应该已经出世了才对，为何长生圣境又被封锁了起来？还有，刚刚那道气息到底是什么？启禀第8圣子，长生圣境出现异变，很多人都陨落在了其中，冥王至今下落不明。再探，我要知道长生圣境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谋划了这么久，连丧魂钉都交给了你，冥王，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否则的话，那后果可不是你能够承受的。天穹破碎，日月无光，无尽的混沌雾霭弥漫。最终6大天魔黄金，而且还被无字天书全都吞噬炼化了。这尊玄武，莫非真的是上古时期的玄武神兽吗？多谢前辈出手相助。不用客气，这也是我的使命。如今使命完结，老道我也是无债一身轻啊。小娃娃，我好奇的是，你怎么能够和昊天神帝的战灵融为一体？
前辈，晚辈凌云乃是长生宗的弟子，侥幸得了昊天神帝祖师的传承，因此能够和祖师融为一体，借用祖师战灵之力诛杀天魔。你就是凌云，原来你真的得了昊天神帝的传承啊！莫非您就是糊涂老人？没错，老道就是糊涂老人。当年我欠了你们家长生大帝祖师一个人情，甘愿以自身之力封印天魔，这一晃就是万年过去了。结果老道作茧自缚，也把自己困了起来。这一次也是借幽冥门之手打开封印，本打算将这些魔崽子彻底灭了，没想到长生大帝竟然还留有后手，6大大帝占领，名不虚传呢。您和长生大帝有救？敢问前辈，可否知道长生大帝祖师现在何方？这个老道也不是很清楚，我只记得万年前的那场大劫，长生大帝巾帼不让须眉，斩杀了1万天魔，自身也受了重伤。听他临走之前的意思，好像是要去什么双生山，具体的老道也记不清楚了。双生山，真的是双生山？小家伙，不用藏，我不会抢你的河图洛书的。那可不一定，这河图洛书可是上古玄武大帝留下来的至宝。玄武大帝应该是你的老祖宗吧？你见了自家老祖宗的宝物，竟然会不动心，骗鬼呢？哎，这河图洛书确实和我有些关系，不过都已经不重要了，就当是老道送给你的礼物了。小家伙，你的血脉不凡，可不要辜负了你这一族的天赋。你认识我？得到了昊天神帝的传承，又被无字天书所选择，你的使命注定比我还要沉重。小家伙，快点提高实力吧，这片天地又要变了。哎，前辈，我还有事要请教。我看这老家伙也就是装神弄鬼，不用管他。老浣熊，你说这位老人会不会就是上古时期的玄武大帝？不可能吧？他要真是那位玄武大帝，看到河图洛书竟然不抢。而且上古那位距今至少都有100万年了，他怎么可能活这么久啊？我也就是说说而已，或许真是我想多了。小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什么事？你为什么那么关注长生大帝的消息？还有，你怎么对长生灵宫那么熟悉啊？连诛仙灭魂光这种事情你都知道。还有，你竟然能和昊天神帝的战灵融为一体，这可不是获得昊天神帝的传承就能够做到的。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凌云。混蛋！我就知道是你！祖龙那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本帝早晚要将他碎尸万段。祖龙自然该死，但是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贤嗣。长生圣境已经完全破碎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吧。好，我们走。老浣熊，为我护法。果然是真皇秘术，看来朱雀真功真的是真皇秘术的一部分。这是传说之中凤凰的力量。
这真皇秘术还真是强悍呐！涅槃不死身，朱雀燃天弓，竟然有这么多惊天动地的武学。有了真皇秘术，凤女的暗凤之体若是彻底觉醒，绝对是大地宝体。未来问鼎大帝之位，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小子，你莫非真的得到了真皇秘术？没错，的确是真皇秘术。这无字天书还真是难以想象的至宝啊！祖龙那个混蛋要是知道，恐怕会后悔死。嘿嘿，可惜呀，吞天秘术没有修炼圆满之前，我是没有办法修炼这些秘术了。凌云，回头我们多杀几尊天魔王，最好弄个天罡第一、第二的秘术来玩玩。连吞天秘术都只能排名第14，本帝真不知道排名第1的秘术到底是何等的惊天动地。你以为天魔王是那么好杀的？若不是有大帝占领，这次恐怕我们都得死。我们先离开这里吧，以后有机会，无字天书之中的秘术都会出现的。不可能吧？凌云只是长生宗的弟子，听说不过是宗师境的修为，怎么可能杀得了圣地之主？我看也是假的，说不定是几大圣地之主在长生圣境之中遇到了什么强大的妖魔。八荒大陆要变天了，日月星神宗、寂灭魂宗、圣兽宗和幽冥门总共也没有几个王侯境的强者，这一下子就死了8个，风云激荡，大势力要重新洗牌了。长生宗这下要完蛋了，一个小宗门怎么可能对抗4大圣地啊？怪就怪凌云竟然敢暗害4大圣地之主，这小子为长生宗惹来了大祸呀！我看凌云恐怕要逃跑了，否则的话必死无疑。唉，可惜我太荒古国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绝世天才啊！听说广寒王派出了一位太上长老前往长生宗支援，但广寒宫只怕也无法抗衡4大圣地吧？可不是，听说广寒王虽然活着离开了长生圣境，但也身受重伤，否则的话，广寒王出手，恐怕4大圣地也要掂量一下。风云汇聚长生山呐，这次有好戏看了。凌云的战力并不足以斩杀王侯境的强者，所以这次真刀真枪的上，就算是有广寒宫的支持，长生宗也难逃覆灭的下场。还是没有圣子的消息吗？圣子肯定会回来的。没错，圣子无敌。我也相信圣子不会死。宗主，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劫难。4大圣地的强者快要到了，不如我们先离开长生山吧，暂避锋芒，等到4大宗门退去再回来。离开长生宗，我们能躲到哪里去？恐怕到时候更容易被4大圣地发现。而且长生山是我长生宗的根本，这片祖师爷留下来的基业绝对不能毁在我们手里。没错，我们不能走，就算是4大圣地连央而来又如何？有长生封神大阵在，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攻破。就算是大阵被攻破又如何？大不了死战而已。只要圣子还在，我长生宗就有浴火重生的一天。他能及时回来吗？死战，死战！圣子不死，长生不灭。长生宗众人听着，交出凌云，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否则的话，长生宗上下鸡犬不留。长生宗的人，凌云在哪里？凌云如今并不在长生宗，当日他也身陷长生圣境之中，生死不知。诸位莫非要迁怒于我长生宗吗？凌云死在长生圣境了吗？就这么死了，真是太便宜他了。但是老夫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打开护宗大阵，让我等进去一搜便知。长生山乃是我长生宗的圣地，任何人非经允许不得踏入一步。诸位还是请回吧。赵道友，何道废什么话？直接破了这座护宗大阵，将长生宗满门诛绝。看来广寒宫的人还没到，他这是在拖时间。谁愿意破了长生宗的护宗大阵？我们三兄弟愿意破阵。区护宗大阵算得了什么？我们三兄弟出手，反手可破。是王家三兄弟，很好，破了长生宗的护宗大阵，老夫重重有赏。长生宗的人听着，等爷爷破了你们的鸟阵法，就是你们的死期。该死！区长生宗的护宗大阵怎么会这么强？日神曾经说过，长生宗拥有一件造化之宝，强大无匹。当日日神根本没有来得及查探。我看这所谓的护宗大阵，就是因为有了那件造化之宝，才会如此恐怖。造化之宝，这长生宗还真是好大的运道。我们四人同时出手，我就不信没有办法破掉这座护宗大阵。长生封神大阵乃是圣子亲自加固的阵法，圣子说可以抵御王侯境的强者。老夫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终于大开眼界了。没错，有长生封神大阵在，四大圣地又能如何？圣子不灭，长生不灭。没有想到凌云竟然在长生宗这么受崇拜，不过那小子还真是厉害啊！所谓的护宗大阵，竟然能够抵挡四大太上长老的联手一击。他总能创造奇迹，或许在他的手中，长生宗真的可以恢复万年前的荣耀。谁又能说得准呢？恢复万年前的荣耀，或许真有可能呢。该死！这是什么护宗大阵？怎么会如此恐怖？第八圣子，还是你慧眼如炬。这个长生宗真的不一般，护宗大阵竟然能够挡住四大太上长老联手。看来这个长生宗和万年前的长生宗真的有些关系。这座护宗大阵不简单，我能够感受到长生山之中有一件惊天动地的至宝，正是那件至宝的力量才会让护宗大阵如此之强。我倒要看看这小小的长生宗到底有多少秘密。至宝，就算有至宝，最终肯定也是第八圣子的。但是长生圣境之中的计划应该已经完成了，为何那些域外还没有出现？这一点我也很奇怪，或许是长生圣境的封印之力太强了吧。我们再耐心等待几天，区一个秘境应该挡不住那些存在。只要他们破封而出，我们此行也算是圆满了。这几个太上长老也都是废物。第八圣子需不需要末将出手破了这鬼阵法？这座护宗大阵不简单，不过我已经看出了他的极限，最多也就是能防御王侯境9重。无常，你出手吧，记得干脆一点。末将遵命。哼，无常大人，您怎么来了？一群废物，这么久都还没有破阵，第八圣子大人很不开心。你们可以滚了，本鬼将会替你们破了这座大阵的。混账！这家伙是什么人，竟敢如此猖狂？三位道友，无常鬼将大人来自那里？什么？开！怎么又换人了？这是何人？为什么四大圣地的太上长老都对他如此恭敬？这个人好强，竟然比宗主还要强。八荒大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们这些蝼蚁听着，既然你们敢
顽抗。当本鬼将破开大阵之时，长生宗上下鸡犬不留。这是绝品道器。这一下，看来长生宗的护宗大阵真的要被破了。长生封神大阵还是破了。这些长生宗的人交给你们了。长生宗的儿郎，跟我冲！圣子不死，长生不灭。圣子不死，长生不灭。一群蝼蚁也敢咆哮神龙，给我杀！全都宰了！血洗长生山，鸡犬不留。谁敢动长生宗，此人就是下场。他是广寒王，广寒王不是受了重伤吗？他竟然敢来支援长生宗！堂堂四大圣地，竟然欺负一个小宗门，你们还要不要点脸？今天有我广寒宫在，谁也不准动长生宗一人。凌云暗害我四大圣地的宗主和太上长老，罪该万死。长生宗今日必定覆灭。你广寒宫若敢淌这趟浑水，今天就让你广寒宫在八荒大陆彻底除名。让我广寒宫除名，就凭你们！我们四人拦住广寒王和这个老匹夫，其他人血洗长生宗。既然广寒宫找死，今日起就让广寒宫彻底除名吧！杀！有请祖师爷杀敌！什么？一群废物，连区区一尊神像都对付不了。无常，拿我的梁天绳将这尊神像捆起来。这尊昊天神帝的神像必定是万年前的长生宗留下来的至宝，说不定其中就有着昊天神帝的传承。另外，那个女人我要了，将她抓过来。是。我家圣子看上你了，是你的荣幸，给我过来吧！杀！你不是我的对手，我劝你不要白费心思了。该死！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长生宗撒野。来者何人？长生宗凌云。是圣子，圣子回来了！圣子无敌，杀了这些畜生啊！有王侯境的强者，今天是本帝名震八荒大陆的大好日子，等着本帝来摘你们的脑袋。凌云，凌云，我们俩一人一个，看谁先宰了这两个老家伙，如何？孽畜，找死！小畜生，今天就让你为掌教至尊和日神偿命！你既然这么想见他们，那我就成全你，送你去见阴阳王和日神。天人境2重，看起来虽然不错，竟然敢口出狂言，要杀赵昂长老。我看这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凌云，去死吧！道轮回诀。
可能？龙威浩瀚，权震苍穹，这到底是何等武学？莫非这凌云真的得到了传说中昊天神帝的传承了吗？这个小畜生，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战力？小畜生，当老夫怕你不成？我不敢吃啊！三拳轰杀赵王长老，他的战力越发恐怖了。他这是想要让八荒大陆变天呢？八荒大陆不是已经变天了吗？不是八荒大陆的人，莫非是灵界而来？凌云竟然这么快解决了战斗，老撒毛！本帝没空陪你玩了。你就是凌云，区区天人境竟然能够接下本将的方天画戟，还算你有点本事。你又是什么东西？既然敢犯我长生宗，今天就都给我留下吧！好小子，竟然如此嚣张！本将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可以留下本将。哪里来的小鬼，敢在本帝面前装啊？你就是凌云？我是凌云。今日四大圣地围攻长生山，背后的主谋就是你吧？不错，正是本圣子。区区蝼蚁般的长生山，不过随手可灭。不过本圣子改变主意了，只要你将你修炼的武学，还有你手中的那柄剑献给我，并且跪下臣服，本圣子可以饶你一命。你算是什么东西？想要我修炼的武学和古剑，你也配？大胆！凌云，第八圣子乃是灵界的绝世天才，他背后的势力不是你能够想象的。你竟然敢对圣子无礼，还不跪下来受死！灵界的绝世天才，传说之中的灵界，天地灵气无比浓郁，强者云集，天骄汇聚，乃是这片世界的核心。应该不可能吧？八荒大陆和灵界隔着无尽海，据说无尽海域有生无死，灵界的人怎么会来我们小小的八荒大陆？竟然比四大太上长老还要强！凌云，你天赋不凡，若是你愿意交出身上的武学和手中的古剑，并且臣服本圣子，本圣子就带你前往灵界，让你加入真正的武道圣地，如何？灵界很了不起吗？你要知道，灵界的武道圣地可不是你们这些自封的武道圣地能比的。什么叫武道圣地？有君临天下的大地强者坐镇，开创万年的道统才能称为武道圣地。区区王侯境的强者，在灵界连开宗立派的资格都没有。万年前的八荒大陆才是这方世界的中心，万年前的长生宗才是这方世界最强大的武道圣地。就算是大地境的强者，都只能俯首。我长生宗传承师祖基业，未来必有君临天下的一天。你背后的势力又算得了什么？比得上万年前的长生宗吗？若是比不上，你也配让我臣服？很好，凌云，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本圣子就只能屠了你长生宗，将你碎尸万段。希望等一会儿你不要跪地求饶。凌云，什么狗屁第八圣子，灵界的人又如何？看本帝屠了这只小鬼！孽畜，找死！所有人
给我上！今天我要让长生宗鸡犬不留。凌云，既然你不服气，那本圣子就亲自打到你服气为止。啥？地藏拳！地藏拳？哼，果然是地藏神山一脉。地藏神山竟然敢觊觎八荒大陆，真是该死！怎么可能？莫非他真的得到了昊天神帝的传承？孽畜，有本事和本将大战300回合，暗地里偷袭算什么本事？哼，小鬼，你连本帝都追不上，还妄想和本帝一战，真是不自量力！哎呀呀，我要杀了你，孽畜！地藏拳，灭八荒！凌云，该死！竟然是大破灭神光，能够逼出第8圣子的大破灭神光，凌云必死无疑。什么狗屁大破灭神光，也想要杀凌云，真是痴心妄想！本帝没空和你玩了，先练了你这小鬼头！哼！孽畜，你敢偷袭本将，我要将你碎尸万段，以泄我心头之恨呐！哼，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骂人都没有新意。想要逃出本帝的吞天神炉，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大破光灭了！什么？是那柄古剑？真的是传说之中的那件宝物？想要天罚剑吗？在元神之中设下了禁止吗？好狠的，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竟然杀了第8圣子，这根本不可能！到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管别人？嘿嘿，本帝这就送你去见那什么狗屁第8圣子！本将不甘心呐！你们这些无耻之徒，地藏神山不会放过你们的！若是没有无字天书，恐怕这次还真要阴沟里翻船。圣子不死，长生不灭。诸位长老、师弟、师妹们，今日来犯的4大圣地强者已经尽数伏诛，大家好好养伤，明日随我一起杀上4大圣地。日月星神宗、圣兽宗、幽冥门和寂灭魂宗该除名了。杀上4大圣地！杀杀杀！女皇陛下，好久不见。这一次多谢女皇陛下出手相助，否则长生宗只怕是死伤惨重。客气了，若是没有我们，以你如今的战力，也不怕4大圣地的强者。不过你要小心了，第8圣子和无常鬼将死在你的手中，只怕他们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且不说灵界能不能横渡无尽海，就算是他们来了，又能如何？你还是小心为妙。虽然你现在实力很强，但他们背后可是有皇者甚至大帝强者，随便派来一个都是很大的危险。多谢提醒，我会小心的。明天我准备攻上4大圣地，广寒宫可有兴趣分一杯羹？多谢林少，明日我广寒宫定会派出人马为林少摇旗助威。有时间可以来广寒宫找我。接下来，在南宫羽的指挥下，
众多长生宗的长老和弟子开始清理4大圣地强者身上的武器、储物戒指之中的宝物。那几大王侯境的长老，尤其是第8圣子身上的宝物，肯定有很多，赶紧拿出来分赃。不给，这是我的战利品。不给，本地咬死你！发财了，这下真的发财了。这是纯元丹。有了这些纯元丹，足以让我的修为提升到天人境巅峰了。这是丧魂钉，原来这些才是真正的丧魂钉。地藏神山为鬼道圣山，传说中的地藏神山拥有360颗丧魂钉，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件超级大地器。第8圣子竟然带了28颗丧魂钉前来，看来所谋非小啊！幽冥门应该就是他们的棋子，他们不惜破坏4大古国的龙脉，甚至要放出长生圣境之中的天魔，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或者说，神山已经被天魔的人占领了？有这个可能，但我还是感觉不对劲。啊，这是什么？这枚黑骨，莫非也是天魔留下来的吗？这枚黑骨不祥。凌云，这枚黑骨太诡异了，要不扔了吧？这枚黑骨很不一般，或许要找到神山的阴谋，就落在这枚黑骨之中。仙人大爷，我们为何要离开八荒大陆？凌云那个混蛋杀了大哥，我要给大哥报仇。留在八荒大陆之中，你根本没有希望杀了凌云。那个小子不简单，我怀疑他很有可能是一尊大能的转世之神。啊，大能的转世之神？怎么可能？凌云那个混蛋何德何能？二大爷，我们离开八荒大陆还能去哪里啊？当然是去灵界。八荒大陆沉寂了万年，早已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有到灵界，你的太阳圣体才能够迅速的觉醒。到时候你拜入到太阳圣地之中，修成大地之境，想要杀凌云，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灵界吗？可是听说灵界和八荒大陆隔着无尽海，我们该怎么横渡无尽海？放心吧，听二爷的话，我保证让你安全的到达灵界。到时候凭借你的太阳圣体，一定能成为太阳圣地的圣子。等你修为强大了，想要宰了凌云，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好。第8已经死了，看来八荒大陆的计划失败了。但地谷不容有失，无论是谁杀了第8，你都要付出代价。有了这么多的修炼资源，要不了10年，我长生宗就能达到5大圣地的层次。凌云，你真是我长生宗的福星啊！宗主客气了，我也是长生宗的人，有了这些资源，可保长生宗100年内无虞。宗主可以大量的招收弟子，充实长生宗。待我明日灭了4大圣地，应该会收获更多的资源。明日攻上4大圣地，务必要小心。4大圣地传承几千年，说不定会有一些隐藏的手段和杀招，千万不可轻敌。宗主放心，我会小心的。夜晚的时候，月神和凤羽联袂而来，想要让凌云放过日月星神宗和圣兽宗。日月星神宗和我长生宗渊源很深，圣兽宗也可以留他们一命，但必须要付出代价，并且以后我有我长生宗马首是瞻，你们能做主吗？
日月星神宗可以做到。赔偿一定的损失可以，但要圣兽宗臣服长生宗，恐怕很难。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我会尽量劝说他们的。不臣服，圣兽宗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屠宗灭派，有意思。嘿嘿，凌渊，我们先灭哪一个宗门？圣兽宗。那里就是圣兽宗。虎踞龙盘，阴阳汇聚，地煞映照天星，乃龙蛇起路之地。怪不得圣兽宗会将山门放在这里，果然是一处洞天福地。圣兽宗的护宗大阵名为万灵朝天阵，威力无比，能够抵挡王侯境强者的攻击，而且蕴藏杀伐之力，你要小心了。万灵朝天阵吗？以龙虎汇聚之力凝聚地气龙脉，再加上此地的天妖之力，所形成的护宗大阵确实不凡。不过想要挡住我，还差了点。止步！这里是圣兽宗的山门圣地，不想死的就滚！圣兽宗的人听着，我是凌云。圣兽宗攻打我长生宗，罪大恶极，限你们在1炷香之内打开护宗大阵，交出圣兽宗宝库的一半珍藏，同时向我长生宗俯首称臣。否则的话，圣兽宗今日除名。什么？你就是凌云？好狂妄的小子，敢来我圣兽宗撒野，简直就是找死！凌云，你欺人太甚！我圣兽宗的掌教黑龙王、2大太上长老都死在了你的手里，非还不够吗？你不要咄咄逼人！欺人太甚？哼，你圣兽宗也知道欺人太甚吗？平日里你们仰仗修为强大，欺负弱小，今日还有脸指责我欺人太甚？我今天就欺负你们了又如何？答应我的条件，饶尔等不死，否则全都得死。2位太上长老，凌云如今有着斩杀王侯境的战力，圣兽宗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更何况也是我圣兽宗出手攻打长生宗在先，我劝你们就答应了凌云的条件吧。你们忍心看着圣兽宗的基业毁于一旦吗？贱人住口！你背叛宗门，欺师灭祖，和凌云沆瀣一气，还有脸来劝说我们？我只恨没有早点劝掌教将你采捕致死，留下你这个祸害。想要灭我圣兽宗，先破灭万灵朝天阵再说。既然圣兽宗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长老，这凌云在长生山亲手斩了几大王者，我们若是惹怒了他，恐怕圣兽宗今天真的要被灭了呀！有什么好怕的？万灵朝天阵，就连掌教至尊都攻不破。凌云区天人境的修为，想要攻破大阵，简直是痴人说梦。我倒是希望他闯入大阵，到时候我们同时催动杀伐之力，将其彻底斩杀。什么？有此子在，未来的八荒大陆注定是长生宗的天下呀！嘿嘿嘿，老匹夫，让本帝来送你们上路。灵少饶命，我不愿意臣服长生宗。接下来就有劳宗长老了。灵少放心，圣兽宗的人一个都跑不掉。是圣兽宗对你不仁在先，你没有必要因为他们而伤感。我知道，但毕竟是我生活了几10年的地方。也罢，凌云，我带你去圣兽宗的藏宝库。圣兽真经吗？可惜只是残卷，
这卷圣兽真经对本地有些作用，或许到了灵界能够找到完整的圣兽真经，给我吧。下一个，寂灭魂宗。有凌云在，长生宗的崛起已经成了必然。拜见圣子。你们为何唤我圣子？启禀圣子，万年前我日月星神宗本就是长生宗的附属宗门，并且祖师爷传下祖训，长生宗的圣子就是我日月星神宗的圣子，自宗主以下都必须要臣服圣子。不错，阴阳王和日神等人妄图对圣子不利，罪该万死，还望圣子饶过日月星神宗。我等以后为圣子马首是瞻。将日月星神宗的藏宝交出一半，日后不得和长生宗为敌。我可以放过你们一次。多谢圣子，多谢圣子。凌云，我带你去看日月天碑。日月天碑吗？哼，好，前面带路。这就是日月天碑了。传说日月天碑是昊天神帝赐给上官祖师的至宝，但是万年来却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其拔出来。而日月天碑作为护宗大阵的核心，挡住了无数次强敌的入侵，据说曾经引过皇者之血。而且在日月天碑前修炼纯阴真功和太阳真功，事半功倍。日月天碑没有想到竟然真的还在。就是这种气息，怪不得如此熟悉，原来是因为日月天碑的原因。竟然是一块板砖。你可不要小看日月天碑，这块日月天碑全力催动，犹如一座太古神山，就连皇者都能直接镇杀，用起来很顺手。你试试能否催动日月天碑？这件日月天碑能够聚拢周天星辰之力，对我修炼日月星辰经有很大的好处，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作用。既然你用着顺手，就留下吧。好吧，此间事了。你既然修炼日月星辰经，就继承日月星神宗掌教之位吧。不必了，我一心追求武道，这掌教之位还是让其他人担任。你应该很快就要前往灵界了吧？我会跟你一起。宗主，我于1个月后再次开坛传教，不武长生。开坛传道，不武长生。你决定要离开了吗？没错，八荒大陆已经被这片世界遗忘了，而灵界才是这片世界的中心。那里天骄争霸，妖孽云集，在那里我才真正有可能突破武道巅峰。我知道，八荒大陆太小，根本留不下你。你的征途是灵界，是星辰大海，但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只是八荒大陆和灵界相隔无尽海，你准备怎么前往灵界？幽冥之舟。什么？不可！幽冥之舟太诡异了。据传说，幽冥之舟乃是驶往冥界的船，登上幽冥之舟的人十有八九都消失了。能够通过幽冥之舟前往灵界的，十不存一。你不能冒险。宗主放心，我会小心的。幽冥之舟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恐怖，而且除了幽冥之舟外，灵界也有一些冒险海船在幽冥海之中。只要遇到那些冒险海船，我们就能够到达灵界了。好吧。随后凌云准备将真皇秘术传给凤羽。你竟然真的有真皇秘术？真皇秘术又算得了什么？只要你跟着我好好混，以后大地绝学、无上秘术，甚至是神灵武学都会有的。还神灵武学？你就吹牛吧。
抱元首，灵如天，魂归万化，真如万象。这就是真皇秘术吗？暗凤之体，终于要觉醒了吗？热，好热！什么？这黑龙王真是够狠的！我原本以为真皇秘术能够彻底化解他的危机，没想到他的元阴之力已经彻底暴动了。若是不能够化解他体内的元阴之力，就算是有真皇秘术，凤女也会被欲火焚身而亡。只能试一试吞天秘术了。如此的灵晶元阴之力，更有着凤女毕生的修为，瞬间就化成一股荒荒无体的力量，开始推动凌云和凤女的修为迅速的提升了起来。那个，凤女姑娘，你初次传承真皇秘术，必须要尽快巩固一番。我先出去看看。长生封神大阵的力量在增强。宗主，如今的长生封神大阵，王侯境的强者若敢闯入，必死无疑，就算是皇者也破不开。以后若是有什么危急的事情，可以拿这块令牌去广寒宫找广寒王洛雅轩。你确定要走了？没错，等我再次回到长生宗的时候，就是长生宗真正君临灵界之时。好，我长生宗能够有圣子，真是祖师显灵，天佑长生啊！老夫也相信，此生必定会有看着我长生宗恢复荣耀的一天。诸位长老们、师弟师妹们，我离开后，长生宗就靠大家了。希望下一次再见到大家的时候，你们都能大放光芒，成为我长生宗的支柱和栋梁。圣子放心，有圣子留下的这些资源，我长生宗必定会迅速的崛起，称霸八荒大陆。圣子，我们誓死捍卫长生宗。诸位，保重。这就是吴金海吗？竟然是时间的力量。奇怪，时间的力量乃是传说中的神灵都难以掌控的力量，怎么会形成实质？而且还是这么浩瀚的一片海洋。传说中无尽海之中只有诡异的轮回兽，除此之外万灵寂灭，没有任何的生灵。我来试一试。凌云，你看那里，那里有一艘巨船。那是幽冥之舟，我们去看看。我倒要看看，这幽冥之舟到底有何来历。我们先上船。没错，本帝倒要看看有什么妖魔鬼怪敢撒野。吓死本帝了！我就说嘛，这里很安全。凌云，这里有个房间。这黑棺是和幽冥之舟生长在一起的。若是我猜的没错的话，幽冥之舟的材料100万年的阴魂木，这黑棺也是100万年的阴魂木。什么？100万年的阴魂木？10000年的阴魂木都可以作为炼制大地器的神材了。你说这是100万年的阴魂木？凌云，你可不要乱动。要是那黑棺之中真的有什么了不得的妖魔鬼怪，在这无尽海之上，我们可连逃都没地方逃。我倒要看看那黑棺之中到底有什么妖魔鬼怪。你们都让开一点，我要开棺了。你小心点儿。怎么回事？你们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一尊真皇，
横扫太古诸神，涅槃不死。什么真皇？这里面明明是一尊太古凶兽，以真龙为食，吞天噬地的无上存在。我看到的是一个人，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一挥手，诸天星辰摇晃，无数天魔王化为飞灰。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我自己。什么？是这口黑棺的原因。莫非刚才的那些幻境都是这81个古字造成的吗？这口黑棺太魔性了，或许有某种幻觉之力，让我们都中招了。凌渊，你还是快关起来吧。凌云，出事了！怎么回事？幽冥之舟停住了。不应该呀，幽冥之舟从来不会在无尽海之中停留，这是怎么回事？凌云，你看那里，那里有一艘巨船。我们有救了！那艘巨船肯定是无尽海上的冒险船，拥有这种冒险船的都是大势力、大家族，经常来无尽海中探险寻宝。只要登上了冒险船，我们也能够安全的到达灵界。这艘幽冥之舟太诡异了，竟然在这里停住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快向那艘冒险船发信号。你们是什么人？这位大叔，我们也是来无尽海探险的人，只是遇到了轮回风暴，我们乘坐的冒险船被撕碎了，无意中遇到了幽冥之舟，这才侥幸逃脱性命。希望大叔能够带我们返回灵界，必有厚报。你们是哪个家族的人？乘坐的是什么冒险船？我们是散修，无门无派，乘坐的是东方世家的冒险船。原来是东方世家冒险船上的客人。我们是珍宝阁的冒险船，想要登上冒险船返回灵界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每个人要上交10颗纯元丹或者100万灵晶。多谢这位大人，我们没有纯元丹，愿意支付灵晶。好，开启结界。我叫韩超，珍宝阁的执事，你们随意。正好这一次我们出来的任务也完成了，即将返回灵界。两位姑娘，在下周元，乃是天州城周家之人，不知道两位姑娘芳名为何，家住何方？让开！你笑什么？我说这位老兄，这2位都是在下的妻子，你调戏我妻子，莫非是当我不存在吗？都是你妻子？给我杀了他，将他们全都给我杀了！周伯，让我来吧。这位朋友，就算是周元有错在先，但你们也不应该下手这么重吧？谁是谁非，相信姑娘应该很清楚。他调戏我妻子，偏偏又自不量力，又能怪得了谁？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在下天蝎城杨家杨子翰，想要领教一下阁下高招。是杨家的千金小姐。传说杨子翰拥有天蝎血脉，若是能够和杨子翰双修，可以瞬间突破一大境界。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杨子翰已经和天州城周佩龙定下了婚约，这2大家族联姻可不是我们能够觊觎的。周佩龙，莫非是那位传说中被星辰殿圣地的长老收为弟子的周佩龙？怪不得杨家要和周家联姻，这是要背靠大树好乘凉啊！谁说不是呢？杨家这些年逐渐式微，只有1尊皇者镇压家族，若是再不寻找强援，天曦城就要保不住了。天曦城杨家，天曦大帝杨阁臣
和你们什么关系？大胆！你竟然敢直呼先祖名讳！先祖，原来你们是天锡大帝的后裔，真是失敬了。天锡大帝杨格臣乃是凌云的五弟子，凌云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了杨格臣的后裔。我和天锡大帝有些渊源，既然你是天锡大帝的后裔，那我就放过你了。以后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否则若是遇到不讲理的魔道巨卿，恐怕会吃大亏。哈哈哈哈哈！和天锡大帝有渊源，你也配？汉儿，不要听这小子瞎说，将他宰了给我报仇！哦，阁下竟然和先祖有渊源，不知道有什么渊源呢？有什么渊源？说了恐怕你也不知道，不说也罢。笑话！说和先祖有渊源的人，没有10000也有9000，但最后证实全都是骗子。你若是说不出个理由来，如此亵渎先祖，可不要怪我不客气。你想怎么不客气？不好，你们看那是什么？是海盗！哈哈哈哈！所有人给我听着，将你们所有的宝物交出一半，然后交出10个女人给我，本座可以饶你们一命。不好，海盗来了！是无尽海18大海盗之一的毒龙皇。这位毒龙皇大人的脾气可不好啊！听说凡是被他看上的冒险船，若是敢忤逆他，全都沉在了无尽海之中。他竟然只要了一半的宝物和10个女人，我怎么感觉他是在使诈？毒龙道友，我珍宝阁和尔等井水不犯河水，莫非你真的想要得罪我珍宝阁？皇者，沈一山，没想到你这个老不死的竟然在冒险船上。不过我的话就放在这里了，不交出一半的宝物和10个女人，你们都得死。雄黄和英皇，莫非你们18大盗真要和我珍宝阁开战不成？我们哪敢和珍宝阁开战？珍宝阁贵为天下武道圣地，阁之一有大地强者坐镇。我们兄弟只是想要为小的们借点口粮，一半的宝物以及10个女子，够有诚意的了吧？没错，沈长老，我们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只要交出一半宝物以及10个女子，你们就可以安然离去。要知道，从我们兄弟手中都没有如此宽宏大量过，对你，我们也算是破例了。好，我答应了。随后，沈一山将无尽海之中得到的众多宝物拿了出来，同时又送上了10个美艳的侍女。沈长老，你果然没有骗我，这些宝物和女子不错，我们收下了。毒龙皇大人，那是个胭脂俗粉，怎么能配得上您的身份呢？我们冒险船之上有2个国色天香、风华绝代的女子，就算是比起武道圣地的圣女、皇女，都毫不逊色。我以为只有她们才能配得上毒龙皇大人。凌云，这个小畜生找死，让本帝一口咬死他！他死定了。先看看珍宝阁怎么处理。哦，你说的风华绝代的女子在哪儿？启禀毒龙皇大人，就是她们。果然是风华绝代，这样的姿色，这样的资质，也只有本皇配得上。这2个女子，本皇要了。不行，这2位是我珍宝阁的客人，我珍宝阁从来没有出卖客人的习惯。沈一山，我告诉你，这2个女人我要定了，要么交出她们，我们转身就走，要不然你们就等着沉尸无尽海底吧。沈长老，你还是交出这2个女人吧，她们就是祸害，只要交出她们，我们都能保住性命。混账！你真以为老夫不敢杀你吗？
你再敢多说一个字，老夫活撕了你！沈长老息怒，周元确实该打，不过若是不交出他们，恐怕我们很难度过眼前这一关。此事老夫自有计较，你们退下吧。沈一山，你想好没有？要么交出这2个女子，要么死。毒龙皇，他们不能交给你，要战就战，就算是老夫今天死在无尽海，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沈一山，既然你找死，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兄弟们，给我上！杀光、烧光、抢光！先杀了沈一山。等会儿你拖住雄皇和鹰皇，我找机会斩了毒龙皇，我们才有逃生的机会。放心，虽然打不过，但拖住他们还是没问题的。不过你确定能杀得了毒龙皇吗？拼着重伤，付出一些代价来偷袭，我有80%的把握。好，大不了鱼死网破。什么？是轮回风暴？不好，是轮回风暴，是轮回兽！快跑！开启大阵结界，快走！混蛋！这只轮回兽为何一直跟着我们？这结界竟然如此恐怖，怪不得沈一山有底气拒绝毒龙皇。以毒龙皇、雄皇和鹰皇3人想要攻破结界，根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只是这么强的结界，也只能挡住轮回兽一击罢了。沈长老，轮回兽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袭击我们，肯定是这几个人的原因。他们从幽冥之舟上而来，肯定是拿了幽冥之舟的什么东西，才惹得轮回兽大怒，追杀我们。周公子说的没错，这几个人身份诡异，肯定是他们拿了幽冥之舟上的东西。沈长老，把他们赶下去吧，将他们赶下去，不能让他们连累我们。杀了他们！你们是不是在幽冥之舟上拿了什么东西？沈长老，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拿。不过沈长老若认为是我们引来了轮回兽，就将我们扔下冒险船吧。沈长老，还等什么？快将他们扔下去吧，否则我们都要被他连累死了。这下完了！给我开！就这样，孽畜，找死！大帝来了吗？他们有救了。不能睡，睡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无尽海又如何？吞天秘术，给我吞！照这个速度下去，我最多可以坚持半天的时间，恐怕体内的生命本源就会被彻底吞噬。必须要想办法。这是无尽海的深处吗？不知道那些海底巨石能否隔绝无尽海水。让无字天书颤动的，除了顶级的天才地宝，就是天魔。到底是哪一种？不管了，去看看。没有天魔的气息，莫非是有什么宝物吗？上百丈高的人族，莫非是传说中的盘古一族？这应该是一柄强大的大地器，可惜已经丧失了神性，变成了废铜烂铁。莫非这位前辈是上古时期的人物吗？
连无字天书都奈何不了，这黑骨到底是何来历？先疗伤要紧。损失的生命本源，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补充回来了。这混乱的无尽海真是太恐怖了，这种力量，就连大地都不一定能够抵抗啊！这位前辈也不知是因何而死。不过小子居然遇到了，就将您带离无尽海。日后若是遇到了你的族人，自当将您交给族人安葬，入土为安。我乃盘古初，盘古一族第4600代族长，斩域外魔神于轮回大世界，斩亿万天魔，自创一世轮回神通，传于后世。盘古族，灵界只有盘古族的传说，恐怕盘古族早就灭绝了。这位盘古前辈应该是上古时期的人物。轮回大世界，不知道所谓的轮回大世界又在哪里？疑似神灵强者自创的神通，该会是何等的恐怖？轮回之力，我明白了。原来无尽海之中根本就不是时间之力，而是轮回之力。能够一念生一念死，和鬼神对话的轮回之力。此刻身处无尽海，岂不正是我修炼轮回神通的最好机会？独有真性，源自空无，生死幻梦死生，无法无念，化为虚空。果然是轮回之力，这应该就是我体内觉醒的龙族血脉了。只是这些枷锁是什么？或许等我突破到左龙秘术的真龙之体，才有可能打开这些枷锁。前世的祖龙就是因为凝聚了真龙之体，才有着傲笑天下、泉髓星河、掌灭天穹、斩杀大地的无敌肉身。前辈，晚辈凌云得手轮回神通，只要盘古一族还存在，必定会将您的尸骨送回盘古族安葬。无尽海，轮回大世界。莫非这片无尽海，就是从轮回大世界而来的吗？以我现在的修为，最多只能够催动一次轮回神通，可以当做杀手锏。灵界，我凌云回来了。灵界浩瀚无垠，足足有3000州，每一州之地都辽阔无比。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紧邻八荒大陆的应该是太阳、太阴和太星3州。不知道我现在所处的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老浣熊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最后那股恐怖的气息，应该是一位大帝降临，应该能够逼退轮回烧。杨子翰和周元用家族法宝从无尽海中死里逃生，如今也是身受重伤，修为更是跌落到了宗师境。救命啊！有呼救声。你们叫呀，就算是叫破喉咙都没有人理。本大王今天真是运气啊，竟然遇到了杨小姐。听说杨小姐身怀天袭血脉，不如便宜了本大王吧。你们放肆！我大哥乃是周佩龙，星辰殿的弟子。你们若敢对我们不利，我大哥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周佩龙算个什么东西？等老子享用了杨子翰，到时候往这无尽大山一钻，就算是星辰殿也找不到我。小的们，给我上！男的宰了，女的带回去当压寨夫人。
我享用了之后，你们每个人都有份儿。大王饶命，我愿意投靠大王。这个小贱人虽然是我大哥的女人，但我也早就想享用一番了。希望大王享用之后，能让小弟也尝尝滋味。周元，混蛋！堂堂周家的二少爷，竟然愿意跟着本大王当山贼啊！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本大王很赏识你啊！大王雄姿英发，天赋绝伦，未来必定能正道大地，君临天下。你很好，作为回报，本大王赐你去死吧！我呸！什么玩意儿？真以为本大王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吗？天人境的强者，本大王怎么敢收留你？而且像你这样贪生怕死、出卖自己人的杂碎，死了也是活该。嘿嘿，杨小姐果然是天资绝色，艳压群芳。本大王快活一番，就算是死了，本大王也是赚了。救命啊！哎，你这厮竟然敢抢本大王看上的女人，莫非是活得不耐烦了吗？是你，快救我！小子，想要学人家英雄救美，也要看看你有几斤几两。看来你们俩是老相识啊。既然如此，那本大王就先宰了你，再来享用这个小娘们儿。看你也是一个大好的汉子，为何要做山贼这份很没有前途的职业？今天犯到本少爷的手里，也是你自己找死，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找死！找死！什么？到现在还不知道公子尊姓大名，汉儿多谢公子救命之恩。杨小姐，我想知道轮回兽袭击了冒险船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见到我的那些同伴？那日轮回兽袭击了冒险船，整个冒险船四分五裂，然后就出现了一尊神秘的大帝和轮回兽大战。只是当时轮回船四分五裂，只有我和周元死里逃生，其他人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也没有看到林公子的同伴。林公子，不知你有何打算？我是一介散修，四海为家。若是杨小姐不嫌弃，就让我送杨小姐一程，如何？如此，就多谢林公子了。林公子，这里距离天蝎城并不远，大概只有1000多里。穿过这片无尽山脉，就到了天蝎城。没问题，杨小姐带路就是。林公子，前面就是天蝎城了。回到杨家之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的。杨小姐不用客气，我在天蝎城稍作停留就会离开的。二叔，汉儿，真的是你啊！太好了，听说珍宝阁的冒险船出事了，你爹和我都急坏了。还好老天保佑，你没事。这位是？二叔，这位是我的朋友凌云，这一次能够平安归来，多亏了他。啊，原来是林公子，多谢你救了汉儿。这里是100万灵晶，区区心意，不成敬意。不必了，我救下杨小姐，并不是为了什么报酬。林公子，莫非是嫌少吗？若是嫌少的话，我可以再加100万灵晶。二叔，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回家再说。爷爷应该等急了吧？啊，你说的没错，你爷爷都快急死了，我们快回去吧。林公子不要介意，我二叔没有恶意，他只是想要感谢你。我们先回杨家吧，若是爷爷知道你救了我，肯定会很高兴的。是吗？杨小姐放心，关于你被黑风大王非礼的事，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等我在杨家停留片刻，就会离开。多谢林公子。那位是杨子汉小姐，她平安回来了。听说这一次珍宝阁的冒险船前往无尽海，遇到了轮回兽，死伤惨重。杨子汉小姐也在冒险船之上，快把老爷子急坏了。杨子汉平安归来，听说天州城很快就要来提亲了，到时候杨家和周家联手，在这太西州可没有人敢打杨家的主意了。可不是，天锡矿虽然珍贵，但杨家和周家结姻，那背后的靠山就是星辰殿啊。果然还在这里。林公子，我先去看看爷爷，你先在此稍作休息。杨小姐，我想随处转转，不知道是否可以？自然可以，不过那座小山是我杨家的禁地，只有家主才能够进入，除了那里之外，林公子随意。如此就多谢了。汉儿，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林公子的。好。汉儿拜见爷爷，让爷爷担心了。汉儿回来了，让爷爷挂念了，是汉儿的罪过。不过汉儿不虚此行，已经找到魂结果。只要请一位炼丹宗师前来，必定可以炼制出魂结丹，为爷爷增寿2个甲子。果然是魂结果，可惜魂结果对老祖宗没用。否则的话，若是老祖宗还在，我们又何必要和周家联姻，仰仗他人鼻息？爷爷，有了这3枚魂结果，多了2个甲子的寿元，爷爷的修为必定可以再进一步。只要爷爷突破到了老祖宗那个境界，必定还能保我杨家1000年昌盛。突破到老祖宗的境界，谈何容易？汉儿这一次是如何脱困的？莫非是珍宝阁派出了大帝吗？爷爷，我这一次差点就回不来了。凌云救了你，这凌云又是什么人？爷爷，凌云是一个散修，虽然只是宗师境9重的修为，但如今只有20多岁，天赋绝伦，战力强大，能够斩杀天人境的黑风大王。汉儿本来是想要拉拢他，没有想到此人油盐不进，并不愿意投靠我杨家。既然他不愿意投靠杨家，为何要跟你回来？莫非此人还有其他企图不成？父亲，我也感觉这小子别有所图，就怕他是想要打汉儿的主意。毕竟汉儿的天锡血脉，整个太西州谁人不知？哪个青年才俊不想和汉儿结为道侣？打汉儿的主意，这小子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过他救了汉儿，我们杨家也不能不表示，给他100万灵晶，算是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了。找个由头将他赶出去吧。父亲，这小子贪心不足，我给了他200万灵晶，他都不要，真是太可恶了。贪心不足蛇吞象，这小子简直就是找死。周元的死总归是个麻烦的事情。这几天周家来天锡城提亲，若是得知周元死了，恐怕不会善罢甘休，总要找个人来当替罪羊。爷爷，凌云毕竟救了我，让他当替罪羊会不会有些……汉儿，你就是心地太善良了。但是凌云跟我们回杨家，摆明了是另有所图。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人，说不定和那些山贼就是一伙的，我们也不算是冤枉他。和山贼是一伙的？这样，再去试探一下他，给他500万灵晶。若是他收下就此离开，那就算了；若是他不收，并且不愿意离开，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是，我这就去安排。
凌兄啊，我杨家庄园景色宜人，最关键的是灵气充沛，蕴含星辰之力，在此修炼1日，比得上外界修炼100日。凌兄不如抓紧时间好好修炼，一旦离开了杨家庄园，恐怕就再也找不到如此修炼圣地了。不必了，我随便看看。凌兄啊，你不能再往前走了，那里是我杨家的禁地。放心，我不进去，就是随便看看。凌云感受到这座小山之中有杨阁臣唯一留下来的一丝气息。凌公子啊，为了答谢你对汉儿的救命之恩，这里是500万灵晶，希望你务必要收下。客气了。莫非诸位是感觉我留在杨家不合适，想让我离开吗？凌公子，这是哪里话？凌公子是我杨家的恩人，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这储物戒指之中的灵晶，只是我们的一番心意，请凌公子万勿推辞啊！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想要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不知可行？明日我就离开杨家。凌公子请便，你想修炼多久就修炼多久。诸位，我要在此修炼片刻，还望你们不要打扰。凌公子自便，我们走。天息神童，阁臣，你的天息神童都留在了这里，莫非你是真的去了吗？想必天息神童的修炼法门并没有流传下来，否则的话，有了这门绝世神通，杨家也不至于如此示威吧。什么人，竟然敢觊觎我杨家的至宝？半步大帝。若是我以天息神童的修炼法门来催动天息神童，应该可以得到这件至宝。只是，这毕竟是阁臣守护家族的宝物，就让他留在杨家吧。黄道强者，是周家吗？原来是周兄，老夫有失远迎，还望周兄不要怪罪啊。杨兄太客气了，我周家不请自来，赎罪的应该是我们才对。今日为提亲而来，以后你我两家就是儿女亲家，还要多亲近亲近才对呀。周兄说的没错，还请回家说话。汉儿见过周大哥。汉儿妹妹不必多礼，多日不见，汉儿妹妹越发的漂亮了。杨兄啊，汉儿和佩龙郎才女貌，乃是天作之合，相信用不了多久，汉儿的天息血脉爆发，必定会迅速的踏入到王侯境啊。周兄说的没错，佩龙已经是星辰殿的内门弟子了，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真传弟子。有这个孙女婿，老夫实在是满意的紧啊。汉儿，我那不成器的弟弟在哪儿？怎么没有看到他？周大哥，周元他死了。汉儿，怎么回事？汉儿，发生了什么事？周元怎么会死？周元是被山贼杀死的，当时我和他在冒险船上。汉儿，你说的那个凌云在哪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他。凌云他现在就在杨家。周兄啊，实在是抱歉，周元要和汉儿一起前往无尽海，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他。这和杨兄没有关系，若周元真的死在了山贼的手中，那就是他命不好。但若是有人别有用心害了他，我天州城周家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去请凌公子。不用了，我就在这里。你就是凌云？
是我。凌云，是不是你勾结黑风大王，杀了我弟弟周元？你该当何罪？周元是怎么死的，杨小姐都已经说清楚，我想你的耳朵应该不聋吧？若是我真的勾结黑风大王，又何必要将黑风大王杀得一干二净？呵呵，汉儿身怀天袭血脉，整个太溪州谁人不知？谁知道你是不是为了赢得美人芳心，故意将同伙全都杀了？你出现的时机也未免太巧了吧？凌云，周公子说的没错，你如何证明你和那些山贼不是一伙的？我来证明。呵呵，杨小姐，我是如何救你的，你最清楚。你应该能为林某证明我和那些山贼不是一伙的吧？林公子，汉儿十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但是周大哥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也没有办法为你证明。不过你放心，周大哥不会为难你的，只要你拿出证据来。放你娘的狗屁！杨子涵，没有想到你也是这样的人。我救了你的命，你竟然让我自证清白，你让我如何自证清白？没想到如今的杨家已经腐朽到了如此地步，你们对得起杨阁臣吗？凌云，你救了汉儿，我们都很感激你。但是你若真的和那些山贼有勾结，今天你就要为周元偿命。凌云，我杨家先祖的名字也是你能随便喊的吗？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哼，凌云，当时汉儿和周元被山贼劫持，为何你等到周元被山贼杀了之后才跳出来救人？我看你分明就是别有用心。哈哈哈哈，好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周家不就是想要我凌云的命吗？我凌云就在这里，有本事自己来吧。林公子，你看这样如何？汉儿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的清白。哦，什么办法？林公子，虽然我很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但是周元的死事关重大，也请林公子谅解我们的难处。我的办法就是查看灵魂记忆，只要林公子同意让我爷爷和周爷爷查看你的灵魂记忆，很容易就能证明你的清白。我爷爷和周爷爷都是黄道强者，对于元神之力的控制精细入微，不会损伤到林公子的灵魂。若证实林公子和山贼没有关系，汉儿一定会向林公子赔罪的。哼，搜魂，这个办法好。凌云，既然你说你和山贼没有牵连，那你敢不敢接受搜魂？汉儿说的没错，搜魂确实是证明你清白的最好方法。搜魂？哼，怎么？莫非你是心虚，不敢接受搜魂？哼，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杨子涵够狠。不过凌云一生行事，何须向别人解释？想要搜魂，不可能。就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东西，也配搜我凌云的灵魂？这小子不愿意搜魂，看来真的和山贼有关系啊！没错，他就是做贼心虚。杀了他，为周元少爷报仇！凌云，你不愿意接受搜魂，看来你果然和那些山贼有关系。既然如此，就拿你的命来给我弟弟赔罪吧！要战就战，当我怕你不成？凌云，怪只怪你对我别有企图。我的夫君只能是周佩龙这样的绝世天才，我杨子翰不是你能够高攀得起的。周大哥，区区一个宗师境9重的蝼蚁，怎么用得着你来出手？让我来送他一程吧。周纯，很好。小子，记住，杀你的人叫周纯。好，大摔杯是有招吗？看来周纯是想一招解决凌云，这小子死定了。什么？蝼蚁一样的东西，我没有兴趣知道你的名字。周佩龙，你过来，我保证打得你妈都不认识你。此子掩藏了修为。
隐藏了修为。我就说这个小杂种别有所图，他竟然隐藏了修为。我看那些山贼和他就是一伙的。老狗闭嘴！信不信我10招之内就能屠了你？杨子涵，你扪心自问，若不是我出手杀了那些山贼，你如今已经被山贼千人骑万人轮了吧？你还有脸在这里惺惺作态？若是我对你有所企图，3天的时间也足够夺了你的元婴，拿走了你的天袭血脉了吧？若是你变成了残花败柳，你以为周佩龙还会像现在这样对你吗？你讨好周佩龙可以，但你不该拿我凌云来讨好他。若是杨阁臣还在，恐怕会亲手毙了你们这些不孝子孙。凌云，你混蛋！我混蛋？我能比得上你杨家混蛋吗？今天挡我者死，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少命来填。区区天人境9重就敢如此嚣张！凌云，既然你找死，那我就亲自送你上路。哈哈哈哈！能够杀我凌云的人还没有出生，你不配。找死！这是星辰殿的天级上品武学星光虚空斩。星光虚空斩以万象星辰之力灭杀强敌，威力无匹。佩龙虽然只修炼到小成之境，但一般王侯境3重的强者都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星光虚空斩修炼到圆满，必定是一道大神通啊！王侯境1重就能获得一道大神通，佩龙的前途不可限量啊！战天诀！神通之力，怎么可能？根本没有突破到王侯境，怎么可能凝聚出神通之力？我不信，你区区天人境的修为，怎么可能凝聚出神通之力？必定是某种秘法。凌云，我要杀了你！佩龙竟然强行将星光虚空斩凝聚成神通之力，这孩子太鲁莽了！五行震天诀！小畜生，你找死！凌云，我一定要杀了你，杀了你！看看是你先打死我，还是我先杀了周佩龙？凌云，放了佩龙，否则我保证你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老东西，滚开！你最好不要威胁我，不然的话，周佩龙一定会先走一步。必须要尽快突破到王侯境了。灵界之中强者云集，不入王侯境，连和那些天才交手的机会都没有。凌云，你放了周大哥，我们保证让你安全离去。否则的话，有我爷爷和周爷爷在，你根本没有可能离开这里。你们杨家连恩将仇报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拿什么保证？父亲，记住那件宝物吧。那件宝物至少可以定住凌云1刻钟的时间，到时候他必死无疑。好，既然此子不知死活，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我杨家和周家的结阴不容任何人破坏。凌云，佩龙是星辰殿的内门弟子，他的师尊乃是一位半步大帝，你要是敢杀他，星辰殿不会放过你的。整个灵界你都没有容身之处。少废话，老东西给我滚开！等我离开这里之后，自然会放过他。否则的话，你们就等着给他收尸吧。好，所有人给我让开，让他走。凌云，今天的事情都怪我杨家，希望你不要伤了周佩龙的性命。这里面有1万颗纯元丹，算是我杨家向你赔罪的东西，请你一定要收下来。不必了，杨家的东西我可不敢收。
周兄，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不！多谢杨家主赐宝，这枚古玉不错，林某笑纳了。凌云，我让你死！周大哥就这么死了？凌云，你该死啊！就算是你死1000次、10000次，都不足以泄老夫心头之恨。你们杨家确定要和我为敌？和你为敌？哈哈哈哈哈哈！一个天人境的蝼蚁，老夫随手可灭，也配当老夫的敌人？你放心，我不会轻易杀了你的。我相信周兄会让你长受无尽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哈哈哈哈哈！好，很好。既然杨家你们找死，那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情了。凌云，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受死吧！天息神筒，那是我杨家的天息神筒。混蛋，他怎么可能催动天息神筒？凌云，天息神筒是我杨家的至宝，你将天息神筒还给我们，我杨家放你一条生路。还给你们？你当我傻还是你傻？今天你们所有人统统都得死。凌云，你不是喜欢汉儿吗？只要你将天息神筒以及天息神筒的控制法门交给我，我做主将汉儿嫁给你，以后你就是我杨家的继承人，如何？林公子，汉儿愿意以身相许。杨子涵，你这种表里不一、心肠狠毒的女人，连当我凌云的侍女都不配。我凌云大好男儿，顶天立地，岂能要你这种蛇蝎毒妇？不要做梦了。凌云，天息神筒其中蕴藏的星辰神力，3个月才能够激发一次。我们这么多人，你又能杀得了几个？识相的就交出来，否则的话，你必死无疑。是吗？那你们可以试试，我能杀得了几个人？杀了他！让你们尝尝我新参悟的轮回神通。这个小畜生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有如此多恐怖的手段？住手！老祖宗，是老祖宗回来了！老祖宗，快救我！半步大帝！什么？老祖宗不是传寿元已经死了吗？杨家老祖宗杨长河，杨前辈救命啊！这个小畜生盗取了杨家的天息神筒，罪该万死！不对，这只是大帝法体，我被骗了。交出天息神筒，告诉我你是怎么控制天息神筒的，我放你离开。你连天息神筒的控制法门都不知道，也敢称这是你杨家的宝物？今天他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少年郎，不要以为你能够控制天息神筒，就能以这副语气和我说话。天息神筒乃是天息大帝传下来的，是我杨家的镇族之宝。只是控制法门在无数年前就失传了，你是怎么得到的？这你就不用管了。你是杨阁臣的第几代后人？天息大帝杨阁臣是老夫的太爷爷，但是我没有见过他。少年郎，
你好像对天锡大帝很熟悉。若是杨阁臣知道他的后人都是这么一群忘恩负义之辈，恐怕会后悔传下你们这一脉。杨家传承这么多年，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孝子孙。少年郎，只要你将天锡神童和控制法门交给我，我保证让你安全离开。这个不可能。这样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少年郎，天锡神童确实很强，但其中蕴藏的毁灭神力应该不多了吧？你杀不了我，你就必死无疑。哼，凌云，你杀了周佩龙，我周家和星辰殿都不会放过你的。无论你逃到哪里，都必死无疑。混账！老夫说话哪里有你插嘴的地方？你们也去陪他吧。少年郎，周家的人都已经死了，今天发生的事情，老夫保证没有人会知道。交出来天锡神童，否则的话，就不要怪老夫不客气了。天锡神童我不可能交出来，若是你不怕死的话，尽管跟上来。哎，少年郎，你是逼得老夫不得不出手啊！少年郎，害我损失了这枚至宝，就拿你的身体来偿还吧。杨长河看起来寿元已尽，若是我找机会施展轮回神通，只要剥夺了他一个甲子的寿元，恐怕他就要直接身死道消了吧。老祖宗，杀了这个小畜生，我们杨家可被他害惨了呀！造化呀，真是大造化！老夫寻遍灵界无数年，都没有找到一具完美的鼎炉。这具肉身简直是为老夫量身定制的绝世鼎炉。鼎炉？老祖宗，你的意思是？老祖我这些年虽然遍寻天地圣药，但也不过只能苟延残喘几十年罢了。如今我气血衰弱，若是没有传说之中的神药让我脱胎换骨，重活一世，恐怕就真的要死去了。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夺舍。夺舍？老祖宗是想要夺舍凌云的肉身吗？这小子虽然罪该万死，但确实天赋绝伦，而且身怀无数的秘密。虽然我认不出来，但感觉他的天赋应该不比那些圣地的绝世天才差。你说的没错，此子的生命本源简直不可思议，已经达到了这具肉身所能承受的极致。他的体质很有可能是传说之中的先天圣体。先天圣体？这老杂毛真敢想！若我真的有先天圣体，早就恢复前世的巅峰修为了。不过这个老杂毛竟然想要夺舍我，或许这也是一个机会呢。那些大圣地的天才，老夫不敢夺舍，但是这小子简直就是天赐的机缘。只要将他夺舍了，占据了这具完美的肉身，老夫不但可以拥有无尽的寿元，就算是再进一步突破到大地之境，也不是不可能。老祖宗，这个小子身上有很多秘密，就连你赐给我的禁字古玉都没有办法定住他的元神，你一定要小心啊！哦，连禁字古玉都奈何不了他，老祖我来看一看。武道元神，还没有突破到王侯境，
竟然就已经凝聚出了武道元神，而且堪比王侯境巅峰的元神之力。这小子必定是先天圣体！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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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老祖宗，凌云有如此恐怖的天赋，会不会是什么圣地的人？若是你夺舍了他，被那些武道圣地知道，那可就麻烦了。怕什么？等我夺舍了他，我们杨家就离开天溪城。等老祖我突破到了大地境，就算是那些武道圣地，也不敢和我翻脸。老祖宗说的是，只要老祖正到大地，那我杨家就会成为堪比武道圣地、隐世古族的存在。到时候万年昌盛，在灵界之上也有我杨家的一席之地。好了，你们退下吧，我这就准备一下夺舍凌云。没有我的吩咐，你们任何人都不准进入禁地之中。是。凌云，乖乖的当我杨家老祖宗的顶炉吧，这一次你想死都难。小子，我知道你身上有很多秘密，但是老夫现在也不想知道。等老夫占据了你的肉身，和你的元神融为一体，到时候你的秘密就是我的秘密。老夫还真希望你是某个武道圣地的弟子，那样老夫就更多了一层保险的身份。少年郎，你还有什么遗言没有？若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可以告诉我，老夫一定会帮你完成的。我的心愿你完成不了，要杀就杀，本少爷要是皱一皱眉头，就不算是好汉。好，有骨气。不过你不会死的，老夫会吞噬你的元神，占据你的肉身，然后突破到大地，甚至是神灵之境。到那个时候，老夫带你去看看传说之中神界的风采。绝品道器的丹鼎，你倒是有眼光。这个丹鼎名为万象星辰鼎，乃是我从星辰殿的一位长老那里得到的。你能够享用到它，是你的福气。你不会是想把我炼成丹药吧？自然不是，只是你现在的修为太弱了点儿。老夫夺舍之后再修炼，又要耗费许多时日。今天老夫就以万象星辰鼎、无上圣药、诸多天材地宝，将你的修为提升到皇者之境。你说这是不是你的造化？你既然懂得鼎炼之法，没想到你懂得还真多呀。所以你应该感谢我，一般人根本享受不到鼎炼之法。少年郎，这是你的运气。我可以拒绝吗？当然不行。这是10万年的血玉之无上圣药，对于我来说，虽然还能续命1、2个甲子，但是为了你这具肉身，老夫可是豁出去了。这颗黑色的灵果是黑暗星辰果，无上圣药，能够提升元神力量。这颗晶石是空间晶石，据说是一个小世界毁灭之后留下来的精髓，乃是炼制空间大地气的无上至宝。若是和你的肉身融合，有极大的可能让你领悟出空间神通来。来吧，有了这么多的天材地宝，你的修为一定会飞速的提升。星辰之火，真是好人呐！若是我自己修炼，上哪儿弄这么多的宝物来突破？杨长河真是个好人。
子竟然触摸到了天人境10重，传说之中的神境之境，不愧是先天圣体呀！好强大的肉身，竟然在王侯境就能够引动天地异象。若老夫有如此肉身，别说是大地境，就算是那传说之中的神灵之境，老夫都有把握突破。竟然能够引动天劫，此子的肉身已经到了如此惊世骇俗的地步了吗？不过还是可惜呀。王侯境就王侯境，老夫要重练王侯境，修习无数大神通。等老夫重新踏上巅峰，绝对会超越自身的100倍、1000倍。你感觉怎么样啊？好，非常好。老夫为自己准备的肉身，岂能不尽心尽力？小子，现在你就和老夫融为一体吧。少年郎，让我来看看你的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秘密。什么？来得好，少年郎，怪不得你如此淡定。这件宝物就是你的底牌吗？没错，在我的识海之中，我就是大帝，我就是神，而你只能去死。无知者无畏啊！莫非你以为区区一件元神宝物就能够阻止老夫的夺舍不成？少年郎，今天老夫就要让你心服口服。灭魂针，老夫在禁地葬神窟之中找到的无上至宝。死在老夫灭魂针之下的黄道强者，甚至是半步大地的强者，数不胜数。区区一件元神宝物，也想挡住老夫的灭魂针？少年郎，觉悟吧！什么？无知者无畏，你说的没错，杨长河，这根灭魂针我笑纳了。不可能，这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宝物？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若是杨阁臣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废物后人，恐怕不用我出手，他都会杀了你的。你直呼先祖名讳，莫非你认识先祖？你到底是什么人？杨阁臣是我的第5真传弟子，若是他知道他的子孙敢对他的师尊动手，你说他会是什么反应？先祖的师尊？你是昊天神帝？凌云，我早就给过你机会，可惜啊！我死的不冤呐！没有想到万年前的天下第一大帝竟然又活过来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祖师爷，是我有眼无珠，竟然没有认出您老人家。我杨长河愧对先祖，死不足惜。但求您能看在先祖的面子上，放我杨家一条生路。杨家乌烟瘴气，妄自尊大，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我很想灭了杨家，但只要他们不再找我麻烦，我自然会放他们一条生路。谢祖师爷恩典。这是我这些年修炼的神通，总共有38种神通，其中小神通30种，大神通7种，无上神通1种。或许祖师爷看不上，但总归还是有点作用的。
祖师爷，是我对不起您，不用你出手，我自我了断。祖师爷又如何？只要吞了你，我就是新的昊天神帝。定。啊！什么？破！我就知道你不甘心。但是你以为你能在我手心里翻出浪花吗？我答应你的话依旧算数，只要杨家不再找我麻烦，我会放过杨家。大灭魂术和灭魂针同出一源，这大灭魂术看起来十分的古老，应该是杨长河从藏神窟之中带出来的，怪不得杨长河敢夺舍我。有了这大灭魂术，就算是半步大地的元神，也是必死无疑。这大灭魂术的法则完整无比，正好免去了我几十年的修炼之功。若是我能够凝聚出91种无上神通，必定可以超越前世的巅峰。吞天秘术的第2层，已经可以吞噬神通法相之中的神通星辰，化为己有。我是不是应该去打劫一些武道圣地的天才，从他们那里得到无上神通？杨家的事情已了，我应该离开这里了，找珍宝阁打听一下老浣熊他们的下落，然后去双子山看一看。杨雄师，我儿佩龙是怎么死的？今天你要不给我周家一个交代，从此杨家就彻底消失吗？哎呀，周家主啊，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周佩龙贤侄是被凌云所杀，我们杨家已经派出强者去缉拿凌云了，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杨雄师，你真以为我好骗吗？区区一个天人境的小子，怎么可能杀得了我儿？更何况还有我的2弟以及我周家的弟子，全都死在了你杨家。既然你如此不老实，那我就先擒下你来，到时候搜魂夺魄，自然会知道我想要的答案。周兄，有话好好说，不要冲动啊！恭喜老祖出关！杨雄师，莫非你是傻了吗？竟然喊一个王侯境少年老祖宗！周莫道，你竟然敢对老祖宗无礼，你死定了！杨雄师，虽然你喊我老祖宗，本少爷心情很爽，但我可没有你这么大的孙子。什么？你是凌云？凌云，老祖宗在哪里？杨长河深感罪孽深重，已经去见天息大帝了。你就是凌云，我儿佩龙是你杀的？周佩龙，没错，那小子不知死活，确实是被我杀了。你想要为他报仇？你找死！术，竟然是无上神通！灭魂针，去！看在杨阁臣的面子上，我饶你们一命。你们好自为之吧。他到底是什么人？他真的和天袭大帝先祖有渊源吗？敢杀老夫的弟子，就算是你逃到天涯海角，都必死无疑。是星辰殿的长老。凌云这一次死定了，
不过我杨家得罪了周家和星辰殿，这天溪城是不能待了。速速收拾东西，我们离开这里。爷爷，我们去哪里啊？我们去修罗州投奔你父亲。你父亲如今是修罗门的外门长老，有修罗门的庇护，就算是周家和星辰殿也不敢对我们不利。父亲说的没错，修罗门不但不比星辰殿弱，甚至还要更强势。万年前更是出现了修罗大帝这样的绝世人物。到时候以汉儿的天溪血脉，若是能够被修罗圣地的圣子看上，那我们杨家必定可以再一次崛起。我父亲，天林说的没错，以汉儿的姿色和天赋，再加上他的天溪血脉，修罗圣地的那些绝世天才也抵挡不了。乘坐虚空宝船的速度太慢了，必须要通过虚空传送阵离开太溪州。前面是宝星城，宝星城之中应该有虚空传送阵。宝星城是星辰殿控制的，希望周佩龙的死还没有传到星辰殿那里。好浓郁的星辰灵气，100颗纯元丹，这星辰殿还真是心黑啊！到哪里啊？太阴州清寒城，150颗纯元丹。开启，将虚空传送阵给我停住！不，就是他。该死！参见执法长老。师兄不在宗门修炼，竟然来到了宝星城，真是稀客呀！师弟，我没有时间和你寒暄。刚才有一位杀了我弟子的凶手，通过虚空传送阵离开了。快点开启大阵，我要去追他。什么？竟然敢杀李师兄的弟子？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吗？李师兄，需不需要我和你一起去？不用了，师弟好好镇守宝星城就行了，一个蝼蚁而已。刚刚的传送阵是通向哪里的？启禀长老，刚刚传送到了太阴州清寒城。好，速速送我前往清寒城。以凌云如今的修为，就算是有天法剑、灭魂针等诸多至宝，也不可能对付得了一位半步大帝。这片莽荒山脉人迹罕至，据说其中某些禁地，甚至连大帝都不敢踏足。希望能摆脱敌人吧。凌云，敢杀老夫的弟子，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老夫也要将你碎尸万段。快一点，再快一点。什么？天息神童之中的力量还是太弱了，若是全力一击，绝对可以秒杀这个老家伙。凌云，你该死啊！老东西，早晚有一天，我要宰了你！逃啊！我看你往哪里逃！小畜生，老夫的弟子你都敢杀！如今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若是以大灭魂术配合灭魂针，再加上无字天书的力量，以及我燃烧元神精华，或许可以重创这个老东西。只能拼了！什么？
莫非是？莫非这里也有一座青铜神殿？这种恐怖的气息远超大地强者，莫非他们生前都是神灵吗？那尊青铜巨棺之中又是什么人？跟上去看看。看来这无字天书和青铜巨棺之中的存在有着某些神秘的联系。莫非这里真的有神灵的传承？这小子莫非是找死不成？不过让他先探路也好。什么？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小畜生，你对这里很熟悉，告诉我这里的秘密，我可以放你一条活路，否则你必死无疑。我就算是知道又如何？凭什么要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一点，你死定了。小畜生，既然你不知死活，老夫就宰了你，将你搜魂夺魄，自然会知道此地的秘密。巨棺感受到无字天书的气息之后，瞬间就散发出了一股炽热的霞光，卷起凌云朝着神殿飞去。小畜生，你果然知道此地的秘密！啊，不好！上，我就在这等你，我就不相信你一辈子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莫非每一座青铜神殿内的景象都不一样吗？啊，这颗太阳是复制了另一个我吗？生死之间有大恐怖，也有大造化，这就是青铜神殿的造化吗？凌云的复制体虽然修为一样，但复制体却能爆放出极限的肉身之力。凌云不知道在复制体的拳下死了多少次，虽然每被轰杀一次都能够迅速的复活，但那种死亡的感觉却是如此的真实。龙爆神通，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龙爆神通。龙爆神通算是我参悟的第二无上神通，我如今的修为已经可以突破到王侯境2重了。或许我能够在这里将所有的神通都参悟到极致。可惜啊，有了这片造化之地，使用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才修炼出了9大无上神通。若是单凭我自己修炼，想要让这9大无上神通圆满，恐怕就算是1000年也不够吧。9大无上神通在这王侯境之中几乎是可以横行无阻了。元神之力终于突破到了皇者境，元神的突破可要比境界的突破要难得多。可惜青铜神殿内的能量还是太少了，否则若是能将天息神通修炼成功，就能够聚集第10大无上神通了。就在星河破碎的刹那，无数道璀璨的星光蕴藏着无比浩瀚的星辰之力，瞬间融入到了天息神通之中，让天息神通内的能量瞬间变得无比充盈了起来。有了天息神通的力量，这一次我要看看那个老家伙还要往哪里逃。李承寒受到神殿攻击，导致生命精华大损。这2个月以来，李承寒也不过恢复了5成的修为。凌云，你终于舍得出来了。老家伙，你还没有走，
莫非是想要找死不成？牙尖嘴利的小畜生，区区王侯境1宠，你就算是得到了什么传承又如何？识相的话，就将你得到的传承交给我，老夫还可以饶你一命。我确实是得到了无上传承，而且是神灵强者的传承，想要吗？我给你。什么？小畜生，你敢耍老夫？你这件宝物的能量之前就耗光了，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就不要怪老夫不客气了。不好！大灭魂术，灭魂针，去！这下可亏大了。就在这时，闪电发出耀眼的光芒，周遭环境骤然变化。这是哪里？那是……这是空间的力量。这是神灵的气息。莫非这条路是通向神界的道路吗？血魔老祖登天路于此，大道不容，奈何奈何！血魔老祖，那不是10几万年前的封号大帝吗？都说他已经登临神界，怎么会死在了这里？登天路，登天路，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天路到底是什么。通天剑主登天路，剑斩天地；大风散人登天路，命绝于此。天魔大帝登天路，恨，恨，恨！杀戮之主，杀戮亿万众生，命归天路。九阳大帝焚天炼地，化归天地，绝笔。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这些人没有选择渡神劫，登临神界，而会来到了这里？我来了，还是没有等到你。我会等你，一直等你。闲思，是闲思，闲思来过这里。闲思不会死的，闲思肯定不会死的。天不生焚天，万古如长夜。真是好狂傲的口气啊！焚天，焚天，莫非是传说之中的焚天战神吗？莫非焚天战神也死在了这里吗？他不是已经登临神界了吗？万年前的时候，能够突破到神灵之境的人已经很少了，几乎都只是传说。从古老的典籍来看，100万年前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传闻神路断绝，神人永隔，焚天战神的遗退，怎会出现在这里呢？凌云感受到体内多了某种东西，但是身体并没有任何变化。此地不宜久留。启禀掌教，执法长老李承寒死了，魂飞魄散。李承寒吗？他看到了凌云进入到了山谷，
看到了李承寒在混沌之中，但却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阻隔。莫非是他要出世了吗？看来大战不远了，让贪狼五行出世吧，顺便查找一下李承寒的死因。若是遇到这个少年，杀了就是。是。大征之势，天机开启。这一世，我一定要踏入那无上神境。或许，成神之路还有许多我不了解的秘密。凌云沿着这片莽荒山脉，一路朝着北方而去。这里是原始古矿，这里应该只是原始古矿的外围。幸好青铜神殿没有把我送到古矿的核心，若是惊醒了古矿内的那些家伙，乐子可就大了。莫非原始古矿内的生灵是被禁锢在了这里，没有办法出来吗？这里还真是一个修炼天息神童的好地方，若是能在此地将天息神童修炼成功，也是不小的机缘。天息神童的修炼竟然已经脱离了我当初创造这门神通的构想，并没有开辟第三只眼。天息神童的修炼竟然已经脱离了我当初创造这门神通的构想，并没有开辟第三只眼，而是以双魔为根基重塑重生。莫非是因为原始古矿的原因吗？哎，这下还真是好运到。小子，将你手里的岩石交出来！星辰殿的人，小子，知道我们是星辰殿的人，还不将你手里的岩石交出来？10万年的星辰经，乃是炼制大地气的无上至宝。这颗星辰经可是我先找到的，凭什么要交给你们？凭什么？就凭我们是星辰殿的弟子。那，小子，就凭你的实力，不配拥有这等至宝，这够了吗？和他啰嗦什么？直接杀了！你是凌云？凌云？你们认识我？哈哈哈哈哈！果然是凌云。宗门已经说了，活捉凌云，赏无上神通一门，绝品道器一件。两位师弟，这可是我们的运气啊！抓住他！星辰殿要抓我，看来李承寒死的消息已经泄露。说，星辰殿为什么要悬赏我？总共派了多少人？凌云，你最好乖乖的放了我们。贪狼星子就在原始古矿之中，等他到来，你必死无疑。敢威胁我，找死！随后，凌云将3人的元神记忆全都读取了一遍。紫星、勾陈、九杀、破军和贪狼5大星子吗？还真是好大的口气！天神大会，万年前就听说过天神石的秘密，老浣熊那家伙更是几次想要去盗取天神石。若是他知道天神大会的消息，肯定会去的。天神城就在原始古矿的东边，先去天神城看看。贪狼师兄，陈师弟他们应该就是死在了这里。敢杀我星辰殿的弟子，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如此嚣张！在那里给我追！是。天神城。是齐王州江家的传人，8匹妖王级别的龙马拉车，这位在江家之中肯定也是核心族人。没错，江家家世不弱于武道圣地的隐世古族，据说每1000年都会有一人正道大帝
长盛不衰。这位莫非就是江家的那位天风神体？有可能。听说那位天风神体练就了64大神通，凝聚了封神大帝法相，没想到他竟然也来参加天神大会了。是太阳宫的圣子。太阳宫的圣子也来了，看来太阴宫和星辰殿的圣女圣子也不远了。没错，据说上古时期，太阳宫、太阴宫和星辰殿本是一大武道圣地，后来一分为3，所以这3宫弟子之间经常有摩擦。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就是不知道这是第几位圣子。太阳宫原本有9位圣子，听说几个月前太阳公主亲自收了一个关门弟子，被称为第10圣子，凑齐了10日横空。莫非这位就是那个神秘的第10圣子？望着天空，凌云莫名感到一股熟悉的感觉。这位公子，请留步。贫道看你印堂发黑，两眼无光，元神有死气盘踞，不日将有血光之灾呀！良辰道人，哎，你认得贫道啊？啊，听说过道长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俊采非凡，让人敬仰。你既然知道贫道的大名，就应该知道贫道的信誉。贫道从来不轻易出手为人砍下。这家伙莫非活出了第20？今日也是和你有缘。我这里有一张天尊符，只收你1万颗纯元丹，只要你以无根之水吞服下去，3日内必定会解了你的血光之灾呀！道长，我没有纯元丹。没有纯元丹？不可能吧？你区区17岁的根骨，竟然已经修炼到了王侯境1重，必定是个大圣地的天才。来天神城赌石不带纯元丹，你玩什么呀？道长，我真的没有纯元丹，所以你这张天尊符，我暂时就用不上了。不过道长若是不嫌弃，就先跟着我，等我从师门那里拿到了纯元丹，再给你。如此也好。贫道救死扶伤，今日和你有缘，就暂且跟着你。不知道小兄弟，你有没有师姐师妹啊？贫道还擅长驻颜之术，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啊。我确实有不少师姐师妹，而且一个个貌美如花，都是天之娇女。回头介绍给道长认识。那感情好啊。小兄弟啊，你的血光之灾，贫道管定了。这些古石有古怪，我看这老家伙是疯了。谁说不是呢？1万颗纯元丹卖这一块破石头，就算是珍宝阁的天级古石，也不过这个价格。大家都散了吧，谁会买这些石头啊？除非脑子进水了。嘿嘿，我还真想看看谁会是冤大头。这位小兄弟啊，这个老家伙明显是骗人的，你可不要上当啊！多谢，我就是看一看。老张，这3块古石我都要了，能不能通融一下？一人只能买1块。小兄弟啊，这些古石虽然有一种很强大的道运，但是却有断裂纹路，并且有黑斑，这些都是断魂石，里面不可能切出宝物的，你一定要慎重啊！多谢，我就是想买2块回去玩玩。前辈，若是让别人，可以代买吗？我说小兄弟啊，你不会真的要买这些断魂石吧？贫道精通相术，像天像地像人，但是就是像不了这些石头啊！我劝你有钱别乱花，3万颗纯元丹，不如买3张天尊符如何？道长，我手里没有纯元丹，你能不能借我3万颗纯元丹？找贫道借纯元丹没门儿！凌云嘴角微微一动，吐出了几个音节，传给良辰道长。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先借我3万颗纯元丹，等会儿我告诉你。好，贫道的棺材本都借给你。不过，
等会儿切开这3块石头，若是切出了宝物，要分我一半，3万颗纯元丹我就不要了。要是什么都没有切出来呢？那当然要还给我3万颗纯元丹。好，成交。老张，帮忙凑个数，买1块古石如何？小兄弟，既然你执意要买，老夫就不劝你了。不过花3万颗纯元丹来买3块断魂石，你肯定会失望的。唉。小子，放下那3颗断魂石，本公子要了。凭什么？这3块古石我已经买下来了。是东方世家的3公子东方剑。这些断魂石有这么珍贵吗？就连东方剑都看上了。东方世家和珍宝阁一样，都是以贩卖天地奇珍起家的。近些年来，已经有了要挑战珍宝阁的迹象。对于东方世家来说，几万颗纯元丹还真是毛毛雨，或许人家也是买来玩玩呢。这下有好戏看了，也不知道这个少年是哪个宗门的弟子。凭什么？就凭我是东方剑，就凭这整条街都是我东方家的。老家伙，我也给你3万颗纯元丹，这3块古石你想卖给谁？那3块古石已经卖出去了，若是诸位不打算继续买，我就要收摊儿了。混蛋！你竟然敢得罪我们3少爷，信不信以后让你进不了这条街啊？丢人现眼的东西，滚！二叔，这……那个老头不简单，不要招惹他。小子，现在我改主意了，这是1颗纯元丹，将你手里的3颗古石交出来，否则我打断你的腿。傻！3少爷，我们去哪儿？跟着那个小子，他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小兄弟啊，你拉我干什么呀？你没有看到那位姑娘已经被我的风采所折服，对我芳心暗许吗？你破坏了贫道的大好姻缘，你必须要拿5万，不对，是10万颗纯元丹赔偿我。赔你个鬼呀！你再不走，那位姑娘恐怕会拔剑活劈了你。不可能！我如此风流倜傥，周身如玉，超凡脱俗，那位姑娘肯定已经对我芳心暗许了，只是女孩子家面皮薄，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你不懂，你不懂啊！好，好，好，那位姑娘对你芳心暗许，行了吧？我们先找个地方，把那3块古石切开了再说。嘿嘿，我现在还真的相信这里面有宝贝了。东方剑那小子虽然臭不要脸、嚣张跋扈，但眼光还是不差的。哎，我们去哪儿？珍宝阁吧。珍宝阁几10万年的信誉还是可以信赖的，不像东方斋坑蒙拐骗，简直就是黑店。这个混蛋要去珍宝阁？好，好，好，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想干什么。听说珍宝阁内的石园在整个天神城都属于最顶级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开开眼界。没错，最好能让我们选中1块古石，切出天地奇珍，那我们可就发了。听说今天太阴宫的圣女和太阳宫的圣子都会来这里，太阴宫的女子一个个美若天仙，圣女更是风华绝代，艳绝当世。看来我们今天有眼福了。没错，太阳宫来的听说是那位第10圣子，太阳宫之主最喜欢的关门弟子，也不知3万颗纯元丹买3颗断魂石，这真是个大傻子呀！是不是纯元丹多了没处花？那个人是谁啊？真是个大傻子！他要真是纯元丹多的花不完，我可以帮他的忙，给他的脑门上来2蹄子，让他自己将纯元丹交出来。没错，3少爷，那家伙有没有来珍宝阁？
这大傻子的身家如此雄厚，不坑他可对不起我们呀。就是那小子，你们看到了吗？他身旁的那个道士，你别看长了一副好皮囊，其实就是个二傻子。他竟然敢调戏九公主，差点被九公主拿剑给劈了。哼，这两个家伙就是三少爷口中的大傻子和二傻子吗？竟然敢调戏九公主，他的命还真够大的呀！这简直就是活腻了。之前的那个身穿青色战甲的女子，竟然是青龙古国的九公主吗？贫道何德何能，竟然蒙九公主倾心？这驸马之位，看来贫道是退不掉了。哈哈哈哈！这个道士果然是二傻子，他竟然说九公主倾心于他，真是脑子被驴踢了。你们说的没错，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傻子花3万颗纯元丹买断魂石，二傻子得了失心疯，这俩人就是绝配，都是傻子。傻混蛋，你才是傻子，你全家都是傻子。傻逼骂谁？傻子骂你。哼，果然是傻逼，连脑子都没有。小子，不要逞口舌之力，你不是喜欢赌石吗？有没有胆子和我们赌一把？赌石？没错，就是赌石，你敢不敢？你要是输了，你就是傻子。不会是怕了吧？你要是怕了，就跪下来磕头道歉，自己说自己是傻子，然后打100个耳光，我们就放你走。嘿嘿，小兄弟啊，跟他们赌，就这群货色，贫道绝对把他们赢得哭爹喊娘，衣服都给我留下来。可以啊，你们想怎么赌？我们各选3块古石，切出宝物，谁切出的宝物价值高，就算是赢。你要是赢了，不仅切出的所有宝物给你，还赔你宝物10倍的纯元丹。你要是输了，宝物归我，你赔给我们宝物10倍的纯元丹，敢不敢？哼，没问题，不过要加上一条，输了的人还要跪下磕头，自扇耳光，高喊3声我是大傻逼，敢不敢？哼，连断魂石都会买的土包子，我怎么会输？跟他赌了。好，我们跟你赌了。我们都压东方少爷，小子，等会儿输了你可不要后悔。哈哈，这下要白赚1万纯元丹，这小子真是个散财童子啊！什么散财童子，就是个傻子，一个大傻子，一个二傻子，等会儿他们就要哭了。口说无凭，都立下天道誓言吧。到黄级石原了，小子，我们就在黄级石原赌一把如何？要是到了玄级石原、地级石原，甚至天级石原，我怕你连古石都买不起。黄级石原也行。这小子很面生啊，不知道是哪个圣地的人。他竟然敢和东方剑赌石，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东方世家家学渊源，对一些珍贵的古玉或者还拿不定主意。但是大部分古石，只要他们一看就知道其中有没有宝贝。没错，这小子看来输定了。以1炷香为限，双方各自挑选古石，决出胜负。小兄弟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小弟龙傲天。龙傲天，真是好名字。龙战于野，傲气冲天。小兄弟非池中之物，未来必定会一飞冲天呢。哎呀，3块古石，贫道选2块，兄弟你选1块，如何？可以。东方兄，莫非这是东方世家的紫气通灵术？没错，应该是紫气通灵术。传闻紫气通灵术修炼到极致，能够通感万物，探查天地，神秘莫测。听说大少爷的紫气通灵术已经修炼到了圆满，紫气一出，纵横3万里，不但神威莫测，而且能够探查诸天。若是大少爷在此，恐怕这大傻子二傻子输得更快吧。
我大哥自然是天纵神武，位列灵界最顶尖的天才一列。他的紫气通灵术在我东方家自然是最强的。不过杀鸡焉用宰牛刀，这3块古石一看就十分的不凡，这下我们赢定了。还要感谢三少爷，要不是三少爷，我们怎么可能赢得1万颗纯元丹？你们看大傻子，他竟然又走向了断魂石啊！真是笑死我了。我说小兄弟，你怎么又选了1块断魂石啊？我们要是输了，纯元丹事小，贫道不可能下跪道歉的。你要是敢坑贫道，贫道就和你玩命。道长放心，我们不可能输的。这块古石之中有好宝贝，最好如你所说，不然贫道饶不了你。道长，你有什么好紧张的？那3块古石之中虽然有3株古药，但品质并没有多好。你竟然能够看出那3块古石之中的东西！时间到，你们的古石选好了吗？选好了，就是这3块。那又是断魂石啊！我说小子，你是不是穷的没有纯元丹了？真是笑死我了！我刚刚和三少爷在外面的大街上，就看到这小子花了3万颗纯元丹买了3块断魂石，这小子真是个大傻子呀！这根本就不用比啊！断魂石之中什么宝物都没有，他们肯定输定了。倒是二傻子也不是那么傻嘛，他挑选的2块古石看起来还不错。一群没见识的大傻逼！我这块古石之中有无上圣药1个级别的宝物，等切出来的时候吓死你们！哼，还无上圣药？我呸！你要是能切出宝物来，我就把这块断魂石吃了。吃断魂石？哼，这倒是个好主意。不如我们加点赌注，若是我们赢了，你就将这块断魂石吃了，如何？但我怕你不成。若是你输了，一样也要吃断魂石。哼，成交。哼，小子，这块断魂石你是吃定了。等会儿你不但要跪地打脸，自称傻子，还要啃断魂石，这就是你挑衅我东方世家的代价。少废话，既然古石都选出来了，那就切开吧。小子，你不会连请切尸人都请不起吧？要不要本少爷帮你请一个？我怕我们的古石切出来会吓死你，还是先切你们的。哼，既然你不死心，本少爷成全你。啊，青光和香气，莫非这块古石之中有一株无上宝药吗？东方世家的紫气通灵术果然非同小可，一出手就切出了无上宝药。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宝药，若是圣药的话，恐怕整个天山城都要被轰动了。这是五彩幻魂花，传说中能够增加元神之力，有助于突破境界的无上宝物。没错，正是五彩幻魂花。可惜不是七彩幻魂花，五彩幻魂花只是药王，而七彩幻魂花就是无上圣药。对于黄道巅峰、正道大帝都拥有着无比强大的作用。五彩幻魂花也很了不得，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破碎，而且封印了这么多年，药效也损失了一些，价值恐怕只有5万纯元丹啊！5万纯元丹也很了不得，这块古石才不到5000颗纯元丹，结果直接翻了10倍，果然不愧是东方世家呀！三少爷，我出5万颗纯元丹，把它卖给我吧。我出6万颗纯元丹。7万，这株五彩幻魂花虽然有些残破，但是对于王侯境巅峰突破到皇者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诸位，这株五彩幻魂花暂时不卖，因为关系到我和这小子的赌局，等3块古石全都切出来之后再说吧。和三少爷赌石，这小子脑子进水了吧？没错，我看这小子
恐怕等会儿连内衣都要输完了。区区一株残破的五彩还魂花，你们也当做宝啊？真是没有见识！等会儿道爷的古石切出来，吓死你们这群东西！哼，别和他废话，继续切。是丹药，天人法则波动，这种力量绝对是大地丹。完了完了，竟然被这个混蛋切出了大地丹！小兄弟，我可被你害惨了。那五彩还魂花和青霞瞳也就算了，这颗大地丹至少价值20万纯元丹，根本比不过。我们快跑吧！二傻子，你想逃走吗？有你牛爷我在，你哪儿都跑不掉。哼，道爷我会跑，我去你二大爷的！道爷我这2块古石之中的宝物价值连城，比这什么破大地丹强多了。给我看好他们！这2个大傻子今天要不履行赌约，我们就把他们卖到菊花园去。相信很多老妇人和有龙阳之好的家伙会很喜欢他们。菊花园？道长放心，我这块古石之中的宝物价值远超大地丹，您就等着吧。希望如此吧。竟然切出了大地丹！大地丹在哪里？黄级10元就能切出大地丹，这简直是太罕见了。希望是能够炼就神力的大地丹，那样至少价值100万纯元丹，而且还是有价无市。剑儿，听说这大地丹是你开出来的，你真是为我东方家立了大功啊！来，给舅爷爷我看看。舅爷爷，你看，不是炼就神力的大地丹，只是增加气血和肉身的血缘大地丹。可惜了，可惜了。血缘大地丹？没错，血缘大地丹虽然珍贵，但也不是很难得到。这一颗血缘大地丹至少价值20万纯元丹。确实是血缘大地丹，至少价值20万纯元丹。这样算下来，我的这3件宝物至少价值28万纯元丹。现在该你们。没错，该你们了。不会是害怕了吧？害怕的话就直接认输算了。怕？道爷我从来就不知道怕字是怎么写的，今天道爷就让你们开开眼界。好，切出宝物了！这二傻子竟然真的能选出藏有宝物的古石。这是烈焰黄金。烈焰黄金蕴藏大道法则烙印，乃是炼制大地气的顶级天才地宝。不过可惜只有这么小的一块，只能够拿来炼制顶级道气。没错，确实太小了。不过就这么一小块烈焰黄金，也价值10万纯元丹。价值10万纯元丹？哼，价值10万纯元丹又如何？三少爷，我们的一颗大地丹足以秒杀他。没错，三少爷，大傻子的那块断魂石之中肯定什么都没有，而二傻子剩下的这块古石肯定也开不出太珍贵的东西。是柳阳草，火属性的王品灵药，保存的如此完美，药效没有任何的流失。不错不错，至少价值10万纯元丹啊！六阳草，这二傻子的运气竟然这么好！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这烈焰黄金和六阳草不错，本少爷正好需要这2件宝物提升修为。且慢。怎么，你小子想要违背赌约不成？我何时说过要违背赌约了？我们还有一块古石没有切，你怎么就知道你赢定了？你说的是这块断魂石？小子，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断魂石之中能够切出宝物来的。你不会是看到书了，得了失心疯吧？没错，小子，你不要拖延时间，输了就是输了。你可是发了天道誓言，若是敢违背赌约，轻则让你修为尽废，重则魂飞魄散。你可要想好了。断魂石之中确实不可能切出宝物来。仙儿，既然他不死心，就让他切吧。老夫倒要看看他能够切出什么花样来。好，小子，你要是能在断魂石内切出宝物来，我就将这块断魂石吃了。记住你说的话。小兄弟啊，你真的有把握吗？放心吧，等会儿他们会哭的。这小子还真是大傻子呀，竟然想要自己切古石。我看他是黔驴技穷了吧？没错，断魂石内能切出宝物，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小子敢得罪东方少爷，死定了！小子，不要哗众取宠啊！断魂石之中不可能切出宝物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履行赌约吧。不对，真有东西。那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一只蝉？哈哈哈哈！一只虫子，断魂石里竟然切出了一只蝉。这只蝉值多少纯元丹啊？就算它是上古灵虫，价值1万纯元丹，你们也输定了。住口！这莫非是传说中的寿冥蝉？木与金匣蕴藏道纹，目如金阳。寿冥蝉一生只能鸣叫3次，每一次鸣叫可增寿1000载。这确实是传说中的寿冥蝉。你们看，寿冥蝉原本有3道寿轮，每一次鸣叫都会消失1道寿轮，如今只剩下了1道，看来已经鸣叫了2次。小兄弟啊，寿冥蝉若是你愿意卖给我珍宝阁，我愿意出价50万纯元丹。50万纯元丹，小兄弟，我东方世家愿意出60万纯元丹。若是你卖给老夫，以后你就是我东方世家的贵客。这小子绝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断魂石之中怎么会有寿冥蝉这种至宝？老夫出70万纯元丹。我出100万纯元丹。对不起了，寿冥蝉我暂时还没有打算卖出去。什么？现在你可以履行赌约了吧？龙傲天，这是25万纯元丹，还有我切出的3种至宝。东方剑，你不会忘了我们的赌约可不止如此吧？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龙傲天，你不要欺人太甚！我欺人太甚？东方剑，赌石是你提出来的吧？赌约也是你提出来的吧？你咄咄逼人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现在这一刻？不过，你已经发出了天道誓言，若是你不履行赌约，到时候被天道惩罚，可不要怪我。年轻人，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有些太过了吧？就算是剑儿发下了天道誓言，只要你同意免除他的赌约，自然就解除了天道誓言的限制。若是东方剑赢了赌石，你认为他会那么好心免除我的赌约吗？那你想怎么样？年轻人，做人不要太冲动，留一丝底线，日后好相见。要知道，有些人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哼，威胁我们？哈哈哈！道爷最不怕的就是威胁。老东西啊，你为老不尊，倚老卖老。若东方世家都是你这种货色，恐怕早晚要衰落。你找死！老东西啊，来来来，道爷和你大战300个回合。既然你活得不耐烦了，道爷我就送你一程。
这位小兄弟啊，你看这样可好？东方剑他输了赌局，确实应该履行赌约。不过看在老夫的面子上，让他赔偿一些纯元丹，你免了他的赌约如何？可以啊，拿1000万纯元丹出来，我们可以考虑免了他的赌约。1000万纯元丹，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1000万纯元丹都嫌贵啊？莫非东方世家的面子还不值1000万纯元丹吗？龙傲天，我错了。还有那些断魂石。很好，你可以滚了。龙傲天，我记住你们了。小子，山不转水转，如此嚣张狂傲，小心死于非命。老东西，你也不过10几年的寿元罢了，小心不能寿终正寝。我们走。这2个家伙这样做是把东方世家得罪死了呀！没错，天神城内虽然禁止厮杀，但是他们不可能在天神城待一辈子，到底还是年轻气盛啊！他们死定了。2位小友，3日后就是天神大会了。天神大会之前，我珍宝阁会有一场拍卖会。寿明禅若是拿来拍卖，必定会卖出一个高价来。2位是否愿意将寿明禅交给我珍宝阁来拍卖？多谢大长老，这3件宝物都放在珍宝阁拍卖吧。小友放心，这3件宝物一定会拍出高价的。小友，这黄级石元只算是普通，天级石元有不少珍品古石，小友要不要去天级石元看一看呢？今天就算了，大长老，小子正好有事要请教你。哦，小友有何事啊？太阴宫的圣女来了，竟然由二皇子亲自作陪。太阴宫的这位圣女也不知是何等的绝世容颜。凌云，你以后再敢背着我们一个人走，本帝就咬死你！好久不见，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我没事，不过没想到你竟然成了太阴宫的圣女。月神，能为我介绍一下这位兄台是何人吗？二皇子，他叫凌云，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凌云，你不是叫龙傲天吗？龙傲天只是我的化名，我的本名就是凌云。切出了什么宝物啊？快点拿出来给本帝看看。看你这点出息，这颗血元大地丹你要不要？快给我！本帝和此丹有缘，这颗大地丹是本帝的，谁敢要跟本帝抢，本帝就弄死他。没人跟你抢，拿去吧。还是你小子够意思啊！凌云，这可是血元大地丹啊，你怎么就这么扔给了一只灵宠了？你要是不要，可以给我呀。哎，这只老浣熊怎么看起来那么熟悉啊？很像那个老混蛋呢。你才是灵宠，你全家都是灵宠！牛鼻子老道，你敢小看本帝，本帝咬死你！不知道凌兄是哪个圣地的弟子，怎么会和月神圣女认识啊？在下无门无派，散修一个。至于怎么和月神认识的嘛，我和月神青梅竹马，从小就定下了娃娃亲，当然很熟悉了。凌兄说笑了，月神乃是太阴宫的圣女，又怎么会定下娃娃亲呢？哪里说笑了？月神的确是凌云的媳妇儿。我说二皇子啊，你可就不要痴心妄想了。你和月神啊没有缘分。这么漂亮的圣女，怎么会被凌云兄弟抢先了呢？贫道如此风流倜傥、潇洒不羁，才是月神道侣的最佳人选。殿下，
我和凌云还有一些事要商谈，先走一步了，您随意。给我查查这个凌云到底是什么人，得罪了东方世家，竟然连本殿下都不放在眼里，这小子该死！凌云啊，这大地楼的95大地酒乃是天下一绝，还有各种妖兽制作的美味佳肴，你一定要尝尝。快跟我说说吧，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凤女，他们在哪儿？凌云，这个臭道士是什么人？我怎么看他一点都不靠谱啊？要不我将他轰出去吧？嘿，道爷，我和凌云是过命的交情，你算是哪根葱啊？敢对道爷我指指点点？他就是1万年前弄大了无数圣女肚子的那个老混蛋。什么？是你？什么？你认识本座？不认识，谁认识你这个老混蛋啊？凤女呢？我太阴宫之主和火焰山之主乃是好友，火焰山之主认出了凤女的黑凤之体，就将她带回了火焰山。凌云，你是怎么逃出来的？我在海之中也是九死一生，幸好遇到了修罗门的一位大帝，才得以逃脱性命，最终到了灵界。乖乖，凌云，你刚来灵界就干掉了2位半步大帝呀？不是我干掉的，不过确实和我有点关系。还有星辰殿仗势欺人，什么玩意儿啊？听说星辰殿的弟子也到了天神城，到时候我们就宰几个星辰殿的星子玩玩。你别瞎起哄，武道圣地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大地强者的恐怖远超半步大地强者。我可以回去求一求师尊，看看能不能化解你和星辰殿的恩怨。一位半步大祭的长老身死，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很有可能会惊动大地。哼，大地又如何？灵界这么多的武道圣地，逼急了我们直接投靠战神圣殿。以我和凌云的绝世天赋，战神圣殿肯定都得舔着脸来求我们加入他们。战神圣殿，听说圣殿已经有1000年没有传人出世了。这一大圣地最为神秘，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山门在哪里。战神圣殿还是太远了，不过星辰殿得罪也就得罪了，还真以为我们怕他不成？嘿嘿嘿嘿，没错，听说星辰殿的前辈都葬在一片星辰之地，等本地查出来，将他们的祖坟给刨了，相信应该能找到不少宝贝。你是？贪财好色的老混蛋，你连本地都不认识，你是不是眼瞎呀？谁是凌云？给我滚出来！星辰殿的人。凌云，就是你杀了陈师弟3人，还不跪下受死！你们是什么东西？我不认识什么陈师弟、王师弟，不想死的就给我滚出去！你找死！什么？太嚣张了！凌云，你该死！贪狼师兄，杀了这个杂碎！凌云，以你区区王侯境1重的修为，能杀得了陈师弟3人，确实有几分自傲的本钱。不过在我星辰殿面前，你就是一只蝼蚁，随时都可以被碾死。我说了，我不认识星辰殿的什么陈师弟、王师弟，你恐怕是认错人了。若是你再如此纠缠不休，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殿下，我们将凌云的消息告诉贪狼，若是他们大战造成了死伤，陛下会不会怪罪殿下？你放心，我已经将九妹调开了，她的青龙卫不会来这边的。只要贪狼不闹出太大的动静，不会引人注意的。要怪就只能怪凌云自己，
得罪了星辰殿，还敢得罪本皇子，死了也是活该。区王侯境1重的修为，贪狼想要拿下他，不过顷刻之间的事情。凌云，你有没有杀人，你自己清楚。就算你没有杀，我说你杀了，你就是杀了。你是束手就擒，还是等我出手？星辰殿还真是霸道啊！在这天神城之中，莫非你真的敢动手不成？你放心，拿下你3招足够了。3招？你们星辰殿的人还真是鼻孔朝天，狂妄至极呀！来，本帝让你3招。今天不把你打成猪头啊，本帝的名字就倒过来写。一只老浣熊，果然是没有见识的散修，竟然会选择一只浣熊作为灵宠。凌云，管好你的灵宠，否则我不介意先宰了他。你他妈才是灵宠，你全家才是灵宠！气死本帝了，本帝揍死你个孙子！废物，连本帝1级都接不下来，还敢装大尾巴狼！混蛋，我要杀了你！诶，这位是星辰殿的贪狼兄子。真的是贪狼兄子？贪狼兄子怎么看起来这么狼狈啊？他脑后有一道印子，像是被什么妖兽踹了一脚。天哪，大新闻！贪狼兄子竟然被人给打了！到底是谁这么生猛？莫非是太阴圣地和太阳圣地的人吗？畜生，我宰了你！是大星辰轮，贪狼师兄竟然使出了这一道无上神通，凌云和这只老浣熊都死定了。当本帝怕你不成？小贪狼，让本帝来教教你如何做人。住手！天神大会期间禁止私斗，莫非你们以为青龙卫是吃素的吗？天神城龙脉的力量，这就是龙山经的力量吗？听说青龙古国的皇族和东海水晶宫的龙族血脉之上有同源之处，或许真的如此。好大的口气啊！什么时候青龙古国能管我星辰殿的事情了？给我让开！今天谁敢阻止我杀人，我就先杀了他。好，很好。既然你晨星殿不遵守我青龙古国的规定，就给我滚出天神城！哟，贪狼兄，原来你在这里啊！何必和蝼蚁一般见识？以贪狼兄的神威，想要碾死他们，随时都可以。今天就当给小弟一个面子，暂时放过他们。毕竟天神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不是吗？既然殿下有命，贪狼自然要给殿下这个面子，暂且放过这几只蝼蚁。希望你们能够一直留在天神城，否则当你们离开天神城之时，就是你们受死之日。就凭你还敢威胁本帝？信不信本帝分分钟让你重新去投胎啊！别在本帝面前装大尾巴狼，否则下一次就不是踹你脑袋那么简单了。月神姑娘，所谓夏虫不可语冰，神龙和蝼蚁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堂堂天之娇女，还是不要和这些出身低劣的人在一起。不劳殿下操心，在我眼里，凌云就是神龙，而殿下，你就是凌云。希望你能遵守天神城的规定，否则的话，
不要怪我将你赶出天神城。多谢九公主提醒，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那就是他找死。婉婉，你还记得我吧？之前见了你一面，我就寤寐思服，朝思暮想。婉婉，你这样的绝世容颜，也只有我这样的美男子才能配得上。婉婉，你别走啊！人都走了，别看了，你这样迟早被人打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婉婉肯定也是对我芳心暗许，才害羞的逃走了。混蛋，敢下黑手偷袭！好恐怖的羽箭，就算是皇者，若是不小心，很有可能都会被一击而杀。凌云，看来你的仇人还真不少。我看你根本都没有办法活着离开天神城。出手的是一尊皇者，使用了特殊的敛息手法，已经逃走了。羽箭从百里之外射来的，可恶！还能有什么人？除了东方世家的人，还能有谁？既然你们找死，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东方世家，那群狗东西竟然敢下黑手，是他们赌石赌输了，太不要脸了！我们直接杀上东方世家，将他们全部杀光。走，我们去东方斋。去东方斋干什么人？先收点利息。听说东方斋内的古石比珍宝阁的还要珍贵。赌石？本地喜欢。我们最好将东方斋的古石都搬走，一件都不给他们留啊！贵客里面请。凌云，这人王殿内的古石虽多，但珍贵的应该没有多少，不如我们去五方殿吧。好，我们走吧。哎，这里还真有一块很特别的古石。哎呦，贵客看中了什么古石啊？可以告诉我。我们东方斋的古石，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比珍宝阁要优惠。说不定贵客能够直接切出一件大地宝物呢。中央的那块古石售价如何？贵客竟然看上了这块神石啊！这块神石乃是人王殿的镇殿之宝，价值10万纯元丹。据说其中很有可能蕴藏着恐怖的生灵。不过这块神石没有大魄力的人都不敢出手，贵客是否要试一试啊？我说的不是那块人形古石，而是古石下面那块方正的琉璃石。什么？那块琉璃石？怎么？莫非那块琉璃石不卖吗？不是，我只是好奇贵客为何不买那块人形古石，而是要买一块普通的琉璃石。那块琉璃石的价格也不便宜，而且其中很有可能什么也切不出来。要不贵客再换一块？不用换，我就要这块琉璃石。这块琉璃石售价1万纯元丹。既然贵客坚持，那我就不再劝你了。不过你很有可能会失望的。你放心，我就是拿来玩玩。凌云，你确定那块琉璃石之中有宝物吗？看起来很普通，而且像是人工打磨过。你可不要1万纯元丹买了一块废石。纯元丹是小，丢面子那可就事儿大了。相信我，这块古石才是人王殿最珍贵的。贵客需不需要切石人？我们可以免费为你提供切石。不用了。竟然是石中石！这块琉璃石之中竟然切出了石中石，怎么可能？天哪！我早就感觉到这块琉璃石不简单，若是我能够早点出手就好了。谁这么大的胆量，竟然敢买这块琉璃石啊？
他是凌云？什么？他就是那个在珍宝阁切出了寿命禅的凌云？他让三少爷东方剑给他下跪道歉，还自扇耳光。东方世家早就恨他恨到了极点，这小子怎么还敢来东方斋呀？嘿嘿，有好戏看了！哈哈，恐怕三少爷很快就要来了，到时候这小子有苦头吃了。什么？你是凌云？有凌云呐，你真是害死我了！你来东方斋干什么呀？而且你还买了这么珍贵的琉璃石，要是被三少爷知道，我死定了！我。你也没问我呀，这块古石竟然是真龙血玉。真的是真龙血玉啊，而且是极品的真龙血玉啊！这么大块的真龙血玉，足以炼制一件强大的大地器了。快切开看看。好。这莫非是传说中的真龙珠吗？哎，你们要干嘛？都给我滚开！谁敢出手，本帝先屠了谁！东方德，听说有人切出了真龙珠，本少正愁没有给父亲大人的祝寿之礼，这颗真龙珠本少要了。三少爷，这颗真龙珠是凌云切出来的。凌云，你竟然敢来东方斋！很好，既然你敢来，那就给我把命留下来吧。东方斋开门迎客，凭什么我就不能来这里？凌云，你找死！滚！什么？且不论你敢不敢在这里杀我，就算是你敢，你有这个实力吗？混蛋，你怎么可能这么强？不过今天谁都救不了你，你们给我杀了他！东方世家这是想要不顾规矩，直接出手杀人抢宝了。既然如此，我看东方斋还是赶紧关了吧。既然怕别人切出宝物，还开什么赌石场所？没错，我看东方世家就是想要杀人夺宝。真龙珠出事的消息，整个天神城都已经知道了。你们以为还能封锁消息不成啊？没想到东方世家竟然如此的无耻！哼，你们这群暴发户，想要超过珍宝阁，再给你们10000年也做不到。是谁切出了真龙珠啊？老夫要了！九爷爷，得到真龙珠的就是凌云，你杀了他，真龙珠就是我们的了。什么？凌云切出来的？凌云，你敢出手打伤健儿？莫非真以为我东方世家好欺负不成？受死吧！休伤我家圣女！贵婆婆，圣女，你没事吧？我没事，多谢贵婆婆。这个老家伙是太阴宫的长老，半步大帝，修为深不可测，本体不是人类，乃是草木成精。小子，听说你阴死了李承寒那个混蛋，哼，不错不错。你放心，有老身在，天神城之中没有人敢动你。贵婆婆的身世很可怜，她唯一的儿子死在了李承寒的手中。你杀了李承寒，也算是为贵婆婆报仇。贵长老，莫非你太阴宫要插手我东方世家的事情吗？
你东方世家的事情，老身没空去管。但是凌云和月神，你若是敢动他们一根汗毛，老身活剐了你！是谁切出了真龙珠？我平城孙家愿意出100万纯元丹。我江西江家愿意出100万纯元丹，外加一件绝品道器。小友，竟然是你！凌云，是那个切出寿明禅的小家伙。小家伙，真龙珠卖给老夫吧，老夫收你为弟子，将我一生的财富全都传授给你。别听杨老怪瞎说，他那些破东西没什么好稀罕的，卖给我，我传你3门无上神通。诸位前辈，这颗真龙珠，晚辈暂时并没有打算出手。不卖，凌小友，真龙珠虽然其中蕴藏着一些大道神通，但最重要的还是提高半步大地、正道大地的可能。对你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只要你愿意出售，条件尽管你提。诸位，大家不要为难凌小友了。真龙珠这等至宝，怎么能在这里出售呢？3日后，珍宝阁的拍卖会，凌小友手中的宝物已经委托了我珍宝阁进行拍卖，到时候大家或许就能见到真龙珠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等3日后的珍宝阁拍卖会吧。诸位前辈请留步。虽然真龙珠不能卖，但晚辈打算去五方殿走一遭，在这里向各位前辈承诺，只要我能切出增寿的宝物，今天一律出售给各位前辈。去五方殿？凌小友的赌石术，我们当然相信。连寿明禅和真龙珠都被凌小友切出来了，说不定凌小友今天真的还能切到增寿的宝物。老夫跟你去看看。凌小友啊，老夫也去看看。只是不知道东方世家是否同意凌云继续赌石呢？我就怕得罪了东方世家，五方殿恐怕不想让凌云前往啊。东方斋开门迎客，若是不让凌小友进去，我看以后东方斋就不要开了。没错，东方世家不会连这个度量都没有，要阻止凌小友赌石吧？东方斋开门迎客，只要是顾客，自然都可以入内。九爷爷，难道真的就让凌云去五方殿？能怎么办？不过凌云真以为我东方世家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吗？去通知你大哥，到时候要让凌云配的血本无归。我大哥？对呀，大哥的紫气通灵术早已圆满，若论赌石术，凌云也不可能是大哥的对手。我这就去找大哥。这块古石竟然1万颗纯元丹一斤，这最少也有50多斤吧？你们东方斋是黑店吗？这么坑人！我东方斋的古石货真价实，买不起就不要来，就这还嫌贵？你去看看那块灵女珠，我五方殿的镇店之宝，3000万纯元丹。3000万纯元丹，你们东方斋还真是黑呀！万一真的切出了上古神女，他知道你们把她给卖了，恐怕连东方斋都给你们平了。凌小友，这五方殿内的古石无比珍贵，若是你能够切出增寿的宝物，我们一定高价购买。我尽力一试吧。在天启神统的加持下，凌云很快找到了一块古石。我还以为你能选出什么珍贵的古石呢，没想到竟然选了一块最便宜的蝎子石。不相信这里面有宝物，要不我们来赌一局？凌小友啊，这块蝎子石我们之前也看过，
这种古石要么就是废石，要么就能够开出宝物，风险很大。小友不再考虑一下了吗？我想试一试。竟然是黑灵兽蝎，不错不错。黑灵兽蝎虽然不如寿冥蝉，但也算是不错了。林小友，这只黑灵兽蝎我要了，我出20万纯元丹，我出25万纯元丹。林小友啊，我珍宝阁出50万纯元丹。诸位，林小友若是把黑灵兽蝎卖给老夫，等老夫找炼丹宗师炼制出黑灵兽蝎丹之后，也会在3日后拍卖，不知诸位以为如何？继续切。凌渊，把这五方殿的古石都给他搬空了。好，继续切。一次5块古石，凌小友还真是好魄力啊！凌小友继续，最好再切出一些增寿的至宝。凌小友，只要你切出的宝物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这是寿灵芝，又是一株增寿的至宝。剩下的这4块古石之中，不会也都是增寿的宝物吧？另外4块古石果然又是增寿的宝物。凌小友啊，我要盗魂莲，我出50万纯元丹。天元灵龟是我的，我出80万纯元丹。万寿主，你们谁都不准跟我抢，我出100万纯元丹。诸位放心，我说了，今天切出的宝物全都会卖出去。都来本地这里交纯元丹，那个黑脸的老头，你出价最高，盗魂莲是你的了。凌小友，我熊黑子欠你一个人情，以后只要我力所能及，但有所命，在所不辞。熊老不必多礼。随后所有宝物均被卖出，凌云一共收获了570万纯元丹，剩下4个宝物也被4个老怪物拍下。灵施主，贫僧雷音寺法印，多谢灵施主赐宝，若有空可来雷音寺一行。灵施主身具慧根，和我佛有缘。多谢大师，有空定会前往雷音寺。我还要选古石，这590万纯元丹全都是你的了。什么？凌小友，干得漂亮，我支持你。最好今天将东方斋的宝物搬空了，我支持你。师叔，怎么办？无妨，让他选。我东方世家的东西，他吃下去多少，就要给我吐出来多少。凌云，那个老家伙很厉害，恐怕珍宝阁的大长老和龟婆婆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你要小心啊。不过是度过了2劫天灾罢了，既然已经得罪了，有什么好怕的？今天五方殿内的宝物，我要定了。小友，这5块古石看起来非同小可，不过赌石一刀，一刀生，一刀死，有可能蕴藏至宝，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你确定要在这里切开吗？没错，就在这里切开。且慢！东方天尊，东方天尊是东方世家的第一天才，1998种大神通凝聚天尊法印，实力深不可测，几乎称得上是同阶无敌。
而且他精修紫气通灵术，能够洞悉一切虚妄，你要小心了。东方天尊，区区一个皇者境的小子，竟然敢自称天尊呢！哼，还真是好大的口气。这小子实力很强，他的那双眸子很厉害。凌云，你敢不敢和我们赌一局？我大哥乃是灵界的绝世天骄，紫气通灵术天下无双，可不是你这三脚猫的赌石术能比的。要是怕了的话，就给我跪下磕头道歉。你想怎么赌？赌石。你和我赌一把，若是你能赢，这块灵女珠归你；若是你输了，你要接受我的奴印，为奴10年，10年之后还你自由。好家伙，比凌云还能装呢！种下奴印，为奴10年吗？我呸！为奴10年，你以为你是谁呀？赢了就给一块破石头，输了就给你为奴10年，你还真是打得好算盘。没错，最起码要加上，你要是输了，也要为奴10年。怎么个赌法？你我在天神之城内各自寻找一块古石，以1天的时间为限。明天此时，我们在珍宝阁的天极石园当众切开古石，谁找到的古石之中切出的宝物价值高，就是谁赢。在天神之城内寻找一块古石吗？想要和我赌石可以，不过区区一块灵女珠，想要换我为奴10年还不够。那你想要什么？很简单，若是我赢了，除了灵女珠之外，我还要紫气通灵术。什么？你休想！小子，你还真是痴心妄想，一块灵女珠都不满足，竟然还想要我东方世家的紫气通灵术，就怕你有命要没命拿。若是同意，那就赌；若是不同意，就不要影响我切古石了。好，我答应你。如此，那就立下天道誓言吧。诸位前辈，小子既然要参加这一次赌局，需要大量的纯元丹，索性这5块古石就全都切了吧。若是有什么大家看得上的宝贝，直接卖给各位前辈。凌小友放心，你切出多少宝物，我珍宝阁都要了。小兄弟，你放心，我们都还有不少纯元丹，你切出的必定是无上珍宝，他们不要，我老兄都要了，算我一个。大道青莲、麒麟宝金、紫阳果、金阳果和银阳果。紫阳果、金阳果和银阳果，老夫要了。这5件宝物的价值，想必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很清楚了。请各位出价吧。小子，我说这3颗灵果，老夫要了，你莫非听不见吗？不好意思，这3颗灵果是我切出来的，我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所以我就是不愿意卖给你们。你咬我？没错，老家伙，你还想强抢不成？这么多人在，你要是敢出手，你们东方世家就可以从灵界除名了。凌小友说的对，这3颗灵果是我们的，谁敢抢，就是和我们为敌。好，好，好，凌云，既然如此，老夫记住你了。凌小友，我出200万纯元丹买那颗紫阳果。熊瞎子，你已经得到了盗魂莲，还要跟我们抢这3颗灵果？这3颗灵果谁也不嫌少，老子就是有钱，有本事你们出价呀！我出230万纯元丹，260万。我要大道青莲，我出300万纯元丹。很快，4件宝物就被卖出，凌云一共收获了1400万纯元丹。凌小友，麒麟宝金也卖给我如何？老夫出价300万纯元丹。不用了，这块麒麟宝金我还有用。我们走吧。凌小友啊，我珍宝阁内的天极石园
有不少珍贵的古石，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啊？好，大哥，明天你一定要赢这个小子。等他成为大哥的奴隶，我要折磨的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放心吧，他赢不了。没错，他赢不了。你大哥的紫气通灵术早就到了圆满的境界，珍宝阁天机石园的那些古石虽然珍贵，但和我东方世家珍藏的那一块相比，差远了。祝东方兄明天旗开得胜，我们一定会去看看凌云那个小畜生输了的样子，一定会很有趣。没错，这个小子敢杀我星辰殿的人，简直是罪该万死。不过让他给东方兄为奴，恐怕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凌云啊，凌云，希望你身上的那件东西不会让我失望。小友以为这些古石如何？还不错，不过反正有一天的时间，我准备去各大赌石方式中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古石。好，我相信最后赢的人一定是凌小友。不过凌小友一定要小心，东方明启那老家伙心胸狭窄。虽然在天神之城，他应该不敢造次，但也要以防万一啊。多谢大长老，我会注意的。哼，那老不死的敢动凌小子，我老太婆就先宰了他。凌渊，天都黑了，时间过去了一半，你要是再找不到古石，我们可就要输了。在无字天书的感应下，凌云来到了此地。停了，可以了，我们走吧。什么停了？哎呀，凌渊，你不要卖关子，你是不是知道有什么绝世古石？哎，快告诉我。我也不敢确定，我们先去看看吧。你来了。你知道我会来这里？进来说话吧，少年郎，我想单独和你聊聊，如何？好。凌云，这个老家伙不简单，你小心点，我们在外面等你。放心吧。你就是凌云吧？没想到刚来天神之城就得罪了东方世家，不错不错。老丈和东方世家有仇吗？有仇？你说的没错，我和东方世家有血海深仇。凌云，我知道你的来意，你来我这里是寻找古石的吧？老丈又是怎么知道我是来寻找古石的？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你的赌石术并不强，甚至说你并不会什么赌石术，只是因为你的身上有一件能够感应到古石的至宝，所以才能够切出至宝吧？你也会紫气通灵术？我会的不是紫气通灵术，而是万象风水经。少年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2000年前，袁天罡和东方龙诀是一对好朋友，两人共同参悟武道之秘，想要解开无数年来成神的最大秘密。袁天罡以家族的无上秘宝参悟出了2大秘术，若是配合着无上秘典，当可以突破武道之巅，成就无上神灵，获得永恒不朽的寿元。袁天罡对东方龙诀毫无保留，甚至已经将无上秘典倾囊相授。但是东方龙诀为了独吞无上秘典和2大秘术，生出了杀掉袁天罡、抢夺秘术的心思。东方龙诀的修为很强，强到袁天罡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也没有料到东方龙诀会对他出手。结果2大秘术之一
被东方龙诀抢走。东方龙诀甚至疯狂地屠灭了袁天罡所在的家族。后来，袁天罡以无上秘术假死脱身，但无数年来，东方龙诀依然没有放弃寻找另一大秘术的决心，因为只有2大秘术合一，加上袁天罡家族的无上秘典，才能够开启成神之秘。所以袁家也遭受到了东方龙诀的无情打压，很多族人被抓，抽魂炼魄，就是想要找到另外一大秘术的下落。老丈说的东方龙诀，应该就是东方世家的当代家主，也是东方天尊的爷爷东方龙诀吧？而袁天罡就是老丈你自己。没想到九宫世家传承万年的袁家，竟然也遭受了此等大劫。你竟然还知道九宫世家袁家？2000年前，我的修为卡在了半步大地的4灾天劫，却因为九宫世家的诅咒而没有办法突破到大地境，所以我才会和东方龙诀一起参研武道，妄图一窥成神之秘。真是没想到，唉。老丈告诉我这些，莫非是想让我为你报仇吗？恐怕老丈也太高估我了吧。凌小友，我袁天罡精修风水之道，参演天道，你是唯一一个我看不透的人，就好像根本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一样。这种命格只有死人才会有，但你却又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根骨只有10几岁，所以我想你身上应该有着难以想象的秘密。小友，我并没有兴趣探听你的秘密，不过我相信你未来的武道之路，大地绝不是终点。你的命格贵不可言，若是能够得到我袁家的龙道术和紫气通灵术、万象风水经2大秘术，就算是成为上古以来第一个成就神灵的人，也不是不可能。那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只需要答应我3个条件，我不但会将我袁家的龙道术和紫气通灵术、万象风水经2大秘术都传授给你，还会送一块绝世古石，让你必定可以赢了东方天尊。什么条件？第一，在你力所能及的时候，帮我杀了东方龙诀。第2个条件，在我死了之后，帮我照顾青青。青青？她是我的孙女儿。2000年前，东方龙诀灭了我袁家，我没有机会救出任何人。当时青青正好不在家族内，才得以幸免于难。龙脉之力封印，真是好手段。我以龙脉之力将它封印了2000年，直到最近我知道寿元将近，才将它放了出来，所以它仍然只有8、9岁。只是小手段罢了，青青没有修为，封印2000年并不难。但若是修为强大的武者，尤其是凝聚了武道元神的强者，与天地一体，根本不可能依靠封印来延长寿命。你是不准备让他踏入武道吗？青青是我的孙女儿，袁家振兴的重担当然就要落到她的身上。只是我没有时间教导她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收她为徒。她身具我袁家最神秘的体质，等你得到龙道术之后，以龙道术为她筑基，辅以紫气通灵术和万象风水经，可以让她迅速的提升修为。你就这么相信我？不怕我得到龙道术、紫气通灵术和万象风水经之后就翻脸不认人吗？我相信你，
而且我是风水大师，我相信我的判断。怎么样？这3个条件对你来说并不难办到。好，我答应你。谢谢。来吧，我先带你去看看那块古石。这块古石比起天神之石来也不差分毫。芥子空间，我们走吧。若不是有芥子空间，我早就被东方龙诀发现了。这块古石之中有什么？2000年前，我在原始古矿之中悟道，领悟了万象风水经和紫气通灵术，而这块古石就是从原始古矿的最深处得到的。这块古石之中有什么？不知道，但是这块古石必定可以赢过东方天尊。你就这么确定？既然紫气通灵术是你所创，连你也看不透这块古石之中有什么东西吗？哪有那么容易啊！所谓神仙难断寸玉，就连神灵都看不透古石，我又怎么可能知道？紫气通灵术乃是感应天地万物之气，以气运之强弱来判断古石之中宝物的强弱，却不可能看穿古石之中到底是什么东西。东方天尊自然也做不到。否则的话，东方摘那么多的古石，他们自己切出宝物就行了，为何还要卖给别人呢？那你为何就能确定这块古石一定能胜过东方天尊选择的古石？因为当年我参悟2大秘术之地，据说也是天神之石的出土的地方，那是一座混乱的深渊。当时一共发现了2块古石，其中1块我给了东方龙诀，而那块古石绝对比不上这1块。我敢肯定，东方天尊和你赌石，必定会拿出那块古石。若是他不拿出那块古石，他就必输无疑。莫非和青铜巨棺有关系吗？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提前告诉你，选择这1块古石参加赌石，虽然可以赢，但你自己却会有危险。因为东方龙诀也知道我手里有这1块古石，这2000年我虽然假死脱身，但他却一直以为我没有死。若是这块古石被他得知，他一定会找到你的。我有得选吗？我可不想给东方天尊为奴10年，而且就算是东方龙诀又如何？好，有胆量。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东方龙诀身为大帝，此刻并不一定在这一界。只要他感受不到古石的气息，你就不会有危险。这块古石是你的了。多谢。好了，我们出去吧。天神大会之后，你来找我。好。大哥哥，你这么快就要走了吗？下次记得来找青青玩。好，青青乖啊，这个送给你，过几天我还来看你。既然是大哥哥送你的，你就收下吧。我已经从那个老丈的手中得到了1块古石，这一次我们赢定了。那就好。那个狗屁东方天尊，本帝早就看他不爽了。明天我看他还敢这么嚣张。是什么古石啊？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那块古石事关重大，暂时还不能给你们看。明天赌石的时候，
你们自然就能看到了。好，我们先回去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就是凌云啊，牛鼻子老道，别来无恙否？果然是你，真的是你啊！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1万年啊！我就知道你这小子没那么容易短命。好人不长命，祸害1万年，不是应该说你们俩吗？哎，快说说，你小子怎么会没死？不是说万年前你被那个混蛋偷袭死了吗？当时你的命牌都碎了，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凌云微微一笑，将他如何重生的事情又向良辰道人讲了一遍。没想到世间竟然真的还有轮回转世一说。那你呢？你真灵不灭，但根骨却变了。莫非是找到了传说中的无上神药，重活了一世？无上神药？嘿，哪有那么容易啊？万年前的那场大劫，我也经历了。当时天翻地覆，整个灵界生灵涂炭，各大武道圣地也都是元气大伤。我在那一战之中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势，最后找到了传说中的返老还童水，自我冰封了上万年，才将伤势全部恢复，直到几十年前才出来。返老还童水在哪里啊？还有没有？快给本地来点。这早就用完了。那你知道贤思的下落吗？贤思，我只知道万年前八荒大陆的那场大劫，长生宗遭受到了重创，贤思也受了重伤。之后就听说他去了双子山，我想应该是去那里等你了吧。之后我就以返老还童水冰封了自己，所以具体贤思的下落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不要担心，贤思肯定没事的。你们放心吧，我也相信贤思肯定没事的。等到天神之城的事情结束，我们就去双子山。200万出元丹，出来！蒋家的天风神体来了。太阳宫的第10圣子，听说他被太阳宫之主收为关门弟子，不但直接被灌体突破到了王侯境，还传承了太阳宫的几10种大神通，恐怖绝伦啊！仙人大爷，我就闭了个关，凌云那个混蛋竟然也来到了灵界，而且还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嘿嘿，你现在是太阳宫的圣子，凌云哪能跟你比啊？当你这次见到他，恐怕他会吓得直接跪在你面前求饶，也不一定。没错，和本圣子相比，凌云就是个渣渣。等见了他，我一定要好好揍他一顿，然后将他身上的宝物全都抢走。恐怕我也没机会了，这家伙得罪了东方天尊，今天恐怕就要成为东方天尊的奴仆了。凌云不会是害怕了，不敢出现了吧？陈前辈说的没错，我看也是凌云自认为赢不了东方兄，不战而逃了。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比了，直接宣布凌云输了，从此他就是东方兄的奴仆了。嘿嘿，你们这群小家伙不要乱说，凌云肯定会来的，不要说大话，到时候风大闪了舌头，可就不好看了。熊孩子，凌云今天输定了，我劝你不要淌这趟浑水。时间已经到了，凌云还没有来。陈道兄啊，是不是可以宣布结果了？凌云已经输了。老家伙，谁说凌云输了？你们莫非都是瞎了狗眼吗？本帝今天在这里告诉你们，凌云赢定了。老家伙，还有那个什么紫眼小儿，准备好灵女珠和紫气通灵术吧。到现在才来，以为拖延时间有用吗？今天你输定了。哪家的狗不拴好，出来乱咬人？赌石还没有开始，你就知道了结果？你怎么这么牛啊？
不要逞口舌之力。既然你们如此不知死活，那就开始赌石吧。你准备好了吗？那就开始吧。好厉害的古石啊！竟然让虚空法则都有些紊乱了起来。这块古石绝对不一般。你的古石呢？你先切石吧，等你切完，我的古石会拿出来的。哼，凌云，我看你是没有古石吧？莫非自知古石不如东方兄，不敢拿出来了吗？哈哈哈哈哈哈！没错，肯定是这样。不过他还真是淡定，我倒要看看，等他输了之后还会不会如此淡定。好，既然你不死心，那就来看看我这块古石吧。这块古石之中，莫非藏着一尊神灵吗？那是什么？莫非真的切出了一尊神灵吗？不是神灵，是一株药，一株金色的参，而且有9道神须，莫非是十转金灵参？什么？传说之中的无上神药十转金灵参？无上神药，大地强者都可以延寿万年，重活一世。东方世家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古石？不对，并不算是真正的无上神药。你们看，第9神须并没有完全长出来，只长出了一半，法则不全，长生物质的浓度不够，只能算是准神药。什么？哎，可惜呀，真的只是准神药。若是无上神药，绝对是价值连城，恐怕大地强者都会被惊动，会大打出手，争个头破血流啊！不过就算是准神药，虽然不能让大地强者重活一世，但也至少可以延寿1000年，恐怕还是有大帝会心动。而且半波大帝服用的话，也可以延寿3000年。东方公子切出的十转金灵参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东方公子，若是你愿意出售的话，老夫愿意出价1000万纯元丹。诸位，出价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现在赌石还没有结束，我想看看凌云的古石能够切出什么宝物。凌云，你现在没话说了吧？我大哥都已经切出了十转金灵参了，有本事你也切出一个给我看看呀！关天老人的十转金灵参吗？好，既然你想看，那我就给你看。这怎么可能？不过是看起来异象惊人罢了。很多异象惊人的古石，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切出来，只是上古岁月留下来的道痕。没错，这块古石肯定什么宝物也切不出来，十转金灵参才是最珍贵的。袁家的传人终于现身了。这是一朵石头花。哈哈哈哈！这竟然是一朵石头花，我没有看错吧？我还以为你真的能够切出一件至宝来。凌云，你果然是在装神弄鬼。一朵石头花，哎，我看肯定是上古时期某个人的恶作剧。也不知道凌云从哪儿得到的古石，看起来卖相很不错，没想到竟然切出这么个玩意儿。不用比了，凌云输定了。我倒是很期待凌云成为东方公子奴仆的样子，我看他还敢不敢嚣张。凌云，你已经输了，按照赌约，你从这一刻开始就是我大哥的奴仆了，也就是我东方剑的奴仆，还不给我跪下来，先磕100个头再说。孤陋寡闻，谁告诉你这只是一朵普通的石头花？凌云，你就算是说出花来，这也只是一朵石头花，没有任何的灵性和法则波动，这就是一块废物，废物都不如，死到临头你还敢耍赖？
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花，这块石头花会爆炸哦。会爆炸？哼，什么狗屁石头花！本少爷倒要看看他怎么个爆炸法！不好，剑儿快放下！剑儿，鬼啊！这莫非是传说之中的爆裂石斛？爆裂石斛？那是什么玩意儿？师叔，什么是爆裂石斛啊？爆裂石斛是传说之中的无上神药。无上神药？爆裂石斛，传说之中那是天生地养，汇聚四象神力，混乱天地之力的无上神药。只不过这种无上神药也被称为无上废药，因为爆裂石斛虽然是神药，但却根本无法为大地强者延寿。爆裂石斛唯一的作用就是会爆炸，遇到水会爆炸，遇到火会爆炸，遇到一切东西都会爆炸。传说中，爆裂石斛之中蕴藏着混乱的四象神力，任何一种能量都会引起四象神力的不稳定，然后导致爆裂石斛直接爆炸。东方剑触摸了爆裂石斛，他体内的力量就引起了爆裂石斛力量的不稳定，而且爆裂石斛爆炸的力量极难控制，小范围的爆炸可能连开脉境的武者都炸不死，若是大范围的爆炸，就连大地都能够炸死。连大地都能炸死？师叔，这爆裂石斛如此恐怖，若是能够掌握爆裂石斛，岂不是一件大杀器啊？你说的没错，可是只要是武者，只要修炼了武道，只要体内有真气能量的存在，就会引起爆裂石斛的爆炸。传说中，只有凡人手持爆裂石斛，才不会引起爆裂石斛的爆炸。但是一个凡人拿着爆裂石斛，又能够释放出多大的力量？更有可能的是，成为不稳定的因素，说不定连自己都会被炸死。所以爆裂石斛虽然是传说中的无上神药，但却是一件鸡肋。如此恐怖的力量，连大地都没有办法。传说上古时期，有一位大帝得到了爆裂石斛，想要控制爆裂石斛的力量，结果最后被爆裂石斛炸死了，尸骨无存。如此说来，这爆裂石斛应该是一件天才地宝才对，为何说它是无上神药？莫非这所谓的爆裂石斛还能够服用不成？你说的没错，爆裂石斛的确可以服用。传说爆裂石斛之所以被称为无上神药，是大地强者在修炼到巅峰之后，服用爆裂石斛之后，以爆裂石斛的力量可以破碎虚空，寻找到神界的存在，突破到无上神灵之境。所以说，爆裂石斛虽然很诡异、很珍贵，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控制它的力量，因为天道有缺，人道也无法圆满。武道强者体内的力量始终不可能保持平衡，所以一触摸爆裂石斛就会瞬间爆炸。传说中，只有精气神圆满无瑕，自开脉境而始，每一个大境界都修炼到10重圆满之境，铸就无漏道基的人才能够掌控爆裂石斛。只是这太难了。我还以为是什么无上神药呢，原来只是一件没有用的废物。一件废物怎么可能比得上我大哥的10转金灵身啊？凌云，你输了。没错，爆裂石斛虽然是无上神药，但却没有一点价值。我相信诸位没有一个人愿意将它买下来吧？陈道友啊，结果已经出来了，谁胜谁负，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宣布结果吧。爆裂石斛乃是无上神药，10转金灵身只是准神药，谁切出的宝物价值更高，恐怕已经一目了然了吧？你们无法使用爆裂石斛，难道就能够否定它的价值吗？这可是能够让大地强者突破神灵的无上至宝。
我们之前说的是赌谁切出的宝物更加珍贵，价值更高。爆裂石斛刚刚的威力大家都看到了，绝对胜过十转金灵参。你们凭什么就说凌云输了？一件废物的爆裂石斛也敢说是无上至宝？输了就是输了。凌云，你莫非想要耍赖不成？凌云，你知道的，你输了。东方天尊，你莫非真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哼，我就不相信以你紫气通灵术的境界，会不知道你手中的十转金灵参其实才是一钱不值的废物。什么？凌云，输了就是输了，百般抵赖根本没有用。十转金灵参大家刚刚已经看过了，确定是准神药无疑，你不要狗急跳墙。哈哈哈哈！东方天尊，没想到你还真是嘴硬啊！将十转金灵参拿出来吧。十转金灵参确实是准神药，但其内部的精华早已经被吞噬一空，如今只是一个空壳罢了。你这么着急将其收起来，莫非是怕别人看出什么吗？十转金灵参的精华被吞噬了，只剩下了空壳。你是怎么知道的？不要以为你的紫气通灵术就能洞察一切，你所谓的十转金灵参不过是废物，一钱不值。这怎么可能？现在的结果已经很清楚了吧？东方天尊，你输了！快点将灵女珠和紫气通灵术交出来吧！我勒个乖乖，凌小友竟然如此牛啊！老兄，我还真以为那是十转金灵参，没想到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秘啊！仙人大爷，我就知道凌云这个混蛋不会输，这小子太阴险了，说不定十转金灵参的手脚就是他动的。这次你还真是冤枉了他，那十转金灵参根本不是他动的手，不过那些石皮有古怪。日天，等会儿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将那些石皮拿回来，仙人大爷研究研究。哪些石皮？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将灵女珠和紫气通灵术交出来吧。好，很好。凌云，这一局赌石算是你赢了，灵女石和紫气通灵术都是你的了。这是紫气通灵术的修炼法门。凌云，赌约我已经履行了，现在可以算一算你盗取我东方世家古石的事情了。天尊法印，莫非是反悔了，想要杀了凌云吗？凌云盗取东方世家的古石，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东方天尊，你放屁！东方天尊，没想到你是如此卑鄙无耻的小人，一边装作履行赌约，害怕天道誓言的束缚，交出了灵女珠和紫气通灵术，一边竟然找借口反悔。东方世家果然都是一样的德行。这块金色的古石乃是我东方世家的重宝，举世皆知。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2000年前我父亲在原始古矿内得到了2块古石，一金一银，但是银色的古石却被人盗走了。就是凌云手里的这一块，大家不信的话可以查探一下，2块古石的石皮互相贴合，纹络都是重合的。莫非这块银色的古石真的是东方世家的？凌云，这块银色古石本来就是我东方世家的，你以此来赢得赌石，虽然不光彩，但我也不跟你计较。但是盗取我东方世家的古石，就算不是你，也是你的先辈，还不认罪吗？真是笑话！你说这块古石是东方世家的，它就是东方世家的，有什么证据？东方天尊，就算这2块古石真的是同源而生，你怎么不说是你东方世家盗取别人的古石？凌云，束手就擒吧！只要你交代出那个偷盗古石的人的下落，我们可以给你留个全尸。
否则的话，你一定会明白什么叫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谁敢动凌云，就是和老身为敌。贵婆婆，你太阴宫莫非要和我东方世家为敌吗？不是我太阴宫，是老身。贵婆婆，你不是老夫的对手，老夫劝你不要强出头。凌云今天必死无疑，谁敢为他出头，谁就得死。东方明启，我熊黑子就是看不惯你们东方世家这么嚣张，想要动凌小友，先过我老熊这一关。老夫受凌小友恩惠，希望东方兄能给老夫一个面子，毕竟你们也只是猜测，并没有证据证明凌小友偷到了古石，不是吗？东方兄啊，凌小友的根骨不过是10几岁，2000年前根本不可能去偷到东方世家的古石，应该是他机缘巧合之下得来的，希望你高抬贵手吧。你们，既然你们执意要为凌云出头，那就不要怪我东方明启不讲情面了。诸位前辈，天神之城内禁止私斗，谁敢违抗天神之城的规矩，那就请离开天神之城吧。凌云，既然这么多前辈为你求情，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和我公平一战，只要你能赢了我，我就放过你。东方世家从此不再追究你偷盗古石的罪过，但你若是输了，你作为我的奴仆10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拒绝。若是你拒绝的话，你和你的朋友全都将遭到我东方世家的追杀，而且是不死不休的追杀。哼，和你一战？你皇者境的修为，凌云不过是王侯境，你也有脸说是公平一战了？东方世家还要不要一点脸了？没错，若是要公平一战，除非你压制自己的修为和凌云一战，否则的话，凭什么呀？哼，凭什么？就凭我是东方天尊。你要知道，若不是我退让，你今天就是一个死人了。所以是和我一战，还是等着我东方世家的无尽追杀？凌云，你自己考虑吧。哈哈哈哈，好一个东方世家！想要一战吗？可以，不如我们玩点更刺激的，生死战，我们赌命，谁输了谁就死。小子，你可不要冲动啊！东方天尊的战力极强，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是啊，凌小友，你的天赋虽然很强，但毕竟年龄小了点，不要这么意气用事啊！等你离开天神之城，我熊黑子护送你，我看哪个不长眼的敢动你啊！凌云，你不要太冲动，再考虑一下吧。怕什么？你们能不能相信凌云啊？区区一个东方天尊算得了什么？凌云上，弄死这个龟儿子！生死战？大哥，既然这小子找死，那你就成全他。无知，狂妄，赌命，很好，我答应你。多谢大家，不过我已经决定了，东方天尊，天神大会之后，我们生死台上见。好，很好，非常好。凌云，天神大会之后，你会为今天的狂妄付出代价。我们走。呀，凌小友啊，你太冲动了，东方天尊的战力真的很强。哎，多谢诸位关心，东方世家欺人太甚，我凌云就算是血溅5步，也不能让东方天尊看扁了。混蛋，把尸皮还给我！我还以为是谁，这不是龙日天吗？你什么时候改吃尸皮了？你才吃尸皮，你全家都吃尸皮。既然你不吃尸皮，你要我们的尸皮干嘛？莫非你小子想要使坏？我拿回去研究研究不行吗？不好意思，到了本地手中的东西就是本地的，你想要的话，
拿3000万纯元丹来买吧。3000万纯元丹，你这是抢劫啊！龙日天，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到这里的。凌云，我和你打个商量，你将那些尸皮送给我怎么样？我给你100万纯元丹。你要那尸皮做什么？想要的话，拿3000万纯元丹来买吧。日天，我们走吧。恐怕凌云也知道了尸皮之中的古怪。算了。你想得美，老子不要啊！凌云，你可不要死在东方天尊那小子手里啊！就算死，你要死在我的手里。凌云死定了。天山大会之后，他要和东方天尊生死战，这一战他必死无疑啊！生死战？凌云是疯了吧？竟然敢和东方天尊赌命！天才总是有些傲气的，只是不自量力的不是天才，而是蠢货。很不幸，凌云就是看不清自己的蠢货。哎，可惜啊，东方世家倒是打得好主意。凌云死了之后，凌女珠和紫气通灵术就又要落到东方世家的手里了。哎，凌云，你要干嘛？这爆裂石壶太邪门了，你可不要引火烧身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嘿嘿，臭道士，这就是你没见识了吧？或许你还不知道，凌云从开麦境开始，每一个境界都修炼到了10重大圆满之境。他此刻肉身圆满，真气无瑕，元神澄澈，根本不会造成爆裂石壶内部力量的失衡。什么？每一个大境界都修炼到了10重大圆满之境？哎，你还真是个变态！凌云，这爆裂石壶简直就是个大杀器啊！等你和东方天尊那个家伙生死斗的时候，拿出爆裂石壶砸他，绝对直接将他炸死。没错，东方天尊那家伙这下死定了。你们放心吧，对付东方天尊还用不着爆裂石壶。东方天尊之所以和我约战，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怀疑天神大会之后，东方世家会有大帝降临。大帝降临？为了对付你，东方世家也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吗？不是为了对付我，而是为了袁天罡。真是太无耻了！怪不得东方世家这么不要脸，原来是有传统啊！从上到下都是卑鄙无耻之徒。也就是说，东方天尊发现了那块古石的秘密，若是他禀报给东方龙诀的话，东方龙诀为了追杀袁天罡，很有可能会返回灵界。没错，所以这块爆裂石壶不是为东方天尊准备的，他还不配。爆裂石壶是我送给东方龙诀的一个大礼。这倒是个好主意。要是炸死了东方龙诀，也算是为袁天罡报仇了。把那些石皮拿出来吧，石皮里面应该有好东西。好东西？什么好东西？这是上古神虫，补天红蚕。竟然是补天红蚕，怪不得10转金灵身被掏空了，原来是补天红蚕干的。不过这补天红蚕的价值比那不完整的10转金灵身高了10倍100倍不止啊！上古时期的欢天老人，他之所以培育10转金灵身，其实就是为了补天红蚕。因为10转金灵身可以促使补天红蚕迅速的进化，可惜众人都以为关天老人重活了一世，却并不知道补天红蚕的来历。这是逆天珠。你们不要乱来，这颗逆天珠我有大用。这只补天红蚕已经进化了8次，也就是说，再有一次，它就能够蜕变成为传说之中的补天神蝶了。
没错，可惜还要1万年。哎，若是给补天红蚕喂养各种珍贵的灵血，还有天才地宝，能够大大缩短它进化的时间。若是能够让它吞下一株10转精灵参，恐怕它瞬间就能够第9次进化。这个补天红蚕不会就是关天老人得到的那个吧？逆天珠能够补全先天缺陷，重塑肉身，增加寿元。不过，对于你的道伤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打算将它送给袁天罡。送给袁天罡？嘿，这倒是个好主意。袁天罡如今虽然油尽灯枯，非无上神药无法解救，但若是服下逆天珠，有很大的可能恢复到前世的修为。没错，袁天罡身为袁家之主，必定是度过4灾天劫的绝世高手，而且风水宗师强悍绝伦，是少有的能够以半步大地抗衡大地强者的人。这也是为何袁家一直鼎盛的原因。我想他若是恢复了的话，绝对是我们的一大助力。到时候就算是东方龙诀降临，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事不宜迟，天神大会2日之后就要开始了，我们先去找袁天罡。凌逍遥，看来还是我托大了。若不是东方天尊的那株10转金灵参出了问题，你想要赢他就难了。前辈，东方天尊那株10转金灵参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其中有补天红蚕的存在。啊，逆天珠！你为何要将逆天珠送给我？老头子全盛的修为也不过是半步大地，不一定能够帮到你。若是你将逆天珠送给青龙人皇，我相信他会很乐意护你的安全。前辈送我古石，助我赢得赌石，还从东方天尊那里迎来了灵女珠和紫气通灵术，对凌云有大恩。所以这颗逆天珠应该送给前辈。而且风水袁家的家主，就算只是半步大地，也可以傲视天下，和大地争锋。我相信前辈。小兄弟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放心，有了这颗逆天珠，我这条老命算是保住了。你和东方天尊赌战之时，我一定会去的。我也想看看东方龙诀现在有没有正道封号。正道封号？他恐怕还没有那个本事，否则他恐怕早就不需要游历星空世界，早就该回来了。小兄弟啊，这2日我要闭4关，麻烦你帮我照顾青青。还有灵女珠先不要切，等你见到天神之石之后，找机会切开，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前辈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青青的。传说灵女珠和天神之石之间有神秘的联系，莫非是真的吗？没错，灵女珠和天神之石之间确实有神秘的联系。天神之石乃是从原始古矿之中飞出来的，而灵女珠则是东方世家从原始古矿内得到的。据说为了灵女珠，死了几位半步大帝，还重伤了1位大帝。既然灵女珠如此珍贵，东方世家为何不自己切开，还要放在五方殿内出售啊？谁说东方世家没有切开过？东方世家得到这块古石之后，就想要切开，但是无论是谁，只要想切开古石，全都在落下第1刀之后直接暴毙身亡。暴毙身亡！所以东方世家出售灵女珠并没有安什么好心，只是想要看看到底谁能够切开灵女珠。那灵女珠和天神之石之间有什么联系啊？天神之石和灵女珠的来历都很久远，我也是在袁家老祖的一本札记上看到过。天神之石和灵女珠只有在七星连珠之日，神境开启之时才可以相遇，而据老夫的观察，七星连珠之日就在2日之后，
天神大会开启的那天。七星连珠之日召开天神大会，莫非青龙古国不安好心吗？这天神大会到底要干什么？不安好心应该不至于，青龙古国还不敢得罪这么多的武道圣地。不过七星连珠之日，万星洞开，青天白日，很有可能能够解开天神之石真正的秘密。你们小心一点就行了。可惜我现在天心被蒙蔽，也算不透是什么原因。不过2日后，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七星连珠吗？好，多谢前辈告知。收祖，那个人就在天神之城，父亲大人很快就会从星空世界赶回来，2日之后，凌云必死无疑，而袁家的余孽也会死。很好，2000年前袁天罡假死脱身，家主一直怀疑他没有死，没想到他竟然躲在了天神之城。风水一道太过诡异，确实也只有家主能够对付他。 2日后的天神大会，天神之石最大的秘密一定会属于我东方世家。千万小心，不可大意。这一次七星连珠，天神之石恐怕会有大变故，谁也不知道天神之石之中到底有什么，千万小心。叔祖放心，念人狂的如意算盘打得再好，到头来也要为我东方世家做嫁衣。有家主在，不会有任何问题。太郎师兄，九杀星子和破军星子2日后赶来，随行的有3位大长老，据说甚至会有一尊太上长老前来。太上长老也要来吗？看来天神之石真的有着大秘密啊！传言之中的成神之秘果然不虚，这一次一定会属于我。太子，一切都安排好了。天神大会开启之时，天神镜就会开启，到时候人皇大人会为你拖住一切。很好，都在计划之中。这次天神大会之后，我青龙古国必将成为整个灵界最顶级的圣地之一。回禀父皇吧，我不会让他失望的。是，老奴告退。哎，东方天尊来了！听说天神大会之后，他就要和凌云生死战了。嘿嘿，凌云必死无疑，敢挑战东方天尊，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东方兄，我来介绍一下，这2位是我星辰殿的九杀师兄和破军师兄。哦。原来是九杀星子和破军星子，久仰了。东方兄客气了，凌云那个小畜生害死了我星辰殿的长老和弟子，罪该万死。天神大会之后，我们相信他肯定会死在东方兄的手中。2位星子放心，凌云那个小畜生一定会死在我大哥的手中的。凌云来了，他看起来倒是很淡定，莫非他真的能和东方天尊一战吗？他在王侯境的修为，想要和东方天尊一战根本不可能。要知道，东方天尊王侯境的时候就已经有过斩杀皇者的辉煌战绩了，如今突破到了皇者境，更是深不可测。没错，要想和东方天尊一战，就连星辰殿的九杀、破军和贪狼3位星子可能都不行。或许只有紫薇勾陈2大星子，还有我们青龙古国的大太子，才能和他一战。嘿嘿，天神大会之后的一战，看来没有悬念了。就是不知道凌云能够接下几招，或许直接被一击轰杀。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气死本地了。不过等凌云宰了东方天尊，我倒是很期待看到这些狗东西的表情。嘿嘿，那些家伙都是一些俗人罢了。哎，那位就是传说中的青龙古国太子吗？青龙古国的大太子聂天一。大哥，他又变强了。诸位，
欢迎参加天神大会。能够在这里见到这么多的天才，是我青龙古国的荣幸，也是本宫的荣幸。天神之石是我青龙古国的先祖得到的一件至宝，笼罩着规则和大道神光，烙印着天地智理，乃是我青龙古国的镇国之宝。凡是在天神之石之下修炼，都有可能参悟到一种强大无比的神通。天神之石之中有着一处神秘的天神境，乃是法则和力量交织的神圣之地。在天神境之中修炼，一日可抵外界1年甚至10年。凡是经过天神境洗礼的人，出来之后不但武道修为大增，还能够参悟出惊天动地的绝世武学。这一次召开天神大会，原因有2：一则是和诸位天才共襄盛举，共同参悟天神之石之中的绝世武学，也是我青龙古国和各位结一个善缘；二则是天神之石蕴藏着惊天动地的大秘密，依靠我青龙古国并没有办法解开，希望能够依靠各位的力量破解天神之石之中的秘密。敢问太子，天神之石之中到底有什么秘密啊？有什么秘密？我青龙古国这么多年也没有查清楚，或许有神灵绝学，或许有绝世神药，或许有灭世神兵，一切都有可能。我青龙古国承诺，诸位在天神境之中得到的一切机缘，都属于你们自己，青龙古国不会抢夺。一股浩瀚而磅礴的星辰之力降落下来，而源头正是天神之石。诸位，天神大会正式开始，能不能进入天神境之中，就看各位的机缘了。七星连珠，竟然出现了七星连珠的异象，这天神之石竟然如此恐怖！哈哈哈哈！我要看看传说中的天神境之中到底有什么。我一定会得到绝世武学。我6家人的名字一定会传遍整个灵界。神通、法宝、灵丹妙药、绝世传承都是我的。凌云，这块天神之石不简单呐，这种力量绝对过了大地境。传说之中，青龙古国的开国人皇乃是焚天战神的后裔，莫非这块天神之石和焚天战神有关系吗？太子殿下进入到了天神境之中。这天神境确实神秘，我们也进那所谓的天神境之中看一看。这里就是天神境吗？什么？那是神皇宫？神皇宫？莫非这里真的是神皇留下来的吗？你们看，那里有一块石碑，这是通天之路，3000道石阶，呈周天大圆满之术。只要登顶之后，经历了通天之路的淬炼，就可以到达神皇宫。诸位，平日里的天神境就是一片混沌虚空，在其中可以参悟出武学和强大的神通，根本没有通天之路和神皇宫。根据我青龙古国的记载，只有万年一次的七星连珠之时，才会有通天之路和神皇宫的出现。至于为什么我们青龙古国不能独占这处疑似传承之地的天神境，等大家到了神皇宫的时候，自然就明白了。二弟说的没错，这天神境确实需要诸位，等大家到了神皇宫就知道了。若是到不了神皇宫，就算是知道也没有用。那我们也就登一登这所谓的通天之路。
这通天之路竟然如此诡异。通天之路，通天之路，这是神山上的那条路。神山、神殿、神皇宫、焚天战神。神皇宫，我来看看，这所谓的神皇宫，莫非真的有一尊神皇吗？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世界本身，而是来自顶上的神皇宫。真是好大的手笔！模仿天路建造这条通天之路，竟然是一桩大造化。莫非这神皇宫的主人真的是焚天战神吗？或许可以称为极限之路，每一步都逼出武者的极限，看到真实的自己。36层石阶，这凌云还真是个废物啊！就这样还想要和东方天尊生死战，不自量力啊！我感觉他快坚持不住了，说不定100层石阶他都到不了，他就得栽下来。哪里用得了100层石阶？我看他50层石阶都坚持不了。我赌40层石阶。这是3000大道的力量吗？什么？这小子太邪门了！他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他已经落后了这么多，难不成还真想一鼓作气追上去不成？哼，爬得越快，跌得越惨。等着吧，这小子很快就要掉下来了。他是凌云，他怎么可能这么快？这个混蛋怎么会如此轻松？我不会放过你的！凌云简直是太壮了，不过本帝喜欢。凌云，快点儿，过东方天尊和聂天一那2个250。这个混蛋竟然过了我龙日天，他敢过我龙日天！凌云，你给我站住！啊，这家伙的太阳圣体有古怪，竟然比传说中的太阳圣体强太多了。凌云，是你？你说我要不要将你丢下去，让你重新再爬一遍？你可以试试。放心吧，我可不像你们东方世家那么无耻，天神大会之后我会直接杀了你的。该死！凌云，你个混蛋，给我站住！凌云和太阳宫第10圣子龙日天吗？凌云，若不是我想要在石阶上多体验一会儿，我早就已经登顶了。你的天赋虽然还可以，但比起我龙日天还是差了点儿。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你们几个一人1万纯元丹。这里果然有神皇的传承，一定会属于我龙日天。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是开启神皇宫的条件吗？龙日天，你知道绝世之血、不灭之魂、真龙之格是什么东西吗？那还不简单。我龙日天的天地造化乃是横扫天下的太阳圣体，这绝世之血自然就是我龙日天的血，不灭之魂自然就是我龙日天的元神，而我龙日天未来必定会成为天下第一大帝，这真龙之格说的自然也是我，条件太符合了。哎，这种感觉是幽冥船上黑棺内的那些古字，果然和神皇宫有关系。仙人大爷，这神皇宫之中是否真的有神皇的传承？这青铜古殿很不一般，应该是焚天战神留下来的。若是你能够得到神皇宫里的传承，那你可就赚大了。
焚天战神，100万年前灵界的天下第一人吗？传说他已经飞升神界了，这里真的是他留下来的传承。仙人大爷，你没有办法打开神皇宫的大门？绝世之血、不灭之魂和真龙之格，想要打开神皇宫，还要落在这几个字之上。莫非我还不够资格吗？这个还真不好说。绝世之血应该是绝世强者之血，最少也要封号大帝的精血，才称得上是绝世。不灭之魂乃是百死不灭之魂，也只有大帝占领，或许勉强够资格。至于真龙之格，或许要应在凌云那小子的身上了。真龙之格，凌云，不可能吧？我也只是推测，凌云应该有龙族血脉，至于是不是真龙之格，等会儿应该就很清楚了。太子殿下，绝世之血、不灭之魂、真龙之格这3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诸位，天神之石在我青龙古国存在无数年，我青龙古国的先祖也是无数次的进入到天神境之中，但是却从来没有打开过神皇宫。但是经过青龙古国无数先祖的研究，想要打开神皇宫，必须要在7星连珠之日，并且符合这3个条件，才能够开启神皇宫，获得其中的传承。所谓绝世之血，就是各种绝世体质的精血。我们这里有天风神体、太阳圣体、太阴圣体、天尊神体，各种大地血脉，所以大家每个人身上的精血就是绝世之血。他在说谎。先不着急，看看他会怎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召开天神大会的原因，必须要汇聚当世各种绝世体质的精血，才能够打开神皇宫。那不灭之魂和真龙之格呢？所谓不灭之魂，就是绝世强者的战魂。诸位的绝世体质都是传承自先祖，也只有绝世强者才能够传承下来绝世的体质，所以各位的元神都带了一丝不灭的特质，众多元神汇聚，也就是不灭之魂。而真龙之格，各位都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骄，命格自然也是贵不可言。我们如此多的天骄汇聚在一起，自然就是真龙之格。只要将我们体内的精血滴在这块石碑之上，并且将我们的一丝元神印刻在石碑上，汇聚众多天才之力，就能够打开神皇宫。我知道大家还很疑惑，不过本宫会第一个尝试。打开神皇宫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若是不愿意的话，可以就此离开，不准进入神皇宫。而进入神皇宫之后，能否找到机缘，大家就各凭本事吧。诸位，德传神皇4个古字亮起的时候，就是神皇宫开启的时候。我相信太子殿下，星辰殿的弟子随我开启神皇宫。我们相信太子殿下。神皇宫的开启就在眼前，不过是一滴精血和一丝元神罢了。我也来。好。等会儿滴入精血和元神的时候，磨灭所有烙印和生机。这块古碑有古怪。神皇宫打开了，大家快冲啊！冲啊！先进去看看。无为神界摩天神皇，正道100万年，创下232种神级绝学。得我传承，即为我摩罗弟子，需有绝世之血、不灭之魂和真龙之格才可修炼。摩天神皇的传承，我们要发达了！
等我得到了神皇传承，成为了神皇弟子，皇者又算什么？大帝又算什么？我注定会飞升成神，万劫不死。大阴阳真经是我的，6道轮回拳是我的。黄极经世说，我修人皇大道，这是最适合我的无上绝学。哦，对呀，这些人的状态不对，好像迷失了神智一样。摩天神皇的传承还有232种神级武学，怎么可能？肯定有猫腻。咦，你们3个为何不去挑选神级武学？挑选神级武学？我看是被人夺舍才对吧？没有想到啊，这里竟然有一棵生长期的虚魔幻树。什么？你竟然知道虚魔幻术？他姥姥的，竟然是虚魔幻术！又是这群魔崽子！生长期的虚魔幻术，怪不得如此的恐怖。还好我们切断了烙印和生机，否则的话，精血和元神被虚魔幻术吸收，我们肯定也要永远沉沦在幻境之中，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虚魔幻术？我是什么人你不用管，但你真的是青龙古国的太子吗？若是我猜的不错的话，青龙古国的太子殿下应该已经死了吧？如今他的肉身竟然被一尊域外天魔给夺舍了，真是没想到。你竟然能够看出我的本体，而且你们3个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好，很好。什么？嘿嘿，一群魔崽子也敢在此撒野！若是我猜测的不错的话，这座神皇宫根本不是什么传承之地，而是镇压虚魔幻术和域外天魔的地方吧。我倒是很好奇，你们怎么能挣脱此地的封印，并且夺舍了青龙古国的人？你猜的没错，这里确实是封印我圣族强者的地方，但也有焚天战神的传承，只是你们永远没有机会了。真的有焚天战神的传承吗？相传焚天战神是100万年前的人物，那也就是说你们已经被封印了100万年。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用了什么手段逃了出去，但恐怕被夺舍的应该不只是聂天一自己，青龙人皇聂人狂应该也被夺舍了。你说的没错，青龙古国的强者已经全都被我圣族强者夺舍了。等到这些天才强者被我圣族之人夺舍之后，我圣族就能够打入到各大圣地之中，未来成为圣地之主，从内部一举摧毁各大圣地。焚天战神守护的天地，最终还是要被我圣族所占领。你就算知道又能如何？看在你必死无疑的份上，我也不介意告诉你。没想到只知道杀戮的域外天魔，竟然也懂得玩阴谋诡计了，将这些圣地的天才一网打尽。你打的还真是好主意啊！只是你没有办法奈何通天之路，否则的话，恐怕所有人都要被夺舍了吧？你放心，那些放弃攀登通天之路的人都是废物。既然是废物，一个都活不了。我现在对你越来越好奇了，凌云，你的肉身完美无瑕，竟然比聂天一的肉身还要强大，生命本源比很多半步大帝都要强盛，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不会杀了你的，我会和你融为一体，这是你的荣幸。你会看到我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杀入到永恒世界之中，去见识那片瑰丽多彩的世界。凌云，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拖延时间吗？但是这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捉住他，不要弄坏了我的肉体。至于你们2个，去死吧！聂天一，你在拖延时间，我又何尝不是在拖延时间？你错就错在不该打我的地方。
可能催动神皇宫的力量，这根本不可能。让你个本地嚣张，本地弄死你个龟儿子！啊，发生了什么事啊？我的大阴阳真经呢？什么？竟然敢夺手我！给我滚开！这是什么怪物？天哪，怎么会有那么高的魔术？这绝对是魔术！诸位，聂天一被域外天魔夺舍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绝世传承，而是一个陷阱。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我拖住这棵虚魔幻树。什么？聂天一被域外天魔夺舍了？混蛋，敢骗我们！我早就知道聂天一有问题了。大家一起上，杀了他！宰了聂天一，为死去的师弟报仇！凌云，你坏我好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追！要杀了聂天一！大家快走，不能放过他！聂天一被域外天魔夺舍了，那青龙古国岂不是成了魔窝？快点出去禀报长老，你一定不能放过青龙古国！多谢凌兄的救命之恩，大恩不言谢。以后凌兄来我四象宗，就是我万坤的恩人。仙人大爷，又让这小子出风头了！别那么多废话！赶紧走！刚才差点连仙人大爷我都找了道。凌云的手中竟然有无字天书，怪不得呀！日天，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宰了凌云，抢走无字天书。无字天书？那是什么宝物？无字天书是无上至宝，焚天战神留下来的，没想到落在了凌云的手中，怪不得他如此的妖孽。我们先离开这里，从长计议。焚天战神的至宝，凌云这小子莫非得到了焚天战神的传承？无字天书果然在你这里。凌云，聂天一那家伙手段诡异，拼死逃走了。这棵虚魔幻树，你能不能将其封印啊？老浣熊，你我一起运转吞天秘术，将这棵虚魔幻树给吞了。这棵虚魔幻树比长生秘境之中的那棵强大太多了，若是能够完全吞噬，或许能让你的道伤彻底痊愈。吞噬虚魔幻树，你姥姥的！够疯狂的，加上贫道一个。不行，我不能这样突破。既然如此，那就一鼓作气，直接突破天龙之体。天龙舞，凌霄之韵，祥云之姿，尊龙之德，行龙之徒，法龙之灵，翱翔九天。还是没有办法觉醒血脉之力吗？既然如此，那就先突破天龙之体吧。这家伙又要突破了，真是造化呀！就算是没有神皇传承，这棵虚魔幻树的力量也足够我们恢复许多了。聂天一根本就不是青龙古国的太子，他已经被域外天魔夺舍了，抓住他！什么？聂天一被域外天魔夺舍了？天神之石之中根本没有什么神皇传承，里面被封印了一棵虚魔幻树，上面有很多域外天魔的神魂。聂天一引诱我们进入天神之石之中，就是想要让那些域外天魔的神魂夺舍我们，他罪该万死。什么？抓住他！青龙人皇，皇上，我让你失望了。你的
的确让我很失望，不过一群蝼蚁罢了。既然收服不了，那就全都杀了吧。住手！是父亲大人到了。东方龙诀，你怎么会在这里？若是老夫不回来，也想不到堂堂青龙人皇竟然被域外天魔夺舍了。放了我东方世家的人，其他人你爱杀不杀，和我东方世家无关。什么？东方大帝这是要放弃我们？东方龙诀，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今天这里所有人都得死，你也一样。该死！你竟然快要跨出那一步了，孽人狂！既然你找死，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星辰道兄，出手吧！星辰殿掌教陈帝，域外天魔，人人得而诛之，杀了他！星辰土，哪里逃？诸位，青龙古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域外天魔给夺舍了。依我看，应该将所有皇族之人都抓起来，严加拷问，甚至搜魂夺魄。只有确定没有被夺舍之后，才能放出来。没错，我支持贪狼兄的意见。青龙古国这一次差点让我们全都死在了天神之石之中，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聂天一和人皇被夺舍，这是谁都想不到的事情，和我青龙古国无关。我皇族之人都是无辜的，你不要血口喷人。这件事情不用大家说，我们自己也会彻查，绝不会放过一个域外天魔，不劳星辰殿和东方世家费心。没错，大哥，聂天一他被域外天魔夺舍，我们根本都不知情。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会解决，和你们无关。哼，诛杀域外天魔，人人有责。谁也不知道你们青龙古国还有多少人被夺舍了，必须要接受检查。九公主，你放心，我会亲自检查你的。嘿嘿嘿嘿嘿。无耻！东方世家的所有人给我听着，将天神之石围困起来。等凌云出来之后，将他给我抓起来，生死不论。东方天尊，你想干什么？要不是凌云救了你，你早就被域外天魔夺舍了。你这是恩将仇报。没错，东方天尊，就算是你不感激凌云的救命之恩，也不需要做这等恩将仇报的事情吧？谁敢动凌云，我剑神阁绝不答应。没错，东方天尊，你和凌云有生死约战，但凌云救了你的性命，也救了我们大家的性命。诸位，并不是我想要针对凌云，而是我怀疑凌云很可能也被域外天魔夺舍了。胡说八道！哼，凌云若是被域外天魔夺舍了，又怎么会对付虚魔幻术救下我们呢？东方天尊，你就算是想要血口喷人，也麻烦你找一个靠谱一点的理由好不好啊？不错，东方天尊，我敬你是一代天骄，但没有证据的事情，你可不要乱说。我当然有证据。你们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被虚魔幻术困住了，偏偏他凌云一点事情都没有？而且他手中镇压虚魔幻术的那件至宝，乃是焚天战神留下来的封魔图卷，天神之石之中的神皇传承，肯定已经被凌云得到了，否则他不可能有封魔图卷。哼，笑话！凌云能够得到焚天战神的传承和封魔图卷，那是他自己的机缘，这和你说的被域外天魔夺舍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你们知道那棵虚魔幻术有多强大吗？那是一棵生长期的虚魔幻术，封魔图卷虽强，但也只是一件秘宝，最多能够困住幼生期的虚魔幻术，而生长期的虚魔幻术连大地都要饮恨，他凌云又怎么可能封印？仙人大爷，这家伙说的是真的吗？凌云不会真的被虚魔幻术弄死了吧？
他就是胡说八道。封魔图卷或许不一定能够困住虚魔幻术，但是凌云有无字天书在，那件至宝就是虚魔幻术的克星，肯定能够封印虚魔幻术。我看这小子就是觊觎凌云身上焚天战神的传承，不过是找一个借口罢了。那我们怎么办？让他闹吧。等会儿东方世家的人要是抓住了凌云，最好他们来个两败俱伤，到时候无字天书就是我们的了。只要你得到了无字天书，大帝算个屁，以后飞升成神指日可待。好，我听仙人大爷的。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凌云若是没有办法封印虚魔幻术，他肯定会被虚魔幻术之上的域外天魔所夺舍。他若是不出来也就罢了，那代表着他是真的死了，我们就将这颗天神之石永远封印起来。但他若是出来，那他肯定不是凌云，已经被域外天魔夺舍了，我们就必须要将其诛杀。我也是为了灵界的天下苍生，只要诛杀了凌云，我只取回他身上我东方家的东西，其他的宝物，甚至是焚天战神的传承，全部给大家。东方兄此言当真？绝无虚言。好，东方兄既然如此说了，我星辰殿也要为了天下苍生出一把力。星辰殿的弟子听令，将天神之石围起来，只要凌云出现，格杀勿论。你这都只是猜测，万一凌云真的能够镇压虚魔幻术呢？谁敢动凌云，就是和我太阴宫为敌。没错，谁敢动凌云，就是和我剑神阁为敌。诸位不要那么冲动，等凌云出来，先确定他有没有被夺舍再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准动他。凌云这个小娃娃很合老身的胃口，我看谁敢动他。老家伙，我劝你们不要管我东方世家的事情，否则等家主斩了青龙人皇回来，你莫非敢对抗大帝吗？就算是大帝，也不能不讲道理吧？凌小兄弟的事情，我熊黑子管定了。这家伙竟然变成了龙族，若不是我道伤还没有痊愈，我都想要去修炼一下祖龙秘术了。单凭着化龙的绝世之体，足以镇压皇者境，横扫无敌手啊！生长期虚魔幻术的树心，这可都是好东西啊，堪比无上圣药，每一颗都能延寿1000年，而且还能够让人脱胎换骨。王侯境10重的修为，天龙之体，只要不是遇到大帝，我又有何惧之？有了这些幻魔树心，本地的道伤终于可以恢复了。凌云，我只要10颗幻魔树心就够了。等本地恢复了道伤，到时候那些偷袭本地的家伙，本地一定要上门一个个的光顾。就算是死了，也要拉出来鞭尸。我要3颗就够了。凌云，外面此刻肯定已经乱翻了天，青龙古国的太子和人皇都被域外天魔夺舍了，说不定此刻已经发生了一场大战。我们快出去看看，然后找个地方闭关修炼。先不要着急，等我炼化了这座神皇宫再说。什么？炼化神皇宫？没错，天神之石之中的天神境，其实是一片正在孕育的小世界，本身就是虚魔幻术自己在混沌之中开辟出来的世界雏形。只是焚天战神在此建立了神皇宫，将虚魔幻术封印在了这里，已经是100万年了。什么？这块天神之石竟然是留给青龙古国的至宝？看来青龙古国很有可能是焚天战神的后裔，否则的话，焚天战神也不会留下这样的宝物。焚天战神是100万年前的人物，100万年的岁月，没想到还是有域外天魔逃了出来，
并且夺舍了逆天一和青龙人皇。不过，能够蕴藏一方成熟世界的宝物，应该是传说之中的无上神器。你已经知道如何炼化天神之石了吗？当然。这里确实可以成为我长生宗的根基。天神之石先放在青龙古国，找个机会我再将其收走。我已经炼化了天神之石，任何人再也没有办法进入到天神境之中了。没错，嘿嘿，等到青龙古国发现天神之石丢了，恐怕哭都没地方哭啊。不过他们现在肯定也已经乱成了一团，应该没空管天神之石了。我们可以出去了。若是青龙人皇发起狂来，大地之威爆发，恐怕没有人能够治得了他。而凌云坏了他的好事，恐怕他也不会放过我们。青龙人皇嘛，若是他发起狂来，恐怕外面已经是血流成河了。我们快出去看看吧。青龙人皇有没有发狂我不知道，不过东方世家和星辰殿这是打算恩将仇报吗？竟然已经将天神之石围了起来，这是打算等我们一出来就要动手吗？东方世家和星辰殿这个时候还想着恩将仇报，肯定是觊觎你身上的宝物。既然如此，那就出去大杀一场。原来青龙人皇发狂，东方龙爵和星辰殿之主陈帝都来了，两人围攻青龙人皇，如今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怪不得东方世家和星辰殿如此嚣张，原来是有两大大帝撑腰。等会儿我们出去，他们要是敢动手，直接杀了；若是大帝出手，我们就躲在天神之石之中离开这里。好，我们走。凌云出来了，捉住他！找死！这怎么可能？大家一起上，杀了他！凌云区区王侯境，根本不可能有如此恐怖的战力，一定是被域外天魔夺舍了。杀了凌云，他身上的所有宝物和绝世传承都是大家的。没错，他肯定是被域外天魔夺舍了。能够一拳轰伤10几尊皇者，凌云自己根本做不到。大家一起上，让我们为灵界的万民除害！放你姥姥的狗屁！我可以作证，凌云根本没有被域外天魔夺舍。你们这两个混蛋，忘恩负义，无耻至极，不就是觊觎凌云身上的宝物吗？何必要编造如此谎言？早知道就应该让你们这些混蛋被域外天魔夺舍了。这只老浣熊，还有那个臭道士，肯定也被域外天魔夺舍了。大家不要听他们蛊惑，一起上，宰了他们！狗东西，敢污蔑本地，你找死！大哥救我！想要扑灭本地的吞天灵火，除非大帝降临，他死定了！混蛋！你们这是找死！东方世家所有人给我听着，宰了他们！星辰殿的人，跟我去降妖除魔！住手！谁敢动凌云，就是和我贵婆婆为敌。凌云是我剑神阁的恩人，谁敢动他，休要怪老夫剑下无情！我熊黑子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东西。凌小兄弟是我老黑的朋友，都给我滚开！贵婆婆、剑长老还有熊前辈，凌云3人被域外天魔夺舍，已经成了大魔头，必将为祸整个灵界。你们阻止我杀他，莫非是想和整个灵界为敌吗？和整个灵界为敌？哼哼，小家伙，你可吓不住我。我可没有看出来凌云被域外天魔夺舍了。没错，
除非能够确认凌小友被域外天魔夺舍了，我剑神阁自然不会插手，否则的话，不准你们动他。我熊黑子就看不惯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若不是凌云的话，你们早就死在了天神境之中。现在还有脸恩将仇报，猪狗不如的东西，连我们幼族都不如。想要证明凌云没有被域外天魔夺舍，很简单，搜魂。只要凌云放开元神，让我查看一下他的识海，自然就清楚了。东方兄说的没错，只要搜魂，一切就将真相大白。凌云，你若是不敢被搜魂，就说明你心中有鬼。搜魂？我搜你娘的大头鬼！凭什么你说搜魂就搜魂啊？我还怀疑你被域外天魔夺舍了，你全家都被域外天魔给夺舍了，把你爹、你娘、你舅舅、你姥姥、你三大爷、你侄女都拉过来搜魂。只要你愿意，我们就愿意。你敢还是不敢？没错，元神是武者的根本，凭什么你们说搜魂就要搜魂？不敢接受搜魂，就是心中有鬼。而且凌云他区区王侯境，怎么可能爆出如此强大的战力？肯定是被域外天魔夺舍了。凌云，我劝你还是早点现出原形吧。这里都是我灵界的天骄俊杰，你逃不掉的。哈哈哈哈！好一个降妖除魔，好一个东方世家和星辰殿！你们处心积虑，不就是担心我得到了天神之石之中的神皇传承吗？这么恩将仇报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真是让人恶心。不过，既然你们说我被域外天魔给夺舍了，那我就来证明给你们看。域外天魔和我灵界的生命命格不同，而且被天地法则所排斥。就算是灵界的生物被域外天魔夺舍了，也不敢触碰灵界的法则之力，否则立刻就会现出原形。这颗血元大地丹之中蕴藏着大地法则，我吞下血元大地丹，若是我被域外天魔夺舍，立刻就会现出原形。若是我没有事，那就代表着我根本就没有被夺舍。笑话！这种辨别域外天魔的方法闻所未闻，谁知道你有没有做了手脚？哼，没错，区区一颗丹药根本没有办法证明，除非你接受搜魂，否则你就是心中有鬼。我想起来了，凌小友说的没错，服用大地丹确实是检验他有没有被域外天魔夺舍的最好办法。没错，老夫也想起来了，我剑神阁的古籍记载，万年前的那场大劫，域外天魔入侵，也曾经有域外天魔想要夺舍此界的生灵，最终就是以大地丹来分辨出来的。就算是服用大地丹，能够分别他有没有被夺舍，但谁知道他有没有在那颗血元大地丹上做手脚？这颗血元大地丹乃是从古石之中切出来的，药效保存完好，这位前辈可以检查一下。但我想说的是，若是证明我没有被域外天魔夺舍，又该如何？那就留你一条狗命。若是证明我没有被域外天魔夺舍，你们就是恩将仇报，就是忘恩负义，你们几个无耻之辈都会死。老夫来替凌小友检查血元大地丹。很好，既然你没有被域外天魔夺舍，那也算是灵界之幸。但是你杀了我弟弟东方剑，凌云，今天你还是要死。诸位，这是我东方世家和凌云的私人恩怨，还望诸位不要插手。东方天尊，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厚颜无耻之人，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你怎么不说要报答凌云对你的救命之恩呢？没错，东方天尊，就算是东方剑被老浣熊所杀，但也是你们出言污蔑在先。要不是凌云救了你们，你们早就死在了天神之石之中了。东方天尊，你可不要欺人太甚！堂堂东方世家忘恩负义，莫非想要让灵界的所有人耻笑吗？
诸位放心，这是我和凌云的私人恩怨，东方世家不会插手。而且凌云和我之间还有一场生死约战，今天我和他一战，生死不论。生死约战？东方天尊，不要找那么多借口了。你想死，我就成全你。今天你和我之间，注定只能有一个才能活着。凌云，替本帝干死这个孙子！臭不要脸的狗东西！没错，凌云，抽他的脸，将他灭了！战吧！这是东方世家的无上神通，东方门。什么？龙族的绝世武学？你怎么会龙族的武学？你怎么会这么强？再来！东方祖魂，给我镇压！哎，看来我们还真是看走了眼啊！凌小友，莫非真的是龙族之人吗？王侯境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战力，第二拳就逼出了东方天尊的天尊法印。也只有龙族之人才有如此恐怖的肉身吧。不过天尊法印汇聚64大神通的法则之力，威力无匹，镇压一切。凌云想要赢也不容易呀。大地气，不是完整的大地气，只是一件准大地气。凌云，你该死！有天光麒麟甲护体，你根本攻不破我的防御，所以你今天注定要死，而且是必死无疑。那是什么刀？凌云死定了！凌云，你给我去死吧！凌云，小心！这怎么可能？这就是你的底牌吗？出自天书，给我镇压！给我挡住啊！死了吗？凌云，你该死啊！你怎么敢杀东方天尊？你怎么敢？我要将你抽皮剥筋，神魂永镇九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笑话，他想杀我，我就不能杀他？老东西，我看你东方世家的人是霸道惯了。老东西，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我会把你的脸拍烂。小畜生，你给我死来！二阶天灾的半步大地嘛，果然不好对付啊！是啊，所有人一起上，杀了凌云。还有那只老浣熊和那个臭道士，全都宰了，替大少爷报仇。东方世家的杂碎，来来来，看本帝弄死你们！畜生，你找死！找死的是你！说，两位师兄，我们怎么办？一起上，
请出太上长老和几位大长老，宰了凌云，夺了他身上的传承。有请太上长老为我星辰殿诛杀凌云。什么？度过了死在天劫的半步大帝？受死吧！星辰殿的半步大帝吗？什么人？好一个东方世家和星辰殿，两个老不死的竟然联手围攻一个少年，还真是和当年一样不要脸啊！是大帝？不对，不是大帝，只是半步大帝罢了。阁下什么人？凌云和我东方世家之间有大仇，若是阁下就此退去，阁下将赢得我东方世家的友谊。爷爷，是爷爷！哎，臭道士，这家伙看起来气度超凡，不染俗世，比你还要帅呀！是，这老家伙就会出风头，不过比起道爷我来，还是差了一点儿。你东方世家的友谊，东方世家也不过是一群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罢了。你们跪下自裁吧，免得让我动手，反而脏了我的手。大言不惭，不过是一个半步大帝，也敢在我东方世家面前嚣张。今天你必死无疑！大长老，他好像是袁家的余孽。什么？袁家余孽？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原来是袁家的余孽。袁天罡，你当了2000年的缩头乌龟，终于舍得出来了吗？等家主回来，你必死无疑。东方龙诀吧，今天你会死，东方龙诀也会死，不过你已经看不到了。狂妄！我倒要看看这2000年你能有什么长进。什么？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还有你们两个，袁天罡，你敢杀我们，家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强？风水大道，阴阳之力，袁家，你是袁家的家主袁天罡。袁天罡？没错，我就是袁天罡。星辰殿的人，没想到也是一群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若不是凌云救了你们，
恐怕你们都已经死在了天神之石之中了吧？恩将仇报之辈，该杀！袁天罡，你死到临头还敢如此嚣张！等到我星辰殿和东方世家2大大帝降临，就是你的死期，是吗？不4象星辰大阵，射了他！4象星辰大阵，以4大半步大帝沟通大地星辰，4方神兽，只怕能够爆发出堪比大地境的力量吧。去死吧！4象星辰大阵嘛，若是4位大帝布下，或许能够召唤出4象神兽的真灵，不过那还是差了点儿。龙道术，这是袁家的龙道术，撼动大地龙脉，爆发绝世杀法之力，甚至有着屠神灭佛的无上威能。龙道术嘛，挡住他，给我挡住凌云！你们的对手是本地。正是贪狼降世，可惜还是弄了点儿。太变态了！3大星子召唤星辰神力，修为暴涨到了皇者境巅峰，竟然也无法抵挡凌云的一击啊！凌云的肉身太强了，几乎有毁天灭地之能。莫非他真的是龙族吗？3大星子今天危险了。不过凌云若是杀了他们，那就是彻底得罪了星辰殿。等到星辰殿之主降临，凌云可就死定了。凌云就算是不杀3大星子，星辰殿就会放过他吗？这个少年倒是很有血性。前面斩了东方天尊，若是再屠了3大星子，必定会名震灵界。就是不知道他今天能否逢凶化吉了。贵婆婆，我已经传音给师尊了，就是不知道师尊能否及时赶来。若是凌云再斩了3大星子，可就彻底的和东方世家、星辰殿不死不休了。公主应该会赶来的，这小子不像是个短命的家伙，你放心吧，他肯定能够逢凶化吉的。2位师弟，今天不是他凌云死，就是我们亡，施展杀破狼之力，宰了他！射！好，和他拼了！杀破狼，这是以九杀、佛君和贪狼3颗凶星汇聚而成的绝杀之力，就算是半步大帝也能够灭杀，非大帝不能抗衡。凌云竟然将他们逼到了这种程度，杀破狼之力，可惜还是那么难。嚯！这不可能！顷刻间化解杀破狼神力，林小友的身上有大秘密啊！连堪比大地之力的杀破狼之举都能够化解，林小友真是天纵奇才。唉，看来还是大意了。九杀破军和贪狼还只是王侯境的修为，杀破狼神力虽然堪比大地之位，但也只是无根浮萍。若我真的利用无字天书吞噬大地的法则之力，恐怕元神此刻已经化成了一片飞灰。3位，林某送你们往生。
凌云，我们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天主一定会替我们报仇的，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凌云，我诅咒你不得好死！凌云小畜生，休伤3位星子，否则老夫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他竟然真的杀了3大星子！哼，凌云这个畜生，他死定了。等到陈帝大人归来，就是他的死期了。袁天罡，你找死！东方龙诀，2000年前你灭我袁家，屠我族子弟，今天我们就来算个清楚。袁天罡，你杀我东方世家族人，就拿你的命来偿还吧。什么狗屁东方世家，不过都是一群欺世盗名、忘恩负义之辈罢了。今天不只是要你死，我还要让你东方世家陪葬。这就是万象风水经吗？就算是有万象风水经，你也是必死无疑。这就是大地神威，大地不可见，天地不可欺，也不知我等何时才能够成就这种万古难敌的致敬啊！万象风水经，演化大地龙脉之力，以风水之道演天地之变，果然是无上秘术啊！但是袁天罡，你还是得死！东方经紫气万灵，众神降临，竟然将东方经和紫气通灵术融为了一体。东方龙诀，看来你这2000年还真没有白活。紫气通灵术和万象风水经吗？紫气通灵术演天道法则之变，万象风水经演大地龙脉，风水大道之变，都是直指大道的无上秘术，果然不凡。就算你将紫气通灵术和东方经融合又能怎样？到这2大秘术的天地无极，阴阳分立。五行化生，3生万物。天道如力，世界杀机。是造化世界的力量，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紫气通灵术和万象风水经是造化世界、开天辟地的无上秘术。陈帝还不出手，等待何时？
陈帝。袁天罡，你死定了！灭！袁天罡，你真以为本帝不存在吗？袁天罡，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啊！陈帝，东方龙诀和我有着血海深仇，你堂堂星辰殿之主，莫非真的要管这件事吗？袁天罡，你和东方龙诀之间的事情，本座不想插手，但是你杀了我星辰殿的4位长老，这笔账，本座要和你算清楚。星辰殿的长老嘛，以大欺小，不知羞耻，忘恩负义，该死！既然陈帝要为他们报仇，那就出手吧。陈帝，杀了他！万象风水经和紫气通灵术的威力，想必你已经看到了。只要你杀了他，我们共享这2大秘术。东方兄此言差矣，本座并不是图谋袁天罡的秘术，而是要为我星辰殿的长老讨回公道。凌云，你不会是想要动猎爆裂石斛吧？没错，袁天罡救了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才受伤的。若是等会儿他不敌的话，我们唯一能够重伤陈帝和东方龙诀的，也只有爆裂石斛了。你真是疯了，凌云！且不说你能不能够接近大地，就算是你能接近大地，顺利的引爆了爆裂石斛，大地会不会被炸死我不知道，但是你肯定会被炸死呀。你放心，我有办法。袁天罡，受死吧！大地，竟然是太阴大帝，太阴宫之主。袁天罡怎么会和太阴大帝有关系？陈帝，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袁天罡？太阴，你和袁天罡是什么关系？袁天罡杀了我星辰殿4位长老，此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陈帝，袁天罡乃是我的一位故人，能否给我一个面子？至于袁天罡杀了星辰殿的长老，此事我会代他做出赔偿的。陈帝，不能放过袁天罡，他一定得死。只要他死了，万象风水经和紫气通灵术就是我们的了。你是什么东西？本座和陈帝说话，哪里有你插话的份儿？你跨出了那一步。封号大帝，这是封号大帝人道巅峰的力量。这位太阴大帝竟如此之强。太阴，既然你执意要保下袁天罡，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不过袁天罡和东方龙诀之间的恩怨，希望你也不要插手。好，多谢太阴大帝。袁天罡，来吧，让我们一决生死。东方龙诀，今天就是让你为我袁家53000个族人偿命，不死不休。
你给本座等着！本座2000年前能屠了你袁氏一族，也能够杀了你。给我家人留下来！太阴大帝竟然正道封号了，小娘皮，早晚有一天，你会成为本座胯下的玩物。这是天魔王的力量。想走，还是给我留下来？凌云，青青就拜托你了。东方龙诀必须得死，等我杀了东方龙诀，就去找你，到时候传你龙道术、万象风水经和紫气通灵术。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青青的。想跑，不要让他们跑了。东方世家的人肯定也有很多域外天魔，将他们全都严加看管起来。怪不得东方世家如此嚣张，竟然敢和域外天魔勾结。天魔王竟然出现了，莫非万年前的那场大劫又要重演了吗？老浣熊，杨传道人，我们直接离开天神之城，前往双子山。啊，这天魔王都出现了，看来灵界又要乱起来了。我们必须要迅速的恢复修为，先去双子山找贤思。不过，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放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我也要赶回太阴宫了，这一次不突破皇者境，绝不出关。你自己要小心点，东方龙诀已经暴露了身份，恐怕会更加的肆无忌惮。还有陈帝，他也很不简单。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不过我听说太阴宫也不太平，你自己也要多加注意。凌云，你不得好死！凌云，我再也不敢跟你作对了，你饶了我吧！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们还是乖乖的成为我的资粮吧。凌云，你想干什么？你竟然想要吞噬我们的神通，莫非你不怕属性相克吗？你才是最大的魔头，你不能好死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聒噪！你们连鬼都做不成。融合了这33种无上神通，我识海之中的无上神通就达到了43种，也不知道那7大半步大帝的元神之中有几种无上神通。60种无上神通，已经超过了我前世的巅峰时期，恐怕灵界能将我这样奢侈的，也没有几个人吧。果然是乾坤城，万年之后，我凌云又回来了。乾坤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哼，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而且大地龙气消失，整座古城都被藏天死气所笼罩。莫非是藏神窟有变吗？大哥哥，我害怕。青青别怕，我们走。这位公子，你是否需要向导？只要10颗灵晶就够了。无论你想要知道什么，都可以问我。向导吗？
你叫什么名字？这是100颗灵晶，只要你真的知道我想要了解的情况，我有重赏。多谢公子。混乱城，这里不是叫做乾坤城吗？公子，只怕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吧？乾坤城，那是几千年前的名字了，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如今这里啊，叫做混乱城。我们边走边说，你先跟我说说，这里为何叫做混乱城？藏天之气蔓延，那你知不知道双子山的情况？双子山，这混乱城的周围没有什么地方叫双子山啊。混乱城东南1000里处，曾经有2座山峰，山气同源，并地而生，就是双子山。混乱城东南的1000里，那里啊，我想起来了。我曾听老辈人讲起，混乱城东南1000里，原来确实有2座山。不过，万年前那场大劫之后，那2座山就被抹平了，如今只剩下了一座神窟。啊，对了，公子，据说最近混乱城鬼荒宗将那座神窟给包围了起来。据说神窟之中这几日有神光喷吐，好像是有什么宝物要出世，只是鬼荒宗势大，没有人敢得罪他们。双子山消失了吗？神窟？凌云，你不要担忧，我们去那座神窟看看，说不定能够找到什么线索。好，我们去神窟看一看。公子，你们要去神窟？我劝你们还是别去那里了。且不说神窟之中危机重重，而鬼荒宗的人更是杀人不眨眼，凶悍无比啊！得罪了他们，立刻就会有大祸临头的。我们只是去看一看，不会招惹鬼荒宗的。公子，既然你执意要去，我也不拦你。我这里有一幅地图，是关于那座神窟的，是我的一位长辈冒了生死危险才得到的，我就送给公子。希望你们能够平安无事。陈东，这块兽皮地图记载的很详细，好像不仅仅是一座神窟吧？如此珍贵的地图，为何要送给我？公子，这块地图，我的那位长辈说是藏神窟之中的地图。我的那位长辈说是藏神窟之中的地图，应该是无比珍贵，但这件东西放在我身上就是杀生之祸呀。我只是想和公子结一个善缘罢了。是吗？好吧，这块地图对我确实有用，我收下了。这里是一些灵晶，还有几种武器，只要你勤加修炼，未来大道可期。刚刚那块兽皮地图有什么秘密吗？没错，我曾经在八荒大陆得到过2块兽皮地图，没想到在这里又见到了1块。现在这幅地图应该已经完整了。竟然是藏神窟的深处，莫非还真是一幅藏宝图不成？有可能，这块地图上有一条最安全的线路，直通那座神窟。或许我们真能去那里一探究竟。连神景都不认识，果然是一群土包子呀！什么人？你终于忍不住了。你竟然知道本座？说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那柄断刀的器灵吧？哼哼，你炼化了东方天尊的元神，果然什么都没有瞒过你。
将本座放了，本座传你无上神功，助你登临神境，长生不死。死到临头，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要不是你帮了东方天尊，我的无字天书又怎么会暴露？我帮东方天尊呢，那也只是各为其主。现在他死了，我决定帮你。你根本不理解我是什么样的存在，说出来啊，会吓死你，还不赶紧放了我！我们是敌非友，放了你，除非我脑子有病吧？让我猜一下，你既然知道无字天书，莫非是焚天战神的手下，或者是焚天战神某件兵器的器灵？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一下，免得受苦。凌云，你不用瞎猜了，我告诉你啊，无字天书根本就困不住我。你要是乖乖的和我合作，本座就帮你得到无上的机缘；若是不听话，本座就将你得到无字天书的消息散布。你要是乖乖的和我合作，本座就帮你得到无上的机缘；若是不听话，本座就将你得到无字天书的消息散播出去。哼，到时候恐怕临界就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凌云，弄死这个龟孙子！区区一柄断刀的器灵还敢嚣张，气死本帝了！哼，躲在断刀里面的缩头乌龟，你还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吗？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什么？你怎么可能会让无字天书认主？无字天书是我的，谁都抢不走！你这个小偷，混蛋啊！无字天书，就连焚天战神都没有办法认主，你是怎么做到的？以你的修为，根本不可能催动无字天书的力量。连焚天战神都没有办法认主，你是怎么知道的？哼，你先将我放了，我就告诉你。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既然如此，你也没有必要存在了。你要干什么？你放了我！你怎么敢杀我？杀了我，你什么好处都没有。放心，杀了你，你所有的秘密我也都会知道的。你放了我！凌云，林大爷，我愿意认你为主，我也将我知道的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你饶我一命，我不想死啊！这个时候才想求饶，晚了。你不要我活，那就一起去死吧！堪比神灵的器灵吗？果然有很多秘密啊！凌云，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啊！从今天起，我命里恨天，定要主宰这一方天地，灭尽所有的仇敌。焚天战神竟然不是灵界的人，焚天战神的女儿吗？莫非焚天神井所指的地方就在藏神窟之中吗？凌云，前面果然被人给封锁了。前面应该就是双子山了。前面应该就是双子山了，绕过去，我倒要看看这鬼皇宗到底要搞什么鬼。奇怪，焚天神井乃是100万年前的宝物，记载着藏神窟的地图，怎么连这座神窟都有记载？莫非双子山在100万年前就是一座神窟吗？凌云，
你不会真打算去神窟探索吧？我感觉这座神窟不简单，危机重重啊。没错，不去看一看，我不甘心。或许仙司就在神窟之中也不一定。你，凌云，你看，那是藏地神山的人。果然是藏地神山的人，说起来还真是冤家路窄。你们是什么人？请过来。我们是来此历练的武士，没想到惊扰了各位大人，大人们勿怪，我们这就离开。来此历练，既然来历练，那就不要走了。本宗主给你们一个机会，等会儿随我们一起进入神窟之中。若是能够得到了无上神宝，那就是你们的大机缘，懂吗？多谢大人，我们愿意跟随大人探索神窟。好了，你们去那边等着吧。申子，这一批炮灰加起来，差不多有100人了，应该足够了吧？应该差不多了。看好他们，不该知道的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圣子放心，那个地方的通道已经打通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够到达那里。很好，若是这一次你们能够协助本圣子完成任务，本圣子就准许你重回宗门，到时候晋升长老也不在话下。多谢圣子，多谢圣子。好了，我们走吧。凌云啊，这些家伙鬼鬼祟祟的，抓了这么多人，怕是不安好心啊。我知道，抓我们这些人，无非就是拿来探路。我知道，抓我们这些人，无非就是拿来探路，当炮灰用。不过看鬼荒宗和藏地神山的架势，他们应该探索过神窟了，或许知道神窟之中有什么。我们静观其变，先跟他们下去看看，到底谁是炮灰，恐怕还不一定呢。嘿嘿嘿，你说的没错，这些家伙敢打道爷的主意，到时候一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好了，我们进神窟，跟着我鬼荒宗，若是得到了无上神宝，必定会有你们一份。不过在此之前，你们也要出点力。50人在前探路，50人守在队伍后面，有没有意见？很好，既然你们没有意见，那就走吧。虚空裂缝，慌什么？快点走，都给我小心点。不好，是藏天神光，他变成了僵尸。这一片的藏天神光都要被激活了，快走！我不走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你找死！都给我老老实实的探路，或许你们还有活着的机会，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将你们全部杀光。身子，不对劲儿啊！还没有到神窟的深处，我们就折损了这么多人，这一次要危险很多呀。藏天神光嘛，应该是我们之前留下血迹有效果。
看来那个地方很快就要被破开了，我们加速前进。血迹，嘿，有可能啊。这种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法则。凌云啊，我感觉到这神窟之中，凌云啊，我感觉到这神窟之中，或许真的有一尊神灵遗退呀。神灵遗退吗？那些藏天神光应该就是神道法则和藏天之气融合之后所形成的，能够让生灵瞬间化为僵尸，无比的恐怖。藏地神山的小崽子想要神灵遗退，也不怕胃口太大给撑死了。我们小心点儿，先看看到底是不是神灵遗退再说。而且，我们这一次最主要的是找闲思的线索。你们两个走在最前面。凭什么？嘿嘿，凭什么？就凭本座比你强。若是你不愿意，我不介意现在就杀了你。好吧。身子，你还真是慧眼呐！这两个人果然有问题。区区王侯境1重的修为，竟然屡次躲过了致命的危机。不是隐藏了修为，就是身上有着大秘密。先不要管他们，等他们没有价值的时候，本圣子会亲自动手。凌云呐，我看他们已经怀疑我们了。怀疑又如何？我们跟着他们，也不过是看一看他们到底有何谋划罢了。若是他们不识抬举，那就杀光他们。终于要到了，大家加快脚步。这是长生封神大阵。凌云啊，这是长生封神大阵呐，这应该就是闲思留下来的。没错，就是闲思留下来的。我们走。这不灭血河阵果然是厉害，竟然真的将石棺的封印给腐蚀了。恭喜圣子，贺喜圣子！这尊神灵遗退必定保存的无比完整。只要圣子得了这尊神灵遗退，未来一统天下，正道大地指日可待。好啊，很好，傅金，你做的不错。你做的不错，等本圣子得到了神灵遗退之后，你就跟着我回藏地神山吧。到时候我赐你大地丹，助你突破到半步大地之境，你就是藏地神山的大长老。嘿，多谢圣子。这些人怎么办？石棺的封印还没有完全被腐蚀，就让他们最后再尽一份力吧，将他们扔入到血池之中。是。苻坚，你出尔反尔，你不得好死！傅宗主，你放过我们吧，我们什么都不要，只求活命啊！我们愿意加入鬼皇宗，求宗主饶我一命。哼哼，能够为圣子大人出一份力，是你们的福气。将他们扔下去。果然有问题。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老实交代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小子，不会是吓傻了吧？区区王侯境的蝼蚁，就算是有些手段，这也不是你能嚣张的资本。傅坚，和他们废什么话？杀了他们。是。
小子，等你死了，我会告诉你的。你找死！杀了他！气灾天劫吗？此地压制天地法则，神童之力被削弱了。我们一起上，杀了他！一群不要脸的老东西，让道爷来教教你们该如何做人。找死！神灵一退。你找死！什么？好恐怖的剑芒！这是长生剑气。没错，就是长生剑气。小子，你坏我的好事，我和你不死不休！本圣子已经记住你了，整个灵界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本圣子已经记住你了，整个灵界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此情可待已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思，我就知道你没有死，只是你在哪里？凌云，看这种神道法则的凝聚程度，仙司肯定没有死。莫非他已经突破了这一界的限制，登临神界了吗？没有，仙司肯定还在这一界。这首诗之中蕴藏的，不只有长生剑气，还有几分仙司的本源之力。说是他离开了这一界，那本源之力也会彻底的消散。所以，我肯定他还在这一界，他还在等我。五彩神山的登天路，藏神窟，这其中到底有着什么秘密？仙司只留下了这一首诗，并没有留下其他的信息，说明就连他也没有把握，你就一定能够来到这里。我们仔细找找，或许还有其他的发现。你说的没错，这是分天神井上藏神窟的地图。莫非仙司去了藏神窟的深处吗？凌云，你看，这像不像是一座山？山上有一条古路，登临另外一界吗？五彩神山和登天路，那不是在原始古矿吗？怎么会出现在藏神窟之中？五彩神山和登天路，我也曾经听说过这种传闻。上古时期，传说人神两界互通，有一座神山沟通，登上神山就能够一直走到神界之中。或许那五彩神山就是传说之中的神山。看来藏神窟我们必须要走一趟了。凌云，藏神窟的深处无比的危险，有一些天地生养的僵尸，甚至堪比藏地神山的御史和天使。此行我们一定要小心。放心吧，这分天神井记载的路线虽然通往藏神窟的深处，但却避开了一些极其危险的神窟。只要我们小心一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好，藏神窟之中有很多神灵遗退死去了无数年，但却生出了灵智，成为了恐怖的生灵，实力强大无比，有不少的神道至宝。说不定我们这一次还能够有不少的收获呢。
爷爷，事情办砸了，2位长老战死，神灵一退，被一个小子抢走了。一个神秘的少年和一个道士抢走了神灵一退，石棺之中的剑气斩杀了3大半步大帝吗？看来那个少年应该就是凌云无疑了。凌云是谁？你这些天在混乱城之中并不知道灵界生的事情。7日之前，青龙谷过天神之城，青龙人皇被现世域外天魔夺舍，东方龙诀和陈帝2大大帝降临，而那个凌云更是以一己之力斩杀了东方天尊、九杀、破军和贪狼4大绝世天才。什么？那个小子竟如此厉害？很多人都怀疑凌云得到了焚天战绳的传承，因为在他离开之后，天神之石也消失了。这个小子身上的秘密可比一具神灵一退要珍贵的多了。焚天战神的传承？焚天战绳的传承不一定是真的，但天神之石和那小子身上的秘密，老夫很感兴趣。六子，你不要轻举妄动，我会尽快赶往葬神窟。这小子身上的秘密只能属于我。爷爷放心，有你的裹尸布，那小子奈何不了我。不过他进入了葬神窟之中，就怕那小子不知深浅，死在了里面。葬神窟嘛，葬神窟之中不但有神灵一退，更是有着一位绝世狠人呐。希望那小子命大吧。六子你自己小心，我会尽快返回的。焚天战神的传承吗？凌云啊，这是我的运道啊！穿过前面这几座神窟就到了。还好有天神之石，否则的话，我们俩恐怕走不到这里，就要埋骨在葬神窟之中了。天神之石我已经完全炼化了，可以化为小石头飞行，不会泄露任何的气息。我们就躲在天神之石中吧。那是……时光错乱，这是上古时期大战留下来的印记吗？地藏冥王，这是冥王寺的地藏冥王，他怎么会在这里？地藏冥王吗？竟然已经是封号的境界。若不是天神之石隔绝一切，恐怕我们瞬间就被他发现了吧。师弟，你坐镇此地3000年，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窟之中吗？主持师兄，你怎么有空来此啊？冥王寺的住持，不动明王，特来此为师弟送功德。以功德之力调动天地本源之力，冥王寺竟然舍得耗费如此代价。地藏冥王已经收了不少的功德之力，隐隐就要融入到葬神窟之中，彻底明悟这一方天地法则。他是想以此来进入神窟之中吗？看来我们不小心撞到了什么大秘密。师弟感觉如何？
能否进入神窟之中？还差一些，不过有师兄助我一臂之力，此行应该能够成功。好，若是能进神窟取出那件东西，也不枉我们耗费了如此之多的冥王寺功德。只是那件东西出世，恐怕灵界的生灵又要陷入到浩劫之中，到时候就算能一窥成神之秘，恐怕也免不了业火加身啊。灵界的生灵，哼，一群蝼蚁罢了，与我等何干呢？若是不能得窥成神之秘，我等恐怕很快就要化为一撮尘土，到时候一切都是空谈。好吧，在我进入神窟之后，恐怕那个人会出现，师兄该如何应对？那个人嘛，师弟放心，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对付他。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雷音寺那群老秃驴恐怕很快就会发现不对了，必须要尽快行动。师弟我万年累积的地藏神谋，加上无量功德和师兄的力量，当可破开这层枷锁。那就开始吧。冥王寺的无上神通，地藏神谋，万年不睁开双眼，积蓄了万年的力量，果然恐怖啊！倒是和雷音寺的闭目禅有些类似。给我破！界外天魔之气。就是他。又是你在坏事，给我杀了他！只将3世冥王、冥王寺的3大冥王同时出动。那块如同心脏一样的黑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仙司，你是仙司吗？什么？3世轮回，师兄助我，此太过恐怖，我真的已经登灵神境了。地藏师弟，靠你了，我去救江三世师弟。我们怎么办？绝对不能让冥王寺得到那颗黑骨。全是他，散发着天魔本源之气，这黑骨必定对于我天魔至关重要。只是冥王寺为何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它？是谁偷袭我？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哪里逃？该死！多年谋划，功亏一篑呀！我们走。碎尸万段，你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这处神窟，莫非是一处虚空通道吗？看不透啊！冥王寺的3大冥王出动，就是为了这颗黑骨啊！
黑谷和外面的神窟又有什么联系呢？不好！好奇怪的黑谷。凌云，你看他像不像是一个人？这黑谷不简单，竟然能够抽取和吞噬世界本源，若不是无字天书的压制，恐怕这片世界雏形真的就要被他给毁了。我猜冥王寺应该是已经得到了黑谷的其他部分，研究出了某些秘密，不然也不会想要抢夺黑谷。那道人影是弦思吗？我也不能确定。虽然那道身影修炼的是长生剑气，但是气息却和弦思一点都不一样。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面容，甚至是男是女都不清楚。凌云，你看，这是大世界的尽头吗？世界本源之地，法则与天道的尽头。怪不得三大冥王想要得到那颗黑谷，他们是想要来这里啊！大世界的本源之地，藏神窟竟然能够通向这里？不对，大世界的本源之地，竟然在被什么力量侵袭。果然是域外天魔的魔物，竟然能够引起本源之海的愤怒。那些魔光，就是域外天魔入侵的本源所在吧？大世界本源之海虽然很强，但是法则有缺，恐怕要不了多久，整个大世界都要生灵涂炭呢。弦思，真的是悬丝？不对，这是时空混乱留下来的时空印记，这说明悬丝曾经在这里出现过，那并不是弦思。时空印记吗？凌云，看来这1万年的时间，一定发生了许多事情。弦思应该已经突破到了神灵之境，但他为何没有飞升神界，反而出现在了本源之海，抵御域外天魔的入侵？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查清楚。你说的没错，虽然这只是弦思留下的时空印记，但我相信弦思应该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三大冥王被人拦截，就根本说不通。那个神秘的身影，应该就是弦思。我必须要尽快恢复前世的修为，到时候我就能够破开世界之魔，踏入到本源之海中。进入到本源之海，凌云，大帝也根本做不到，会瞬间被本源之海同化，成为本源的一部分。除非你能踏上无上神境。神境又如何？前世我就能够正道封号，这一世我一定要踏入无上神境。弦思，你等着我。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回去啊？无妨，天神之石中的世界雏形，本就是依附于大世界，我们直接驾驭天神之石回去就行了。那就好，我们走吧。林哥哥，你在哪里？我快要撑不住了。这里还是藏神窟。雷子，我们已经查探清楚了，东方龙诀只剩下了一个头颅，就躲在那座神窟之中疗伤。是冥王寺的冥尊，他们怎么会来追杀东方龙诀？
这东方龙诀竟然躲在了这里，看来袁天罡没有抓到他呀。我们要不要宰了东方龙诀，给袁天罡报仇？可以抓起来，交给袁天罡处置。怪不得敢对东方龙诀动手，原来是倚仗着这件大地器。李云，这18品血莲可是好东西啊，这乃是天生地养的无上神物，被冥王寺那群老秃驴炼制成了大地器，但是其中却蕴藏着先天本源的血气，若是能够得到，或许可以让你的肉身再进一步。就算是不入大地，就拥有大地体的神威，也不是不可能。18品血莲吗？冥王寺还真是好运道。传说中的无上神药混沌青莲，若是能够吞服下去，可以直接白日飞升，成就无上神境。但可惜，在后来的争夺中，混沌青莲分化成了12品金莲、12品黑莲和18品血莲。血莲在冥王寺，金莲在雷音寺，只有黑莲不知所踪。冥王寺的人，你们想趁火打劫吗？非也，非也。本座不是趁火打劫，只是东方大帝与我佛有缘，特来此想请东方大帝皈依我佛，成为我冥王寺的冥王。成为冥王寺的冥王？莫非你们真的不知道，本座乃是天魔？收容天魔，莫非你冥王寺想要和整个灵界为敌吗？天魔又如何？我佛的面前人人平等，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算是天魔，若是皈依了我佛，也是我佛最虔诚的信徒。更何况，我冥王寺又不是没有。哦，你是说，你冥王寺之中也有天魔了？东方大帝此言差矣，我冥王寺没有天魔，只有最虔诚的信徒。若是东方大帝愿意，我冥王寺没有天魔，只有最虔诚的信徒。若是东方大帝愿意，我冥王寺愿意以东方冥王之位相授。东方冥王，真是好大的诱惑。可惜本座不吃你们这群老秃驴的那一套，请回吧。东方大帝，我敬你是一代大帝，你可不要敬酒不吃罚酒。莫非你以为以你如今的状态，还有资格拒绝吗？区区一个皇者境9重的小辈，也敢在本座的面前嚣张？莫非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东方龙诀，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就不要怪我等降妖除魔了。布血莲伏魔阵，杀了他！这个小秃驴根本就没有想着劝降东方龙诀，而是暗中动手脚，布下血莲伏魔阵罢了。那你看，冥王寺的这些人杀得了东方龙诀吗？不一定，东方龙诀看起来遭受了重创，眉心都裂开了，元神不稳。他现在恐怕最多也只能够爆出半步大地的力量。而冥王寺有18品血莲，也有血莲伏魔阵，看起来好像是略胜一筹。但是我总感觉到冥王寺的人发现东方龙诀好像有些太容易了一些。你说的没错，堂堂大地强者，怎么可能那么轻易让别人发现他的疗伤之体？除非是他故意为之。故意为之？哼，原来是这样。能够让东方龙诀故意暴露行踪，他所图谋的恐怕也只有18品血莲了吧。
没错，说是得到了18品血莲，东方龙诀不但能够伤势禁欲，而且还能够有所精进。毕竟先天本源血气玄妙无比，值得他冒这个险。什么？不好！说起来，本座还真是该好好谢谢你啊！你以为你们真的那么容易就发现了本座的踪迹吗？若不是本座暴露踪迹，又怎么能将18品血莲给引来呢？哈哈哈哈哈哈！原来，你真正的目的是18品血莲。千魔王的力量。不枉本座谋划一番，这18品血莲终于到手了。出手吧，宰了这个老家伙。等一下，临死一击嘛，可惜你还嫩了点。东方龙诀，你敢杀我冥王寺的冥尊，抢夺本尊的18品血莲，莫非是想死吗？嘿嘿，不动冥王，若是你的本体在这里，我自然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区区一道元神印记，也敢在我的面前放肆？就是此时！是不动冥王，来得可真快。果真是老奸巨猾呀！18品血莲，就算是在冥王寺中，也算是无上至宝。如今倒是便宜了我们。你打算什么时候炼化它？现在还不是时候。18品血莲被冥王寺积炼多年，若是我炼化了18品血莲，恐怕他们很快就能够找上门来。而且我的天龙之体还没有修炼到圆满之境，还不到突破真龙之体的时候。冥王寺那些老秃驴，整日里就知道欺男霸女，佛祖的脸都被他们丢光了，远远不比雷音寺那些老家伙。我们拿了他们的18品血莲，也算是替天行道了。怎么，还在记恨1万年前你差点被冥王寺那尊冥妃采捕的事情吗？别提那件事了，冥王寺的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哈哈，好了，不说了。我们已经离开了藏神窟的区域，前面是两界城。两界城，看来到了蛮荒妖域吗？你想要去东海，必须要横穿蛮荒妖域。可惜两界城之中，并没有通向东海的虚空传送阵。两界城果然热闹啊！凌云，听说天香楼的美女一个个国色天香，比人族的美女还要有韵味。要不，凌云，听说天香楼的美女一个个国色天香，比人族的美女还要有韵味。要不，我们去见识见识？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这些小娘子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正需要道爷我去解救她们。道爷我这是在做造福苍生的事情，哪里没出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这怎么行啊？正所谓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我怎么能扔下你呢？走走走，道爷带你开开荤。1万年没来了，道爷想死你们了。林兄，在下见前，我在天香楼之中，还请过来一叙。剑尘，林兄快进来。剑兄，莫非是出了什么事吗？为何要这么小心？林兄，莫非你不知道吗？你得到焚天战神传承的事情，
已经在整个灵界都传开了。东方世家和星辰殿还真是阴魂不散，如此无中生有的事情，他们还真敢说。林兄，天神之石之中确实没有焚天战神的传承，众多大帝早就检查过天神之石了，所以各大圣地的那些老怪物应该不会相信。但是很多青年才俊都对你很感兴趣，还有一些刺客杀手都想要杀了你，找东方世家和星辰殿领赏。是啊，林大哥，我爷爷说了，让你小心点，要是有危险的话，就去我们魔熊山，我爷爷会帮你的。啊，我忘了介绍了，凌云，这位是熊黑子前辈的孙子熊小黑，这位是修罗宗的真传弟子程杰。熊小黑，程兄，万年前贵宗的修罗神帝，为天下10大封号大帝排名第3，不知他老人家是否还在世？林兄，修罗神帝祖师在万年前的大劫之中作化，或许是登临神界了，我也不是很清楚。原来是这样。林兄，你现在最好改变一下容貌，否则的话，恐怕会有很多的麻烦。嘿嘿，有什么好怕的？一群土鸡挖狗，谁要是敢来找死，直接杀了就是。道长，不可以掉以轻心。我听说不但有很多散修的半步大帝盯上了林兄，就连阴间殿也有杀手想要对付林兄。阴间殿？就连阴间殿也有杀手想要对付林兄。阴间殿？林兄，不如你加入我修罗宗如何？只要你加入修罗宗，就算是阴间殿也不敢动你。加入修罗宗？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修罗宗的意思？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说是你的意思，恐怕你也做不了主吧。说是修罗宗的意思，那我或许会考虑一下。是我修罗宗掌教大帝的意思。他说只要你愿意加入修罗宗，就是我修罗宗的真传弟子。什么？掌教大帝竟然看上了凌云？掌教吗？敢问贵掌教和修罗神帝是什么关系？修罗神帝的后人。啊，好吧，我会好好考虑的。剑兄，你为何没有回剑神阁？怎么来两界城？凌云，你不知道吗？灵虚要开启了。灵虚？什么时候开启？就在1个月之后，仍然是蛮荒妖域的圣山，所以不只是我们，很多人都来到了两界城等待。林大哥，和我们一起吧。以林大哥的战力，到了灵虚之中，我们必定能够横扫一切，抢夺到无尽的造化。好。夜风夜梦，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反抗了，乖乖的和我回万妖殿，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韩立，我们是不会跟你回去的。我已经给了你足够的纯元丹赎身，你凭什么还要抓我？赎身？你们兄妹都是我的奴隶，你的那点纯元丹，连1个人的赎身都不够，还想要逃走？再说，你们是我的奴隶，是我的私人物品，我抓你们可没有触犯两界的规矩啊！你明明说好的，只要10万颗纯元丹，我们兄妹就能够获得自由。10万纯元丹，哼！这些年要不是本少爷养你们，你们早就死了。区10万纯元丹就能够抵消本少爷的救命之恩吗？想要自由，可以拿出100万纯元丹，我立刻就放你们走。100万纯元丹，你没有100万纯元丹，就不要那么多废话，把他们给我抓走。住手！他们兄妹的100万赎身费，我给了。
你是什么人？这对兄妹是我的故人，他们的赎身费我给了，这是100万纯元丹。100万纯元丹，小子，你敢管我万妖殿的事情，真是胆子不小啊！韩兄，这位小弟是我的朋友，还请韩兄给小弟一个面子，就放了这2人吧。熊小黑，你算什么东西？就连你爷爷熊黑子在本少爷的面前，也不敢说让我给他面子。你混蛋！韩立，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可不要太过分了。拿着纯元丹，赶紧走。我还以为是谁呢，没想到是修罗宗的程杰啊！怎么，上次败在我的手里，这次还想要自取其辱吗？上一次若不是你仗着准大地气，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韩立，100万纯元丹你已经拿到，你可不要不知好歹。本少爷的奴隶，本少爷想放就放，不想放就不放。哼，是吗？这一对兄妹今天我还保定了，你想如何？少爷，他好像是凌云。凌云？哪个凌云？就是那个在天神之城之中杀了东方天尊、九杀、破军和贪狼的凌云。传说中得到了焚天战神传承的凌云。你就是凌云啊？想要赎下叶枫和叶梦也不是不可以，那焚天战神的传承来换。他是凌云，就是那个斩了东方天尊和星辰殿3大星子的凌云。莫非焚天战神的传承真的被他得到了？很有可能啊，你看他不过是王侯境的修为，能够斩了东方天尊，身上肯定有着大秘密。哼，万妖殿的韩立可不是好惹的，他背后的人物可是不灭妖皇，万妖殿的少公主。传说不灭妖皇已经突破了半步大帝之境，被称为最有可能正道的大帝的绝世天才。焚天战神的传承，不说我没有，就算是我有，凭你也配？这是100万纯元丹，不管你要不要，这一对兄妹我都要带走了。凌云，叶枫、叶梦中了我的奴印，你信不信只要我心念一动，他们就得死？你可以试试。少爷，我们怎么办？先让他嚣张一阵，不知死活。他既然敢来到两界城，那就不要走了。相信会有人对他感兴趣的。林兄，你今天暴露了之后，恐怕会有很多的麻烦啊。是啊，林大哥，万妖殿的那群人非常的嚣张霸道，韩立肯定已经记恨你了。今天在两界城，他不敢动手，就怕他会暗中出手啊。不用担心，区区万妖殿，我还没有放在眼里。多谢恩公的救命之恩。堂堂叶千珏的后人，怎么会成为韩立的奴隶？说说吧。恩公，你知道先祖？唉，叶千珏一代黑暗大帝，乃是昊天神帝的3弟子，我也听说过一些他的事情。而且，你们2人身怀黑暗血脉，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恩公有所不知，自从万年前那场大劫，先祖消失之后，我叶家就没落了，先祖的传承并没有留下来，再加上叶家人丁稀薄，叶家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叶家了。我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只剩下我和妹妹相依为命。几年前，在蛮荒妖域采药，无意之中被韩立抓去，成为了他的奴隶。你们2人是否愿意跟着我？叶梦的体质太弱了，若是不能及时觉醒黑暗血脉，恐怕有性命之忧啊。性命之忧？恩公，我们愿意跟着您，请您救我妹妹一命。叶枫就算是当牛做马，粉身碎骨，也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凌云，这小丫头的黑暗血脉很强，想要让她彻底觉醒，必须要黑暗属性的妖丹，至少也得是妖皇级别的。没错，而且想要完美觉醒，至少还需要几株圣药。这2阶城之中应该能找得到。我们先去珍宝阁看看吧。林兄，那些人鬼鬼祟祟的跟在我们后面，看来都是知道了你的身份。不用管他们。林小友大驾光临，我珍宝阁蓬荜生辉啊！天神之城一别多日，没想到老夫和林小友还真是有缘呢。陈长老，我们确实有缘。天神大会之后，因为灵虚即将开启，所以老夫是陪阁之中几个小辈来的。到时候进入到灵虚之中，还要靠林小友多多帮助啊。陈长老客气了，不过若是有需要凌云的地方，自然没有问题。那老夫就先谢过林小友了。林小友是需要购买什么东西吗？今天无论林小友要买什么，一律7折。多谢大长老，我需要黑暗属性的妖丹、阴阳灵果、虚幻黑金藤、天影神木，不知道珍宝阁有没有？林小友，阴阳灵果和虚幻黑金藤我珍宝阁正好有，但是天影神木和黑暗属性的妖丹太过稀有，而且价值极高。几个月前的珍宝阁的拍卖会上都已经被卖出去了。原来如此。不过我倒是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天影神木和黑暗属性的妖丹，只是什么？在晨曦的天妖街上有一家太古轩的小店，应该有天影神木和黑暗属性的妖丹。只是那位前辈的脾气太过古怪，生人勿近，很多都被他赶出来过，所以我也不确定你能不能得到啊。太古轩吗？能被大长老称为前辈，莫非那位店主人是大地强者不成？不入大地，却有大地神威。多谢大长老告知，我准备去试一试。林小友务必要小心，虽然没听说过那位前辈杀过人，但是他不高兴的时候，可是连真正的大帝都揍过一顿的。我知道了，多谢。圣女，你看此人如何？还不错。能够以王侯境的修为斩了东方天尊、九杀、破军和贪狼4人，可见他的身上确实有大秘密。不过最关键的是，此子心性坚定，恩怨分明，是个可靠的人。这一次进入灵虚，若是他能助我，应该能有5成的把握。这一次进入灵虚，若是他能助我，应该能有5成的把握。只有5成吗？5成的把握已经不小了。当年养虎为患，现在那些家伙可都跳出来了。若是我再不行险搏一把，恐怕还真要被他们给得逞了。圣女是否要见他一面？不必了。等到灵虚开启，我自然会去找他。这个小郎君，可逃不出人家的手掌心呢。天河神铁，天河神铁怎么卖？只换提升修为的大地丹1颗。哟，提升修为的大地丹，你是想抢劫啊？这么大一块天河神铁，再来个10块8块的还差不多。要换就换，
不换就走，不要影响我做生意。哎，可惜了。剑兄，若是你相信我，就再等等。天河神铁并不是最适合你本命神剑的材料。好吧。天元种花、墨竹草、星空暗金石，我的个乖乖，都是顶级的天才地宝啊！这种摊位上的宝物，有真有假，靠的是自己的眼力。若是能够淘到宝物，或许价值翻上10倍、100倍都不止。但若是买到了假货，那可就真是倒了血霉了。兄弟，这块神骨乃是黄金霸王虎体内的大地神骨，还有着黄金霸王虎的一丝血脉之力。若是你能够炼化这块大地神骨，将来正地大道指日可待啊！嘿，我确实想要购买这块神骨，但是200万纯元丹也太贵了，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纯元丹啊！那你有多少纯元丹？我只有150万纯元丹。150万就150万吧，我和你有缘，今天我就吃点亏，150万卖给你了。以后你正地大道的时候，可不要忘了提携我呀！哎，真的呀，你真是个好人，多谢多谢。虎子，小黑，嘿，小黑你怎么在这里啊？这2个家伙还真是激情四射。不过凌云，这个什么虎子还真是傻，花150万纯元丹去买一块破骨头，你就不打算揭穿那个家伙吗？小黑，你看看我找到了什么好宝贝？黄金霸王虎的大地神骨。若是我家老头子看到了，肯定会夸我的，这可是一个好宝贝啊！放心，既然是自家兄弟，自然不能让人当冤大头给耍了。这位道友，快点给我纯元丹呀！给了纯元丹，这块大地神骨就是你的了。哦，对不起啊，我这就给你纯元丹。且慢，小子，你想干什么？存心捣乱是不是？赶紧给我走，不要影响我做生意。小黑，虎子，说真是黄金霸王虎的大地神骨，150万纯元丹还真不算贵。但是拿黄金虎的骨头冒充黄金霸王虎，你这事做的，未免也太不地道了吧？什么？黄金虎？小黑啊，他们是什么人呢？这明明就是黄金霸王虎的大地神骨呀！那种血脉之力，我是绝对不会感觉错的。虎子，他是林大哥，相信林大哥的眼光。他说是假的，那肯定就是假的。这个坏蛋是存心要骗你。小子，你存心捣乱是吧？我韦欧在天妖界童叟无欺，信誉卓著。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个1、2、3，我和你没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黄金虎和黄金霸王虎虽然都是虎族，但是一个是普通虎族，一个是上古神兽一族。你这块骨头，乃是一尊半步大地境的黄金虎族体内的骨头。只不过，你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丝黄金霸王虎的血脉，将其涂在了这块骨头上，并且以无银花、天马草、换血溶灵骨将其炼制了一番，伪装成大地神骨的法则和血脉。这种手法确实很高明，恐怕就算是黄金霸王虎一族，也很容易被你蒙蔽过去。我说的对不对？你休要在这里胡言乱语！我这块明明就是从灵虚之中掏出来的黄金霸王虎的大地神骨，你污蔑我，莫非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今天你要是拿不出证据，休要怪我不客气。想要证据还不简单吗？黄金霸王虎的大地神骨坚若金刚，就连大地气都无法摧毁。我们可以试一试，看看你这块骨头到底有多硬，一试便知。来，我这柄大地魔斧只是准大地气。来，
我这柄大地魔斧只是准大地器，我倒要看看这块大地神骨是真是假。好啊，你这个骗子，竟敢骗你胡爷爷的纯元丹，我打死你！你给我等着，我记住你了，小子，下次别让你伟爷爷看到。你这个混蛋！多谢林大哥，要不是你，我恐怕真的就要被他骗了。无妨，你拥有黄金霸王虎的血脉，想要购买大地神骨也是应该的。不过你可要瞪大了眼睛，这街上的骗子可不少。跟着我吧，我知道灵虚之中有一件宝物，能够让你彻底进化成黄金霸王。真的，多谢林大哥。林大哥，以后我就跟着你了，你让我砍谁我就砍谁，谁敢对你不利，我就将他的脑袋拧下来。我们走吧。大地气、无上神经、绝世妖丹，不过都沾染了大木之气，果然是木王城的人。这是修罗神液、天心石剑、地狱三头犬的妖丹。吵死了！谁让你们进来的？不要影响老夫睡觉，都给我滚出去！前辈，我想买天心石剑，不知道需要多少纯元丹？不卖，老夫今天心情不好，不做生意，都滚吧！林兄，怎么办？无妨，等会儿他心情就好了。既然店家心情不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你给我站住！这是天命总纲。没错，就是天命总纲。你怎么会知道天命总纲？当然是我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不准走！怎么，木王城的人还想强抢不成？你果然知道老夫是木王城的人。既然如此，那就开价吧。只要你将天命总纲给我，无论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既然如此，那就开价吧。只要你将天命总纲给我，无论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天命9篇，你们得到了几篇？哼，公子果然是明白人。天命9篇，无数年来，我木王城也只是得到7篇而已，只差天命总纲和最神秘的天命第9篇。这么说，你是这一代木王城的木王了？不错，老夫就是木王城这一代的木王，木天机。木天机，好名字。天命总纲可以给你，但是我要9块完整的空间晶石，另外，我还要破解缩。什么？9块完整的空间晶石也就罢了，破解缩根本不可能。木王，天命总纲意味着什么？我想你比我清楚。9颗完整的空间晶石加上破解缩，非常公道。若是我心狠一点，就算是再加上神木剑，恐怕你也不得不给我。神木剑，你还真敢想？哼，好吧，我答应你，破解缩可以给你，不过完整的空间晶石，我们现在只有7颗，可以先给你7颗，等到另外2颗我们得到之后再给你。7颗就7颗吧。不过那颗地狱3头犬的妖丹、修罗神液、天心石剑、大地魔熊之骨、桃木剑，还有那柄虎王天刀都得给我。对了，我还有无影神木、
马马虎虎就这些吧。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啊！这是天命总纲的一部分，我相信穆王城的信誉，应该不会让我失望。等拿到破戒梭和空间晶石后就来找我吧，我就住在天香楼。天香楼嘛，林小友，灵虚开启的时候，你应该也会去吧？不错。若是凌小友能够在灵虚之中得到天命第9篇，希望林小友能够卖给我，到时候价格好商量。哦，你就这么确定天命第9篇在灵虚之中？而且就算在，恐怕我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吧。我相信林小友，到时候我穆王城在灵虚之中，而且就算在，恐怕我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吧。我相信林小友，到时候我穆王城也会有传人前往灵虚，还望林小友照拂一二。好，看在你这么多宝物的面子上，我答应了。多谢林兄，需要多少纯元丹？林兄尽管开口。你们认为我会缺少那点纯元丹吗？都是兄弟，没必要这么客气。若是你们不收下，那我可要生气了。林兄，这天命总纲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天命总纲是天命9篇的第1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穆王城或许你们没有听说过，这个势力一点都不比武道圣地弱，甚至还要更强。只是穆王城人丁稀薄，核心族人都受到了天谴禁锢，和九宫世家一样，终生无法突破到大地之境。天命9篇，传说中蕴藏着天命之力，只要能够得到完整的天命9篇，就能够打开血脉境，获得自由。穆王城以盗墓为生，数年来从很多上古大墓之中得到了无数宝贝，但最重要的，他们还是要寻找天命9篇。原来是这样，不入大地就已经拥有了大地神威。若是穆王城解开了血脉禁锢，那他们该会是何等的恐怖啊！夜风夜猫，今天我就为你们觉醒黑暗血脉，然后传你们黑暗天书，希望你们能够重现黑暗大地的荣耀，不要辜负你们的血脉之力。黑暗天书，昊天神帝是我的师尊，我得到了昊天神帝的传承，其中自然包括黑暗天书。什么？昊天神帝的弟子？我是长生宗的圣子，昊天神帝祖师有灵，私下传承于我。今天你们觉醒了黑暗血脉，得传黑暗天书，以后你们就是长生宗的弟子，清楚了吗？是，拜见圣子。好了，起来吧。你们守紧心神，盘膝坐好。这股黑暗血脉，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既然如此，那就趁着这个机会，把黑暗天书也传给你们吧。天地之初，黑暗之源，众生归虚，万物之宗。破天而生，容天而灭。还有这些大神通，全都赐给你们，究竟能够领多少，就看你们的造化了。还有这些大神通，全都赐给你们，究竟能够领多少，就看你们的造化了。怎么回事？林大哥，你终于出来了。林大哥，3天前你闭关之后，亮道长、剑大哥和程大哥也都纷纷闭关了，但是藏地神山的邓子就送来了战书要挑战你。没错，那个什么邓子说你就是浪得虚名，杀了东方天尊和星辰殿的3大星子是因为袁天罡的帮助，说要和你堂堂正正一战，但是由于你闭关，那家伙就说是你心虚了，在2界城之中到处抹黑你。藏地神山，林大哥，
他们又来了。这3天，他们天天在天香楼之外叫骂，说你是缩头乌龟，还说你就是他的手下败将。走，我们去看看。虎子，我们走。这下那些混蛋要倒霉了。东方天尊都被林大哥给宰了，那个什么狗屁圣子肯定也是找虐的命。林云，你个缩头乌龟，有本事就出来一战，我家圣子大人3招就能够灭了你。我龟缩3天了，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别说圣子大人，我就能够斩了他。这林云还真是惹祸精啊！之前得罪了星辰殿和东方世家不说，怎么又惹上了藏地神山这群疯子？哼，可不止这些呢。你不知道3天前林云抢走了韩立大人的奴隶吗？韩立大人对他也是很不爽的。传说他得到了焚天战神的传承，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不管那是真是假，他不过区区一个散修，身后又没有强大的武道圣地为他撑腰，自然就成了人人都想要捏一把的软柿子了呗。哎，韩立来了。弟兄啊，林云还是当了个缩头乌龟，不愿意出来吗？没错，韩兄，都说这林云斩了东方天尊，杀了九杀、破军和贪狼这3大星子，如今看来恐怕是言过其词啊。弟兄啊，那林云要是铁了心当缩头乌龟，莫非你还真打算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哦，韩兄有什么高见？两界城虽然禁止私斗，韩兄有什么高见？两界城虽然禁止私斗，但若是本少爷的奴隶被本人抢走了，本少爷去将其抓回来，那可就不是私斗了。哼，高啊，韩兄！只要将那个林云逼出来，恐怕他想不接受我的挑战都不行。弟兄，看我的！本少爷的奴隶被人抢走，就在这天香楼之中，你们给我进去将人抓出来。是。大胆！这是我修罗宗的驻地。韩立，你是想要引起修罗宗和万妖殿之间的战争吗？引起修罗宗和万妖殿之间的战争？哼，你也配！你天香楼私藏重犯，抢了本少爷的奴隶，本少爷今天就要拆了你这天香楼！住手！这就是凌云啊，看起来不过就是16、17岁的少年，也没3头6臂啊。他是怎么杀得了东方天尊的？藏地神山的圣子，我不明白。之前你都从我手里逃过一次了，现在哪里来的底气，敢来挑战我？林云，你终于舍得出来了。林云，藏神窟之中，你抢走了本座的神灵一退，并且害死了我藏地神山的3大长老。今天我就要为他们报仇雪恨，敢不敢和我一战？神灵一退，邓子，你可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连你都带不走的神灵一退，你认为我能够带得走吗？你藏地神山的3大长老是被藏神窟之中的杀机磨灭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可没兴趣接受你的挑战。林云，不管你怎么说，神灵一退都被你抢走了，并且害死了我藏地神山的3大长老。有种的话，就和我一战。不好意思，对于我的手下败将，我没有兴趣出手第2次。林云，在藏神窟之中，若不是因为那尊石棺的异动，你早就死在了我的手里。不要逞口舌之力。林云啊，你如此推三阻四，看
看来所谓的天才也不过如此嘛。东方天尊和星城殿的3大星子，也不知道是你用什么手段来害死的。东方天尊和星城殿的3大星子，也不知道是你用什么手段来害死的。凌云，是男人的话就跟我战一场，若是你能赢了我，这颗化神大地丹就是你的了。化神大地丹吗？莫非是藏地神山的大帝在背后操纵吗？好，既然你想送给我化神大地丹，我若是不收下，还真是辜负了你这番好意。你的挑战，我接受。很好，凌云，你放心，等你败在我的手里的时候，我肯定会好好招待你的。准备好化神大地丹，它是我的了。休要逞口舌之力，我们决斗台上见吧。凌云，就凭你还想要和弟兄一战，真是不知死活呀！等会儿我倒要看看，你能在弟兄的手里撑几招。林大哥，那个正子太嚣张了，等会你一定好好教训他一顿。林大哥，我压了30万纯元丹，这是我所有的家底了，你可一定要赢啊！哎，林大哥，我压了150万纯元丹，赔率是多少？1赔3。林大哥，你要是赢了，虎泽可就要收回450万纯元丹了。你们倒是相信我，既然这样，我也不能让你们输了那么多的纯元丹。我要压注，这是1000万纯元丹。什么？你压谁？当然是压我自己。你们藏地神山可要准备好纯元丹，否则等一会儿要是没有3000万纯元丹给我，那我会很不高兴的。这凌云就这么自信他能赢？第5圣子和东方天尊不一样，我听说第5圣子手里可是有着一件完整的大地器，已经立于了不败之地。凌云哪里来的地气？哎，这个还真不好说呀。看他如此自信，说不定也有着强大的底牌。若是凌云也有大地气，那这一战可就好玩了。就算是他有大地气又如何？区区王侯境的修为和第5圣子之间相差了一个大境界，根本挥不出大地气的威能。凌云输定了。凌云，今天一战你死定！无论是神灵遗退，还是焚天战神的传承，都将属于我。哼，废话真多，要战就战，解决了，我还准备回去闭关修炼呢。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来得好！我就知道这小子只是浪得虚名，肉身强大又如何？莫非他还能抵挡得住大地气不成？该死！
没想到圣子竟然有玉尸，这下凌云死定了。没错，玉石无比的珍贵，传说乃是以陨落大地的尸体炼制而成，就算是以地神山的秘法，也要积炼几千年。每一具玉尸都是藏地山的至宝，这一具玉尸出手，想要斩杀一个半步大帝，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凌云这下可是踢到铁板上，他的肉身强，难不成还能比得上玉尸吗？能够飞天遁地、虚空挪移的玉尸吗？凌云，今天我就要告诉你，我才是灵界的绝世天才，而你只是一个蝼蚁般的废物。我倒要看看，传说中的玉尸到底有多强。我倒要看看，传说中的玉尸到底有多强。果然凶悍。说是我的修为突破到了皇者境，凝聚了神通法印，天龙之体才能够彻底的大成。到时候，就算是这具玉尸，也能够一拳轰杀。这凌云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战力！玉石天火，天灭地，玉石天火吗？不过如此。大帝，不过，可惜你打错了主意。无字天书，给我镇压了！什么？凌云，你果然得到了焚天战神的传承。这天书绝对是无上的神器呀！不管是不是焚天战神的传承，你都死定了。没想到堂堂藏地神山的大帝，竟然会藏在玉石之中暗算我。凌云，老夫藏地神山太上长老帝臣，只要你愿意将焚天战神的传承献给老夫，你就是我藏地神山的圣子。未来老夫必定会助你正道大帝。藏地神山的圣子，本少爷不稀罕。凌云，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否则等老夫现在这一丝元神被灭，到时候你必死无疑。死吧！你败了。你怎么可能？刘子，先回来！凌云不简单，身上有大秘密。凌云，算你赢了。刘子，先回来！凌云不简单，身上有大秘密。凌云，算你赢了。不过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你一定会死在我的手里。这凌云竟然赢了，这小子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战力？看来只能等大师兄出手。灵穴开启，大师兄必会前来，到时候一定要宰了这个小子。嘿嘿，我就知道林大哥肯定会赢的。
林大哥威武呀！什么藏地神山，什么星辰殿，什么东方世家，通通都是废物，根本比不上林大哥。拿来，快把我的纯元丹给拿来。3000万纯元丹，或许还是不够啊。啊，原来还有后手吗？自成空间，引我入瓮，真是好手段呢。就是不知道是阴间殿的刺客，还是天庭阁的刺客了。星辰殿，东方世家，莫非已经和藏地神山联手了吗？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陪你们玩一次大的。正好我的无上神通还缺很多，就让你们成为我踏上皇者之境的资粮吧。林大哥，你没事吧？我没事，出手的人已经被我宰了。林大哥，刚刚那个是地狱空间，是阴间殿的刺客出手了吧？他们可不会那么善罢甘休的，下一次应该会派出更强的刺客来。林兄，阴间殿的那群疯子竟然敢在两界城动手，说明他们还真是无所顾忌，你一定要小心啊。林大哥，这一次的灵虚开启，我修罗宗的大师兄也会来，到时候你就直接加入修罗宗吧。阴间殿吗？林大哥，这一次的灵虚开启，我修罗宗的大师兄也会来，到时候你就直接加入修罗宗吧。阴间殿吗？来一个我杀一，来2个我杀一双，早晚要将这2大刺客组织夷为平地。你们不用担心，如今灵界之上，大地不会行动，很多大地都在天外世界历练，而大地境以下，谁敢来找死，我就成全他。没错，凌云，有什么好怕的？那些个不要脸的东西，就允许他们欺负别人，不允许别人反抗。正好在灵虚之中，我们干一票大的，将他们一网打尽。叶枫和叶梦要出关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黑暗血脉，真是恐怖啊！这简直比阴间殿的刺客还要恐怖啊！参悟黑暗本源，觉醒黑暗血脉，传承黑暗天书。叶枫叶梦，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你们的血脉，不要辜负你们的先祖叶千珏。多谢圣子的再造之恩，我们兄妹就算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圣子的大恩大德。起来吧，我们都是同宗同源，以后有我在，谁都不敢欺负你们。更何况，你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强的力量。圣子，其实我们叶家之所以会衰落到如此地步，都是因为阴间殿。我叶家的先辈，只要发现有黑暗血脉的，全都被阴间殿的人抓走了，抽取了黑暗血脉来练功。我们的父亲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被阴间殿的人杀了。圣子，请允许我们找阴间殿报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阴间殿，真是该死！你们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会将阴间殿连根拔起。你们若是想要报仇，那就努力修炼。多谢圣子，我们一定会努力修炼的。爷爷，若是我催动神皇果实部的力量，凌云必死无疑。你为何要让我认输啊？
凌云的身上有古怪，你不能轻易出手。我的本体还在星空世界呢。凌云的身上有古怪，你不能轻易出手。我的本体还在星空世界呢，单是这一道化身，恐怕都不一定能够杀得了凌云。这一次，我和你一起进入灵虚，在灵虚之中设下杀局，斩了凌云。到时候焚天战神的传承就是我们的了。爷爷，凌云身上真的有焚天战神的传承？有很大的可能啊。就算不是焚天战神的传承，也必定有着大秘密。爷爷，灵虚禁止大地的力量，你就算是藏身于神皇果实部，恐怕也还是容易被发现吧。无妨，我自有办法。穆城主，多谢，这是天命总纲。林小友，若是能够在灵虚之中找到天命第9篇，还请卖给我穆王城，价格一定会让你满意的。穆城主客气了，穆城主到时候必定也会进入灵虚之中吧？以穆城主的实力，说是灵虚之中有天命第9篇，肯定会落在穆城主的手中。太爷爷，你为何如此看重凌云，甚至连破戒缩制等至宝都拿给他了？穆轩呐，凌云这小子不一般呢，他的身上有万年前内卫的气息。内卫？昊天神帝凌云？莫非凌云是昊天神帝的传人吗？不止如此啊，我怀疑凌云是昊天神帝的转世之身。恐怕你是不知道，昊天神帝的本名就叫做凌云。昊天神帝的转世之身？能够有天命总纲，并且对我穆王城如此了解，凌云本来就不是常人呢。这些年，我推演天命秘术，隐隐能够看到凌云和昊天神帝的关系密切。这些年，我推演天命秘术，隐隐能够看到凌云和昊天神帝的关系密切。所以这一次进入灵虚，你一定要教好凌云，或许他真能够找到天命第9篇。太爷爷，你有些太看得起凌云了吧？他不过是王侯境9重的修为，而且树敌颇多，在灵虚之中恐怕是危机重重啊。不要小看他，若他真是那位的转世神，敢和他为敌的，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在灵虚之中，能帮他的一定要帮。这或许是我穆王城的最后一个机会。是。太爷爷，您不打算进入灵虚吗？唉，我倒是想进啊，但恐怕根本不可能进去。我的境界太高，若是进入灵虚，恐怕会引起那些存在的注意，为灵界引来灾难。冥王普照，我佛永恒。冥尊驾临，诸人退避。冥尊？
看来那个明尊只是一道分身了，18品血莲都丢失了，竟然还如此的淡定，真是难得。灵尊大师，我家妖皇已经恭候多时了，请随我来。妖皇？莫非是不灭妖皇吗？见过不灭妖皇殿下。明尊大师不必多礼。半步大帝吗？殿下，这一次灵虚开启，我会全力助你夺得妖圣的传承。不过，你们确定那个地方已经开启了吗？不错，那个地方的结界无数年来越来越弱。这一次开启，我们必定可以打破结界，进入那最核心的地方。只要你助我本座夺得妖圣传承，待本座彻底整合了妖族，进入那最核心的地方。只要你助我本座夺得妖圣传承，待本座彻底整合了妖族，万妖殿就会出动至强者，和你冥王寺一起进攻上雷音寺。多谢殿下。不过这一次灵虚开启，恐怕东海幽玄水府、南海的火焰山，还有诸多妖族大能，恐怕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到时候必定会一场龙争虎斗。贫僧听说，东海的大太子敖战天，还有火焰山的陈辉都会前来，争夺那最终的妖圣传承。这事关妖族之主的大位，竞争肯定会无比的激烈。竟然打起了妖圣传承的主意吗？怪不得这一次灵虚开启会有那么大的动静。妖圣传承应该只有妖族强者才能够得到。如此说来，万妖殿、玄幽水府和火焰山这3大妖族圣地，才是这一次灵虚最激烈的争夺者。大师放心，东海的那群爬虫，还有南海的那些火鸟，都有人对付。灵虚之中的妖圣传承，只可能属于本座。天下深谋远虑，相信殿下得到了妖圣传承之后，必定可以一举正道大帝。哼，有意思。不灭妖皇竟然想要图谋妖圣传承吗？你就是凌云？我是凌云。你是什么人？哼，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嘛。我是火焰山的陈辉，以后离小五远一点，否则不要怪我不客气。火焰山陈辉，没听说过。我离谁远一点近一点，那要看我的心情，和你有什么关系？让开，好狗不挡道。凌云，你敢骂我？陈师兄，你够了！我说过了，我的事情不用你管。小五，你不要叫我小五。我的事情不用你管。小五，你不要叫我小五。陈师兄，我们没有那么熟。凌云，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这一次灵虚开启，我会保护你的。林兄，你还真是眼福不浅啊。林大哥，我简直是太佩服你了，我熊小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命呢？林大哥，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口叫嫂子了？怎么那么多废话？都给我滚蛋！你在无尽海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在无尽海中，
其实也没有遇到太大的危险。我就知道，以你的天赋，无论到哪里都是最耀眼的。哈哈，那你还真是对我有信心。不过，我也相信是这样的。你们这一次去灵虚，为的也是妖圣的传承吧？你也知道妖圣传承？没错，这一次师尊算定了，灵虚之中的妖圣传承必定会重现天日。谁若得到妖圣传承，谁就能够成为妖族之主。所以万妖殿、幽玄水府、火焰山，还有无数的妖族大能都被惊动了，这一次都想要争夺妖圣的传承。你有把握吗？没有，我这一次去灵虚，实际上就是历练一番，争夺妖圣传承的主力是陈辉师兄。师尊说了，这一次就算是得不到妖圣传承，也不能让万妖殿得到。陈辉吗？他要是想和万妖殿争，恐怕很难啊。你说的是不灭妖皇吧？这一对父子都是野心勃勃之辈。通天妖尊曾经想要迎娶我师尊，结果被我师尊拒绝了。他儿子也想要迎娶幽玄水府的长公主，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整合三大圣地，一统妖族。迎娶火焰山之主，这通天妖尊的野心果然不小。所以我们这一次准备和幽玄水府结盟，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不灭妖皇得到妖圣传承。和幽玄水府结盟吗？这倒是个好主意。而且灵虚之中有无数造化和大机缘，到时候跟着我。这倒是个好主意。而且灵虚之中有无数造化和大机缘，到时候跟着我，或许能够让你得到一桩大造化。哎，你们看，灵虚要开启了。九婴一族的少族长来了。哎呦，这天马一族的少族长马俊杰也来了。这家伙据说是胆小如鼠，而且十分的好色，也不知道怎么能成为少族长的。那个是幽玄水府的大太子敖战天。站在敖战天身边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修罗宗的大弟子李景明啊？还真是李景明。李景明那可是修罗宗千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如今不到100岁，就已经成就了半步大帝了。据说他的修罗战天经已经大成了，手中斩杀过不少的半步大帝的老怪物。那龙族竟然和修罗宗在一起，莫非这两大圣地联合了吗？你看，火焰山的绝世天才陈辉。这个陈辉可是有着上古神兽火凤凰的血脉，虽然只是皇者境9重，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要突破到半步大帝了吧。火焰山的绝世天才啊，不是听说这一次火焰山之主新收的弟子那位凤女也会前来吗？怎么只有陈辉一个人呢？见过龙兄，客气了。这是不灭妖皇。已经度过了地劫吗？灵虚即将开启，那陈辉也就算了，这个不灭妖皇可是你最大的劲敌啊。那是冥王寺的冥尊吗？他倒是找了一个好帮手。恐怕还不止如此啊！我听说藏地神山、新城殿以及东方世家，好像都在暗中支持了万妖殿。这一次想必都会派出强者前来。
藏地神山的镇子来了。东方世家的东方铁骑，那是新一代的东方王。东方世家的东方铁骑，那是新一代的东方王。果然是这几家，万妖殿还真是好大的魄力。剑神阁的大弟子剑独尊，是珍宝阁的人。这是珍宝阁的圣女苏美娘。不愧是石尾湖的一族，这苏美娘果然是天生媚骨，绝代风华呀。也不知道这苏美娘到底觉醒了几尾的血脉。他恐怕是不得不来了。珍宝阁两派之中，他石尾湖一族示弱，就快要被那人族给一派吞并了。若是此女愿意当本座的侍妾，或许我可以帮她解了珍宝阁之危。哎，这个妞不错，道爷我喜欢。混蛋，竟敢亵渎苏仙子！那个牛鼻子老大，你是要找死吗你？这家伙太猥琐了，混蛋！敖兄啊，那位就是凌云，王侯境9重的修为，竟然能够折了东方天尊和星辰殿的3个废物。果然天赋不凡啊！从一个小小的八荒大陆成长到了如此境界，确实天赋不凡。凌云身具龙族血脉，你们幽玄水府要是不要，那我修罗宗可就不客气了。正好师尊说了，无论如何都要把凌云收入到我修罗尊的门下。哼，你想得美！龙族的人怎么可能拜入你修罗宗的门下？不过藏地神山、星辰殿和东方世家，恐怕都是对他恨之入骨了。臭道士，你敢亵渎苏仙子，还不跪下来认罪？就是，这个臭道士太不要脸了，看老牛我撕破他的脸！哼，就你这点修为，也敢捋道爷的胡须？滚回家吃奶去吧！滚回家吃奶去吧！王者境9重的修为，师妹，你作为我堂堂火焰山的圣女，要顾及自己的身份，可不要什么杂七杂八的人都混在一起，平白丢了我们火焰山的脸。哼，展师兄，我和谁一起是我的自由，用不着你来管。哼，你是什么东西？男不男女不女的，火焰山怎么会有你这种货色？你臭道士，我杀了你！嘿嘿，被我说中了，你这是恼羞成怒要杀人了，当道爷怕你不成？凤凰祭9天，这是大地杀伐术。凌云，你的这位朋友恐怕很难抵挡啊。放心吧，良辰道人可没那么容易败。若是你能够参悟出凤凰姬9天的力量，或许我还怕你几分。不过，
领悟了凤凰级7天的力量，也敢在道爷的面前嚣张？杀！灵虚开启了，冲啊！灵虚的门户是随机传送，大家小心。仙人大爷，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这些人都已经进入灵虚之中了。不要管他们，就算他们进入到了灵虚之中，也得不到那最终的传承。日天，听仙人大爷的话，那妖圣传承必定属于你。仙人大爷，我可是纯正的人族血脉，太阳圣体，那妖圣的传承真的能够选择我？放心吧，我跟妖圣很熟，我说传承是你的，谁都抢不走。我跟妖圣很熟，我说传承是你的，谁都抢不走。那我们这回要是遇到了凌云怎么办？好他干什么？你以后将会是统领天下、威震八荒的日天神帝。要是真遇到了他，那就宰了那个小子，抢了他的无字天书。好嘞，宰了凌云那个家伙，让他还敢跟我作对。你老了的，你吓死爷爷了！哎，那小子，你给我等着，爷爷早晚灭了你！想跑，给我留下吧！那小子，你追你爷爷干什么？滚回家吃奶去吧！爷爷可不是你能够追得上的。骂呀！你怎么不骂了？我想一下，等我抓到你，该怎么吃你呢？是油炸还是清炖？或者说，和妖兽一起炖汤，那滋味应该不错。救命！钻到地下也没用。救命！救命！你还是乖乖的给我过来吧。放心，我不会一次性将你吃掉的。看你这白白胖胖的样子，炖汤也能炖好几次。我叫你爷爷，你是我爷爷，我不好吃，我真的不好吃啊！爷爷，你去找其他的圣药吧。这灵虚之中天才地宝那么多，你干嘛老是盯着我不放啊？哎呦，爷爷祖宗，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放了你？你不是骂得欢吗？本来我还不打算抓你，但你这么嘚瑟，我总要教教你怎么做人不是？啊，不对，是怎么做神药。嘿嘿，终于抓到龙香鱼了。哎，不是龙香鱼，这好像是一株灵药，怎么像个大萝卜？有人认识这株药吗？我就是大萝卜，不是什么灵药，你们认错了，快放了我吧，几位大爷。这好像是传说之中的通天大义身，这好像是传说之中的通天大义身。什么？无上神药？会说话的灵药，我还从来没见到过呢。果然是无上神药啊，竟然拥有这么强的灵智。嘿，无上神药，若是交给少族长，我就是大功一件。说不定少族长吞下这大萝卜，就能够争到大地了，一举夺得妖圣的传承。我说诸位，
这个大萝卜是在下的东西，我追了这么久，反而落在了你们手里，你们看，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你是凌云？凌云，这可不是什么大萝卜，这是通天大义参，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宝物，恐怕和你没有关系吧？我追了通天大义参几万里，就这么被你们得了便宜，只怕说不过去吧？交出来，我放你们离开。凌云，你不过区区王侯境9重的修为，有什么好嚣张的？哼，就是，就凭你也杀得了东方天尊，看来传言真是误人啊！凌云，你竟然敢打我九婴一族的宝物的主意，找死！给我杀了他！抢了我的通天大义参，还想要杀人吗？真是不知死活呀！真他姥姥是一个煞星啊！这下我惨了！你放开我！你放开我！爷爷，我宁死不屈！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爷爷，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哎呦，挺有骨气啊！原本我还打算留下你的小命，现在看来，不吃你都不成了。哎呦，我错了，小祖宗，我真的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吃我真的一点都不好吃，又老又硌牙。我知道灵虚之中啊，有很多的天才地宝，你放了我带你去抓那些家伙。小祖宗啊，这座湖里有上古异兽龙香鱼，蕴藏着一丝真龙血脉。这座湖里有上古异兽龙香鱼，蕴藏着一丝真龙血脉，对于提升肉身之力有极大的好处。龙香鱼吗？看来你有点作用，那就暂时先留下你的小命。多谢小祖宗，我一定会把整个灵虚都给你翻出来，把那些圣药、神药、灵根、灵果都给你抓来。话先别说的那么好听，你应该进化出了药神了吧？献出你的药神烙印，我就放了你。不错，你小子没有骗我，放心吧，只要你卖力干活，体现出你的价值，我就不吃你。相反，还会找到本源精华，助你突破到神药之境。真的？当然是真的。以后为了防止别人认出你，你就叫大萝卜，把你的身躯都收起来。大萝卜，这个名字太难听了，能不能换一个？不能。大萝卜就大萝卜吧。主任，那些龙香鱼可是大大的狡猾。刚才那些蠢货要用网来捕捉龙香鱼，切，再过个100年也抓不到。哦，你有什么办法？其实很简单，龙香鱼最喜欢吃的就是龙香草，这湖泊周围的山谷之中肯定有龙香草，只要拿到龙香草当诱饵，到时候一抓一个准。龙香草吗？一条条招太费劲了，看我干一票大的。这是什么？龙香散，龙香草的药性被强化了100倍，再加上其他妖兽的精血，恐怕龙香鱼就要迫不及待了吧？龙香鱼来了，快抓呀！这么多龙香鱼，这下发达了。不要着急，大家伙马上就来。来了，哪里逃？
龙香鱼？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龙香鱼？大哥，有了这条龙香鱼，说不定我们的血脉就能够再做突破，一定要得到。我杀了这个人。有了这条龙香鱼，说不定我们的血脉就能够再做突破，一定要得到。我杀了这个人，你去抓龙香鱼。好，这么大的龙香鱼王，绝对是无上至宝呀！找死！交出龙香鱼！交出龙香鱼！大地气，你们这是在找死！你想怎么死？你到底是谁？怎么会这么强？你放开我妹妹，否则我就将你碎尸万段！恐怕你们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处境呢。混蛋，你怎么敢！飞廉一族的废物，也敢打我的主意？你可以去死了！青云宫，飞廉一族的镇族之宝吗？虽然是大地气，可惜有些残缺了。正好此行，我也要去一趟幽玄水府龙族，而龙族最不缺的就是龙晶。这青云宫若是配合真龙晶当弓弦，必定能够恢复其全盛之力。大萝卜，你个混蛋！你不过是一株药，为什么要偷吃龙香鱼？不是你说要帮我进化成神药的吗？想要进化成神药，我必须要吞噬万物之精，我采天地之华。区区几十条龙香鱼，难道还比我珍贵不成？那你什么时候能进化成神药？这些个龙香鱼的神性精华不足。那个大家伙，你给我抓个10条8条，或许就够了。10条8条，你还真敢想？那，主人，我们去妖圣绝壁吧，那里有不少珍贵的神药，甚至是准神药。我们去妖圣绝壁吧，那里有不少珍贵的神药，甚至是准神药，最好将他们全都抓起来。妖圣绝壁，那里好像是灵虚的药源，里面有无数珍奇的灵药，不过禁制重重，步步杀机。你不会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吧？我是被那些家伙赶出来的，若是我再不走，恐怕就要被他们给联手灭了。幸好我跑得快。主人，我们杀回去报仇吧。被赶出来了？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赶出来的？其实就是一件小事了。那妖圣绝壁之上之所以有很多的灵药，是因为其中孕育了天神泉。我只不过一不小心抢了他们去年1整年的天神泉罢了。抢了1整年的天神泉，怪不得人家要和你拼命。敢抢本少爷的天罗网，还杀了我九阴一族的人，简直是找死！能够抹掉少爷你的元神烙印，恐怕至少也是半步大地的修为。不过那人已经走了，我们还是赶往妖圣绝壁和万妖殿会合吧。走吧，到时候看看谁有龙香鱼，
谁就是抢走本少爷天罗网的人。我们先去妖圣绝壁。那里就是妖圣绝壁。妖圣绝壁，传说是妖圣作化之地，有着神韵弥漫，还有天神泉滋养，所以才形成了这么一大片药园。妖圣绝壁之中有没有真正的神药？或许有，但是我并没有见到过。我的那几位老兄弟都只是准神药，不过圣药倒是不少，至少有几百株呢。几百株圣药吗？或许妖圣绝壁之中应该有我要找的那几株圣药。主人，妖圣绝壁上有虚空裂缝，也有古老的沙阵，还有被污染的神血，危机重重。不过你按照我说的路线，绝对安全。很好，你先告诉我，有没有混元一气草、阴阳空灵木、五行大道莲？若是有的话，就带我先去找这3株圣药。阴阳空灵木和五行大道莲。若是有的话，就带我先去找这3株圣药。阴阳空灵木和五行大道莲妖圣绝壁有，而且还不止1株。不过混元一气草确实没有。没有混元一气草吗？那就先去找阴阳空灵木和五行大道莲吧。果然是阴阳空灵木。这片禁制乃是天然生成，阴阳煞气汇聚，十分的强大，只要破开禁制就行。阴阳煞气禁吗？好玄妙的禁制。这是什么宝贝？主人，有了这件宝贝，妖圣绝壁的圣药对你来说简直是如履平地啊！大胆，把阴阳空灵木交出来！幻药店的人，你是凌云？你们要我交出阴阳空灵木？不敢。凌云大人，我就是想要问一下，您手中的阴阳空灵木能不能卖给我们呀？只要您愿意，价格好商量。你们要阴阳空灵木干什么？是我家殿下要我们收集各种圣药的，阴阳空灵木就是其中之一。我也不知道殿下用来做什么。不灭妖皇吗？告诉不灭妖皇，阴阳空灵木就在这儿，他要是想要，尽管来找我。大人，阴阳空灵木被凌云拿走了，怎么办？怎么办？有本事你去从凌云那里抢回来。快去禀报韩立殿下吧，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处置的。不灭妖皇竟然在大肆的搜刮妖圣绝壁的圣药，他想要干什么？应该是被万药店的人捷足先登了。走，我倒要看看万药店想要干什么。什么？阴阳空灵木被凌云抢走了？没错，启禀二殿下，那凌云临走时还放下狂言。阴阳空灵木被凌云抢走了？没错，启禀二殿下，那凌云临走时还放下狂言，说阴阳空灵木就在他的身上，想要拿，就让大殿下亲自去找他。这韩立的本体竟然是上古异种九头火焰狮吗？找死！韩立，凌云那小子虽然嚣张，到时候自然大殿下会收拾他。我们现在
最重要的是将这些搜集到的圣药送给大殿下。有了这些圣药，大殿下的把握应该又能多上不少。长老说的没错，不过我们这么多人马搜集，甚至损耗了好几件强大的秘宝，也不过是只是搜集了20几株圣药，效率太慢了。妖圣绝壁的危机重重，而且禁制又太强，尤其是那几株准神药十分的滑溜，竟然能够遁入到那些杀阵之中，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将现在这20几株圣药送给大殿下吧。至于那些准神药，等到大殿下事成之后，自然可以一一抓回来。唉，好吧，我亲自去送，你们留下来继续搜集圣药，尽可能将那几株准神药也抓住。坏了，那家伙怎么会突然苏醒了？这棵古树，莫非是传说中的天妖神树？没错，就是天妖神树，不过现在应该叫天妖魔神树了。这家伙被域外天魔的魔气侵染，已经化成了半妖半魔的存在，强大无匹。我们快走吧，不然可就要完蛋了。有什么好怕的？放心，在我的这件宝贝里，天妖魔神树也发现不了我们。不好，海丽，你快走，我们挡住这棵魔树。没用的，这两个老家伙也是送死。天妖魔神树非大帝无法抗衡，这家伙苏醒了，恐怕灵虚之中那些家伙就有难了。少废话，我们走。该死！嘿，主人，你越来越阴险了。嘿，主人，你越来越阴险了，我喜欢。虚空大地符，这家伙身上的好东西还真不少。主人，你为何不宰了他？干嘛这么费劲将他打晕过去？你不懂，我们走吧。以后见这小子一次，打他一次。这家伙也是一个三才童子了，和龙日天道是一对难兄难弟。去看看。大地气。苏美娘，不要挣扎了。为了对付你们，我可是连六合锁妖大阵都带来了。再加上这柄天权神刃，就算你有9霄环佩琴，但又能够支撑多久呢？张旭豪，你真卑鄙！若不是你以天权神刃偷袭，区区六合锁妖大阵，又岂能挡得住我？苏美娘，我劝你不要白费心思，老老实实做你珍宝阁的圣女不好吗？只要你乖乖的听话，等我成了掌教大帝，你就是掌教夫人。你们张家都是狼子野心，珍宝阁本就是我石尾湖一族开创的，你们张家只是我石尾湖的管家。结果你们趁着万年前那场大劫，我石尾湖一族的强者死伤殆尽，这些年图谋珍宝阁的产业，大肆鲸吞资产，培养死众，排除异己。若不是我家老祖宗还活着，恐怕你们就要彻底将我石尾湖一族斩尽杀绝了吧。苏媚娘，珍宝阁虽然是你石尾湖族一族开创的，但若是没有我张家这些年的维持，恐怕早就衰落了，然后被无数强者瓜分。说起来，你们还要感谢我张家。只要你嫁给我，我们不就是一家人了吗？我呸！哼，一奴欺主，天理不容。亏你还能说得出口，张旭浩，
今天我就算是死，也要杀了你！燃烧生命精华，疯女人，你真的是疯了！哼，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没想到，如今的珍宝阁竟然落到了这种地步，以奴欺主啊！这些张家的人，还真是该死。六合锁妖大阵吗？若是别的阵法也就罢了，使用我创造的阵法，那就怪你们自己倒霉了。一个王侯境的小子，简直是找死！凌云，什么？小畜生，你该死！圣子，他就是在天生尘之中斩了东方天尊和星辰殿3大星子的凌云。凌云？哼，凌云又如何？莫非以为破了六合锁妖大阵就能够嚣张吗？给我杀了他！一剑定生死吧！他竟然这么强！圣子，快走，我们拖住他！圣子，快逃啊！不好，他要自爆！想死，在我面前，你们死得了吗？我们先离开这里，有人来了。凌云，我发誓，我一定会杀了你！无论是你的亲朋好友，你的父母家人，我全都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多谢林小友的救命之恩，老夫有礼了。多谢林公子。不用客气，我和大长老也是老熟人了。只是，你们怎么会被张旭浩埋伏了？如今我石尾湖一族示威，跟随我的一位长老，竟然被张旭浩收买了，所以就把我诱进了张旭浩的六合锁妖大阵之中。凌云，我真没想到，你的天赋竟然如此妖孽，连斩8大半步大帝，张旭浩也重伤在了你的手里。不过你要小心，张旭浩睚眦必报，又是张家这一代。不过你要小心，张旭浩睚眦必报，又是张家这一代最出色的天才之一。若是引出了他背后的大帝强者，那你就危险了。苏仙子多虑了，既然我出手了，就不怕他张家报复。反正我现在得罪的武道圣地也不少了，也不怕多加一个。大长老，你速速返回青丘，将灵虚发生的事情告诉老祖宗，让他老人家务必要提防张家。不过千万不要动手，一切等我回去再说。好，我现在就回去。林小友，我家小姐如今重伤未愈，灵虚之中危机重重，还望林小友能够照拂一二，老夫感激不尽。大长老客气了，我会尽力的。苏仙子，你的伤势如何了？多谢林公子关心，我服下疗伤丹药，伤势已经控制住了，要不了1、2天就能够彻底痊愈了。林公子，我有一事，还请林公子相助。哦，何事？我想请林公子助我去石尾天湖的传承之地，只有得到石尾天湖的传承，我才有可能夺回珍宝阁，拯救我石尾湖一族。石尾天湖的传承之地
就在这灵虚之中吗？没错，灵虚是妖圣的归墟之地，也是无数上古神兽战死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神兽的传承。虽然百万年来有很多传承都被人取走了，但石尾天狐的传承还完整无缺地保存在这里。这些年来，我们秘密探索灵虚，终于找到了石尾天狐的传承之地。只是那里机关重重，我们失败了很多次，都没有办法得到。哦，你们都没有办法得到，你就这么相信我能助你？林公子天赋无双，实力强大，而且为人重情重义。若说有谁能够帮助我，那就只有林公子你了。我相信你。而且，石尾天狐的传承之地有先天精魄。真的有先天精魄？没错。那好，事不宜迟，我们走吧。石尾天狐的传承就在神陨之地。神陨之地吗？大萝卜，神陨之地你清不清楚？神陨之地？神陨之地吗？大萝卜，神陨之地你清不清楚？神陨之地？你们要去那个鬼地方？你们要找死，千万不要带着我呀！我还想多活几年呢。我知道神陨之地很危险，不过你不是这里的地头蛇吗？不会连神陨之地都怕吧？危险？神陨之地何止是危险啊，那可是神灵陨落的之地，有大恐怖的。我也只是去过几次，差点就死在里面了。你去过神陨之地，那正好，我们这一路上的安危就交给你了。你在前面探路，别不情愿。石尾天狐的传承之地有先天精魄，到时候若是有多余的，就赏你一个。吞了先天精魄，你恐怕就能够进化成神药了吧？一个不行，至少要10个。我们连先天精魄的影子都还没见到呢，你就开始讨价还价了。快去探路。苏仙子，石尾天狐的传承在神陨之地的什么地方？这上面就是我们探索出的石尾天狐的传承之地。林公子不用这么客气，唤我美娘就行。好吧，你也不用这么客气，喊我凌云吧。那我喊你林大哥吧。林大哥，我们石尾狐一族寿命悠长，换算成人类的寿元，我今年才算是15岁。民风峡谷？不是，你们两个不要打情骂俏了行不行？石尾天狐的传承竟然会在这个鬼地方，我劝你们还是别去了，那里太危险了。民风峡谷？那是什么地方？民风峡谷是神陨之地的深处，一座十分古怪的峡谷。那里终年民风呼啸，混沌气弥漫，那种冥风堪比半部大地4灾天劫之中的第3劫冥风劫，无比之恐怖啊！就算是半部大地前去，也会被吹得尸骨无存。要不我们别去了，真的会死人的呀。冥风劫吗？冥风劫乃是天地交感，针对半部大地的元神降下的劫难，怎么会凭空出现在一座峡谷之中？恐怕是有阵法存在吧。不错，那冥风劫并不是凭空生成，据我们推测，乃是一座上古神阵所化。我石尾狐一族曾有一位前辈，凭借护身至宝进入到了冥风峡谷，他走到了其中存在的石尾天狐的气息，但却始终没有办法走到传承的最后一步。既然是阵法，那就有办法。我们先去看看再说。大萝卜，前方带路。那里就是民风峡谷了，不过我之前也没有去里面看过，那些民风十分的恐怖，
你一定要小心。没错，这里就是鸣风峡谷。鸣风峡谷之中最恐怖的就是鸣风劫，不过我这一次带来了9霄环佩琴，只要催动9霄环佩琴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安然无恙的进去。你现在的状态还能催动9霄环佩琴吗？我应该可以坚持3个时辰，3个时辰足够我们进入到鸣风峡谷之中了。3个时辰吗？不行，就算是进到了鸣风峡谷，里面若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我们还指望你的9霄环佩琴呢。你干嘛用这种不怀好意的眼光看着我？大萝卜，贡献1滴神液吧。1滴神液足够苏美娘弥补损失的生命本源，伤势禁愈才能够催动9霄环佩琴。什么？你这个拎包皮，让我探路也就算了，现在还想要我的神液，门都没有！大萝卜，我们来都来了，等找到了先天金魄，到时候你就能进化成无上神药，区区1滴神液算得了什么？媚娘，大萝卜是准神药，吞下这滴神液，你的伤势和损耗的生命本源